臭弟弟，你瞧瞧，你把我的丝袜弄的，都被你弄坏了！一声娇喝，沈毅猛然被惊醒，条件反射的瞬间起身，却发现自己居然身处于一个客厅内。当目光看向说话之人，沈毅瞬间的愣住了，呆呆的看着面前站着的人。说了多少次了，晾丝袜要用夹子，夹子不能直接用晾衣架撑开。你瞧瞧，都被你撑成这样了。我刚买的丝袜就这样被你弄坏了。一个20出头的女生，此刻穿着一身居家服，踩着一双凉拖，手中提溜着一个晾晒着黑丝的晾衣架，一双大眼睛正气呼呼地盯着沈毅，小嘴撅着显得十分的不满，好似沈毅做了什么人神共愤的事情一般。当看清楚眼前这个女人的一刻，沈毅的眼眶忍不住的红了。不是吧，臭弟弟，你哭了？我也没说什么呀，你怎么就哭了？对不起，对不起，都是三姐的不对，不应该骂我们的小意义的，对不起吗？原本还在兴师问罪的沈瑜，下一秒直接傻了，因为他居然看到自己弟弟眼眶瞬间泛红，一副随时要哭泣的模样，这可把他整不会了，心中暗道：难道自己说话的语气太重了？自己的傻弟弟什么时候变得那么脆弱了？三姐，你没死，太好了，三姐，你没死。然而下一秒，让沈瑜更错愕的一幕发生了，沈毅居然一下冲向了他，然后一把抱住了自己。呸呸呸！臭弟弟，你过分了呀！我不就因为一条丝袜骂了你几句吗？你怎么还在咒你老姐我死呢？沈瑜无语了，被沈毅一把抱在了怀里，听着对方的话，他不由得青筋都出来了，这也太过分了，怎么能咒自己死？不对，这怎么回事？这到底什么情况？为什么三姐没有死？我明明记得大姐、二姐还有三姐，他们为了保护我，全部被魔王吞噬了，我也已经被斩杀了，为什么我会没死？不对，这是我们原来的家。激动过后，沈毅忽然的像是意识到了什么，猛然的惊愕，抬头的看向了四周围。此刻方才意识到，这里是他们最初的家，这熟悉的客厅，这熟悉的布置，这熟悉的味道，都是最初的模样。还有自己怀中三姐沈瑜的体温，这一切都在告诉着沈毅一个事实，那就是这一切都是真实的。三姐，今天是什么几年几月几号？松开了沈瑜，沈毅盯着他问道，一脸的迷茫。你睡糊涂了吧？今天几月几号都忘记了？你不是天天掰着手指头算日子吗？就等着你期待的那款心心念念的网游开服，这回居然连日子都给忘了，你别吓三姐啊！你怎么了？沈瑜瞪大了自己的双眼，对着沈毅问道，有些害怕沈毅怕不是癔症了吧？心心念念的网游开服，浩劫前夕。姐，难道说今天是2024年7月1号？什么7月1号？你真想游戏想疯了？今天是6月30号，你那个游戏明天才开服。一个大大的白眼送给了沈毅，沈瑜真被自己这个网瘾弟弟给打败了，无语的回道：6月30号，2024年的6月30号。当获悉了这些个情况之后，沈毅彻底的震惊了，因为如今的一切都表明了一件事，似乎沈毅他重生了。不会吧，我重生了，重生到了10年前，这怎么可能啊？错愕、愣神、难以置信，各种复杂的情绪瞬间的在沈毅的脑海里炸开，让他一时间有些不知所措。沈毅清晰的记得10年前，也就是24年代7月1号，一款名为《浩劫前夕》的网游横空出世开服。这一款被誉为跨时代的网游，在短短的时间里吸引了上亿的玩家加入。不过游戏毕竟游戏，就算再神奇好玩，也只是被当作消遣的工具。可谁也没有想到，就是这款游戏直接改变了整个蓝星的命运。因为在游戏开服5年之后，《浩劫前夕》这款游戏居然与现实世界融合在了一起，并且将整个世界都彻底的数字化了。伴随着与世界的融合，各种游戏内的怪物、建筑、种族等横空降世，将整个世界都变得光怪陆离了起来了。所有人都被迫成为了玩家。之前就玩《浩劫前夕》的玩家发现，自己游戏内的数据直接被带入到了融合世界，而没接触过《浩劫前夕》的人，则是直接要从零开始。而与游戏不同的是，网游内玩家死亡可以无限复活，但融合后的世界，所有玩家都只有一条命，死了就真的是死了，将从世界上消失的彻彻底底。在这种背景下，之前没有接触过游戏的人类开始了艰难的求生。而原本的游戏玩家虽然占据着天时地利人和，比那些一开始没有接触过游戏的玩家条件优越许多，但融合后的世界却比之前的游戏世界要危险了不止10倍，他们的处境一样艰难。沈毅就在这种环境下，带着自己的5个姐姐在融合世界里过了整整5年。伴随着沈毅5个姐姐的慢慢崛起，沈毅原以为一切都会变好，殊不知一次探险中，他们遭遇到了世界级 BOSS 强度的魔王袭杀。沈毅亲眼目睹了自己5个姐姐为了保护自己惨死，而自己最终也没有逃过魔爪。
本以为一切都结束了，不曾想沈毅此刻居然重生了，记忆犹在，仿佛一切都历历在目，让沈毅此刻不由得冷汗淋漓。但随之产生的就是强烈的兴奋，沈毅的眸光开始变得明亮了起来了。重生了，重生了，我居然重生了，还是在浩劫前夕开服之前。难道说连老天爷都看不过眼，想要再给我一次机会？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我不会再庸庸碌碌了，我要抓住这次机会，逆天改命，改变自己的命运，还有我5个天之娇女姐姐的命运。第002章隐藏大佬5个姐姐。干什么呢？大呼小叫的，在卧室里就听到你的声音了。老三，你又怎么了？正当沈毅脑海里还在迅速的思考的时候，一间卧室的门打开，一个女孩从屋内走了出来，看到客厅内的沈毅，与沈玉问道：大姐，你看，臭弟弟又把我的丝袜弄坏了。见到来人，沈玉立马的兴师问罪，将手中的晾衣架举给对方看。不就一条丝袜吗？坏了就坏了呗，还有谁让你自己不晾，让小姨给你晾的，活该。沈月看了一眼那条丝袜，却是没有丝毫的安慰，反而指责沈玉说道：好，大姐，你就宠他吧，他早晚被你宠成解绑男，到时候媳妇都找不到。闻言的沈玉嘟着嘴，气呼呼的说道，埋怨大姐沈月没有站在自己这边。大姐，沈毅的目光落到了自己的大姐身上，眼眶又禁不住的湿润了起来了。看着眼前的长姐，沈毅百感交集啊，内心更是五味杂陈。沈毅一共有5个姐姐，她们是5胞胎，老大是眼前刚卧室的沈月，2姐叫做沈倩，3姐则是客厅里的沈瑜，另外还有4姐沈玲与5姐沈妍。沈毅比他们小2岁，是他们唯一的弟弟。他们的父母在4年前因为一场车祸去世了，留下他们6姐弟相依为命。双方的关系十分的好，虽然经常吵吵闹闹的，但却从不影响感情，可以说他们是亲密无间的姐弟关系。众生前，沈毅的这个5个姐姐都没有玩浩劫前夕，直到5年后游戏降临，世界被强制的数据化，沈毅的5个姐姐才第一次接触到浩劫前夕。然而让沈毅难以置信的是，自己的5个姐姐居然在当时获得了5个唯一隐藏的强大神级职业。浩劫前夕这款游戏拥有上千种各种各样不同的职业，职业根据稀有程度被分为了普通职业、隐藏职业和唯一隐藏职业。普通职业说白了就是大众职业，每个人都能够获得的职业，十分的普遍与基础。而隐藏职业，这是比较稀有的职业，强度自然是要比普通职业厉害很多的。而唯一隐藏职业则是整个游戏里最牛逼的职业，被称为神级职业，并且具有唯一性。简单来说，整个游戏里只有你那么一个唯一隐藏的神级职业，可以说独一无二，每个唯一隐藏职业都强横的一逼，堪称神职。沈毅众生前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普通职业，之所以能够在融合世界带着5个菜鸟小白姐姐存活5年，其实并不是因为沈毅有多牛逼，而是因为沈毅的5个姐姐太变态。但即便是如此，也只是苦苦支撑了5年而已。因为沈毅的5个姐姐浪费了浩劫前夕未降临的游戏内的5年时间，等于平白的比旁人落后了整整5年的光阴啊！若是从浩劫前夕一开始，沈毅的5个姐姐就跟着进服的话，恐怕结果会截然不同。所以当看到自己的大姐的那一刻起，沈毅的内心已是下了决定了，不管用什么方法，这一世必须要让我5个姐姐跟我一块进入游戏，从开服当天就开始积累资本与力量。凭借着我前世对于游戏的记忆，外加5个姐姐开局就是5个唯一隐藏的神职，5年后的我们将不可想象，到时候面临浩劫，我们就有绝对的资本能够活下去。沈毅心中暗道，他已经开始规划了，他不能够再浪费自己眼前的资源。如今自己是众生者，拥有对于游戏攻略的详细记忆，而自己5个姐姐拥有5个唯一隐藏职业的神职，这种组合想不起飞都难。要是沈毅就此放过了这样的机会，他觉得不如自己现在就找块豆腐砸死自己算了。哎，都在呀，大姐、三妹、小弟，你们都在家呀？来，我们刚买了一个西瓜，正好一块吃。就在这时候，房门从外面被打开，随后又一抹倩影从外头进来，手中还拎着几个装满了东西的塑料袋。当看到屋内站着的3人的时候，沈倩笑着打招呼道：哎呦喂，二姐，能不能下次不要买那么多东西啊？或者下次叫上小弟行不行啊？那么多东西，那么毒辣的天气，你还让我跟你一块去，我都要被晒死了。在沈倩的身后还传来了一个抱怨的声音，语调有些可怜兮兮的，像是受到了极大的委屈一样。臭弟弟，看什么看，还不帮你吴姐我拿东西，一点眼力见都没有。随之对方冲着傻愣愣站着的沈毅喊道：哦，我来了。沈毅迅速的反应过来，脸上荡满笑容。回来了，都回来了。当看到门口站着的3个女孩的时候，沈毅的心情无比的激动啊！
因为眼前的3个女人正是他另外3个姐姐：2姐的沈倩、4姐沈凌与5姐沈妍。4姐，我帮你拿。沈毅迅速的来到了门口，从沈凌的手中接过了袋子。哦，混蛋弟弟，你居然不帮我拿，帮4姐，是我招呼你的哎。沈妍看到沈毅从沈凌手中接过袋子，不由得哇哇乱叫了起来，一双目光他死死的盯着沈毅。乖。而4姐沈凌见沈毅优先帮自己拿袋子，原本冰冷冷的脸上露出了一抹笑容，道：应该的。吼，可恶，还秀恩爱。听到沈毅与沈凌的对话，沈妍差点气晕了，这是故意的，肯定的。5姐，消消气，我怎么可能不帮我可爱的5姐拿东西呢？就在沈妍要抱走的时候，沈毅忽然的笑嘻嘻的来到了沈妍的面前，然后也从她手中接过了袋子。哼，这还差不多。见状，原本都爆发小火山的沈妍这才消气，然后对着沈毅哼了一声道：等众人进屋，沈毅看着客厅内沙发上5个姐姐坐在那里，一个个都是那么鲜活的样子，他由衷的笑了，从未有过的开心。哎，臭弟弟，我们逛街遇到了你那个小女友了，她说打你电话没人接，叫你给她回个电话，说是有事情找你。而就在沈毅感叹命运的神奇时候，5姐沈妍又看向了沈毅，对着他道，只是说话的语气不免有些怪怪的醋味，特别是说到沈毅小女友的时候，更是显得有些阴阳怪气的语调。第003章，女友，谁抛弃谁啊？小女友王梦溪。听到5姐沈妍的话，沈毅略微的愣了一下，然后下意识的就知道对方说的是谁了，那就是王梦溪。王梦溪，沈毅的青梅竹马，小时候他们住在一栋楼里，以前还是邻居，不过后来王梦溪一家就搬走了，双方也就此失去了联系了。本以为没有交集，没想到的是大学的时候又遇到了，沈毅居然与对方报考了一个大学，还是一个专业的同班同学。就这样的一来二去，双方因为打小认识，并且颜值学历相当，王梦溪也就成为了沈毅的女友了。然而前世沈毅却没有跟王梦溪走到一块，原因是王梦溪后来背叛了沈毅，从此双方就形同陌路了。此刻再次的听到王梦溪这个名字，沈毅没有多大的感触。这个点他们还没有分手呢，对方还的确是自己的小女友。如果我记得没有错的话，他找我应该是因为那个。脑海里记忆涌现，沈毅回忆起了前世的今天，王梦溪还真给自己打了一个电话，而他们之间的关系也是从这个电话开始分道扬镳的。如此，或许想到这，沈毅眼珠子一转，似乎计上心来，目光也不由自主地看向了沙发上的5个姐姐，嘴角微微的勾起一抹弧度。姐，我去打个电话。哎，不先吃一块西瓜吗？看到沈毅着急回房，2姐沈倩对着沈毅喊道，示意他吃西瓜。不了，我过会吃，姐姐你们先吃。沈毅撂下了一句，然后直接回了房间。哼，有异性没人性，臭弟弟，见色忘姐。看到这一幕，5姐沈妍的脸上气呼呼地瞪了一眼沈毅的房门，仿佛眼神能够直接穿透墙体杀死沈毅一样。喂。沈毅回房拨通了王梦溪的电话，刚接通，沈毅开口，语气冷淡，听不出任何一些的情绪。行，我知道了，就这样吧。说了几句，沈毅表情依旧平淡，然后不等对方继续说什么，就直接的挂断了电话。喂，沈毅。此刻一家餐厅内，王梦溪拿着手机对着电话那头喊道，却发现对方早已经的挂断了电话，手机里只是传来了一阵的忙音。梦溪，怎么样？他怎么说？他答应了吗？王梦溪对面坐着一个男人，看到王梦溪挂断电话，立马的问道。他答应了。王梦溪好一会才回过神来，然后回答道，只是脸上不免的有些失落的情绪。答应了就好啊，梦溪，我跟你说，我表哥他们是专业的游戏团队，开工作室的，在其他游戏里很有名的。这一次他们要入驻浩劫前夕，我们跟着我表哥他们一块混，肯定比你找沈毅强多了。你不是想要在游戏里搬砖赚钱吗？跟着我表哥他们的团队绝对能够赚到钱。我表哥说了，这游戏搬砖潜力巨大，肯定比你打暑假工要赚钱。听到王梦溪的回答，方俊脸上喜笑颜开的说道，显得异常激动。然而听到对方的话，王梦溪却高兴不起来，显得有些魂不守舍的。怎么了梦溪？是沈毅说了什么难听的话吗？方俊发现了王梦溪的表情不对劲，立马的问道，以为是王梦溪放了沈毅的鸽子，对方说了什么难听的话。不，没有，他什么都没有说。闻言，王梦溪摇摇头，要是沈毅说了什么，他此刻就不会是这样的一副表情了。沈毅要是质问、责问、生气，他或许还能好受点，觉得正常态度。可刚才电话里，当自己告诉沈毅他没有办法跟沈毅一块组队玩浩劫前夕的时候，对方居然连问都没有问一句，直接答应了，然后就挂了自己电话。这冷漠态度
让他有些不知所措，这才是他现在失神的原因。没说什么，那你干嘛这副表情？闻言，方俊一脸疑惑地问道。就是因为没说什么，这才让人失落啊。王梦溪蹙眉细若文瑞地嘀咕了一句。什么？方俊没有听清楚，当下的问道。没什么，方俊，谢谢你能够带我，我会好好努力，把握这一次机会的。王梦溪强压下内心的情绪，然后抬头笑着说道。好好，我们一块努力。见到王梦溪笑着看自己，方俊的魂都飞了，脸上更是洋溢着一抹幸福。女人只会影响到我搞事业的速度。与此同时，挂断了电话的沈毅不屑地看了一眼手机，将手机丢回了床上。前世也是如此，王梦溪原本与自己约定了一块进入浩劫前夕，结果在开服前一天割了他。当时的沈毅愤怒不满，与王梦溪大吵了一架。之后沈毅更是知晓了，对方是为了跟着一个学校里的追求者王俊组队才割的自己，这更让沈毅愤怒，双方关系愈发的破裂。到最后，王梦溪更是因为在游戏内搬砖赚到了钱，而与沈毅渐行渐远，最后分手跟方俊在了一起，可以说是伤得沈毅体无完肤。对于这样的一个女人，沈毅当然早已不在乎了。所以当得知这一世对方依旧要抛弃自己的时候，沈毅毫不犹豫的就答应了，因为在心里沈毅早已经率先抛弃了对方了。更何况他可是要带着自己5个外挂姐姐去游戏里叱咤风云的，哪有功夫跟王梦溪这样的女人纠缠啊？不过他倒是帮了我一把呀。沈毅的嘴角又再一次的浮现一抹狡猾的笑容，下一秒竟是狠狠的掐了自己一把，然后哇一声大哭从房间内传出，让原本在客厅内吃西瓜的沈家五女都一个机灵，他们迅速的看向了沈毅的房间，意识到这是沈毅的哭声啊。小弟，你怎么了？怎么哭了？怎么回事？好好的，哭什么啊？是啊，小弟，你怎么哭了呀？哎呦喂，好可怜的样子啊！怎么了？臭弟弟，谁欺负你了呀？第004章，失恋了，姐姐们陪你玩。我被人甩了。呜呜！沈毅看着5个姐姐闯入到自己的房间内，泪眼婆娑的脸立马的看向了众人，表现的一副可怜兮兮的样子，说道。此时此刻，沈毅影帝附体表现出来的状态，绝对是让人看不出半点毛病，就仿佛是一个痴情男子被人甩了之后的那一副凄惨的表情。啊！听到沈毅的话，看着其一脸悲痛欲绝的神情，沈毅的5个姐姐都错愕了。被甩了？弟弟，你被人绿了？吴姐沈岩下意识的脱口而出，对着沈毅问道。哇！一瞬间的，沈毅的哭声更惨烈了。你闭嘴吧！4姐沈凌无语的瞪了一眼口无遮拦的吴姐，让她闭嘴别说话。怎么回事啊？王梦溪让你回电话室跟你分手？这会看到沈毅的反应，其余几人也意识到了什么，然后纷纷的关心着问道。到底怎么了，小弟？你告诉大姐，发生什么了？大姐沈月坐到了沈毅的身边，一脸关心的问道，眼神里带着一抹担忧。是啊，怎么回事？之前不是好好的吗？2姐也是对着沈毅问道，搞不懂这是怎么了，听说王梦溪跟沈毅关系不错呀。当下的沈毅倒也没有要隐瞒的意思，将事情大致的说了一遍，其中不乏添油加醋了一番，将发生在自己的身上的事情着重的进行了一些改编细化。总之，描述之中的沈毅把自个说成了一个痴情男子被人狠心抛却对方样子，听得沈毅5个姐姐是又气愤又心疼。哼，我早说过了，那个王梦溪不是什么好女孩，以前小时候看她就是一副矫揉造作的样子，恶心心的。你们在一起的时候我就没看好，果然吧，这个女人简直太坏了。吴姐帮你去揍她。沈岩第一沉不住气，听完后撸着袖子就要走人的样子，义愤填膺，好像受伤的是他一样。我也去。4姐沈凌一向话不多，冰山美人一个，此刻脸色更为阴沉，听到沈岩的话就要跟着对方一块去找王梦溪的麻烦。欺负我弟弟这是没那么容易，我也去。老3沈玉这会也放下了丝袜之仇了，撸着胳膊也要上阵。别闹了，都回来，像什么话？然而就在3人气冲冲要出门找王梦溪讨说法的时候，沈月瞪眼看向了3人说道，又不是小孩子了，还学人撸胳膊打架？是啊，你们3个消停一些吧。2姐也是叹息一声，虽然为沈毅打抱不平，内心也是很气愤，但显然他们更理智一些。这情感的事情本来就是2个人的事情，就算是兄弟姐妹也不好掺和，这上门去找麻烦，这不丢人吗？若真让这3人去了，有理都变得无理了。小弟别难过了，你还那么小，感情的事情以后还长着呢，为了一个那样的女人不值得。转头大姐沈月安抚着沈毅，她倒是觉得这样也挺好的，早早看清一个人总比之后再看清楚的好。是啊，弟弟，她这样的人，你早看清楚她的真面目一天，是你运气，别难过了，好女孩多着呢。2姐也是拍了拍沈毅的肩膀宽慰道。
就是吴姐闺蜜多，等开学给你介绍几个知心大姐姐认识。她王梦溪算什么？我都觉得她配不上你。我弟弟的女朋友不得是倾国倾城，你可真是亲姐姐。沈瑜闻言哭笑不得地瞪了一眼老五，觉得有些滑稽。姐姐们，我不是伤心她甩了我，其实我也不是那么喜欢她。见五个姐姐都一副关心的模样，安慰自己，沈毅抬头看着他们说道：那你那么伤心？沈瑜一愣，有些无语的道。其余几人也是纷纷看向了他，刚才那架势还以为沈毅没有王梦溪活不了呢。我伤心是因为明天浩劫前夕就要开服了，本来我们约定了要一块组队一块玩的，现在他跟野男人跑了，把队伍也给拆散了，我这上哪找队友去啊？我盼着这个游戏好多天了，如今计划全被打乱了，我伤心啊！再想想我还被抛弃了，我就更难过了，就好像是屋漏偏逢连夜雨一样的凄凉啊！沈毅悲切地说道，仿佛真的绝望了一样。听到沈毅的话，众女都无语了。搞半天，沈毅是因为这个原因才那么伤心，为了一个游戏，不能再找队友吗？大姐沈月蹙眉，看着沈毅问道：大家之前都已经找好队伍了，要组队一块玩，现在他们都跟着王梦溪跑了，就独剩我一个了，我上哪找队伍去？姐，我被孤立了。沈毅可怜巴巴地说道：切，多大点事，不就是一个游戏吗？姐陪你玩。就当这时候，吴姐沈言不屑地说道，自告奋勇表示要陪沈毅玩游戏。真的？沈毅闻言抬头惊喜的道，心中则已经是乐开花了。什么真的假的？陪我亲爱的弟弟玩个游戏怎么了？姐明天陪你一块玩。沈言洒脱的说道。可是一个队伍6个人，只有我们2个，还差4个呢。沈毅先是惊喜，随后又苦瓜脸了起来了，一脸可怜兮兮的看着他们，继续的说道：这不好办吗？别忘记了，你有5个姐姐，咱们5个陪你玩，不就是一个队伍了吗？啊，那大姐、二姐、三姐、四姐，你们肯吗？沈毅楚楚可怜的看向了其余4女，此刻心都已经悬到嗓子眼了。他故作姿态，最终目的就是为了忽悠自己这5个姐姐陪自己玩浩劫前夕。如今临门一脚，沈毅还是有些激动的。玩，只要弟弟喜欢，大姐陪你玩。不过我不怎么会玩游戏，会不会给你拖后腿？我也能玩，不过我比大姐还不会玩。大姐沈月与二姐沈倩，一个性格就是长姐如母的，做事稳重的很，一个性格有些柔弱胆小，却很会照顾人。2人倒是不排斥陪玩，只不过是担心玩不好。没事，我会教你们的。沈毅闻言立马说道，然后又看向了3姐与4姐。3姐、4姐，你们呢？都家庭团建了，我还说什么？游戏吗？我也玩，陪你喽。3姐当下一口答应，没有任何的拒绝。可以。4姐则简单明了的给了个答复。耶，太好了，有姐姐们陪我，我好幸福。眼看计划成功，忽悠到自己5个姐姐陪玩游戏，沈毅当下笑逐颜开，内心更是激动啊！第一步已经迈出去了。第005章开服31257号新手村，麻烦师傅你们把东西往里面放，谢谢了。第2日7月1号，浩劫前夕开服的日子，一大早沈毅就跑了出去，等到中午才回来。一开门就让外头的人帮着把几个箱子往屋里面搬。小弟，怎么回事？这是什么东西啊？是啊，弟弟，你买什么？怎么那么多个箱子？老弟，你发财了吗？哪来的钱？这箱子里装什么了？弟弟，这该不会就是浩劫前夕的虚拟登录器吧？家里面5个姐姐都在，看到沈毅回来，似乎还带回了什么东西。几人来到了门口齐齐的观望，然后就看到了几个工作人员搬着6个箱子进入到了屋内。哎，没错了，看来吴姐是做攻略了啊，这就是浩劫前夕的虚拟登录器。沈毅笑着，然后冲着众人解释说道，相比于传统的那些个在主机上的网游不同，这浩劫前夕采用的乃是虚拟登录的方式，也就是说连接上虚拟登录器之后，人的意识会通过虚拟登录器从而的进去游戏世界，而每一个浩劫前夕的玩家通过身份证就能够领取到一个免费的虚拟登录器。在昨天忽悠自己5个姐姐答应陪自己玩浩劫前夕这块游戏之后，沈毅就通过5个姐姐的身份证替他们预定了5个虚拟登录器。一大早出门，沈毅就是去领取这虚拟登录器了。晚上7点就是游戏正式开服的时间，沈毅必须要保证自己与5个姐姐在第一时间进入到游戏内。虽然还有5年的发育时间给他们，可沈毅总感觉时间不够。更何况沈毅既然重生了，也许就像蝴蝶效应一样，会改变一些即将发生的事情，这也给了沈毅一些危机感。故此他必须面面俱到，以免出现偏差与纰漏。在送货人员离开后，沈毅就将6个虚拟登录器都给拆开。在5个女人的目光注视下，沈毅将虚拟登录器分别的安装在了他们彼此的房间内。之后
在下午的时候，沈毅还给5个姐姐认真的上了一课，简单的普及了一下浩劫前夕的游戏知识。浩劫前夕自预热开始，公布的资料其实不多，所以能够看到的东西也就那么一些。但沈毅不同啊，沈毅是重生的，拥有10年的记忆，所以对于整个游戏情况更为了解与熟悉，讲解起来也是面面俱到，十分的详细。简单来说，沈毅是浩劫前夕这款游戏的游戏百科也一点都不为过。到了傍晚，众人吃过晚饭，然后6点钟的时候，沈毅看向了5个姐姐：“姐，现在是6点，游戏将开放预角色创建，我们现在就可以登录游戏，然后去创建界面，创建自己的角色。7点的时候准时可以进入游戏内，记住了，我们在31257号新手村汇合。到时候你进入游戏后别动，我会添加你们的好友找你们，知道了吗？记住了，31257号新手村，千万不要进错了新手村编号，这很重要。”沈毅对着5个姐姐着重严肃地说道，脸上是一丝不苟。“知道的了，31257号新手村，不会弄错的。小弟，为什么要31257号？不能666888吗？这些号码多吉利。吉利有什么用啊？姐，我们又不是买彩票图吉利，听我的，就31257号新手村，没错的。”沈毅没有解释，他也没有办法解释。之所以选择31257号新手村，其实是有原因。因为沈毅拥有众生前的记忆，所以知晓31257号是被选中的新手村。在这个新手村内会触发一个隐藏任务，而完成隐藏任务的人将获得一个唯一隐藏职业的转职机会。前世的时候就有人意外的触发了这个隐藏任务，从而的一举从一个普通职业的人转职成为了一个唯一隐藏职业，从而变得无比的强大。而沈毅与自己的5个姐姐不同，自己5个姐姐开局就会是唯一隐藏职业的神职，但沈毅却是开局普通职业。既然重生了，沈毅也不想只是吃软饭，或者只是当一个指挥者，他需要这个唯一隐藏职业触发的机会。而拥有5个神职姐姐的他，显然比任何人都有机会得到那个唯一隐藏职业，故此让必须要去这个31257号看似很普通却一点也不普通的新手村。行，都听小易的吧。眼看沈毅如此的严肃与坚定，大姐沈月对着众人说道。众人倒也没有意见，反正就是陪沈毅玩游戏，沈毅说什么他们听着便是。于是在收拾完了碗筷后，众人都纷纷回到了自己的房间内。浩劫前夕，小爷我又回来了。带上设备，沈毅深吸一口气，随后大脑一抽，意识像是被抽离身体一样，迅捷的意识短暂的消失。等再恢复意识的时候，沈毅已经身处于一个魔幻的职业大厅里了。丁，玩家沈毅，信息核对成功，身份已绑定。丁，玩家沈毅，请你选择你所需的职业。伴随着耳边游戏的系统提示的声音，沈毅的面前出现了一个职业墙。果然，我还是只能选择普通职业。看到出现了职业选择，沈毅不由得苦笑了一下，与前世一样，自己是个普通职业。因为隐藏职业与唯一隐藏职业都是无法选择职业，直接被绑定职业的。只有普通职业，玩家是可以自行选择的。丁，玩家沈毅，选择职业战士成功，角色已创建，无法删除与更改。沈毅随便的选择了一个战士职业，毕竟他的目标是唯一隐藏职业的转职，所以说现在什么职业都差不多。浩劫前夕角色一旦被创建绑定，是无法摧毁或者重来的，更无法更换设备，所以一旦选定将是一辈子的事情。7点，游戏正式开服，沈毅选择了31257号新手村。伴随着一阵传送之光的出现，沈毅身体慢慢消失，随后再次出现，已经来到了一个中世纪的村落内。第006章，神职再现，元素女皇6翼天使。一束束的白光在沈毅的四周围的出现，沈毅睁眼已经站在了新手村的复活点。眨眼的功夫，沈毅周围已经是密密麻麻的站满了穿着新手服饰的玩家。沈毅清晰的记得，根据前世的统计数据，开服当天，浩劫前夕的全家玩家数量就达到了惊人的1亿2000万，直接创下了吉尼斯的世界纪录。这也就导致了，哪怕浩劫前夕提供了5万个新手村，每个新手村需要接待的新手玩家的平均数都达到了2000多人，这个数字已经非常的夸张了。浩劫前夕，我终于回来了。短暂的失神，沈毅很快的回过神来，看着熟悉的画面与场景，沈毅的内心相当的激动。不过激动的短暂的，沈毅很快就摒弃了杂念，然后打开了自己的好友列表，将自己5个姐姐的名字给输入了进去。丁，玩家沈月已经同意添加您为好友，现在你们已经是朋友了，打个招呼吧。丁，玩家沈倩已经同意添加您为好友，现在你们已经是朋友了，打个招呼吧。沈毅一一的添加了自己的5个姐姐为好友，随后沈毅打开了组队界面，然后邀请自己的好友入队。丁，玩家沈瑜接受了你的入队邀请，已经进入了你的队伍。丁，玩家沈凌接受了你的入队邀请，已经进入了你的队伍。由于沈毅在下午的时候给
给他们做过功课，所以这一会沈毅的5个姐姐的成功的进入到了自己的队伍里。当沈毅打开界面的那一刻，看到自己5个姐姐的职业的时候，虽早已有了心理准备了，但还是忍不住的目光变得炙热无比了起来了。果然不错，看来的猜测是正确的，我5个姐姐真的与前世一样，是5个唯一隐藏职业。大姐沈月，唯一隐藏职业元素女皇。此刻入队之后，沈毅可以查看队友的职业了。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自己大姐沈月的职业了，职业名称元素女皇。元素女皇是一个唯一隐藏职业，属于法师系列的一个职业，号称地表最强法爷。法师能够操控魔法，属于魔法远程单位。一般的法师掌握的技能都是单元素的，例如说掌握火元素，那就是火法；掌握雷元素就是雷法；掌握风元素就是风法。一些隐藏职业的法师则拥有操控多元素的能力，例如说火木、风雷等等。不同的魔法元素拥有着不同的元素效果，所以掌握元素越多，这个法师自然能够学习的技能也就越多，也就越厉害。而沈月的元素女皇职业之所以被称之为地表最强大的法爷，那是因为元素女皇掌握全部的元素力量，金、木、水、火、土、冰、雷、毒、光、暗10大元素全部掌握，这就是元素女皇的可怕之处。而这还不是最变态的，最变态的是，一般的职业在10级前只拥有2个新手技能，但元素女皇不一样，10级前元素女皇就直接拥有10个初始的元素技能，也就是说平白无故的拥有比别人多8个的技能，还能够根据打不同的怪物轮转着使用技能，当真是相当的变态了。这还只是最初阶段的元素女皇，法师越到后期越恐怖，当可以使用范围伤害的时候，才是法爷真正强势的时候，到那时候的元素女皇将变得无比的变态，特别是拥有禁咒之后，那更是宛如核武一样的存在啊！所以不谈别的，就光是沈月的这个元素女皇的存在，都已经足够制霸整个新手村了。深吸一口气，沈毅的目光又再次的看向了自己的2姐。此刻2姐沈倩的职业也已经显示在了队伍里，她的职业是唯一隐藏职业6翼天使。6翼天使属于牧师治疗类的职业，也就是俗称的奶妈类职业，这个职业倒是与沈倩软糯的性格有点契合。作为治疗类的职业，那最要的就是奶量了。奶妈职业在打高等级怪物 BOSS 的时候尤为重要，可以算是核心中的核心，因为只有奶妈还活着，别的人才有机会能够站到最后。如果一个队伍奶妈先挂了，没有了续航的能力，那么这个队伍显然就已经不可能再战斗下去了。而沈倩的6翼天使职业则是同样也是非常的变态的，她的治疗量可以说是普通牧师职业的2倍还多。6翼天使不光能够给你提供治疗，还能够给你净化。游戏内存在一些控制类的技能，玩家一旦中了控制类的技能，就容易出现负面状态，而这时候驱散负面状态是十分重要的。而6翼天使的净化是可以解除任何负面状态的，那就显得非常的恐怖了。因为很多牧师虽然也拥有净化的能力，但一些特殊的负面状态却无法驱力，而6翼天使净化一切的效果就十分的突出。我记得2姐这个6翼天使的职业，开局自带复活、治疗和净化3个技能，在新手村那可太变态了。沈毅看着2姐的职业，嘀咕说道：一般的牧师职业开局只有2个技能，一个治疗，一个输出技能。至于复活技能，沈毅记得需要人物达到20级才拥有，或者是通过技能书学习。但6翼天使0级就自带3个技能，其中就包括复活，这在新手村状态下那也是变态的很啊。拥有了沈倩这个6翼天使，也就是说沈毅可以挑战新手村全部的 BOSS 了，因为他的治疗量绝对能够应付新手村 BOSS 的威胁。有输出，有治疗，沈毅的目光已经忍不住的朝着自己3姐的职业看了过去了，因为3姐的职业沈毅知道那是一个坦克职业。就是你了，3姐沈瑜，职业圣龙骑士。沈毅灼灼的目光落在了3姐沈瑜的职业上，赫然的写着圣龙骑士。骑士是浩劫前夕里诸多坦克之一，而龙骑士则是骑士之中的王者，恰好沈瑜就是龙骑士。第007章，圣龙骑士，心灵射手，凤凰祭司。龙族浩劫前夕最为强大的一个种族之一，非常的稀有与强大，拥有着毁灭的力量。而所谓的龙骑士，就是拥有一头巨龙作为坐骑的骑士。沈毅的3姐沈瑜，他就是开局就拥有一头巨龙作为自己的坐骑，并且还是龙族之中十分强大与高贵的圣光龙。沈瑜的圣龙骑士职业作为主 T， 骑血后防高的优点可以说是体现的淋漓尽致，不光自身拥有强大的防御力和血量，技能增加的护盾值也是恐怖异常。再配合上自己的巨龙坐骑圣光龙，可以说沈瑜的这个职业能输出，能抗伤害，甚至于还有可观的辅助治疗能力，当真是万金油一样的存在。沈毅甚至于都记得
前世的沈鱼等级高了之后的一个护盾技能，甚至于都抗下一个 BOSS 的全额大招，那坦度简直是变态到了极点。要不是前世他们发育的太晚了，游戏已经融合现实，他们又运气太差遇到了世界魔王 BOSS， 不然的话再给他们一段发育时间，沈一都感觉他们不光能够稳住局面，还真能够逆天。可惜的是没有如果，前世他们败得一败涂地，好在眼下有了转机，老天爷给了他重生的机会。四姐沈灵，职业唯一隐藏职业心灵射手。继续看向自己四姐的职业心灵射手，同样是一个唯一隐藏的职业。心灵射手属于射手类职业，也属于远程输出。不过与法师类职业不同的是，法师属于站桩输出，没有什么自我保护与位移的能力，但射手却是高敏爆发类职业。而沈灵的心灵射手与普通的射手还有不同，不光拥有超高的暴击能力，还拥有一种神奇的效果，那就是心灵控制。所谓心灵控制，就是目标单位命中箭矢之后，有概率受到心灵控制，一旦受到心灵控制，那么目标单位就会被沈灵所控制，在战斗结束前都会为己方单位服务。最可怕的是，这个技能居然对 BOSS 也是有效果的。所以说，如果沈灵的运气足够逆天的话，甚至于给 BOSS 射上一箭，都有可能直接将 BOSS 变成小弟。所以说，沈灵的这个心灵射手真的恰如其分，真的能够控制人的心灵。而作为高爆发的射手职业，沈灵这个心灵射手爆发力一点都不亚于大姐沈月的元素女皇。最后就是我五姐的凤凰祭司了，同样也是唯一隐藏职业，还自带一只神宠凤凰。沈毅看着自己五姐的职业，眼眸里不由得泛起了一抹笑意。沈毅的五姐沈岩的职业叫做凤凰祭司，这个职业是一个控制类辅助技能，并且自带一只神级宠物火凤凰。控制类的技能在游戏内也是举足轻重的地位，各种负面 buff 不光能够损耗对方的血量，还能够对对方的动作技能等造成巨大的障碍。而沈岩的凤凰祭司就是那么一个可怕而又强大的职业。一般而言，这类职业缺乏一些伤害技能，但是沈岩却不同，因为自带一个神宠火凤凰，所以说其伤害输出是不低的。沈毅清晰的记得，这个神宠火凤凰雏鸟阶段就十分的变态，输出能力就不低，相当于一个火法。等成年之后的火凤凰，那更是宛如 BOSS 一般的存在，一个范围伤害就能够把一片怪烧成焦焦炭，总之是非常强大的一只神宠。想象一下，面对沈岩，对方先把你给控制起来，然后派出自己的火凤凰对着你一顿输出，那显然的，你是不死都要脱一层皮啊，那滋味绝对不会好受的。与计划之中的一般无二，我的5个姐姐全部获得了唯一隐藏职业，看来情况没有出现偏差，光这一点就太好了。沈毅此刻内心激动莫名啊，他最怕的就是自己的重生改变了原来的轨迹，使得一切都出现了偏差。可现在看来，一切都还与沈毅记忆里的一般无二，这就给了沈毅吃了一颗定心丸了。只要自己5个姐姐的神职没有改变，那么所有的一切就都不是什么问题了。喂，小弟，你在哪啊？好多人啊，怎么那么多的人啊？天哪，一个游戏而已，怎么那么多人玩啊？是啊，到处都是人头，密密麻麻的，太吓人了吧？没想到这款游戏真那么多人玩啊，这也太多了，好拥挤啊！就在沈毅感叹自己5个姐姐拥有强大的神级职业的时候，沈毅队伍频道的语音里传出了自己几个姐姐的声音，他们一开口就是抱怨，没办法，出生点的玩家还在陆陆续续的进入，导致整个新手村都显得格外的拥挤。姐，这算什么啊？这还是新手村分流的状况下。要知道，浩劫前夕开服可是开放了5万个新手村，这要是不分流新手村，全部都拥挤到一个新手村，那估计现在新手村都已经站不下人了。沈毅苦笑了一下说道，的确，即便是采取了开放5万个新手村分流，可眼下的拥挤程度都不是任何一款别的游戏能够比拟的。啊，那到底多少人在玩这款游戏啊？沈月的声音传来，语气里带着一抹不可思议。不知道，估计今天开服第一天，全球玩家应该能够破亿吧。破亿！听到沈毅的回答，众人倒抽一口凉气，显然他们都难以想象，一款游戏上亿人都在玩是一个什么概念。臭弟弟，别吹牛了，我们现在去干什么？你在哪？我们去哪找你啊？沈岩冲着沈毅说道，他也是玩过游戏的，所以对于游戏有点概念，听到沈毅的不靠谱言论，倒下嗤之以鼻，觉得沈毅是在吹牛。上亿人玩一款游戏，还只有一个服务器，这骗谁呢？听出了沈岩语气里的质疑，沈毅也懒得解释，他们之后就会明白自己没有开玩笑了。而这游戏也绝对不是真的一款简单的游戏而已。你们打开地图，地图上会显示同伴的坐标，你们看着我的坐标，然后跟着我走，我们去人少的地方汇合。好。第008章，女人，你们对自己一无所知。呼，终于出来了，这里还人少一些，不用被挤得满头大汗了。是啊，这游戏好逼真啊，你们看，我都出汗了，还有这风景，跟现实生活里一样，太逼真了吧？这真的是游戏世界吗？之前小弟你玩的那些个游戏，我也看你玩啊，
没有一款游戏像这游戏一样的逼真哎，这游戏果然不错，难怪弟弟你期待了那么久。这游戏看着的确有些与众不同。新手村外一处僻静的地方，沈毅终于等来了自己的5个姐姐的会合。当大家终于聚集在一块的时候，显然的，众人有些气喘吁吁，汗流浃背的。别看这只是游戏世界，然而各种体感与视觉效果却与真实世界一般无二，这也是这款游戏神奇的地方，所以才吸引了那么多的玩家。此刻就连沈毅的5个姐姐这种不怎么关注游戏的游戏小白，都被这款有限内的世界所吸引了，当真是非常的神奇。怎么样，不错吧？这游戏还有很多神奇又好玩的地方呢，我会带你们慢慢探索的。沈毅见到浩劫前夕给自己5个姐姐带来了不小的震撼，内心还是很满意。有震撼就好，毕竟沈毅可是要捆绑他们，长期让他们持续的玩这款游戏的。若是没点吸引力，他们跑了怎么办？他们可是沈毅如今重生后最大的筹码，可不能够让他们跑喽。走吧姐，我们先去练级。沈毅也不想在寒暄上浪费太多的时间，虽然游戏才刚开服，但兵贵神速，沈毅可是掌握了许多攻略与秘密的重生者，迈出新手村才有更大的前景与未来，而10级才能够迈出新手村前往主城，当务之急是练级。小弟你带路吧，我们跟着你走。大姐沈月点点头，示意沈毅带着他们玩。他们显然并不熟悉游戏，况且如今他们的心态只是为了陪伴失恋弟弟的陪玩而已，自然不会全身心的投入。走吧。沈毅也不着急，循序渐进，科学养解才是他想要做的，所以他不会操之过急的。引领着5个姐姐朝着练级区走去，一路上可以看到练级区内已经到处都是玩家了。这些个玩家或是单人刷怪，又是群体组队都有。弟弟，我们为什么不停下来练级啊？你不是说先练级吗？看着沈毅带着他们一直出了新手村，然后进入练级区，却一刻不停歇的往练级区深入，却没有停下来的意思。当下的3姐沈玉问道：是啊，我看地图显示这里的怪物都已经是建议等级3级的练级区了，我们才0级，是不是应该停下来了？周围也没有什么练级队伍了，我们还要深入吗？5姐沈岩是有一些游戏基础的，打开地图看了一眼提示，对着沈毅问道。此刻沈毅正在带着他们穿越建议等级为3的练级区，这里的怪物都是2到4级左右的怪物了，有一定强度。练级区内都没有什么人，毕竟大家刚出生都只有0级，这片练级区还没有人敢踏入。姐，别问，问就是听我的，我比你们更了解你们，不要慌。沈毅一笑回答道。他们5个显然对于自己的实力一无所知啊。3级的练级区，如果沈毅带着他们这里练级，那简直是对于他们的侮辱啊。就自己姐姐这5个隐藏职业的实力，3级根本不值一提，好吧？见沈毅如此说，且脸上洋溢着自信，沈家5女倒也没有再质疑什么，反正他们的心态就是陪玩，沈毅说什么就听什么呗。终于到了，妈的，跑图好累啊！在走了不知道多久之后，终于沈毅带着自己5个姐姐停在了一片练级区前，然后喘了一口气。这游戏地图面积非常大，前期在没有传送阵与坐骑的情况下，跑图的确是一件非常耗时耗力的事情。所幸新手村的设计没有那么的离谱，要是出了新手村，那地图会更大。到了吗？2姐看向四周，然后对着沈毅问道。到了，到了。天哪，老弟，你要疯啊！这地图上显示这是10级的练级区啊，我们才0级啊，你居然直接带我们来10级的练级区，你想干嘛？沈岩瞅了一眼地方，然后对着沈毅震惊地问道。因为此刻他发现沈毅居然将他们领到了新手村最强的怪物练级区，10级练级区。10级？大姐、2姐、3姐闻言满眼的疑惑，显然他们没有概念。而4姐蹙了一下眉头，看着几人道：简单来说，就是我们还是婴儿，现在要面对的是一个小学生的对手。言简意赅，4姐沈凌就把关系给说清楚了。啊，婴儿打小学生？这话把沈月等人说愣住了，纷纷的看向了沈毅，有些惊讶，表情似乎在询问：这是真的吗？什么婴儿打小学生？到底谁是婴儿，谁是小学生？你们很快就知道了。姐姐们，相信你们老弟弟我吧，不会有问题的。3姐，把你的宝宝龙召唤出来吧。还有5姐，你的火凤凰雏鸟也该亮相了。面对质疑，沈毅却是从容不迫，然后对着3姐与5姐说道：他们2个，一个是圣龙骑士，一个的凤凰祭司，分别拥有圣光龙坐骑和火凤凰神宠，眼下也是该亮相的时候了。你怎么知道？听到沈毅的话，沈瑜与沈岩都诧异地看向了沈毅。显然技能他们是看过的，所以知道自己的能力，但沈毅是怎么知道的？嘻嘻，我都说了，我是高玩，你们听我的就行了，所以说眼下你们照着做就行。沈毅笑着回答，他当然知道他是重生者呀。嗷呜，救！哇，好可爱！这是啥？鸡？
秃毛鸡？哈哈，这是什么东西啊？一只秃毛的火鸡吗？五妹，你的宠物好可爱啊！哈哈哈，笑死我了。第009章，圣光龙与秃毛凤凰。当三姐沈鱼和五姐沈岩将圣光龙与火凤凰召唤出来的时候，众人见到两头召唤物，瞬间的表现出了两副面孔。首先是沈鱼的圣光龙，与传统的东方龙不同，圣光龙是西方形态的龙。如今的圣光龙还是一个龙宝宝的状态，但即便只是龙宝宝，其体型也已经与一头牛差不多了。一双泛着金色光芒的大眼睛，拥有着一对璀璨的龙翼，尾巴长长的，最奇特的点是其额头的位置。这头圣光龙的额头镶嵌着一枚散发着黄色圣光的宝石，这是圣光龙的龙核，是一条龙的能量之源。与其他龙族不同，圣光龙的龙核就镶嵌在头部，象征着力量与智慧。别看西方龙长得跟带翅膀的蜥蜴差不多，但眼前的这头圣光龙却显得十分的可爱，并且的浑身金灿灿的，宛如宝石一般的璀璨，沐浴那种金色的圣光，给人一种安详的感觉。一出现，圣光龙就看向了沈鱼。作为圣光骑士，他们之间本能存在着灵魂契约，所以圣光龙十分的亲近自己的主人，伸出长长的舌头，直接舔舐沈鱼，一副很开心的样子，还不断的发出低低的龙吟，像是在撒娇一样。这样的一头圣光龙，让众人显然十分的喜爱。而与沈鱼的圣光龙形成鲜明反差的，则是沈岩的火凤凰了。当火凤凰被沈岩给召唤出来的时候，极女的眼珠子差点给掉地上了。一头宛如火鸡一样的生物出现在了众人的面前，全身都是粉红色的皮肤，全身光秃秃的，没有毛发，唯一的毛发就是头顶上的3根红色的火羽。这样的一个形象，让大家在短暂的失神之后，爆发出了一阵的嘲笑声。没办法，太搞笑了，形象也抽象了。这是什么东西？丑哭，说好的火凤凰呢？这什么火凤凰啊？这不是一只秃毛的火鸡吗？沈岩直接破防了，差点哭出声来。没办法，眼前的火凤凰实在难以与他的名字联系起来。大家印象里的凤凰应该是万鸟至尊，拥有着华丽的羽毛、高傲的神情、强大的能力才对。可反观眼前的这火凤凰，整一个秃了毛的火鸡，也就难怪沈岩要被丑哭了，严重怀疑是不是系统出现了什么问题，这怎么可能是传说中的凤凰呢？嗨，沈毅虽然不是第一次见到这火凤凰的雏鸟状态了，但还是忍不住忍俊不禁。前世的时候，刚看到这火凤凰的雏鸟状态，他也是差点美笑岔气。毕竟这样的秃毛火鸡，不能说跟火凤凰一点关系没有，只能说毫不相干。但也只有沈毅知道，如今的火凤凰你看不起，但成年后的火凤凰可是你高攀不起的存在。凤凰涅槃之后，才是真正展现出其华丽色彩的时候。况且说，其实就算是此刻的火凤凰雏鸟形态，其实一点也不弱。吴姐，可别小看了你的这个火凤凰，它现在是磕碜了一点，但丑小鸭也会变成白天鹅的，相信我，日后的将来，它的风采会是无限的，杨洋肯定会变得很漂亮。真的吗？我觉得你在骗我。沈岩闻言，一双大眼睛狐疑地看向了沈毅，严重怀疑沈毅的话语真实性。当然是真的，别看他现在的样子是丑了一点，但实力一点不弱的，不相信，你让他攻击不远处的哥布林试试。沈毅说着，指向了10级炼级区的怪物哥布林。新手村10级炼级区的怪物是哥布林，这些个哥布林手中拖着棒槌，外表显得十分的丑陋，来回的正在炼级区内游荡，似乎是在等待着自己的猎物上钩。新手村的怪物全都是被动怪，被动怪的意思就是在没有受到攻击之前是不会主动攻击的，这也是为了降低新手村难度而设定的。毕竟新手村嘛，主要是为了让玩家熟悉游戏操作与机制的地方，没必要设定的太过于变态与困难。火凤凰攻击！沈岩将信将疑，虽然觉得沈毅像个大忽悠，但他还是指挥着自己的火凤凰宠物，对着就近的一个哥布林的发动了攻击。救！一声宛如鸡叫的凤鸣，火凤凰对着最近的哥布林口中喷出一团火焰，朝着对方直接的发动了进攻。当火焰落在哥布林身上的瞬间，众人清晰的看到，原本满血状态的哥布林瞬间下降了近一半的血条。随后，哥布林被吸引了仇恨，嗷嗷叫着，挥舞着手中的大棒槌，就朝着他们这边冲了过来，试图展开反击。然而，不等着哥布林靠近呢，火凤凰又是一头火焰喷了过去。叮！恭喜玩家，你的小队击杀了普通哥布林。由于你们越级杀怪，获得30%的额外经验加成，你获得了180加54点经验。伴随着那头哥布林到底，一旁的系统界面里跳出了系统的提示。哇，不会吧，我的火凤凰单杀10级的怪！这一幕可把沈岩看傻眼了，刚才还是满眼的嫌弃，这回就是一脸的震惊了。要知道，他的火凤凰与他是同步成长的，也就是说，现在的火凤凰也只有0级，但却能够2口火焰喷死一个10级的哥布林，这伤害也太爆炸了吧！怎么样，我没有骗你吧，吴姐？
你的这个职业，这头火凤凰可是你半条命啊！别嫌弃人家，你现在对人家爱答不理，以后可是要高攀不起的。沈毅调笑着说道，一点不意外这个结果。唯一隐藏职业啊，那可是最强大的职业，火凤凰更是神宠，哪怕是雏鸟形态，也是变态的一逼。而看着获得的经验，沈毅直接笑了。这就是为什么他直接来10级练级区的原因了，因为越级杀怪是有越级奖励的。而现在他们的队伍完全有越级杀怪的资本，10级怪物并不是他们这个0级小队的上限，而是新手村的上限。要不是在新手村，沈毅也许会直奔15级甚至于20级的练级区。第010章配合千人杀触发 BOSS。 姐姐们动起来了，三姐你是龙骑士，虽然你的龙现在还是宝宝龙，不过就算是宝宝龙也比普通的坐骑要强，上你的龙骑吧。然后开嘲讽技能去把周围的怪都引过来。二姐，你职业是一个治疗职业，这点你通过技能就应该能够看得明白吧。注意大家的血条，特别关注的就是三姐的血条，不管是今天还是以后都要记住一点，三姐是我们队伍里的主要抗怪物伤害的人，所以说她的血条很重要，不能够让她先倒下，否则咱们的队伍就会有危险。大姐与四姐，你们一个是元素法师，一个是心灵射手，法师与射手都是远程输出单位，四姐作为射手灵敏度高，移动速度快，要是遇到怪物记得走位。至于大姐，你是属于站桩输出的，移动速度又慢，记得一定要找一个相对安全的位置再进行输出。作为输出职业，只需要记住一点就行了，活着才有输出。沈毅当下也不墨迹什么，开始统一的指挥自己5个姐姐配合与操作。沈毅的5个姐姐里，除了5姐稍微的有点游戏理解与常识，其余4个纯菜鸟。不过沈毅倒也不着急，是金子总会发光，况且自己可以说是目前有些唯一的一个10年老玩家了，调教几个菜鸟还是得心应手的。沈毅的目标是在新手村阶段就让自己5个姐姐形成默契，理解游戏的机制等。好，众女答应一声，很显然的也没有反对，而是听从着沈毅的指挥，开始清剿眼前的哥布林。这些10级的哥布林估计做梦都没有想到自己的地盘里会杀出一群0级的菜鸟，关键的是这些个菜鸟的实力一个比一个强悍。沈月作为元素女皇，不光拥有全属性初级元素法术，且魔法伤害也是堪称变态。0级一个初级的元素技能落在那些个10级哥布林的身上，瞬间就能够打掉对方一半的血条，这是普通职业怎么都不可能打出来的伤害，可见其元素女皇的变态了。沈月与沈灵相互配合，往往是一个丢一个法术，另外一个补上一剑就能够轻松的干掉一个哥布林。而沈岩则是指挥着自己的秃毛凤凰单独击杀一头哥布林，秃毛凤凰的伤害比沈月元素女皇还变态，小击2口火焰一个怪，效率也是杠杠的。而作为主 T 的圣光龙骑沈鱼，则是负责靠嘲讽技能，骑着他的宝宝龙，将周围的那些个怪物一个个的全部都吸引到了队伍的输出范围内，吸引着大量的仇恨。不过有2姐沈倩的治疗技能为其保驾护航，沈鱼压根就没有一点的危险性，甚至于血条都没有过半过。强！沈毅看着系统的提示不断的显示着经验增加，他都根本不需要动手，只需要指挥着自己的5个姐姐如何配合就好了。他唯一要做的事情就观测情况，然后进入战场去捡哥布林死亡后掉落的一些道具。看着经验飞涨，沈毅内心是相当的激动的。他可是记得重生前的自己第1天开服禁区的凄惨，组了一个野队，一群人站在0级的史莱姆面前，杀个0级的怪物都要费老劲了，哪里像现在这样跟开挂一样的越级杀怪。这就是唯一隐藏职业的恐怖与强大了。要说这唯一隐藏职业是神职呢，每个都变态的一逼，这就是真的变态啊！要不是当初浪费了5年，沈毅都不敢想他们家到底会多牛逼。不过沈毅当然不会过多的去缅怀过去了，他要着眼当下，击杀950只普通哥布林了，再杀50只哥布林就完成1000杀了。时间1分1秒的过去，伴随着小队的协调与配合越来越默契，不知不觉当中，他们杀哥布林已经过去了是2个多小时。而在这2个多小时里，他们已经击杀了950只普通哥布林。此时此刻，沈毅他们众人的等级也已经来到了6级。2个多小时升6级，看似十分的缓慢，实则已经是逆天的效率了。沈毅当初一晚上7、8个小时，最后才升级到4级，走出新手村更是花费了整整3天的时间。而以他们现在的效率的话，过了今晚，他们就能够走出新手村了。沈毅盯着杀怪数量，他在等待着千斩，因为千斩之后，这些个普通哥布林就会召唤出一只精英哥布林，而这个精英哥布林算是一个小 boss， 沈毅需要的就是击杀这个小 boss， 然后获取一个道具。31257号新手村公告，有小队连续击杀1000个普通哥布林，激怒了哥布林首领费尔蒙。哥布林首领费尔蒙正带领着他的卫队前往哥布林平原。就在众人都还沉浸在刷怪升级之中的时候，忽然的，在31257号新手村的区域公告内，
一条信息突然的出现在了每个31257号玩家的系统公告内。当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所有31257号新手村的玩家都愣住了。什么情况？连续击杀1000个普通哥布林，激怒了哥布林首领，这是触发了 BOSS 了吗？我去，系统出错了吧？普通哥布林不是10级的怪吗？怎么可能有小队能够在这个点连续击杀1000个10级的小怪？对啊，妈的，我现在才2级，还在砍新手村门口的史莱姆呢，怎么有人跑去杀10级的怪了，还触发 BOSS？ 这是何人的部将，竟如此勇猛？我举报，肯定有人开挂了。新手村内的玩家都傻了，打开地区可以清晰的看到普通哥布林位于10级的练级区，而如今距离开服才不到3小时，居然有人已经跑去砍10级怪，还触发了 BOSS， 这无疑是降维打击，让人有些不能接受。这就好比玩文明6，你还在冷兵器时代呢，人家科技已经发展到飞机大炮了，这还玩个锤子，不禁让人觉得这是不是有人开挂啊？第11章，青铜 BOSS 哥布林首领。一阵召唤光芒闪现，一个巨大的召唤阵出现在了哥布林的练级区内。乌拉拉，伴随着一阵嘈杂的叫声，几个高大的身影出现在了沈毅等人的面前。与此同时，区域新手村的公告也出现在了他们的系统提示里。呀，弟弟，系统说咱们触发了哥布林首领了，这是什么啊？看那边，好像就是那个哥布林首领，是不是就是你们诉说的 BOSS 啊？沈毅的几个姐姐自然也是看到了系统的提示，同时他们比其余人更为直观，因为他们的面前直接就出现了召唤阵，紧接着伴随着召唤阵，几个巨大低哥布林也出现了。来了，等的就是你，哥布林首领费尔蒙。相对于新手村内的玩家与自己的5个姐姐惊讶的反应，沈毅的表情就显得淡定许多。事实上，他把练级区定在这里，不光是因为他们拥有越级杀怪的能力，同时也还因为沈毅知道一件事：当达成哥布林1000人杀的时候，就会触发哥布林首领费尔蒙的机制。这个哥布林首领费尔蒙是一个青铜级的小 BOSS， 在浩劫前夕这款游戏里 ，BOSS 根据强度被划为了青铜、白银、黄金、史诗级、传说级与世界级几个等级。青铜 BOSS 是属于最低等的强度的小 BOSS， 难度并不是很大。不过即便是青铜 BOSS 在新手村依旧能够称王称霸的。而之所以要触发这个哥布林首领费尔蒙，一方面是因为击杀 BOSS 会有额外更好的奖励，另外一方面，沈毅需要对手身上的一个特殊道具，这个道具关乎着沈毅来这个31257号新手村的目的。伴随着召唤阵的光芒消散，一共5个大哥布林出现在了众人的面前。其中最为巨大的一个哥布林身穿皮甲，手中拿着一个巨大的斧头，面露丑陋，绿色的皮肤粗糙，还满身都是疙瘩，极为的丑陋。他的脑袋上顶着一个他的名字哥布林首领费尔蒙，而其名字的最前方有着一个青铜的标志，表示着他是一头青铜 BOSS。 而在其四周则有着另外4个体型稍小一些低哥布林，他们是哥布林首领的护卫队，是精英哥布林，不属于 BOSS， 但比普通哥布林要强大一些。当他们出现的一刻，周围练级区内的普通哥布林立马的就瑟瑟发抖的朝着他们看来，表情里充满了畏惧与尊敬。好丑！哥布林的造型本就不讨喜，这大哥布林更是让人厌恶。沈毅的5个姐姐在看清楚了眼前的这个几个哥布林之后，立马的浮现出了一抹嫌恶的表情。姐姐们，这是 BOSS， 小心一些，他们的属性会远比普通低哥布林要强大，不过不用怕，个个击破就行。三姐，先给我们套护盾，然后你去拉扯那个哥布林首领的仇恨值，吸引他的火力。其余人听我指挥，先干掉那4个精英哥布林护卫。沈毅迅速的开始指挥自己的姐姐们进入 BOSS 战。之前杀普通低哥布林，那自己几个姐姐的强大职业属性就能够造成碾压了。眼前的哥布林首领到底还是有些能耐与实力的，所以说必须要用一些简单的策略才行。好，众女十分的听从指挥。三姐沈瑜直接施展了其技能圣龙护盾，顿时小队每个人的身上都出现了一个圣光护盾。伴随着状态的加持，沈瑜骑着他的宝宝龙就朝着哥布林首领杀冲了过去。大姐使用火元素魔法，4姐、5姐协助大姐补伤害，先点杀左边那个精英哥布林。沈毅看着沈瑜已经冲向哥布林首领，当下答下一道指令。几女闻言很配合。大姐沈月挥动手中的新手法杖吟唱，下一秒，一团巨大的火焰朝着左前的精英哥布林砸了过去。在沈月出手的一瞬间，沈灵拉满的已经的新手弓，紧接着咻一声，一道剑矢破空而去。而吴姐沈岩的秃毛火凤凰则也在其指挥下吐出了一口火焰弹，砰砰砰，3道技能连续命中，左前的精英哥布林直接掉了一半血，没死。众人见状不由吃惊，刚才杀那些个普通哥布林，2个技能就能够杀死了，如今3个技能居然只是打掉了一半血，想什么呢？那容易死，说是精英怪了。
保持节奏，持续输出。沈毅闻言哭笑不得，自己这个几个姐姐也太真了一些吧，真当秒天秒地秒空气吗？闻言，大家答应一声，跟着沈毅指挥节奏，持续到攻击。而哥布林当然也不可能坐以待毙，哥布林首领因为沈鱼骑士嘲讽的技能原因，直接被拉住了仇恨，开始追着沈鱼跑。而另外3个精英哥布林则是直接的被沈毅他们吸引了仇恨，嘴里哇啦哇啦叫着，就朝着他们这边冲来。2姐，注意3姐的血量。5姐，使用控制技能，对着你右前方的那头哥布林使用。大姐，你们点杀掉左前的精英哥布林后，继续点杀左后的那个精英哥布林，我去拖住右后的精英哥布林。眼看着几个精英哥布林反击，沈毅沉着的继续指挥道：好。众人答应。5姐凤凰祭司不光拥有火凤凰的神宠，自身技能还都是控制类技能，在沈毅的提醒下，直接对着右前的哥布林使用了技能。技能落下，右前方的精英哥布林直接的原地呆愣住了，显然是被控制住了。而沈毅虽然是普通职业，不过眼下套着3姐沈鱼的护盾，倒也不怕，直接拖住了另外右后的一个精英哥布林。死一个！左前的精英哥布林在接受了2轮技能吸力之后，直接哀嚎到底。看到这一幕，几女惊喜，但很快的，他们就回过神，按照指挥，对着左后的精英哥布林进行点杀。几人的配合说不上完美，但也极具默契。第12章，配合默契，击杀 BOSS。普通职业与唯一隐藏职业的差距真的好大。沈毅此刻有些狼狈，虽然被套了护盾，奈何本身属性太渣，以至于护盾在被精英哥布林挥舞击打2次之后就爆盾了。紧接着，沈毅用尽全力走位，可惜敏捷不够，还是被精英哥布林击中，乃至于哪怕是被刮了一下，都是掉了1/3的血。弟弟见到沈毅有危险，2姐迅速的调整状态，手中牧师之书翻动，一道治疗圣光落在了沈毅的身上。刹那间，沈毅损失的1/3鲜血就瞬间回满。不光如此，溢出的那一部分治疗量转化为护盾，再次的保护在了沈毅的身上。真猛啊！一个治疗直接回满血，还能够有溢出。看着自己回满血，还溢出治疗成护盾，沈毅内心啧啧有声。很显然的，这强度真不是一般牧师能够比拟的呀！保持节奏，2姐看好3姐，别管我。沈毅喊道：小弟，你管好你自己吧，你3姐我没有压力啊。然而回应沈毅的是3姐沈鱼，他的语气轻描淡写，似乎压根就没有什么压力。沈毅闻言看去，当即无语了，就看到此刻那个布林首领正提着武器追杀沈鱼，然而此刻的沈鱼骑着他的宝宝龙，宛如遛狗一样的遛着对方，却是丝毫不见其有任何的压力，乃至于一点血没掉，身上的护盾都是满的。卧槽！沈毅见状真忍不住要爆粗口，这职业差距这也太大了吧！小弟小心！然而就在沈毅感叹的时候，一道冰系的魔法迅速的朝着他这个方向而来，然后瞬间的落在了沈毅身边那个精英哥布林的身上。作为冰系魔法，冰元素的效果是迟缓，所以在精英哥布林被冰系魔法击中的时候，它出现了短暂的迟缓效果。沈毅这才发现自己愣神的功夫，那精英哥布林已经举着武器要给他脑袋开瓢了。所幸是大姐沈月出手，用冰系魔法迟缓了对方的动作。沈毅见此，立马的抽身拉开与对方的距离，转头一眼，4个精英哥布林里，左边的2个已经被对方他们击杀了，而右边的2个，一个还被沈岩控制着呢，另外一个就是自己面前的了。大姐，可以啊，都已经学会合理运用不同元素的魔法了。沈毅对着自己大姐竖起了大拇指道：他们是游戏小白，沈毅本以为需要一些时间来适应，可眼下看来是多虑了。很明显的，自己几个姐姐的学习力能很强，技能有说明，倒也不难。大家微微的笑了一声，回道：那就把剩下2个精英哥布林也给斩杀了吧，然后就是目标哥布林首领了。沈毅点点头，然后说道：好。轻轻松松，剩下的2个精英哥布林显然也不是他们小队的对手。很快的，伴随着惨叫声，剩下的2个哥布林首领也是应声倒地。3姐，我们来帮你了，不用溜了。解决完了4个精英哥布林之后，沈毅看向了3姐沈鱼，然后大声喊道：好了。沈鱼闻言，原本还骑着宝宝龙在遛 BOSS， 这会直接的举着自己的新手盾牌，一个回手掏砸在哥布林首领费尔蒙的脑袋上。顿时，哥布林首领费尔蒙的脑袋上出现了一个眩晕的标志。沈鱼作为圣龙骑士，初始3个技能，一个嘲讽，一个盾击，一个加护盾的状态。眼下这个盾击就是其中一个，击中目标后会造成对方的眩晕效果。在沈鱼击晕了 BOSS 之后，沈毅其他的姐姐们也开始各司其职。沈月依旧是有火魔法，因为火魔法的效果是额外增加暴击几率，如果出暴击就是翻倍的伤害了。
而四姐持续射箭，只是可惜的是没有触发心灵效果，否则则 BOSS 直接变老六。五姐让火凤凰持续输出的同时，自己则对着 BOSS 丢着控制技能，一顿群殴。即便身为青铜 BOSS 的哥布林首领，也遭不住一群神智变态的蹂躏，血条的持续的降低。哥布林首领偶尔的从控制中解脱出来，然后吼叫着反击，对着面前拉着仇恨的沈鱼进行进攻。身为青铜 BOSS 本应该拥有制霸新手村的实力，可惜的是他遇到的是沈毅他们这个小队啊。哥布林首领的攻击竟是连沈鱼的护盾值都打不掉，可以说是狼狈至极。小心了，这游戏有个机制，当 BOSS 血量降低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会释放自己的大招。这哥布林首领红温了，三姐小心一点。时间1.1秒，眼看着哥布林首领的血条即将见底的时候，忽然的，哥布林首领原本绿色的皮肤居然开始泛红了。见到这一幕，不等众人发问呢，沈毅就立马的大声警告道：“好了。”闻言，沈鱼点头应道：“好。”一声咆哮，哥布林首领如同是火山喷发了一样，全身赤红。下一秒，他的速度变得飞快，手中的武器朝着面前的沈鱼就狠狠地砸了过去。卧槽，好快的攻速！以肉眼不可见的挥动武器的攻速，哥布林首领把武器都挥得冒烟了，连续快速的击打面前的沈鱼。这显然就是他的大招了，快速击打之类的技能。只见在哥布林首领的疯狂快速输出下，沈鱼身上的护盾终于是被其击破了，血条也快速的下降。正当沈鱼的血线即将见底的时候，一道圣光治疗出现，将原本濒临残血的沈鱼血条立刻的拉满，正是二姐沈倩的治疗术。而也就在沈鱼接受治疗满血后，又被打掉1/3血后，哥布林首领的大招疯狂输出的时间也过去了，动作逐渐的恢复正常。此刻，哥布林首领显然已经是穷途末路，江郎才尽，血条也只剩下了1/10。吼！一声凄厉的惨叫，当最后一个技能落下，哥布林首领仰头倒下。浩劫前夕，开服至今第一个 BOSS 就这样的屈辱的被虐杀了。第13章装备哥布林挑战卷轴。31257号新手村公告。有小队已成功击杀青铜 BOSS 哥布林首领费尔蒙，让我们恭喜这个神秘小队。就在哥布林首领倒下的一瞬间，新手村区域公告内再次的跳出了一个信息：卧槽，什么情况 ？BOSS 被击杀了！刚才的那个哥布林首领被击杀了，果真是一个 BOSS 啊！牛啊！谁干的？到底是谁做的？居然能够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击杀 BOSS， 这也太匪夷所思了吧！我丢，有挂逼，绝对的有挂逼啊！这才开服不到4个小时吧，这青铜 BOSS 就被手杀了！靠！有大神，到底是哪位大神带领的队伍 ？Q 一下，吱一声，想要膜拜啊！新手村区域频道内，此刻31257号新手村的玩家一下子的都沸腾了。谁也没有想到啊，这短短的时间里，居然就有人给他们带来了那么多的惊喜，这简直是让他们难以置信啊！距离刚才的公告发布过去不到半个小时吧，这 BOSS 就被击杀了，这效率让正在砍着最低级怪物的众人有些无法适应了，一个个的脸色无比震惊与骇然，然后引发了一阵的喧哗。很显然的，大家对于这个神秘小队充满了好奇，同时也对游戏是否存在外挂产生了严重的怀疑。毕竟都是刚开服禁区的，怎么可能玩家之间的差距会那么巨大呢？这不合理吧？沈毅扫了一眼区域聊天频道众人的反应，嘴角不经意的露出了一抹笑容。开挂？算是吧。这个游戏有外挂吗？当然不可能有了，因为只有沈毅知道。这根本不算是一款真正的游戏，也根本不存在什么运营商和 GM。所以更不会存在什么外挂了。但沈毅的5个姐姐凑在一块，还真可以被称之为外挂，只不过这是人形外挂。因为根据前世沈毅的记忆，浩劫前夕运行5年，一共出现的唯一隐藏职业也不过就100余人而已，加上之后游戏降临与融合后出现的，一共也就1000余人而已。而沈毅开局就凑齐了5个，这不等于开挂吗？当然了，沈毅才不在乎这些。看着哥布林首领倒地，沈毅朝着哥布林首领的尸体走去，他得看看这第一个青铜 BOSS 给爆了什么装备，并且自己所需的东西在不在。这是什么啊？爆装备了吗？当沈毅从哥布林首领的尸体之中摸出一根绿色的法杖的时候，沈毅几个姐姐的目光不由得投来，看着沈毅手中那泛着绿光的法杖。哥布林法杖。装备类型：双手武器。装备品质：绿色。装备属性：魔法伤害提升3至12点。装备需求：法师类职业。装备等级0-10级。是装备：一根绿色的法杖。比新手法杖好一些，大姐，给你。沈毅看了一眼这哥布林法杖，随后就丢给了自己的大姐沈月。绿色品质的装备也就比新手的白色装备属性好那么一丢丢，不过聊胜于无，也算是一些提升。浩劫前夕这款游戏装备品质一共分为白色、绿色、蓝色、黄金、史诗级、传说级、神明级几个档次。
真正能够作为日常主力装备的，起码得要是黄金级的装备才行。所以绿色品质的状态，简单的过渡装而已。沈毅没有太在意，毕竟是10年老玩家，除了没有见过神兵级的装备以外，沈毅连传奇级的装备都摸过，所以自然也没有当回事。接着摸尸，很快的摸了一些白板装备，简单的根据职业分配了一下之后，就剩下一些怪物材料了。摸到了。终于，就当沈毅心中有些郁闷，觉得没有出自己想要的东西的时候，忽然的一个卷轴被沈毅给摸了出来。挑战卷轴出了，还好啊，一次就出了，运气不错。看着手中的挑战卷轴，沈毅的眼眸瞬间的明亮了起来了。哥布林挑战卷轴，简介：特殊物品，作用不明，似乎是哥布林之间流通的某种物品，或许在特殊场景能够有奇特的作用。小弟，这个哥布林挑战卷轴是做什么用的呀？看你的样子，似乎很在意啊。是啊，这是干嘛的？看到沈毅见到挑战卷轴露出的兴奋表情，几女的目光纷纷的投来了好奇的目光，询问道。刚才摸到装备都不见沈毅变一下表情，眼下却看到沈毅如此的兴奋，让他们很好奇，这是什么好东西吗？这东西现在没有什么作用，但很快就能够有作用了。沈毅简单的卖了一个关子，因为现在也不好解释太多，但对于沈毅来说，这玩意的确很重要。哦，那我们接下去干嘛？接着升级吗？刚才杀了这个 boss， 我们又升级了，都已经7级了。啊，还要升级吗？感觉好无聊啊，4个小时了，才7级啊，天哪，这也太慢了吧。沈岩有些埋怨的说道，似乎对于现在的升级速度有些不满。闻言的沈毅哭笑不得的看向了自己和吴姐，他这话要是被别人听了去，估计掐死他的心都有了。4个小时升到7级，这已经算是坐火箭的速度了，好吧？根据沈毅的推测，如今大部分人的升级都在3级左右，而他们已经领先了对方整整4级了。沈岩居然还嫌弃慢，这多少有点凡尔赛。不过沈毅也没当回事，毕竟他们对于有些的了解还不深，完全不知道自己如今的实力到底是一个什么概念。我们不在这升级了，跟我走，我们去新手村副本做新手副本任务。沈毅并不打算继续留在这里升级帅怪了，毕竟他来这里一方面是为了升级，另外一方面则是为了获得这个哥布林挑战卷轴。既然已经获得了，那也没有必要在这里继续的耗费时间了。他打算去打新手村的副本。新手村拥有一个新手副本，其挑战条件需要玩家队伍达到6级，而如今他们的队伍都7级了，已经符合条件。第14章新手副本哥布林要塞。哦，几位冒险者，前面是哥布林的要塞的，里面居住着一个哥布林的将军，非常的危险，请不要靠近。沈毅引领着自己的几个姐姐，顺着地图一路朝着一个目标点去。作为重生者，好处太多，其中一个就是少走弯路。就譬如说这个新手副本吧，一般人怕是要逛很久才会发现，原来新手村里还有一个新手副本。甚至于前世，不少人都已经出了新手村了，才知道原来新手村里还有一个新手副本可以做。当然了，沈毅是不一样的，他作为重生者，自然掌握着全套攻略，对于新手副本也是了如指掌。很快的，他就带着人来到了副本入口处。刚一出现在门口，一个老者就拦住了他们的去路，然后对着他们说道，示意几人不要再靠近往前了，里面十分的危险。沈毅记得这个副本的名称就叫做哥布林要塞，简单来说，整个副本也没有什么繁琐的要素，就是把整个副本里的怪物清除就行，难度对于新手玩家来说也不算太大。其中唯一的难点就是新手副本的 BOSS， 一个哥布林的将军。这个哥布林将军的大招会石化所有的玩家，将玩家控制住，但其实只要掌握了方法，也能够顺利的过关。沈毅都认为以自己5个姐姐的实力，不用什么方法，强推都能够顺利过副本。你好，我们就是受到了委托，前来清剿智能和哥布林要塞的。与 NPC 老者对话，沈毅冲着他道：什么？你们是来清剿哥布林要塞的？哥布林要塞内驻扎着许多的哥布林，他们的虽然实力弱小，但数量很多，还拥有着一个哥布林将军。如果你们要进入要塞，那么需要队伍平均等级达到6级才行。冒险者。老者闻言看着沈毅众人，然后说道：是，我们已经达到了要求。是吗？哦，冒险者，还真是。老者在听到沈毅说他们符合要求的时候，一道光芒笼罩众人，随后老者的态度就发生了转变。冒险者，你们已经达到进入要塞的要求，你们愿意帮村子解决这些该死的哥布林吗？就在 NPC 说出这番话后，众人的界面前都出现了一个选项，是否进入哥布林要塞。小弟，选什么？看到跳出来的选项界面，沈毅的几个姐姐纷纷的看向了沈毅。选同意。沈毅说道。众人闻言纷纷选择了同意。很好，冒险者们，嘱咐你们，从这里就能够进入哥布林要塞了，希望你们能够成功。NPC 老者让开了道路，示意沈毅等人进去要塞。沈毅也不墨迹，率先的迈步走了进去，身后几女见状则是纷纷的跟了上去，
也跟着一块的进入到了副本内。伴随着一阵光芒，几人成功进入到了新手副本哥布林要塞之中。你们跟着我走，别掉队了。沈毅看着这熟悉的画面，这个哥布林要塞副本，前世他可是打过好几次了。那时候跟着一群野队，不知被反复折磨了多少遍才通关。故地重游，沈毅的心境显然的也有所不同。几女答应一声，然后纷纷的跟着沈毅左顾右盼。此刻，他们身处于副本场景内，是一片森林。沈毅带着几人穿梭在森林里，高大的树木遮蔽了不少的视线。怎么了，小弟？就在走了片刻之后，沈毅的脚步停顿了下来。几女见状，对着沈毅问道：“大姐、四姐、五姐，10点钟方向，看到那棵有梯子的树没有？上面有一个哨楼，有个弓箭手哥布林，看到没有？把他秒了。”沈毅的目光看向了他们前进路上的10点钟位置，在那里有着一棵大树，树上有着一个哥布林的岗哨。如果沈毅他们直接过去，就会触发岗哨，到时候大量的要塞里的哥布林就会冲出来，造成麻烦。如果不知道攻略，又不注意仔细观察的话，那么很显然的，玩家就会吃大亏。沈毅当然不会吃这样的亏了，他毕竟是个重生者呀。看到了，弟弟，你这眼神太好了吧？那么隐蔽的哨所你都能够发现啊？是啊，老弟，你这眼睛那么毒吗？不仔细看都发现不了啊。可以，弟弟，网瘾少年，看来以前游戏没白玩，有点东西。几个姐姐闻言也顺着沈毅所说发现了哨所，紧接着一个个的向着沈毅投来了惊讶的目光。如此隐蔽的哨所，一般人不注意还真发现了不了，可沈毅一下子就给发现了，这的确让人有些意外。那是，不然怎么带你们起飞？沈毅得意洋洋的说道，他倒是不会告诉他们自己是重生的，有攻略啊。噗！不声不响，沈月几人同时释放技能，毫无悬念的，那个哨所里的哥布林直接被秒杀。见到哨所危机已经解除，沈毅继续带着众女向前。一路上，这样的哨所还有好几个，但沈毅就像是装了雷达一样，都能够精确制导的找出那些个哨所，把自己5个姐姐都已经看傻眼了。看着沈毅都有些崇拜了，严重怀疑沈毅是不是内测玩家。到了，前面就是哥布林要塞了。由于我们没有触发森林里的哨所，所以怪物数量不会太多，直接蛮干就行。等穿越了树林，一个简陋的木质要塞出现在了眼前。沈毅看着眼前的哥布林要塞，对着自己几个姐姐说道：“如果说触发了森林里暗哨，那么要塞内的怪物会比不触发的情况下多大概3倍，数量会有几百个。但如果规避掉暗哨，则数量就只有大约5、60个。对于他们这个小队来说，5、60个简直不要太轻松了。故此，也不需要什么方阵与策略，直接开干就是了。”行。几女闻言，这回都不用沈毅指挥了，瞬间各司其职，开始对着要塞发动进攻，顿时引发要塞内一阵骚乱，一大群的哥布林从要塞内跑了出来，哇哇乱叫。第15章碾压通关副本。砰！一块巨大的石头从天而降，落在了沈毅他们的队伍之中，瞬间的砸了他们一半的护盾值。紧接着，一个大块头出现在了众人的眼前。姐姐们 ，BOSS 出来了，小心一些，他的技能是丢石头，注意走位就行。在解决完了哥布林要塞内的所有小怪之后，新手副本的 BOSS 登场。一个比哥布林首领个头还要大的哥布林出现在了众人的面前。这个哥布林身上同样的穿着皮甲，样子呆呆的像个傻帽，嘴角还流淌着口水，手中则举着巨石。脑袋上的名称是哥布林将军格鲁，同样是他也是一个青铜级的 BOSS。这个哥布林将军格鲁的攻击就是将手中举着的大石头朝着目标丢过来，伤害可比哥布林首领要高许多，但同时这个 BOSS 的移动速度等则要比首领缓慢许多。沈毅看着眼前的 BOSS， 并没有多少都担忧，指挥着自己的几个姐姐分散开来。3姐沈瑜依旧担任主 T 去吸引 BOSS 的仇恨，大姐与4姐与5姐的凤凰主输出，2姐与5姐辅助，而沈毅则作为指挥者在一旁指挥。与之前的首领一样，这个 BOSS 依旧没有什么反抗能力，特别是在被沈瑜这个龙骑士给吸引住仇恨之后，他就更没有什么威胁了。唯一的一点，其血量比较的厚实，即便是神值输出很高，但面对这个 BOSS 的血量与防御，众人打的依旧不是很快。时间慢慢过去，沈毅眼看着对方的血量已经不多，然后忽然的发出了一声尖锐的吼叫声，整个手中的石头举过头顶的时候，沈毅明白这个 BOSS 是要开大招了。2姐，使用净化技能。沈毅冲着2姐沈倩大声的喊道，示意她赶紧对着众人使用精华。沈倩略微的一愣，不明白为什么沈毅让她对着大家使用净化，因为现在众人似乎没有什么负面状态啊，用得着净化吗？可他并没有犹豫，出于对于沈毅的技能，他无条件的相信沈毅，随后使出了天使净化的技能。刹那间，一阵柔和的天使神光笼罩众人，而也就在这净化之光笼罩大家都一瞬间，哥布林将军手中的巨石被捏爆，一阵晦涩的能量扩散开来，
却是被众人的净化之光阻挡。挡下了！沈毅看到这一幕，嘴角上扬，对于眼前的情况十分的满意，一切都在其意料之中。这个副本的难度其实就2点，一是暗哨，二是 BOSS 的大招是群体石化。暗哨就不用说了，会引发要塞大量的小怪，而群体石化一旦中招，众人就将面临1分钟的石化。这1分钟石化下，他们可就都是靶子了，很容易被 BOSS 灭队的。想要避免被石化，其实也很简单，只需要花费100水晶币去新手药店里购买1瓶免疫石化药剂就行了。使用那个药剂后，将会获得10分钟的免疫石化效果的 buff。不过，沈毅他们显然不需要那个免疫石化药剂，因为沈毅有自己的二姐，这个唯一隐藏的奶妈6翼天使职业，直接群体净化就行。刚才就是净化效果，直接免疫了队伍被 BOSS 所石化。吼！在避免被石化之后，这 BOSS 发出了一阵不甘心的哀嚎，终于是被沈毅他们给群殴到死。众人轻轻松松的又是解决掉了眼前的这个青铜 BOSS 哥布林将军。这也太容易了吧，感觉没有什么难度啊，果然是新手副本，好简单啊。吴姐沈岩看着 BOSS 被不费吹灰之力的解决掉，当下的有些意兴阑珊的说道，很明显的有些意犹未尽。我觉得是弟弟的攻略好，一切都在小易的掌握之中。小易怎么感觉你对于这个游戏那么熟悉啊？是啊，小易，刚才你让我提前释放净化，就是为了避免那个 BOSS 的大招吧？你居然提前知道了他会放大招哎。小弟，你不是说这游戏没有内测吗？你怎么 BOSS 的大招呢？众人目光齐齐看向了沈毅，总觉得那么轻松的击败了 BOSS， 不是因为 BOSS 与副本太弱了，而是沈毅的指挥得当。嘿嘿，虽然没有内测，但开发这个游戏的人里面有我认识的人，这些都是内部消息，可千万不要说漏嘴了。沈毅一看自己被怀疑了，当下的扯谎说道。闻言，沈毅的几个姐姐才恍然大悟，就感觉沈毅好像什么都知道，原来是因为这样。臭弟弟，这次换我来摸尸拿奖励。众女不再追问，而吴姐沈岩则跳出来表示这次要她来摸尸体。吴姐，这次不用摸尸体，副本 BOSS 是开宝箱的，宝箱在里头呢。沈毅闻言哭笑不得，指了指其身后的要塞说道，只有野外 BOSS 才需要摸尸拿奖励，而副本 BOSS 都是开箱拿奖励啊。这样啊，拿我来开，看我小红手给你们开出极品装备来。弟弟的手太臭了。沈岩闻言一听不用摸尸，而是开宝箱，更兴奋了，一副跃跃欲试的样子。就是这个了，吴姐，你来吧。进入到要塞内，果然一个青铜宝箱放在那里，指了指宝箱，沈毅示意对方上前去开宝箱。青铜 BOSS 自然给的就是最低级的青铜宝箱了，其实开不出什么好东西来，不过聊胜于无嘛。好了，沈岩上前，随后开启了 BOSS 的青铜宝箱，伴随着一阵青铜光芒闪过，爆出了一堆物品。沈毅只是简单的扫了一眼就知道没有出什么好东西，好像就一件绿色的装备。没有什么好东西，我也臭手了，被弟弟你的霉运给沾染了。看着没出好东西，就一双绿色的射手靴子，沈岩哭唧唧道：“你才霉运呢！”沈毅哭笑不得：“弟弟，你看那是什么？”就在这时候，二姐像是发现了什么，指着一处说道。在二姐所指的方向，一个类似于虫洞的黑洞出现，显得异常诡异。第16章，隐藏 BOSS 哥布林王子。对了，就是这个。沈毅目光看到了那个类似于虫洞的出入口，眼前一亮。姐，你们不是刚才好奇那个杀死哥布林首领之后的挑战卷轴是做石妖的吗？其实这个挑战卷轴就在这里使用的，这是一个隐藏的设计与彩蛋。如果你携带挑战卷轴的话，就可以在这个新手副本里开启隐藏副本，进入擂台挑战里面的 BOSS， 击杀里面的 BOSS， 将获得高额的奖励，可比刚才我们杀死的哥布林将军的奖励要好许多。沈毅冲着众人解释说道。之所以沈毅去杀哥布林，触发了哥布林首领，其实目的就是为了出挑战卷轴的。作为一个众生者，沈毅知道这个挑战卷轴看似无用，实际上却是有用的，不过用途十分的隐秘，一般人很难知晓而已。事实上，前世的之后，人们发现原本新手副本里还可以开启一个隐藏挑战副本，都是在游戏开服的几个月后了，这也算是一种机缘巧合之下被人发现的。并且这个挑战副本的背后还隐藏着一个巨大的秘密，那是改变沈毅作为关键的命门所在，可以说是重中之重了。啊，隐藏副本的 BOSS， 就是说还有 BOSS 可以打，还有宝箱可以开。沈岩闻言双眸明亮，显然刚才的宝箱开得不够过瘾，此刻还一副期待的表情对着沈毅问道。当然了，而且这个 BOSS 的等级更高。点点头，沈毅说道。如果沈毅没有记错的话，前世的攻略里写着这个 BOSS 应该是一个白银 BOSS， 比青铜 BOSS 可要强大许多。那还等什么？进去呗。三姐沈玉骑着自己的宝宝龙已经有些跃跃欲试了，伴随着游戏时长，
很明显的，他们几个也逐渐的被这款游戏给吸引了，一副跃跃欲试的模样。好，大家小心一些，进去之后听我指挥，里面的 BOSS 比之前我们杀的2个青铜 BOSS 实力都会强一些，所以说尽量谨慎一些。小易，你指挥，我们都听你的。大姐沈月点头示意沈毅放心，他们会全程听从沈毅的安排的。闻言的沈毅也不废话，掏出了从哥布林首领那里获取的挑战卷轴，然后将其投入到了那个黑漆漆的虫洞当中。系统提示：由于你投入了哥布林挑战卷轴，触发了隐藏副本哥布林挑战擂台，迎战者已经身处于擂台，请你即刻前往擂台接受挑战。当挑战卷轴被投入其中之后，系统提示出现了消息，随后那个黑色的虫洞一阵的变换，随之变成了一扇门。沈毅见状也不废话，带头朝着前方的门而去，随后推开了大门。乌拉拉，乌拉拉！推开门，步入门后，一阵嘈杂的叫声响起。众人四顾，赫然的发现，他们穿越了那一扇门之后，竟是来到了一个类似于罗马斗兽场的竞技擂台之上。四周围的看台上，此刻密密麻麻的站满了哥布林，大大小小的哥布林占据着看台，不断的叫喊着，使得整个场景内都是十分的喧嚣。天哪，这什么鬼地方啊！那么多哥布林，弟弟，他们不会朝我们冲过来吧？不要呀，好丑的哥布林啊！他们要是冲过来可太恶心了。见到如此的场面，沈毅的几个姐姐忍不住蹙眉问道。很显然的，眼前的一幕让他们多少有些不太适应，特别是这密密麻麻的哥布林那丑陋的样子，女孩子看了哪有不感到不舒服的？放心，那些都是观众，他们不会破坏自己的竞技规则的。我们的对手只有那个家伙。沈毅闻言却异常的冷静，随后手指一直指向了同处于竞技场内的一个庞然大物。一个巨大的石头坐的王座之上，此刻正坐着一个巨大无比的哥布林。这个哥布林的体型是刚才哥布林将军的2倍还多，全身穿着铁甲，样子依旧是丑陋无比的哥布林的模样，一双巨大的眼睛正看向他们。在其王座的身边是一杆巨大的狼牙棒，而这哥布林的手中则捏着一个用头骨制成的酒器。哥布林王子梅东是这个巨大的哥布林的名字，而其名字前头银色的标志则代表着眼前的哥布林梅东是一个白银级的 BOSS。 好大的哥布林！当看到这个哥布林王子的时候，沈毅几个姐姐忍不住的咽了一口唾沫。说真的，这 BOSS 的模型就给人一种足够的威慑感了。不用担心，这家伙也是银样蜡枪头，中看不中用的，只要我们配合默契就能够击败他。沈毅倒是没有太过于担心，哪怕是隐藏 BOSS， 但毕竟出自于新手村，实力也强大不到哪里去。虽然前世没有打过，不过前世既然有小队能够在新手村击败这个 BOSS， 那么沈毅他们就也可以。毕竟沈毅他们的小队对于新手村来说已经是王炸级别的团队了。好，当这个哥布林王子梅东与沈毅短暂的目光接触之后，发现沈毅正用挑衅的眼神看自己，这梅东忽然的捏爆了自己的酒器，随之发出了一阵的咆哮。下一秒，他提着狼牙棒就朝着他们冲来，竟是丝毫不讲武德的直接开战。三姐套盾顶上去嘲讽，大姐使用冰系魔法降低对方敏捷，给三姐争取时间，保持与 BOSS 的安全距离。二姐看好三姐的血条，四姐随意输出，五姐的火凤凰也随意攻击。五姐听我指挥，随时准备对 BOSS 进行控制。沈毅见状没有丝毫的慌张，而是不紧不慢地说道：好。众女简短地答应了一声，随后各司其职，根据沈毅分派的任务开始对眼前的哥布林王子梅东展开攻击。冰系魔法率先命中对方，顿时暴冲的对方行动瞬间缓慢。沈瑜骑着他宝宝龙直接的冲锋上前，一个盾击率先击晕目标，紧接着开启嘲讽吸引仇恨。第17章练兵，刺激的击杀。大姐，毒元素魔法可以给目标造成持续伤害，试试。还有雷元素魔法，有几率造成对方的麻痹。还有五姐，你的控制类技能要把握住节奏， BOSS 一般使用技能都会有一个前摇动作，你可以在关键时候再使用控制类技能，有可能就能打断 BOSS 的施法技能动作，这些都是需要你日后过程之中慢慢学习的。沈毅带着5个姐姐挑战着眼前的 BOSS 哥布林王子梅东。然而与其说是挑战，不如说是戏耍。哥布林王子梅东的实力的确是有的，血条也长，伤害也高，凭 A 都能够将沈瑜的护盾值敲掉一半。但奈何沈毅的二姐沈倩的奶量也足够，每次沈瑜血条要见底的时候，一个治疗就能够恢复一大半。玩过游戏的人都知道一个点，那就是打 BOSS， 如果队伍的主 T 站得住，那么战斗过程就会异常轻松。同理，如果主 T 扛不住 BOSS 的伤害，那么几乎就不可能打赢 BOSS。以现阶段来说，沈瑜扛住眼前 BOSS 那是轻轻松松，所以眼前这个 BOSS 也压根造成不了什么重大的威胁。相反的，沈毅还在拿这个 BOSS 调教自己的几个姐姐如何战斗，
什么时机释放什么技能，如何抉择等等，就像是一个老师在给学生上课一样。而沈毅的几个姐姐虽然以前都菜鸟，但在沈毅的教导下，还真别说，操作越来越娴熟了，领悟力明显还是很足的。就这样，大家在默契配合下，哥布林王子的血条逐渐的开始下滑，血量一点点的减少了起来。小易 ，BOSS 是不是要开大招了？而就在 BOSS 的血量降低到20%左右的时候，三姐沈鱼在队伍频道内喊道，显然是她发现了 BOSS 的异常。三姐，可以啊，这回都已经会看 BOSS 的大招前摇了。哼，我也看到了，看我打断他。一旁的沈岩闻言，嘴角一翘，随后就施法想要用控制技能打断对方的大招。之前他不懂，但眼下刚才沈毅的一番教导之后，他已经有所领悟了。咦，怎么免疫啊？可让沈岩吃惊的是，当自己的控制类技能落下的一瞬间，技能现实却出现了免疫的效果，这让沈岩吃惊不小。别想了 ，BOSS 大招是不吃控制点，没办法打断。要是能够打断的话，我早在刚才你打 BOSS 的时候就教你了。沈毅见状，笑着说道：“吼不早说，臭弟弟，诚心看我出糗是吧？”沈岩闻言，气得跺脚，狠狠地瞪了一眼沈毅。吃一堑长一智，不能够什么都我告诉你对吧？实验才是成长的推动力。沈毅一笑说道：“二姐注意三姐的血量，这 BOSS 的大招是不断的召唤哥布林小怪。大姐、四姐、五姐你们注意，过会不用在意那些被召唤的哥布林小兵，全力输出哥布林王子。三姐开嘲讽，控制住那些被召唤的小兵，抗住伤害。”沈毅冲着众人说道：“好！”果然，在下一刻，哥布林王子梅东就是放了自己的大招，如同沈毅所说的一样，他的大招是召唤哥布林小兵，一群群低哥布林小兵被召唤了出来，刚出现就被沈鱼的嘲讽拉住了仇恨。而沈月等输出也是遵从沈毅的嘱咐，并没有攻击那些被召唤的小兵，而是全力的对着眼前低哥布林王子输出。掉血好快！二姐沈倩有些着急，第一次冷汗冒出来了。由于三姐沈鱼吸引了所有怪的仇恨，所以那些被召唤出来低哥布林小兵都在输出沈鱼，一下子的沈鱼的血条降得飞快。这一幕让沈倩有些担心了，释放着治疗，然而治疗是有 CD 的，看着沈鱼的血量，她多少有些焦急了。别慌，二姐，保持节奏。沈毅见状，立马的对着沈倩说道：“哎呀，臭弟弟，不行了，三姐要挂。”又过去一阵，沈岩忽然的惊呼，看着治疗已经跟不上了。沈鱼这个主 T 要 G， 他立马的对着沈毅喊道：“别管，你们全力输出。”沈毅却是冷静的说道：“呀，真挂了。”然而很快的，众人又一次的惊呼了起来，看着沈鱼的血条瞬间归零，而二姐沈倩的治疗却还没有跟上。复活，二姐，复活三姐！正当众人紧张担忧的时候，沈毅却冲着沈倩喊道：“哦，好！”一愣，沈倩下意识的都还没回过位呢，但却已经释放出了复活术了。当复活神光落在了已经死亡的沈鱼身上的时候，他立马的起身满血复活。三姐开嘲讽，拉仇恨；二姐不用给他奶，他复活后有3秒无敌。沈毅立马的又喊道。沈毅的话音刚落，沈鱼已经又一次的开了嘲讽。刚才因为他的死亡，所有怪物仇恨都消失了，那些个小怪正要往他们这里冲呢。不过好在沈鱼的再一次嘲讽，一下又把怪的仇恨给吸回来了。乌拉拉，一声悲鸣，终于在经历了沈鱼的一轮死亡之后，眼前低哥布林王子梅东也是扛不住众人的输出，悲鸣一声躺了地上。伴随着他的倒下，被其召唤出来低哥布林顿时作鸟兽散，一下子全部跑了。呼呼，一阵紧张的喘气声在队伍频道内响起，显然这一次打 BOSS 让众人体会到了什么叫做紧张了。怎么样，老姐们，刺激吧？别觉得打 BOSS 很轻松，这还只是新手村的 BOSS 呢，以后的 BOSS 会更强大，所以大家的配合还需要多磨练。沈毅冲着几人说道，其实他想说的是，这毕竟还只是游戏世界里，死了还能重来。等5年后的融合世界，大家的生命就只有一条了，死了就真的死了，那个时候才是真正恐怖的开始，现在还只是小巫呢。第18章，小红手哥布林黄金长弓。好嘞，不过确实挺有趣的。我现在有点明白为什么喜欢玩游戏了，的确有些不同。臭弟弟，你还笑，就看我们出力。你当咸鱼是不是？几女在稍作调整之后，纷纷的露出了笑容，看向了沈毅。的确，这种刺激显然是现实生活里不可能有的，暗中线上激素分泌出来的让人兴奋的感觉，也是一般情况下感触不到的，也就只有在游戏里才有这种激情澎湃的时候。别呀，吴姐，你们5个都已经那么牛逼了，让弟弟我做咸鱼又怎么了吗？沈毅笑着的回答道。倒生气，沈岩说自己咸鱼，事实上从进入游戏到现在，他的确没有做什么，
就是在一旁督军观战，确实很咸鱼。不过谁让他们那么变态呢？5个唯一隐藏职业啊，自己还要出什么力？当然了，沈毅逆天改命的机会也已经就在眼前了。哎，过来，这是 BOSS 的宝箱吧？银色的哎。在击杀了哥布林王子梅东之后，一个银色的 BOSS 宝箱就出现在了众人的面前了。看到这个宝箱，沈玉立马的喊道，示意大家过去看看。宝箱！一听到宝箱，沈岩第一个冲了过去。刚才青铜宝箱没有开出什么好东西，让他有些耿耿于怀。此刻一听有银色的 BOSS， 当即的他就跃跃欲试了。哈哈，真是银色的宝箱哎！让我沈岩小红手给你们开极品装备。当众人来到面前的时候，赫然就看到了一口银色的 BOSS 宝箱摆在地上。那你开呗。沈毅几人倒也不在乎，既然沈岩想要开，沈毅自然不会拒绝。那我开了。见没有人跟自己抢，沈岩立马的笑了，伸出手，然后选择打开了银色的 BOSS 宝箱。让我看看怎么个事，有什么好东西啊？当宝箱打开，顿时宝箱内出现了数道光芒。见此，沈岩目光明亮，立马的就开始查看了起来了。哎，好像有个散发金色光芒的东西。这时候，一旁沈瑜似乎发现了什么，对着众人喊道：“金色，不会吧？”一听到金色，沈毅的耳朵一下子竖起来了，然后看向了过去。哎，还真有，是一把弓，金色光芒的弓哎，老弟，你看。紧接着，沈岩就从宝箱内取出了一把散发着金色光芒的弓箭。当看到这把弓箭的时候，沈毅的眸光一亮。吴姐，你这次可真是小红手了，居然从白银宝箱里开出了黄金装备。沈毅有些吃惊 ，BOSS 宝箱的确有几率开出比宝箱品质高一级的物品与装备。就譬如说，青铜宝箱的品质青铜的，大概率开出来的是白板装备与绿色品质的装备。但也有可能能够开出高其一个品质的装备，那就是蓝色装备。不过这个概率就十分的低了，就看你的运气与脸了。而眼前的银色宝箱大概率开出的是白绿装备，小概率开出蓝色装备，极小概率开出黄金装备。白银宝箱开出黄金装备的概率，在沈毅看来大概是1/1000吧，1000个白银宝箱里能够开出一件黄金装备来。没想到这样的几率居然被沈岩给开出来了，不得不说，这还真是小红手了一把呢，是吧，西西？我就说嘛，本小姐是小红手，怎么样？这装备是不是很厉害啊？沈岩被沈毅的话说得得意洋洋，一脸的傲娇，然后对着沈毅又问道：“当然了，黄金装备啊，在前期可以算是神装了，而且还是弓箭，4姐可以装备的武器，快点看看属性怎么样？”沈毅当即点头，前期来说，黄金装备真的堪比黄金啊，是最极品的装备。眼下还没出新手村就有黄金装备，这已经很牛逼了，好吧？哥布林黄金长弓。装备类型：双手武器。装备品质：黄金。装备属性：武力伤害提升10至23点，暴击几率提升2%。装备效果：在使用哥布林黄金长弓时，有3%概率造成重伤效果，撕裂效果下，目标所受伤害增加5%，持续10秒。装备需求：弓箭手类职业。装备等级8级。哇，属性好强，比我的法杖高出好多呀！看到这把哥布林黄金长弓的属性，沈月忍不住的说道：“他的绿色法杖家的属性，在眼前的这把长弓面前，简直是小巫见大巫啊，差了不止一个档次。关键的是，这把黄金长弓还增有装备效果，是很不错，属性与效果加的都好。对于弓箭手职业来说，算是小极品的装备了。4姐，恭喜你了，这把弓20级前都能够算神装了。”沈毅笑着说道：“作为众生者更为直观，这把弓的确很厉害了。喏，4姐给你。”可要记住，这是你五妹我的小红手给你出的装备哦。沈岩把装备给了沈凌，还不忘邀功。谢谢妹妹了。4姐平静的脸上这会也露出了一抹笑容，当然也不推辞，直接拿下了这个装备。剩下的这个银色 BOSS 宝箱还出了几件白色与绿色的装备，却是没有出蓝色装备，让人有些失望。哎，哥布林王者之证，哇，居然能够卖10万的水晶币，老弟，这是什么东西啊？那么值钱？就在沈岩都觉得不会出什么好东西都时候，忽然的，他的手里掏出来一个类似于王冠一样的东西，看了一眼物品介绍，顿时忍不住的喊出声来了：“哥布林王者之证，吴姐，给我那个东西！”沈毅听到这个东西的名称，一下子的激动了，上前一步讨要道：“什么东西啊？你那么激动，是不是又是什么好东西啊？”沈岩诧异，看到沈毅激动的模样，当即好奇的问道：“很重要的东西，可以说有了这个东西，你弟弟我的命运从此以后就彻底改变了。”沈毅接过哥布林王者之证，然后对着他说道：“那么夸张？”第19章哥布林王者之证送乞丐呀！回新手村的路上，一声尖叫差点让沈毅的耳膜穿孔。吴姐，
你发什么神经？沈毅无语看着发出尖叫的沈岩问道，一脸的无语表情。2半点了，都已经大半夜2点半了，天哪，我居然还没有睡觉啊！2点半了，怎么会？时间过得那么快吗？不行，不行了，我明天还有一个面试呢，不能那么晚睡。都2点半了呀，快下游戏睡觉吧，弟弟，太晚了，该睡觉了。沈岩的话瞬间的引起了沈毅几个姐姐的强烈反应，这时候他们才反应过来啊，时间不知不觉的居然已经来到了大半夜的2半点，再过2-3个小时，这都快天亮了，才2点半啊！沈毅则完全不在乎，2点半对于熬夜小王子的他来说，夜生活才刚刚开始。你懂什么？女孩子是不可以熬夜的。对啊，对啊，弟弟，你不知道女孩子熬夜对皮肤有多大的伤害，我们不能熬夜了。是啊，弟弟，你也别熬夜了，快点睡吧。大家看到沈毅一副不在乎的样子，当下的纷纷说道。显然，熬夜对于一个女孩子来说具有很大的伤害，也的确，沈毅的几个姐姐从不熬夜，对于自己的皮肤管理那是相当的呵护。行，那么你们回到新手村就先下线吧。那你呢？听到沈毅的话，几女问道。很明显，沈毅这话似乎是在表达自己还不愿意那么早下线。我呀，我还有点事，交个任务，你们先睡，我也马上就睡了。沈毅回答道。弟弟，我们先下喽，你早点睡，明天晚上我们再陪你一块玩，别熬夜啊。等回了新手村，大姐沈月嘱咐道，让沈毅不要熬夜。好，大姐你放心，你们先去睡，姐姐们晚安。沈毅乖巧的回答，内心则是一笑。睡觉？睡觉是不可能睡觉的，这辈子都不可能再睡觉了。因为沈毅知道，这个游戏的虚拟设备还有一个神奇的功能，就是辅助睡眠。当玩家进入游戏后，看似是在玩游戏，但实际上是精神进入到了游戏里，而人体肉体其实此刻已经进入到了深度睡眠休息之中。所以，哪怕不睡觉，当退出游戏后，你也会发现人会精神气爽的。不仅如此，反而还会感到身体无比的轻松。当然了，这一点沈毅不想现在跟自己5个姐姐解释那么多，有些东西让他们自己去发现好了。况且接下去沈毅要干的事情一个人就行了。今天已经升到了9级，在刚才刷了新手副本与击杀了隐藏 BOSS 哥布林王子之后，他们的等级已经来到了9级。明日等他们上线再刷一次副本，就差不多10级了。在此之前，沈毅必须要完成自己最重要的事情。行行好吧，可怜可怜老头子吧，施舍一点钱吧。新手村的村口，一个衣衫褴褛的老乞丐正趴在那里，在其身前有着一个残破的破碗。老乞丐不断的叫喊着，寻求路过的人的施舍。不过，新手村内进进出出的玩家很多，但却没有人看一眼老乞丐。毕竟，在新手村阶段，大家都是穷逼，还都忙着升级，谁有功夫打理这种老乞丐？也有游戏老玩家会上前与老乞丐对话，认为老乞丐或许是什么任务 NPC 会触发什么任务给他们做。可当他们对话之后，就会发现老乞丐是真的老乞丐，根本没有任何任务。同时，也有人会给予老乞丐一些施舍，认为或许要给钱才会触发任务。当给了施舍之后，他们发现什么东西都没有触发，然后就瞬间的骂骂咧咧起来了，感觉自己像个小丑。年轻的冒险者，行行好吧，老头子，我已经好久没有吃一顿饱饭了，恳请你给予一点施舍吧，神会赐福你的。当沈毅来到了老乞丐的面前的时候，老乞丐抬头看着沈毅，然后对着沈毅说道。一股恶臭扑鼻而来，是从老乞丐身上散发出来的，闻着这味就有些被熏的想要呕吐的感觉，内心从而产生厌恶。沈毅的眉梢一挑，随后从自己的背包里取出了哥布林王者之证，这是击杀哥布林王子梅东之后爆出来的东西。哥布林王者之证简介：哥布林王者之证，哥布林王族王子所佩戴的身份象征王冠，看上去没有什么特殊用途。听说新手商店正在以10万水晶币的价格收购这东西。10万水晶币，这游戏自开服当天就直接开通与现实货币兑换的系统。今天是开服第1天，所以游戏内的水晶币与现实货币的汇率是1点10分，一现实币价值10枚游戏水晶币。而这个哥布林王者之证价值10万水晶币，也就是现实币1万。可以说，这个东西的价值已经算是非常不错的了。沈毅他们小队一晚上打了那么多的怪物，全部加起来获得的水晶币也就100多个而已，也就是10块多的现实币。如今一个王者之证就价值1万现实币，不可谓是不丰厚。一般玩家获得哥布林王者之证之后，基本都会拿它换钱。即便是土豪玩家，就算不卖，估计也不会随意的处置，更不会白白的把这价值10万水晶币的东西送给一个路边乞丐。然而，眼下沈毅却拿着哥布林的王者之证递给了眼前的老乞丐。没错，沈毅他要把这个价值10万水晶币的东西送给一个路边的老乞丐。这样的举动
要是让旁人知晓了，肯定会觉得沈毅是一个疯子；而要是让沈毅的5个姐姐知道了，估计会掐死沈毅的心都有。然而沈毅却义无反顾的那么做了，因为沈毅知晓，眼前这个看似邋遢的老乞丐，其外表只是其伪装而已，其真实的身份乃是一个传奇盗贼，而他也就是沈毅来到31257号的最终目标，同时也是开启自己唯一隐藏职业转职的钥匙。第20章转职卷轴，盗神之心。哥布林王者之证，你挑战了哥布林王子，并且杀死了他。当乞丐接过沈毅手中的哥布林王者之证，看清楚这是什么东西的时候，乞丐原本浑浊的眼神里忽然的露出了一抹震惊，迅速抬头，脏乱的头发下，老乞丐的怔愣的看着沈毅问道：是的。沈毅点点头，然后承认道：莫必要否认，这本就是事实。哦，道神啊，没想到这个普通的小村子里居然出现了一个如此优秀的冒险者。冒险者，你确定要将这个哥布林王者之证送给我吗？村子里的商会正在收购这个东西，价值可是10万水晶币。老乞丐继续问道，抬头，此刻眼神已经变得清明了起来，对着沈毅说道，并且告诉沈毅，这玩意可是价值10万水晶币啊。是的。为什么？为什么你要将这个赠送给我？老乞丐好奇地问道，眼神里充斥着一抹审视的表情。这还不够明显吗？你显然比我更需要这个。沈毅闻言笑了，然后转了一圈给老乞丐看，让对方看自己干净的衣服，表示自己既干净又年轻，而对方又老迈又邋遢。哦，哈哈，有趣而又善良的孩子。老乞丐似乎听懂了沈毅的话，忍不住的哈哈笑了起来。我在这里整整待了几个月了，你是第一个愿意拿如此贵重的东西帮助我的人，冒险者，你的真很善良。不过我莫德里亚不能够白拿你的东西，这个东西给你，它是我一个老友的遗物，我的老友让我将其交托给一个可信的年轻后辈，年轻的冒险者。如果你变得足够强大了，来暗黑城找我吧。老乞丐的声音落下，沈毅的手中多了一个包裹，随后再看原来老乞丐所在的位置，此时此刻对方已经消失在了原地了，而沈毅送出去的那个哥布林王者之证还留在原地，显然对方并没有取走沈毅赠送给他的物品。果然跟前世论坛里那个大神的自述说的一模一样。沈毅激动无比，看着出现在手中的包裹以及那个消失的老乞丐，内心已经是心潮澎湃了。浩劫前夕，众所周知的最强大的职业是唯一隐藏职业。唯一隐藏职业的出现分为先天与后天，先天自然就是沈毅5个姐姐这样的了，一开局就直接天命被选定为唯一隐藏职业，具有强大的实力。而另外一种就是通过游戏内后天转职成为唯一隐藏职业，这个几率非常的小，可以说只有千万分之一。沈毅记得自己前世玩浩劫前夕，后天获得唯一隐藏职业的玩家，根据统计5年里也就不到20个人，相对于浩劫前夕几亿的玩家来说，可以用凤毛麟角来形容了。但其实事实上，在游戏开服当天，新手村内就隐藏着一个成为唯一隐藏职业的机会，那就是沈毅如今在做的事情。31257号新手村，沈毅之所以在5万个新手村里选中了这个进入这个新手村，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这是一个被选中的新手村。刚才的那个老乞丐 NPC， 其真实的身份其实是传奇盗贼莫德里亚。5万个新手村里，他只出现在31257号新手村内，并且装扮成为了一个乞丐在这里兴起。玩家只需要先触发哥布林首领，然后获得哥布林挑战卷轴，去下哥布林要塞的副本，之后击杀哥布林将军之后，开启隐藏副本哥布林擂台，之后再击杀哥布林王子梅东，就可以获得奇哥布林王者之证。在获得哥布林王者之证之后，你可以将这个王者之证送给传奇盗贼莫德里亚，那么对方就会给你一个挚友的遗物，而这个挚友的遗物里就隐藏着一个转职卷轴，使用之后就可以转职成为唯一隐藏职业的盗贼职业了。前世沈毅自然是没有获得这机遇的，事实上这个机遇要在开服半年之后才被一个名为陈涛的玩家给遇到了。他机缘巧合之下，如同今日的沈毅一样，完成了一系列的步骤，然后阴差阳错的把哥布林王者之证送给了传奇盗贼莫德里亚，因此转职成为了唯一隐藏职业，从此开启了其传奇的一生。沈毅清晰的记得自己死的时候，那个陈涛都还活着，并且已经成为了一方诸侯了。不过如今这泼天的富贵已经落在了沈毅的身上，沈毅折腾了一晚上，其目的就是为了获得眼前的这个挚友包裹，传奇盗贼莫德里亚的挚友包裹。简介：传奇盗贼莫德里亚受已故好友传奇盗贼科里的请求，为其寻找一个传承者，并将遗物嘱托。打开之后可以获得传奇盗贼科里的遗物，谁也不知道包裹里到底是什么，包括莫德里亚也不知道好友的包裹里到底是什么。看着包裹的介绍，
沈毅的眸光变得更为的兴奋了。大家都不知道，但沈毅知道。沈毅迅速地拾起了莫德里亚不要的王者之证，随后迅速找了一个僻静的地方。紧接着，沈毅直接打开了包裹，瞬间2样物品就从包裹里出现，然后落入了沈毅的背包里。丁，玩家打开了传奇盗贼莫德里亚的挚友包裹，获得物品暗翼盗贼转职卷轴盗神之心。果真是转职卷轴。当看着背包里的卷轴与系统的提示的那一刻，沈毅的心跳都在这一刻瞬间的停顿了，仿佛整个人身上的血液都沸腾了一般。深吸一口气，沈毅查看卷轴，暗翼盗贼转职卷轴。简介：一份记载着转职成为暗翼盗贼的传奇卷轴，使用后可以转职成为强大的暗翼盗贼。盗神之心。简介：传说中盗神的心脏，所有盗贼梦寐以求的宝物，可以镶嵌入身体内，代替成为自己的心脏，从而获得盗神的赐福。4. 盗神的心脏。第21章唯一隐藏职业暗翼盗贼。前世那个转职成为暗翼盗贼的玩家，只是披露了自己成为唯一隐藏职业的经过，倒是没有说还有盗神之心这样的东西。光是见到盗神之心几个字，沈毅就敏感地察觉到这玩意肯定不简单，应该是非常变态的东西。不过具体有什么效果，得使用之后才会知晓。在此之前，沈毅得先把这暗翼盗贼的转职卷轴给使用了。系统提示：玩家是否确定使用道具暗翼盗贼转职卷轴？使用之后，玩家将自动转职成为唯一隐藏职业暗翼盗贼，此项操作不可逆，请玩家慎重考虑后做出抉择。当沈毅使用卷轴的一刻，系统的消息跳了出来，让沈毅慎重的做一番考虑。这还有什么考虑的？辛辛苦苦重生一回，可不就等今日的逆天改命吗？沈毅心中嘀咕了一句，没有丝毫的犹豫，直接的选择了确定键，他要逆天改命。系统提示：恭喜玩家，你已经成功通过道具暗翼盗贼转职卷轴转职成为唯一隐藏职业暗翼盗贼，详细属性与技能请玩家自行查看属性面板。伴随着一阵的黑色光芒笼罩，沈毅被一股奇异的黑雾所吞噬，耳边响起了一阵阵晦涩难懂的奇怪语言，一股股强大的黑色能量注入到了沈毅的身体内。不知过了多久，沈毅只感觉自己仿佛沉睡了1000年，等缓过劲的时候，耳边响起了系统的提示，告诉沈毅转职已经成功了。成功了！眼眸里闪烁着一阵兴奋，沈毅迅速的迫不及待的就打开了自己的属性面板。玩家姓名：沈毅，角色职业：暗翼盗贼，唯一隐藏职业。玩家等级：9级。玩家阵营：无。玩家声望：无。玩家公会：无。HP： 230-230。MP： 130-130。体力： 11，影响 HP 上限。力量： 15，影响物理攻击。魔力13，影响魔法攻击。防御8，影响物理防御。法术抵抗8，影响魔法防御和负面状态抵抗。敏捷24，影响速度与暴击几率。自由分配属性点18。技能：暗翼前行、暗翼背刺、暗翼之手。暗翼前行主动技能，使用后可以进入前行隐身状态。白天状态下，暗翼前行会遭到侦察类技能侦破；黑夜状态下，暗翼前行无法被侦察类技能侦破。使用偷窃类技能不会破除前行隐身状态。CD 60S， 消耗 MP 50。暗翼背刺主动技能，使用暗翼背刺攻击对方，造成物理攻击110百分号加魔法攻击60%的输出伤害。如果是从目标背后发动袭击，将造成背刺状态。背刺状态下，攻击伤害提升 30%， 并造成目标眩晕 2S， 并在 5S 内玩家暴击伤害几率提升 50%。CD 45S， 消耗 MP 30。暗翼之手主动技能，使用暗翼之手偷窃目标。黑夜状态下，偷窃成功率增加 50%， 偷窃比自己等级小于30级以下单位，偷窃成功率增加 50%。CD 120S， 消耗 MP 100。强！当沈毅转职成功后，打开自己的面板属性，当看到自己属性的一刻，沈毅的眼里满是欣喜。抛开属性不谈，暗翼盗贼的3个技能就已经是让沈毅看得心花怒放。初始就给了3个技能，且3个都是强力技能。暗翼前行这个技能的可怕之处是在暗夜状态下无法被侦察类技能侦破，这就很变态。在游戏里，盗贼的职业分支很多，前行隐身是无论什么盗贼职业都必备的职业。一旦进入隐身状态下，无论是玩家也好，普通的怪物也罢，就看不到对方了。但这也不是肯定的，如果对方拥有侦察类技能的话，那就两说了。侦察类技能能够直接将隐身单位给侦破出来，让隐身单位是无所遁形。而沈毅的这个暗翼前行在黑夜之中却是无法被侦破的，等于到了晚上是无敌隐身的存在了，绝对的老6技能。最让沈毅惊喜的是，
暗翼前行使用偷窃类技能居然不会破除隐身状态。前行隐身这类技能有个共通点，那就是一旦使用了技能或者道具就会自动破除隐身状态。而沈翼这个就不一样了，偷窃不破隐身，等于是完美的契合偷窃类技能。黑夜无敌隐身加偷窃不破隐身，这在晚上沈翼妥妥的神偷啊！一想到这，沈翼直接兴奋了，这也太爽了吧！而后就是暗翼背刺这个技能了。盗贼的属性一般是主加力量与敏捷的，输出主要靠的是的物理出暴击。然而沈翼这个技能又有不同，在物理的基础上居然还有魔法伤害，等于是说暗翼盗贼这个职业居然是魔武双修的职业，这就又是很不错的一件事了。等于是这个职业的打击面就广了，不管目标防御高还是防抗高，沈翼以后都能够借此打出高额的输出。另外如果造成背刺的话，还能够提升伤害与眩晕，更是能够增加暴击几率，可以说这个技能也是相当的完美与强大。另外最后一个技能就是所有盗贼类都梦寐以求的技能偷窃了。偷窃技能顾名思义就是偷东西，偷东西是所有盗贼玩家孜孜不倦的事情，无论是偷 NPC 还是偷玩家或者是偷 BOSS， 都是非常让人兴奋的事情，有那种开盲盒的愉悦感。如果能够偷到好东西，那可比自己打怪爆装备还爽。而沈翼的暗翼盗贼的这个偷窃技能在黑夜里偷窃成功率居然增加 50%， 这是相当变态了。偷窃成功率一般是系统根据双方实力判定的，玩家与目标实力差距越大越难，而增加 50% 的几率其实是对高难度偷窃的巨大增幅。而对于小30级的单位，偷窃增加 50% 的几率，这等于是沈翼如果以后在黑夜状态下偷窃比自己小30级的玩家，加成之后偷窃几乎是100%成功的。一想到自己以后能把别人的裤衩子都偷没，沈翼已经忍不住的坏笑起来了。第22章盗神赐福100%偷窃。终于我也是唯一隐藏职业了，如此一来我一家6个唯一隐藏职业。沈翼心情美美哒。刚才一直在吃自己5个姐姐的软饭，虽然说当咸鱼也挺爽的，不过参与感至少是低了一些。况且打铁还需自身硬，沈翼也不可能真靠自己的5个姐姐过一辈子。如今却一样了，自己重生掌握了先机，如此获得了唯一隐藏职业暗翼盗贼。这样一来，自己就算没有5个姐姐的支持，自己也能够有一番作为。而现在他们一门6神职更彻底的吊炸天。凭借着沈翼脑海里的攻略与记忆，在游戏与现实融合之前，沈翼必须要让自己一家武装到牙齿，成为游戏内最为强大的存在。这个盗神之心不知道能够有什么作用，赐福会获得什么呢？转职成功后，沈翼的目光又不经意地落在了背包里的盗神之心上了，眼眸犀利无比，表情也变得十分的玩味。这东西沈翼前世没有见过，也没有听别人提起过，所以这玩意现在对于沈翼来说还真不好说这到底对于沈翼有什么帮助。不管了，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看便是了，到底是什么？与其现在这里想，不如直接使用了看看。沈翼也是实干派，懒得猜测那么多，当下的掏出了盗神之心使用。系统提示玩家是否要使用道具盗神之心，盗神之心一旦使用将会替代使用者的心脏，此操作不可逆，是否使用？是。毫不犹豫地点下了确认键，下一秒沈翼的身体猛然的一个停顿，一股窒息的感觉出现在了自己的身上，身体也在这一刻无法移动了起来了。一股难言的感觉猛然地席卷了沈翼的全身，自己嫌脏的位置更是仿佛有一只冰冷手抓住了自己的心脏一般。卧槽，好疼！脑海里此刻的沈翼只剩下了疼痛的感觉，仿佛有人要生生将自己的心脏给挖掉一样的感觉，那股疼痛简直是沈翼从未感受过的。不断的倒抽凉气，好在的是这股疼痛没有维持太久，稍紧之后那股感觉慢慢的消散，随之出现的是一股暖洋洋的暖流，瞬间的从自己心脏的部位流淌过了全身，一股无比舒适的感觉瞬间的充盈了全身，让人感觉很是舒畅。系统提示：恭喜玩家已经成功植入盗神之心，您获得了盗神的赐福，获得技能盗神赐福一重，后续伴随着玩家等级提升，每10级都将开启一重盗神赐福。技能。沈翼一怔，没想到使用了这个盗神之心之后居然会获得技能，当下的沈翼有些激动了，马上的打开了自己的技能栏，果然此刻技能栏里在原有的3个技能上又多出了一个技能盗神赐福一重，被动技能来自于盗神的第1重赐福，每24小时使用的第一次偷窃类技能100%成功 CD 24小时。卧槽！当看到盗神赐福的效果的那一刻，沈翼的脑海直接的炸开了。很显然的，他万万没有想到啊，这盗神之心居然如此的变态，赐福给自己的技能简直是不要太恐怖了。第1重赐福啊，居然是每天的第1次偷窃100%成功，
这100%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是无视任何的判定，100%一定能够成功的偷窃啊！也就是说，沈毅可以想偷谁，那就偷谁，不管对方是什么等级、什么实力，沈毅只要偷窃，必然能够成功。这就十分的夸张了，这就等于是，如今弱小如同蚂蚁的沈毅，如果遇到了一个100级的神级 BOSS， 他都能够从对方身上偷点东西出来，当真是兽走牛皮，雁过拔毛。难怪前世那个转职成为暗翼盗贼的那个家伙能够短短时间内崛起，并且还能够在融合世界里称王称霸的。原来当初的他不光是转职成为了暗翼盗贼这种唯一隐藏职业的神职，更是获得了盗神之心这样恐怖的神级道具啊！这还只是一重赐福就已经那妖变态了，以后每升10级我都可以获得一重赐福，那岂不是说最终可以获得10重赐福？浩劫前夕的等级满级是100级，而这个盗神的赐福是每10级都会获得一重新的赐福能力，如此一来的话，等于是可以有10重赐福啊！这一重都已经那么变态了，可想而知，这10重到底会变态到何种地步了？光是想一下的，都让人感觉热血沸腾。哈哈，这泼天富贵，终于有一次轮到我头上了。沈毅要不是努力到底克制着自己的情绪，眼下他都要仰天长啸起来了。这种感觉实在是太棒了，可以说是完美。嘿嘿，这个哥布林王者之证居然也没有拿走，可是价值10万的水晶币呢，可不能够浪费了。趁着现在汇率最高点，把它卖了换钱。沈毅决定过后，很快的就冷静了下来了。毕竟拥有前世的记忆，沈毅做事情还是比较稳重的。眼下还不是得意忘形的时候，这才刚开始呢，一切的美好生活都还在后头呢。一想到这，沈毅打算先解决一个问题，如何让自己的姐姐们成为全职玩家。如今的沈毅身份还是一个大学生，刚好暑假，而自己5个姐姐都是刚毕业，需要找工作养家，自然不可能全职，除非说他们家有钱了，能够有钱到衣食无忧，不需要工作了。而沈毅认为这其实不难，最简单的在游戏赚钱就行了。事实上，这款游戏也是搬砖大户们喜爱的游戏，很多人靠着在浩劫前夕里搬砖赚钱成为了富翁。而沈毅他们一家子的神职赚钱其实不难，所以说只要他们愿意全职，钱根本不是问题。但如何说服他们，沈毅得思考一下。最简单的就是拿出事实，告诉他们游戏可以赚到钱。第23章，第一次偷窃，初级经验要技。新手村商会。当沈毅走进新手村商会的时候，此刻商会里挤满了玩家，这些个玩家此刻都在商会里购买着红蓝药。对于升级打怪来说，药品的消耗是十分巨大的，毕竟普通玩家都是普通职业，自然不可能像沈毅一家那样都是变态，都可以越级杀怪，几乎零消耗的。作为普通玩家，药品的损耗到底很大的，所以说商会内购买红蓝药的量是无比的巨大的。沈毅并不是来购买红蓝药的，而是来卖东西的，也就是他手中的哥布林王者之证了。这东西卖给商会，直接可以获取到10万水晶币，这10万水晶币也就是等于1万的现实币了。1万块钱那可不少了，这可相当于是沈毅一家1个月的伙食费啊。这些年父母留下的财产已经所剩不多了，所以沈毅姐弟他们必须要自食其力赚钱了。1万对于他们来说其实很多了。哦，天哪，冒险者，你居然获得了哥布林的王者之证，这是真的吗？当沈毅将哥布林的王者之证递给商会掌柜的时候，对方惊呼道，显然很意外。当然，听说你们商会愿意以10万水晶币的价格收购这哥布林王者之证，是有这回事吗？是的，冒险者，你愿意出售吗？我们可以花10万水晶币购买这哥布林王者之证。当然，沈毅没有半分的犹豫，直接同意出售。随后，哥布林王者之证就被对方购入，而沈毅的背包里多出了整整的10万水晶币。好爽！沈毅看着多出来的10万水晶币，直接乐开花了，眼神里充斥着一抹喜悦。就在沈毅转身要走的时候，忽然的，沈毅的脚步顿住了。请问，哥布林王者之证，你们还收购吗？当然，冒险者，只要你有多少，我们都愿意收购。这些哥布林的王冠价值很高。听到了肯定的答复，沈毅的眼里露出了一抹坏坏的表情了。他不怀好意的看向了眼前的商会掌柜，心中有了主意。沈毅打算将自己的第一个偷窃目标放在眼前的掌柜的身上。沈毅的打算很简单，就是想要把王者之证给偷回来。如果成功的话，岂不是说自己又可以再次的卖10万金币吗？那岂不是美滋滋？一想到这，沈毅先是退出了商会，然后使用暗翼潜行进入到了隐身状态，之后重新的走回了商会内。此刻没有人发现沈毅，沈毅处于隐身状态，完全躲过了所有人的视线。随后沈毅再次的回到了柜台前，目光看着商会掌柜，心里默念一句抱歉，紧接着就使出了自己的技能暗翼之手。系统提示：玩家对新手商会掌柜使用了暗翼之手，触发盗神赐福，偷窃成功。您从商会掌柜的身上
偷窃到了初级经验药剂配方1。伴随着系统的提示，沈毅成功的从商会掌柜的身上偷窃到了物品。由于道神赐福的关系，所以这一次的偷窃成功率是100%的，无非就是看能够偷到什么好东西了。沈毅的想要偷窃的是自己刚卖出去的哥布林王者之证，可惜的是，显然事与愿违，他并没有偷窃到自己的目标。可当看到自己偷窃到的东西是什么的时候，沈毅眼眸一下子的变得无比的明亮了起来。卧槽，初级经验药剂配方，这新手村怎么会有这样的东西？卧槽，还被我偷到了，这是真的吗？不会是真的吧？沈毅有些激动啊，愣愣的看着系统提示，好一会，他才反应过来，脸上瞬间的洋溢起了一抹激动的神色。只因沈毅知道自己偷到了什么东西。当下的沈毅丝毫不墨迹，打开了背包，果然里面躺着一张羊皮纸。初级经验药剂配方简介：使用之后可以获得初级经验药剂的合成配方，并且可以使用药材合成初级经验药剂。使用要求：药剂师职业。真的是初级经验药剂配方！沈毅大喜，心跳加速。初级经验药剂，一种使用之后可以在60分钟内杀怪额外获得15%经验加成的药剂。经验药剂可以说是非常畅销的一种药剂，升级必备良药。效果就是杀怪额外获得经验加成，可以说是非常实用的药剂了。试想一下，花同样的时间杀同样的怪，却比别人整整多了15%的经验，这傻子才不用好吧？所以说，经验药剂可以算是这款游戏里仅次于红蓝药受欢迎的药剂了。在满级之前，谁升级不想着买一瓶经验药剂来使用啊？然而，就是这样的药剂，系统的 NPC 商店却是不出售的，只有玩家能够产出这种药剂。浩劫前夕，玩家可以拥有一个主职业，也能够拥有一个副职业的生活技能。例如，药剂师、铁匠、渔夫等都属于副职业，而药剂师这个职业就是可以通过学习药剂配方，从而制作药剂的副职业。玩家想要获得特殊的药剂，都需要找药剂师来产出。沈毅清晰的记得，这凡是学习有经验药剂的药剂师，每一个都赚的是盆满钵溢。无论是现实还是游戏，卖药永远是只赚不亏的买卖啊！只是没想到，这一次沈毅居然会在新手村就获得了这个经验药剂的配方。这在前期，这个玩意简直宛如聚宝盆一般的存在啊！原本沈毅想着把王者之证头给偷回来，然后再卖10万金币，不曾想自己这个举动何止是偷回来10万金币啊，这是偷回来了一个会下金蛋的母鸡啊！天意啊，天意啊，这还等什么？原本还在考虑着副职业选什么，现在好了，直接有方向了。还有就是，我在那么初期就获得了初级经验药剂的配方，那岂不是可以赚妈了？我记得重生前经验药剂的出现，可想在开服后2个多月，当时那个人靠卖经验药剂都每天赚的数钱数到抽筋吧？那岂不是让我5个姐姐全职的条件也有了？第24章生活职业药剂师学徒。沈毅兴奋的很呐，当下的直接的退出了新手商会，朝着新手村的药剂师协会走去。冒险者，你好，欢迎来到药剂师协会。相比于商会的热闹，药剂师协会里就显得冷冷清清了。这也正常，毕竟新手村大家还是以升级为主，想着的是快点冲出新手村去探索外面的世界。谁会在这时候想着搞个生活类的副职业呢？我想要成为一名药剂师，请问有什么条件吗？沈毅看着药剂师协会内的 NPC 问道。既然有了药剂配方，沈毅当然直接选择成为一名药剂师了。哦，冒险者，你的选择是如何的睿智与英明，成为药剂师，这将会给你的一生带来巨大的变化。冒险者，要成为一名药剂师其实很简单，你只需要缴纳1000水晶币的报名费，然后完成一个简单的小任务，那么你就可以成为一名药剂师学徒了。NPC 快速的回答道，表示要钱还得完成任务。沈毅其实也知道流程，毕竟他是重生的，所以直接缴纳了1000水晶币的报名费，也就是100块钱，这对于沈毅来说洒洒水毛毛雨了。好的，冒险者，这是给你的任务，前往新手村南侧的后山采集20株露水草，这是给你的工具与技能。伴随着沈毅的交钱，一道柔和的白光就落在了沈毅的身上，然后沈毅的技能栏里就多了一个技能，还有背包里多了一把镰刀。初级采集术被动技能，药剂师职业专属技能，只有药剂师类职业才能够拥有的技能。拥有此技能后，可以采集各种药材用以配制药剂，可升级。当前熟练度0，10000。不同的生活类职业会拥有不同的生活技能，就像眼前沈毅获得的这个采集术一样。拥有了采集术，你才可以采集路边的各种药材，否则的话，你采摘的路边的药材，那是直接会毁坏药材的。好，我很快回来。沈毅看着接到的任务，当下的转身离去。这任务其实很简单，一般生活职业类职业的入门任务都很简单，就是简单熟悉一下操作，也没有什么危险，所以沈毅自然没有任何的犹豫，直接就去了。
来到了目标地，看着路边随处可见的露水草，沈毅迅速的开始拿着镰刀采集起来。不一会的功夫，自己的背包里就已经采集到了所需的20株露水草了。这是你需要的20株露水草。沈毅回到了药剂师协会内，将任务需要的露水草递交。好的，冒险者，恭喜你完成了任务考核，现在我正式授予你药剂师学徒的称号。递交任务之后，伴随着又一阵的柔和的白光，沈毅成功的成为了一个药剂师学徒。系统提示：玩家，你已经成功的转职成为了一名药剂师学徒。每个玩家只能够同时兼职一个生活类职业。如果你对于自己的生活职业不满意，可以前往其他生活职业的协会更换自己的生活职业。需要注意的是，一旦更换生活职业，你之前的生活类职业的所有熟练度都将归零，并且不予以保存，所以请慎重更换生活职业。相比于战斗职业的主职，生活类职业就比较的人性化了，是随意的可以更换的。不过一旦更换，那就必须又从最低的学徒开始做起，原先的生活职业的熟练度就会归零，这也是为了防止玩家肆意更换生活职业所设置的规则。冒险者，我这里有初级补血药剂与初级回蓝药剂的配方，你需要吗？每一份只需要2万水晶币。在看到了沈毅成功成为了药剂师学徒之后，眼前的 NPC 又是还冲着沈毅问道，表示自己拥有红蓝药的配方可以卖给沈毅。不需要，谢谢。沈毅直接拒绝。红蓝药，这不是沈毅想要卖的东西。事实上，虽然做红蓝药也可以赚一点钱，但那玩意商店就有出售，你的利润空间其实很狭隘。与其浪费时间去做红蓝药，还不如去升级帅怪刷装备呢。沈毅可是拥有初级经验药剂的配方，他要做的是这个生意。当下的沈毅在拒绝了 NPC 之后，从背包里拿出了自己的初级经验药剂配方，然后直接的使用了。系统提示：玩家使用了初级经验药剂配方，你现在已经会制作初级经验药剂了，快去药剂配方界面里看看吧。系统提示响起，沈毅打开了自己配方界面。初级经验药剂简介：使用后可以在打怪获得经验时额外获得 15% 的经验加成，任务获得的经验不享受额外加成，加成时间持续60分钟。药剂合成配方：龙须草15，落地龙根5，白银山参1。沈毅看着自己生活技能栏里配方界面之中的初级经验药剂的合成列表与效果，立马的呲牙笑出了声。嘿嘿，如果我记得没有错的话，这些个药材都可以通过药剂师协会的 NPC 处购得，虽然说价格会很高，但如今是初期阶段，也没有人出手药材，只能够通过 NPC 处购买。而且我独一家的话，这经验药剂什么定价还不是我说了算，在前期这种时候，这好东西显然不缺土豪购买。眼神犀利，沈毅已经想好了如何利用初级经验药剂赚到自己的第一桶金了。再次的与眼前的药剂师协会 NPC 对话，然后选择购买界面，当即的各种商品都出现在了眼前了。初级的药剂师协会商品不多，都是一些初级的药材与药品和配方。不过呢，沈毅需要的也就是初级药材，并且初级经验药剂的原料也都是初级的，且都有出售。15个龙须草，外加5个落地龙根，再加上1个白银山参，总计成本是512水晶币，也就是说 51.1 现实币。成本是不低啊，不过这成本还是能够接受的。第25章贩卖药剂，疯狂敛财。先做一组出来试试市场效果。沈毅思忖了一下之后，决定先尝试着做一些看看市场的反应。NPC 那里是可以购买获得原材料，但从 NPC 那里直接购买原材料制作药剂的成本会很高。就拿眼前的情况来说吧，沈毅如果直接从 NPC 那里购买原材料制作初级经验药剂，那么光是成本就得512水晶币了，相当于 51.2 现实币。如果沈毅没有记错的话，当初这个经验药剂出来的时候也就卖500水晶币一瓶，并且的那是游戏开服2个多月后出现的，那时候的汇率已经不一样了，那时候的500水晶币也就等于20多块钱吧。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就是原材料的问题，如今才刚开服，没人会去采药卖钱，药材只有 NPC 处有卖。而如果开服2-3个月后，大量玩家拥有生活职业，各类原材料的价格都会狂跌，成本不同，自然价格也就不同了。所以沈毅必须谨慎一下，在如此高额的成本下，它的售价必然也不会便宜，这就得看看市场的反应了。不过沈毅觉得行情还是很乐观的，毕竟就沈毅对这款游戏的了解，人傻钱多的氪金大佬不胜枚举，这点小钱对于那些有钱的氪金大佬来说，毛毛雨洒洒水了。购买了10瓶一组的原材料，沈毅当即原地开始搓药剂。制作过程非常的简单，直接按照配方然后使用就能够生产了，也不需要太多别的什么东西，毕竟来说游戏还是游戏，不会太刻意。很快的10瓶制作完成的初级经验药剂已经躺在了沈毅的背包里。沈毅也不墨迹什么，打开了交易频道。此刻交易频道内各种信息飘动的十分的快。
很多人都在交易频道内出售自己的东西，有卖装备的，有卖技能的，也有卖材料等的。交易频道就是给玩家们交易的一个便捷途径，很好用，不过需要玩家自行挑选信息。到了10级之后，就可以使用交易行系统了，类似于拍卖。交易行系统对于交易物品等更为的规范，不过交易行需要收取手续费，并且有等级限制，所以眼下大家卖东西还都是在交易频道内交易。事实上，哪怕交易行开了，交易频道也一样很热闹的，两个交易系统都有各自的好处。玩家匿名出售冲级神药、初级经验药剂，能够提供 15% 的额外练级经验，预购从速，每瓶售价1000水晶币。沈毅在交易频道内直接的发送了交易信息，并且的把自己玩家的名字给匿名了，他可不愿意出什么风头，让人家知道是谁在卖这东西，所以你匿名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丁，玩家出售的初级经验药剂已经成功出售，1万水晶币已邮寄邮箱，请玩家查收。沈毅的消息才放出去几秒钟，瞬间的就收到了系统的回复信息。当点开一看，沈毅瞬间的双眸一亮，打开邮件后，果然里面躺着1万水晶币。卧槽，怎么感觉卖便宜了，秒卖！沈毅都傻眼了，自己1000水晶币一瓶啊，也就是说100块一瓶。这个价格，沈毅的利润将近一半，他觉得这价格已经很不错了，没想到啊，秒卖，这让沈毅感觉是不是自己的定价太低了一些了？看来有钱人还是多了，这应该是一个人买的。1000块钱瞬间出手，真有钱。不错，既然这样，我就可以放心大胆的做了。沈毅没有多犹豫，见到自己制作的初级经验药剂秒没之后，他就放心了，也不顾及太多了，直接将自己身上的11万水晶币全部搜哈购买了材料，然后开始了原地制作初级经验药剂。每次做出来一组10瓶之后，沈毅就丢到了交易频道交易。他倒是也没有良心很凶的涨价，沈毅觉得一半的利润自己能够接受，太高的话显得沈毅心太黑，容易遭到报应啊。而好人显然有好报啊，沈毅每一次上架都是几秒钟内就被人给扫货了，直接卖出。这就是赚钱的味道吗？我已经有100多万水晶币了，这才多久啊？很快的，沈毅人就有些傻眼了。此刻他的背包里已经拥有了130多万水晶币了，他的启动资金是10万水晶币，而过去不到1小时的时间，沈毅居然就赚到了100多万的水晶币。先出一波水晶币，沈毅也没有废话，直接打开了金融汇率系统，然后把100万的水晶币直接的兑换成了现实币。在兑换之后，没过几秒，沈毅的银行卡信息里就多了一条10万块钱到账的信息，也就是说，在刚才不到1小时的功夫里，沈毅直接赚了10万块。这来钱的速度可太爽了，沈毅爽翻了。不过他却来不及沾沾自喜，因为他还要继续。这赚钱的感觉也太爽了，让人欲罢不能。新手村区域频道，卧槽，你们看轮胎没有？有人在出售一种初级经验药剂，妈的能在1小时内增加 15% 的练级经验，好爽的药剂啊！是啊，我也看到了，我们新手村有没有人抢到了？我也在抢这个药剂，可这药剂太抢手了，秒没啊！对，太疯狂！卧槽，100块钱一瓶游戏里的药剂，还那么多人抢，疯了吧？你们看一眼论坛，好多帖子都在问呢，谁在卖这个药剂？有些大公会都直接悬赏了，说想要包圆。这家伙是不是什么隐藏职业啊？不然怎么就他能够制作这样的药剂呢？沈毅贩卖初级经验药剂的事情，很快的就被人给注意到了。当看到如此牛逼的药剂问世，一下子引起了游戏内的轰动了。沈毅边制作着药剂，边看着新手村区域内的聊天，嘴角上扬。这是意料之中的事情，他早就猜到了，自己这药剂一问世，肯定引起哗然。还好他聪明的选择了隐藏自己的信息，不然老底要被人给翻出来。第26章神奇设备休养仓。吼，50万了，这辈子没有见过那么多钱啊！哈哈哈。时间慢慢过去，几个小时之后，沈毅的嘴都已经咧开了。此刻他银行卡里已经多出了整整50万的存款，全是过去几个小时内沈毅通过游戏币兑换来的。沈毅此刻的药剂生意无比的红火呀，估摸着现在交易频道里无数人盯着沈毅，只要沈毅一出货，对方就直接的选择购买，这让沈毅赚的是盆满钵溢，心中也是相当的心满意足啊。系统提示：玩家请注意，有人正在通过有些虚拟设备唤醒玩家。就的沈毅搓药剂转得飞起的时候，系统跳出来了一个警告的示意。沈毅一愣，看着系统提示，然后又看了一眼现实时间，当下的就明白是什么情况了。我靠，早晨7点了呀，这一晚上就那么过去了。此时此刻已经是早晨的7点了，能够唤醒自己的无非就是家里的5个姐姐。沈毅用屁股想都知道，肯定是某个姐姐进入到了自己的房间内，然后看到自己还带着设备呢，正在叫醒自己呢。也好，下线跟他们沟通一下。
沈毅当下的也没有什么迟疑，直接的选择了退出游戏下线。干嘛？你们要干嘛？刚下游戏，沈毅睁开眼，瞬间的差点把自己给送走了。当其一睁眼的瞬间，看到的就是5个脑袋齐刷刷的亮相在了沈毅的面前，此刻正用目光盯着沈毅。大姐沈月、二姐沈倩、三姐沈瑜、四姐沈凌，包括5姐沈岩都在。臭弟弟，你居然通宵玩游戏，说你是不是通宵了？沈岩伸出手一把拧住了沈毅的耳朵，恶狠狠地质问道：是啊，臭弟弟，你不是说好了我们下线你就跟着一块下的吗？没想到你偷玩一晚上。三姐也是瞪眼看着沈毅问道：小弟，你这样不好，熬夜对身体不好的，你还骗我们。大姐也有些不满地说道：弟弟，这次我都不帮你了。二姐也是严肃地说道。四姐没说话，只是点点头，显然她的意思是表示同意，沈毅有罪。别介啊，姐姐们，我错了，我错了，是我不好，我不对，下次我不怎么样了，下次啊，我带你们一块通宵。沈毅立马的求饶，然后说道：什么？异口同声，5女瞪大的眼睛瞪着沈毅，没想到沈毅如此不知悔改，自己通宵就算了，还想带着他们一块通宵，瞬间的让他们觉得沈毅废了，这是玩物丧志了呀。别急，别急，姐姐们，听弟弟我说。看到5人大有要口诛笔伐，将自己给凌迟处死的架势，沈毅立马的举手说道，表示听自己狡辩一下。你说，倒要听听你想说什么。三姐叉腰，指着沈毅说道，一副判官老爷的架势。姐，难道你们昨天下线没有感觉自己一点都不累，一点都不困，很精神吗？甚至于像是已经睡过一觉一样，顺便做了一个 SPA 的感觉。沈毅抬头对着5个姐姐问道。此话一出，5女一愣，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竟都是不由自主的点点头。哎，是那么一回事哦，昨天下线之后，我就想着赶紧睡觉来着，毕竟有个面试，可翻来覆去都睡不着，越睡越精神，我都怀疑是自己过于紧张，导致失眠了，一直熬到早晨都没睡着，现在还很精神呢。对，我也有这种感觉，就一点困意都没有。我是闭眼了一晚上，但我没有睡着。我也是。原来你们都是啊。我其实也没有睡着，刷了一晚上的电视剧。5女都尴尬了，表示其实他们也算变相的熬夜了一晚上，因为下线后压根就没有睡着，人是相当精神。臭弟弟，你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发现大家都是这样，1、2个是巧合，5个那就不是巧合了。当下的他们看向了沈毅问道，显然似乎沈毅知晓其中的原因啊。当然知道了，其实很简单，因为这个游戏虚拟设备，它不光可以让你们进入游戏，还能够在你们游戏的时候温养你们的大脑，缓解你们大脑的必备，还能够让你们放松全身的肌肉等诸多疗效。你们在游戏的时候，其实身体是极为放松与进入到休息状态的，甚至于比直接睡觉更能够让身体得到放松与休息。所以当你们从游戏内出来的时候，身体其实已经恢复到了最佳状态，你们能够睡得着才怪呢。简单来说，你们在玩游戏的时候已经给身体休息过了。沈毅嘿嘿笑着，然后解释道。啥？果然听到沈毅这话，几女都震惊了，看向了那套游戏设备。这东西那么高科技，弟弟你不会骗我们吧？怎么可能有这样的东西，又能玩游戏又能当休息舱？对啊，这样的东西不应该很贵吗？可白送给我们。几人都表示严重怀疑沈毅的话是骗人的，这怎么可能啊？真有这样的高科技，拿来玩游戏也太让人无法接受了吧？当然是真的，你们不都已经体验到了吗？我之所以昨天没有直接跟你们说，你就是因为怕你们不相信我，我得让你们自己体验一下，你们才能后知道我说的不是假的。眼下不是都已经证明了一切了吗？你们一晚上没有睡都还龙精虎猛呢，比之前睡觉都精神吧？沈毅看着他们说道。这当然是有可能的，因为事实上即便是后来融合世界后都没有人知晓这游戏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一开始给人发游戏设备的又究竟是谁。显然前世沈毅无法解开这些谜团，这一世沈毅能不能够解开，那就看天意了。这下几人都面面相觑了，觉得沈毅有些扯，但事实摆在眼前，显然事实胜于雄辩啊。所以啊，看似我通宵了一个晚上，事实上我比姐姐你们休息了更多的时间。第27章50万，老弟你去卖屁股了吗？几率被沈毅的话说的有些面面相觑，又好气又好笑的样子。可他们显然可以看出来，沈毅说的应该是真的，因为通宵过的人都知道，一个人通完宵的面貌应该是无精打采，很没有精神的，面色也会很差。可如今的沈毅荣华焕发，精神气十足，甚至于皮肤都显得很好，神色饱满，哪里有半分通宵人的模样？显然的，沈毅说的大概率是真的。
没想到啊，这玩个游戏还有美容的效果。真这样的话，西西，弟弟，以后姐姐多陪你玩玩。之前还担心呢，要是真工作了没时间陪老弟你玩游戏了，这下好了。如果玩游戏相当于是睡觉的话，那我可以多陪你玩一会了。几人你一句我一言的说道，显然是承认了沈毅的说法，表示这样的话倒是挺不错的。虽然觉得不可思议，但却让人有些欣喜。好了，既然都知晓了，那就出来吃饭吧。早餐都做好了，老三你不是还要面试去吗？可别迟到了。一看误会解除，大姐就招呼众人出去吃饭。秋豆麻袋。然而就在沈毅的几个姐姐要出门的时候，沈毅大声地叫住了他们。怎么了弟弟？还有什么事情吗？沈月疑惑地看向了忽然抽风的沈毅，疑惑不解地问道。其余几人也是纷纷地看向了沈毅，一脸的不解表情，不知道沈毅又要干什么。几位姐姐，我给你们看一样东西。沈毅神秘的一笑，紧接着的从床头边上拿过了自己的手机，迅速的操作了一番之后，将手机屏幕对准了几女。姐，你们看看，我手机银行上面的余额是多少？沈毅笑着问道。个10、100、千万、10万、50万。卧槽，老弟，你怎么会有50万的存款？你抢银行了？弟弟，你不会把自己卖给富婆了吧？别啊，姐姐赚钱养你，你可别便宜了那些母猪富婆呀。是啊，小弟，你干什么了？怎么会有那么多钱啊？几女在沈毅的提醒下，纷纷的看向了沈毅的手机，然后就看着沈毅手机银行上显示的余额。当看清楚沈毅的余额是多少钱之后，几人瞬间的震惊了，一个个吃惊的道，表情更是显得无比的震惊，仿佛是见鬼了一样，盯着沈毅的手机道：沈毅有多少私房钱，他们是知道的，都比脸都还干净，100零钱都算沈毅富裕了。可没有想到的是，此刻沈毅的手机银行里居然有整整的50万，这无疑是一笔巨款啊，让几人难以理解这钱是从何而来的。西西，这钱是我从游戏里刚赚的，就在姐姐们下线之后，我遇到了一番奇遇，然后就赚到了那么多的钱。沈毅嘿嘿的笑着，冲着5个姐姐说道：什么？游戏里赚的？这怎么可能啊？就是臭弟弟，你又骗人，游戏里是可以赚钱，但几个小时赚50万，这比卖屁股还赚钱，怎么可能是游戏里赚的？对啊，弟弟，到底怎么一回事？不会犯法吧？你别乱来啊。沈毅的话自然是受到了强烈的质疑了，大家都不愿意相信沈毅说的是真的，都认为沈毅是在放屁，怎么可能游戏里能够赚那么多钱？是有人通过游戏搬砖赚钱，但也不至于赚那么快，他们才下线多久啊？沈毅居然已经赚了50万了。细节慢慢跟你们说，走，咱们餐厅里，边吃边说。沈毅并不像要隐瞒什么，当下的示意去餐厅里边吃早饭边说。几女虽然内心充满了困惑与不解，不过听到沈毅那么说，倒也不再多说什么了，一个个的都跟着一块出门。唯一隐藏职业，偷了一个药剂配方，要贩子卖药。眼下显然餐桌上除了沈毅吃饭吃得欢快，其余人都无心吃饭，而沈毅不管他们，边吃边将自己在他们下线之后所发生的事情全部都一五一十的告诉给了他们知道。沈毅并没有隐瞒，这也没有什么好隐瞒的，自己5个姐姐是自己最亲近的人，除了重生这件事不能说是自己的秘密以外，任何事情他都能够与自己几个姐姐分享。对，唯一隐藏职业，也就是游戏里最强大的职业，无法重复，整个游戏里就只有那么一个人的职业被我转职到了。其实姐姐们，你们也都是唯一隐藏职业，大姐的元素女皇是，二姐的6翼天使是，三姐的圣龙骑士而已是，包括世界的心灵射手和5姐的凤凰祭司都是唯一隐藏职业，整个游戏里就你们几个拥有这样的职业。我原本只是一个普通的职业，不过因为机缘巧合也成为了唯一隐藏职业，这是我昨天你们下线后通过那个给我转职卷轴的人那里得来的消息。沈毅添油加醋，开始给自己的5个姐姐科普到底什么是唯一隐藏职业，然后将他们是唯一隐藏职业的事实告诉给了他们知晓。不过呢，沈毅撒了一点谎，把这些信息得来的渠道说成是 NPC 那里得来的。因为我的职业现在是盗贼了，所以无意间偷到了一个配方，就这样通过配方赚到了钱了。事情就是这样，你们不信的话可以打开游戏论坛，现在有些论坛上应该不少帖子都在谈论这个初级经验药剂的事情，可以证明你们的老弟我没有去杀人放火抢劫，更没有去卖屁股。沈毅笑着说道。听到沈毅的话，迅速的吴姐沈岩跑进了自己的房间，然后很快的捧着自己的笔记本出来。还真是哎，老弟真的没有撒谎哎。当打开论坛的时候，论坛里果然充斥着对于初级经验药剂的讨论，这也证明了沈毅并没有撒谎，说的都是真的。我们居然都是唯一隐藏职业，这听上去好玄幻啊。得知了真相，几人不免的都有些错愕，感觉有些不真实了。第28章家庭会议全职上线。姐姐们，所以啊，
我们的机遇来了。事实已经摆在眼前了，靠游戏，我们能够赚到钱。就拿这50万来说吧，我就一晚上几个小时的功夫就赚到了50万啊！试想一下，50万，打工我们得赚多久才能够赚到这一笔钱啊？所以说，打工是不可能打工的，这辈子想靠着打工过上好日子太艰难了。姐姐们，我们眼下有那么好资源，一门6个神职啊！这要是跑去打工，那岂不是让老天爷都看不下去了吗？我有一个建议，我们全职吧，全家全职玩，浩劫前夕，依靠这款游戏来实现财富自由。事实已经证明了，这款游戏是能够赚到钱的，所以姐姐们，你们也没必要再去上班赚钱了，我都能够养你们了。沈毅看着几个姐姐，最终定下了自己的基调，那就是说服他们全职跟着自己的玩游戏。说真的，知道5年后游戏就会融合世界，让世界大变的沈毅，他是压根不想浪费一点时间在现实生活的生计上的。因为不管你现在怎么努力，如何的身居高位，或者是拥有亿万财富，当游戏降临的那一刻起，那些东西就都是垃圾与过去式了。有这功夫，还不如在游戏里多多的提升自己的实力，让自己的实力更强呢。眼下沈毅所做的这一切，就是为了说服自己的5个姐姐成为浩劫前夕的全职玩家，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游戏里去。前世他们根本没有接触这款游戏，导致后期即便拥有逆天的天赋都导致了崩盘。如今沈毅众生当然要带着他们从起跑线就逆天改命喽。而拥有养家糊口的资本，这是让他们放心全职的关键。好啊，老弟，西西，你吴姐，我正愁不好找工作呢。既然如此，吴姐以后就靠你养了，我同意全职陪我老弟玩游戏。吴姐沈岩没有丝毫犹豫，第一个跳了出来。不过她不是反对，而是赞同。显然的，对于上班与玩游戏，沈岩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玩游戏。这会不会不靠谱啊？靠这一款游戏赚钱，短时间内可能行，但以后呢？大姐沈月蹙眉，眼神里带着一抹担忧。很明显的，沈月对此保留一些意见。她不否认沈毅的说法，的确能赚钱，这是摆在眼前的事实。但未来如何，她不知道。难道他们靠着一款游戏能够一直赚到钱吗？大姐，我倒是觉得小弟说的有道理。这款游戏如今的热度那么高，而且那么神奇，说明其只会影响力越来越大。再看看小弟几个小时就赚到了几十万，这还只是起步呢，日后肯定能够赚到更多。与其考虑以后的事情，不如现在把握住机会。我赞同小弟，我觉得可以全职。三姐沈瑜这会也站出来了，她是表态同意沈毅的说法，觉得不管以后如何，但眼下有这个机遇要把握住。我听大家的。二姐软糯的说道，她没有什么主见，就随波逐流喽。沈毅的目光看向了四姐，四姐不怎么说话的，就是个冰山美人。看到沈毅看向自己，沈凌嘴角勾起一抹弧度。行，简单的话语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大姐，你看，大家都同意，我知道你有顾虑，但我觉得大家还那么年轻，你们才刚毕业，我甚至于还在读书呢，没有必要畏手畏脚的。年轻就是我们尝试的资本啊，如果不行，我们也有转换的余地。如果成功，也许几年多时间就足够我们实现财富自由了。大姐，你说呢？沈毅的目光看向了沈月，说道。现在5个姐姐，3个表态同意，1个随波逐流，剩下大姐沈月一锤定音。好吧，既然你们都想试试，那就试试吧，大不了跟小弟说的一样，我们可以及时止损，我们还年轻。沈月倒也没有纠结太久，沉吟了片刻后就答应了下来。太好了，不用去面什么狗屁事了。一看大姐同意，3姐沈玉立马的兴奋叫了起来。本来今天她都要去面试的，如今既然家庭会议已经通过了全家全职，那她也就不必去面试了。西西，太好了，以后我们一家人齐齐整整的，可以天天在一起了。吴姐也是很开心，4姐没说话，只是嘴角荡漾的笑容表示她内心也很开心。以后我每天给你们做好吃的。2姐也很开心，一家人能够一起住在一起生活，那自然是很好的。哎，小弟，你怎么把钱都转给我了？当大家都表现得很开心的时候，沈月的手机提示自己账户内多了50万。当下的他的目光看向了沈毅，很显然这是沈毅的50万。大姐，你是大家长，大家的生活开支都是你来负责的，这钱就当是我支持家庭的开支。沈毅笑着回答，50万应该够他们1年的舒舒服服的不上班不工作了。而这50万对于现在的沈毅来说简直是洒洒水了，都自己吃完饭继续上线，搓药搓几个小时，立马就能够再赚到几十乃至于上百万了。事实上，现在沈毅身上有上百万的水晶币没出呢。弟弟你真好，以后再也不让你给姐姐洗丝袜了。3姐沈玉直接贴到了沈毅的身上，然后捧着沈毅的脸说道，就差给沈毅来上一口了。赚钱给姐姐买个 LV 吧。沈毅捧着沈毅的脸笑嘻嘻地说道。
好说好说，三姐，只要你不让我给你洗丝袜，爱马仕都给你买。等你老弟我上线去搓药剂，钱很快就赚到了。沈毅被捧着脸，当下嘟嘴说道：“真的呀，西西有弟弟真好。老弟不能偏心啊，你5姐我喜欢保时捷911很久了，给我买。呵，把命给你算了，5姐，我还有2个腰子，干脆你都给你。你看看能不能换911 2个车轱辘。”第29章再次上线，冲击10级。老弟在呢，我们上线了。在决定全家全职玩网游之后，众人吃完早饭，收拾完碗筷之后，众人再次的选择了上线。沈毅刚登录游戏，沈瑜就发来了消息。沈毅见状，直接的发送了组队邀请，然后把自己5个姐姐全部的组队到了队伍里。弟弟，我们接下去做什么？队伍频道内，沈月对着沈毅问道。升级，升到10级。我们现在处于绝对的第一梯队，所以先升到10级之后出新手村。出了新手村，这个游戏才刚刚开始呢。姐，你们在新手村的村口等我，我马上就来。沈毅冲着自己的几个姐姐嘱咐了一句，随后在 NPC 处又是大量的购入了制作初级经验药剂的原材料。升级搓药2不误。哟，弟弟，你的样子不一样了呀。等沈毅赶到汇合地点的时候，沈毅的几个姐姐看到沈毅的模样，当即都不由自主地喊了出来。在转职成为暗翼盗贼之后，沈毅的样子就有所变态了。此刻沈毅一头银色的长发，身姿挺拔，全身是黑色的紧身衣，给人的感觉就像是黑暗之中的猎手一样的那种感觉，特别是一双眼睛变得无比犀利了起来，酷帅的，还带着一抹冷峻。嘿，那可不是，本来就底子好。沈毅一笑，臭弟弟，给我瞧瞧你说的那个经验药剂长什么样子。沈岩看着沈毅，立马的问道。对于赚大钱的药剂，他充满了一丝的好奇。沈毅倒也不墨迹，直接的掏出了几瓶药剂，递给了自己的5个姐姐。老姐们，你们分配一下，过会升级的时候可以使用，这个就是初级经验药剂。哇，真的哎，可以提升 15% 的经验加成，那效率的确快许多，平白多了 15% 的经验。那我们去升级吧，还等什么呢？不是冲10级吗？几人接过药剂，看到果真如同沈毅所说的那样，大家心情瞬间的也变得更为的激动了。走吧，副本输不了，副本的刷新时间是不同的，新手副本有24小时的刷新限制，咱们之前刷过了，眼下肯定是刷不了的，只能去练级区了。打副本给的经验比练级区的要高许多，本来打副本应该是最快升10级的，可因为昨天就打过副本了，所以副本现在还是冷却状态，需要过去24小时之后才能够再次开启副本。等24小时，估摸着沈毅他们都已经出新手村了，所以他们果断的选择朝着练级区而去。好多人啊，又多了不少的玩家，高等级的练级区也已经有人了，看来一晚上的功夫，大家的等级都上去了。走过一个个的练级区，与刚开始大家都守在村口打低等级的怪不同，眼下开服都已经半天了，大家的等级也逐渐的上去了，所以逐渐的高等级的玩家也变得多了起来。沈毅他们0级就打10级的怪，眼下自然是不可能的打低于10级的怪的，所以再次的来到了哥布林的练级区，这是整个新手村里等级最高的怪了。老姐们，你们打怪物吧，按照昨天的流程就可以了，别忘记的喝初级经验药剂。来到了练级区，沈毅一屁股坐在了边上，然后对着自己的5个姐姐说道：臭弟弟，你不是都已经转职了，又摸鱼？沈岩看到沈毅一屁股坐在地上，丝毫没有要来参与打怪的意思，当下气鼓鼓的冲着沈毅问道。沈毅闻言，抬头嬉笑着看着沈岩，没有半点羞愧的意思。吴姐，你的911还想不想要了？我可没有偷懒，我这打算搓药呢，要不不搓药，我来打怪。啊，差点忘了，为亲爱的弟弟，你别介，你坐着慢慢搓，打怪这种小事情，姐姐们效劳就行了，您老可千万不要参与。沈岩闻言，这才反应过来，沈毅是要赚钱的呀，哪有功夫打怪，全家老小的生计都在沈毅一人身上呢。去吧。沈毅大手一挥，示意他们去打怪吧。至于沈毅，那就白吃经验，坐着搓药就行。其实有没有沈毅参与打怪升级的效率都是一样的，因为眼下已经升级到了9级的沈家舞女的实力已经不是0级时候的了。就譬如说沈月的元素女皇吧，一开始还得2个技能才能够打死一个怪物，可如今直接一个火球就能够砸死一个。显然升级之后属性上涨，已经对于10级的哥布林造成了碾压了。但也相对的，越级杀怪的经验加成也因此的没有了。不过好在有经验药剂的帮助，总算经验条涨幅程度还算可以。老弟，赚多少了？2个多小时转眼就过去了。此时沈毅他们的经验条已经来到了9级的 62%， 再过1个多小时，他们应该就能够成功的升级到10级了。乘着休息的时间，沈岩屁颠的跑了过来，对着沈毅问道：西西，又是差不多50万入账了，太爽了。
沈毅闻言，对着沈岩说道：“在过去的2个多小时里，沈毅一直在不停歇的搓药，然后搓一组就直接交易频道里卖掉，就这样的几乎不简单，把他们打怪还要忙碌。不过显然的，收益也是相当可观的。2个多小时，沈毅直接又是暴赚了50万。哇，真那么赚钱啊？不会吧？不会吧？不会真让我实现911梦想吧？”沈岩闻言，双眸明亮：“小了？什么小了？我说吴姐，你格局小了。什么911梦想？911配的上我吴姐吗？你现在应该畅想的是你老弟我什么时候能让你开上科尼赛格？”沈毅嘿嘿一笑，对着沈岩说道：“就自己这赚钱的速度，沈毅感觉自己成为亿万富翁也就是时间问题。好，那我可没有那么贪心。你了解我，只想要911。”沈岩闻言嬉笑着说道。而也就在这时候，一阵熟悉的声音传来，区域公告内再次响起了哥布林首领费尔蒙被激活的消息。第30章10级新的技能千人斩再次触发了哥布林首领。较之于之前第一次，哥布林首领现在沈毅几人面前就更是垃圾了。沈毅这一次都懒得指挥，任由自己5个姐姐技能一通的狂轰滥炸，这哥布林首领的青铜 BOSS 就成功的被击杀了。伴随着 BOSS 的死亡，沈毅他们几个也在一阵升级的白光之中，成功将等级提升到了10级。系统提示：玩家已成功晋升到了10级，前往新手村村长处，触发离村剧情之后，便可以离开新手村，前往各大主城。各大主城详细资料，请询问新手村村长具体了解。系统提示：玩家已成功升级到10级，成功领悟职业技能暗翼血路。系统提示：玩家已成功升级到10级，触发道神之心，显赐符第2重已开启。升到10级之后，沈毅众人便拥有了出新手村的资格了。同时的，沈毅的还领悟了一个职业技能。玩家每升10级都可以自动领悟自己的职业技能，至于职业技能的数量，根据职业的不同，数量也是不同的。而与旁人不一样的是，沈毅的不光触发了职业技能，同时自己的道神之心也在这一刻得到了触发，从而的开启了第2重赐福。暗翼血路主动技能，使用暗翼血路对目标造成物理攻击100%分号加魔法攻击55%的输出伤害，并且触发100%暴击，同时会吸血造成的100%输出伤害，并在接下去15秒内获得血路状态。血路状态下，攻击将吸血伤害输出的30%。CD 70秒，消耗 MP 60。道神赐福2重，被动技能来自于道神的第2重赐福，隐身状态下将每秒恢复5%的最大生命值。死！当沈毅打开自己的界面的一刻，看到了自己获得的全新技能，当下的不由得倒抽一口凉气啊！很显然的，这个技能又是一个强大而又变态的技能。现在沈毅可以肯定了，暗翼盗贼这个职业的确是一个魔武双修的职业，因为眼下自己又获得了一个主动技能，同样是拥有魔法与武力双重攻击的效果的。而暗翼血路这个技能在沈毅看来可太恐怖了，简直是高额输出技能，外加还有续航能力啊！这个技能的说明很简单了，100%触发暴击效果，也就是说使用这个技能打出的伤害必然是暴击的。同时的还可以吸血，第一次攻击伤害是吸收100%的伤害转化为自己的吸血。简单来说，就是如果沈毅给目标造成了1000点的伤害，那么就能够吸血1000点的血量，并且的之后15秒内，沈毅还将获得30%的吸血效果，也就是说造成100点伤害就会吸血30点。这技能如果是在残血状态下使用的话，那简直就是逆天啊！直接可以通过这个技能让自己恢复到满血啊！可想而知，这个暗翼盗贼的强度到底有多么的可怕了。另外，道神的2重赐福也是非常的牛逼，居然能够让沈毅在隐身状态下回血，这技能也是大大增加了沈毅的保命效果呀。试想一下，与人单挑，结果自己都快残血 G 了，这时候一个隐身，然后慢慢的等回血，等再次出现的时候又满血了，对手该是多么绝望啊！难怪前世那个转职成为了暗翼盗贼的人能够成为单挑王，看来这个职业的单挑实力果然非常的变态啊！沈毅在内心啧啧有声道，因为沈毅清晰的记得前世那个转职成为了暗翼盗贼的家伙，在竞技场内曾经连胜100多场不败，这个记录乃至于根本没有人打破。现在当沈毅看到这些个技能的时候，就不得不感叹了，这暗翼盗贼配合道神之心那么变态，这想不强都难啊！哇，大姐，你这个什么技能啊，好帅啊！就在沈毅正在查看自己的技能，感叹这职业与道神之心的变态的时候，周边自己的几个姐姐喧哗了起来了。沈毅抬眼看去，就看到了此刻大姐沈月正在释放魔法，一个巨大的范围魔法被其释放了出来，瞬间的一片区域内流星火雨落下，对一片哥布林造成了范围伤害。我升到10级，又一下子的多了10个技能。沈月边释放着魔法边说道：10个，我去，
那也太变态了吧！我才获得了2个技能。沈岩闻言睁大了眼睛，我就一个是可以给你们增加一个赐福状态的技能，状态下可以持续回血。沈谦郁闷地说道。当听到沈月说自己多了10个技能，他直接懵逼了。嘿嘿，我倒是有2个，不过一个是我自己的，一个是我的圣光龙的。我的圣光龙现在也有技能了。沈瑜这时候兴奋地说道，然后拍了拍他的宝宝圣光龙。当即的，在众人的面前，圣光龙宝宝张开嘴吐出了一口圣光龙息，同样的是一个范围伤害的技能。这也就意味着这头宝宝龙现在也能够帮助圣域作战了。咻！4姐沈灵没有说话，而是直接拉开弓，朝着远处的哥布林射出了一个技能。下一秒，一阵箭雨倾盆下，朝着哥布林而去。很显然的，沈灵领悟的技能也是一个范围伤害的技能。给你们看看我领悟到技能。吴姐沈岩刷宝一样的身上散发出了一阵淡淡的红光，下一秒，这一阵红光落在了沈毅的身上。哎，我身上多了一个增益 buff， 全属性增加 10%， 这就是五妹你领悟的新技能吗？好厉害啊！那可不，还有呢，这个技能才牛逼，小弟看好了。沈岩再次的施法，这一次只单对沈毅施展。伴随着技能释放，一只火凤凰的虚影冲天而起，随后落在了身上。沈毅瞥了一眼，就看到了自己的身上多了一个涅槃的状态。这个状态允许玩家死亡后满血复活一次。这是沈岩领悟的技能，2个都是增益类 buff 技能。第31章，校花南宫木离，未来剑仙。行了，我们走吧，10级了，是时候出新手村了。外面才是真正的大世界，新手村连一个起点都算不上。沈毅的目光看向了众人，然后说道：眼下10级了，沈毅已经迫不及待的要去新手村外的主城了。游戏才刚刚开始呢，出新手村只是人生迈出去的第一步而已。沈毅的姐姐们此刻也是一副跃跃欲试的模样，很显然的也有些迫不及待了。众人也不墨迹什么，当即的回城，准备就此离开新手村。你们干什么？这是我们刷得出来的 boss， 你们这是抢 boss， 太恶劣了。就当沈毅众人朝着新手村的方向往回赶的时候，在路边忽然的发现了一群人聚集在此。不过吸引沈毅他们目标的并非是这些个玩家，而是一头体型巨大的兔子。在这些个人的中间，此刻正有一只体型如同大象一般大小的巨型兔子。最搞笑的是，这头兔子居然是自立行走的，并且的双手居然还戴着一个拳击手套，红红的眼睛一看还有些呆萌与可爱呢。而很显然的，这兔子的造型活脱脱就是一个 boss 的造型啊。而事实上，这兔子也的确是一头 boss。 拳击兔首领兔哥拉是这个 boss 的名称，青铜 boss 显然也是达成了连杀之后出的首领 boss。 美女，这你就说对了，抢 boss 我们就是抢 boss， 怎么了？这游戏也没有规定不允许别人抢 boss 吧？况且美女，你看看，你们也打不过这个 boss 是？你胡说，我们明明都已经控制住 boss 了，要不是你们忽然偷袭我的队友，我的队友怎么可能会被 boss 反杀？这是你们故意的。嘿嘿，故意的又怎么样？你有本事砍我呀！美女，不如这样吧，看在你那么漂亮的份上，哥哥我今天心情好，带你一块打 boss 吧。你爱队伍，哥哥我带你一块升级，你觉得如何？呸，无耻，鬼才跟你组队呢，卑鄙！就在沈毅他们驻足的功夫，几人就听到了他们之间的对话。然而沈毅就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了，这是发生了抢 boss 事件了。游戏里抢 boss 是很正常的事情，特别是野外 boss， 那每天都会上演因为抢 boss 而发生的战斗，有的只是小队之间的战斗，有的甚至于会引发公会之间的大规模战斗。沈毅记得前世曾经因为一个世界 boss 的归属问题，几大公会进行了一场长达5天的公会战，在那场公会战里，死亡次数更甚至于达到了上亿，直接的装备等损失加起来上百亿，可以是夸张无比。所以对于这样的事情，沈毅只能说是稀松平常。而沈毅看了一眼拳击兔的那个 boss， 不过才一个6级的青铜 boss， 沈毅也懒得去抢，正打算离开呢，忽然的沈毅的余光就瞥见了被抢 boss 一方那个女玩家的名字。当看到名字都一瞬间，沈毅瞬间的愣住了。南宫木离，居然是他！沈毅吃惊不已。浩劫前夕不同于别的网游，玩家是没有办法给角色起名字的，在你绑定身份证之后，直接互以身份证上的名字都给角色起名。而之所以沈毅看到南宫木离这个如此的吃惊，只因为他认识南宫木离。无论是前世还是今生，沈毅都认识南宫木离。因为南宫木离不光是沈毅大学的校花之一，还是后来浩劫前夕里被称之为第一美女剑仙的女玩家。没想到啊，在这里遇到了她。难道说南宫木离也是从31257号新手村出去的？沈毅不由暗暗啧舌呀，感觉到了一阵的惊讶。前世沈毅自然是没有与这位校花大美女有什么交集的，一来对方是校花又是学姐，沈毅除了长得稍微帅一点外，压根就没啥特色，
自然不可能与眼前这位大美女有什么联系。另外，南宫木离在游戏里的职业也并非是普通职业。沈毅记得，南宫木离最初的职业是隐藏职业剑仙，后来应该是触发了什么任务，因为的转职成为了唯一隐藏职业瑶光剑仙，最终成为了游戏内的顶级大佬之一，并且的后来融合世界之后，这南宫木离更为牛逼，直接一人守一城，被拥立为了一座城的城主，成为了一方大佬级人物，那更是沈毅仰望的存在啊！这样的人物，沈毅怎么可能会在前世与其有联系呢？只是让沈毅没有想到的是，这未来的第一剑仙，如今却被一群人在新手村内欺负，还被抢了 BOSS。小弟，色眯眯的看啥呢？怎么看上人家了？那女孩长得的确很漂亮啊！就在沈毅诧异的时候，三姐的脑袋凑到了沈毅的面前，然后戏谑的说道，目光同样的看向了不远处的南宫木离。哟，臭弟弟，这刚失恋没多久，又有新目标了呀？让我看看怎么个事。啧，长得不错呀，老弟有眼光。吴姐也凑热闹，看着不远处的南宫木离，啧有声的说道：小弟，怎么回事？弟弟，你认识他？相比于三姐与吴姐，二姐与大姐就比较的正常一些，知道沈毅不是那种好色之徒。当发现沈毅正在看着南宫木离的时候，不由得问道：认识？她是我学校的学姐，还是我们学校的校花。我只是有些诧异，她居然也在玩这个游戏，还跟我们在一个新手村。沈毅倒是没有否认，而是回答说道，指了指南宫木离解释道：学姐啊，校花，这你还等什么？臭弟弟，我看他有麻烦，英雄救美的机会来了，臭弟弟快上。对，弟弟快上，姐给你当后盾。原来是这样啊，那弟弟你要帮忙吗？看他的样子好像的确有麻烦。一群老爷们欺负一个女孩子，太过分了，就算不认识，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帮忙啊？第32章美人落难，沈毅出手。当得知南宫木离居然是沈毅的学姐，还是校花，沈毅的5个姐姐立马的活泛了起来了。都说忘记一段感情最好的方法是再找一个，很显然的，他们觉得沈毅可能还没有从被王梦溪甩的感情里脱困，所以说有这样的机会可不得把握吗？再者说，同为女人，沈毅的几个姐姐看到那几个玩家一群大老爷们欺负一个女孩子，不免的有些恼火与生气，当下的就想着要帮忙。当然了，不过姐，你们暂且停留在这里看着好了，我一个人过去。沈毅闻言，当下的冲着自己5个姐姐说道，示意他们不用出马，自己去就成。老弟，你行不行啊？他们一队人呢，你就一个人，别英雄没有当成，反而做了狗熊。闻言，吴姐有些担心的问道：是啊，要不我陪你过去？三姐也是点头道，有点不确信沈毅能不能行。要不二姐陪你过去吧，给你加血。二姐沈倩看着沈毅，表示自己可以作为辅助帮他。你们也太小看你们弟弟我了吧，我是那么不靠谱的人吗？还有，问一个男人的时候，不能问他行不行，问就是一定行。沈毅翻了一个白眼说道，开玩笑的，自己怎么说也有10年的经验， PK 无数，技术是在线的好吧。前世不过是一个普通职业，沈毅都吊打过不少的隐藏职业，如今他的职业更是强大的暗翼盗贼，区区一队人，沈毅杀他们如同屠鸡宰狗。那小弟，你小心一点，不行我们就出手帮你。闻言，大姐说道，倒是没有阻止沈毅。沈毅既然如此的自信，他们自然当信任对方。好了，沈毅说罢，也不跟众人废话，直接一个暗翼前行，就进入到了前行的隐身状态，然后朝着南宫木离所在的位置而去。美女，你可别小看我们可是皇族公会的人。知道皇族公会吗？网游界公认的10大公会之一，我们会长那可是大名鼎鼎的秦少，让你跟着我们，那是看得起你。只要你跟了我们，以后保准你不光升级简单，还能够带你打各种装备，成为高级玩家，也是很简单的。以后更是没有人敢欺负你。怎么样，美女，来我们队伍啊！此刻，几个抢 BOSS 的还在喋喋不休地对着南宫木离说道，自报家门，言语里充满了诱惑。什么皇族、狗族的，我才不要加入你们的公会呢！你们赶紧离开，这个 BOSS 是我们队伍的，你们快走！嘿，你个臭女人，别不识抬举！要不是看你长得好看，老子想睡你，能跟你这臭丫头逼逼那么多？你别不识抬举！闻言，对方显然有些恼火了，冲着南宫木离说道，眼神瞬间变得有些凶厉了起来了。猪哥，别跟着娘们废话了， BOSS 我扛不住了，快杀了他，不然归属还是他们队伍的。就在双方对决的时候，那前 BOSS 队伍里的主 T 不由得喊了起来。此刻，那个拳击兔 BOSS 正在追着那个主 T 打， BOSS 的血量已经只剩下了 30% 左右。按照输出比，这个 BOSS 的归属还是属于南宫木离他们的，所以要么南宫木离解散队伍放弃归属权，要么就只有将南宫木离干掉，刷新归属权2条路。这也是为什么对方想让南宫木离入队的原因，这样一来，对方解散队伍， BOSS 的归属权可就归他们了。可显然的，
南宫木里选择了拒绝入队，让他们很恼火，而他们的主 T 也有些扛不住 BOSS 的伤害了。臭娘们，最后问你一句，你到底来不来我们队伍？对方恶狠狠地冲着南宫木离说道，一副下最后通牒的样子。休想！南宫木离仰头直接拒绝，显然宁死不屈。好好好，找死！给我干掉他！对方闻言彻底被激怒了，当下对着队伍里其余几人说道。大家闻言虽然有些可惜了南宫木离那么漂亮的女孩，但眼下 BOSS 要紧，也只能够辣手摧花了。以多欺少是吧？皇族的狗更应该死。然而就在众人跃跃欲试，打算将南宫木离击杀的时候，一个阴恻恻的声音在那一伙人队长的背后响起。不等那个猪哥有什么反应呢，一抹血色匕首直接的扎入了对方的后心，暗意被刺。沈毅从隐身状态下出现，身影出现在了其身后。那个猪哥甚至于都还没有看清楚沈毅是谁，血条就消失见底。秒杀！暗意被刺，从背后被刺目标可以增加 30% 的额外伤害。沈毅的如今10级，对方才6级，沈毅高额的上海外加增伤秒杀对手，轻轻松松。啊！你是谁？你杀了我们队长！卧槽！怎么会有个刺客在这里？混蛋！你怎么敢？看到自己的队长被沈毅秒杀，这几个人都傻眼了，旋即反应过来，对着沈毅道，眼神里充满了一丝的震惊。哼！然而沈毅压根就懒得回答对方，此刻自己暗意被刺触发有 5S 暴击几率增加 50% 的效果。沈毅压根没有说话，朝着就近另外的一个人就是刷刷刷3级普攻。然而即便是普攻，伤害也是相当的高，并且直接触发了3次暴击。对方愣是没有任何的反应，看着沈毅当着自己的面把自己给干掉了。卧槽，好快的攻速，好强！剩下3个人直接有些傻眼了，完全没料到沈毅那么牛逼。但这回他们也反应过来了，立马的展开了反击。其中一个魔法师直接吟唱魔法，朝着沈毅丢出魔法砸了过来。沈毅丝毫不慌，找准时机走位，躲过了对方的魔法。下一秒，迅捷的来到了那个魔法师的面前，成5秒时间没过，又是连续快速出手，干脆利落的暴击击杀对方。砰砰！可也就在这空隙间，另外2个玩家对着沈毅发动了攻击，伤害落在了沈毅的身上，还造成了不少伤害，瞬间下降了其1半血。第33章，连杀5人，妹妹有没有男朋友？盗贼到底是脆皮了一些啊！看着自己挨了2下就少了1半血，沈毅不免的心中暗叹一声。盗贼作为出了名的脆皮职业，爆发力与敏捷固然可怕，但抗性真的是差，皮薄血薄，哪怕是身为唯一隐藏职业，这面对对方的伤害都有些吃不消。不过好在沈毅可不光是伤害爆炸，自己的续航能力一样不弱。暗翼血路，丝毫没有犹豫，沈毅直接使出了自己刚领悟的技能暗翼血路技能。身影闪烁，匕首瞬间的划破了敌人的喉咙，一个高额的伤害从目标的头上飘出，紧接着沈毅原本半血的状态直接回满。暗翼血路技能可以吸血，秒杀对方的同时，沈毅直接将血条拉回了健康状态。你！此时此刻，对方只剩下最后2人，一个正在拉扯 BOSS， 另外一个则是直愣愣的看着沈毅，宛如看到了魔鬼一样。看到对方的表情，沈毅嘴角只是露出了一抹嗜血的弧度，下一秒，匕首抬起，朝着对方的脖子抹了过去，戳几下，对方的血条就被沈毅给戳得见底了。瞬杀5人，从沈毅出现到沈毅结束战斗击杀5人，时间不过只过去了短短的1分钟。这不光是等级上的压制，更是职业上技能带来的压制。要说唯一隐藏职业被称之为神职呢，那的确如同神一样的存在啊！老姐们，干活了，帮忙杀一下那个 BOSS。沈毅击杀5人后，在队伍频道内喊道：“行啊，小弟，帅啊！你这个职业好厉害啊，跟个刺客一样，有点帅哦。弟弟太厉害了，一个人单挑5个，好强啊！这下你眼前的学姐怕是要被你迷得5迷3道了。行了，别调侃小弟了，去打 BOSS 吧。”刚才沈毅击杀5人的过程，被沈毅的5个姐姐在远处看得一清二楚。对于沈毅展现出来的高 PK 技巧，他们显然即便还是菜鸟都叹为观止，同时还调侃沈毅在美女面前露脸了。火流雨，一阵范围获悉伤害出现，瞬间的落向了拳击兔 BOSS 与那个还在拉扯 BOSS 的主 T。沈月在10级之后领悟的技能都是范围伤害，直接带走了那个残血的主 T。紧接着，沈毅5个姐姐登场，开始收割 BOSS。别慌 ，BOSS 的归属权还是你们的。我姐他们是帮你们扫尾打 BOSS。 沈毅看着南宫木离从呆愣状态下看向了 BOSS， 害怕对方误会，当即的解释说道：“你们是？”南宫木离的确有些吃惊与错愕，此刻看着眼前的沈毅站在其面前，
刚才的过程他看的是一清二楚，沈毅宛如神兵天将一样的出现，然后摧枯拉朽的就将那几个试图自己 boss 的人全部都给杀了。这一幕让他看得震惊无比，内心震撼沈毅的实力。我们也是练级的，路见不平而已。学姐，其实我见过你，你是江南大学大3金融系的吧？金融系的校花。我们一个学校的，我是大2的，你的学弟。沈毅微微一笑，然后说道：自报家门。啊，你也是江南大学的？果然，当听到了沈毅的话之后，南宫木离更持久，一双美眸盯着沈毅，有些不可置信。是啊，不然我怎么会帮你呢？可不就是因为你的学姐吗？沈毅微微的一笑说道。那还真是巧合啊，没想到能够在这里遇到学弟。学弟，你好厉害啊，居然一个人就击杀了5个人，他们在你面前跟土鸡瓦狗一样，你是怎么做到的？伤害怎么那么高？一脸的好奇，在得知了沈毅是跟他同校的学弟后，南宫木离的警惕心下降了不少，然后对着沈毅问道：等级压制而已，没有什么的。沈毅淡淡的说道，倒是没有过多的透露自己的实力。小弟，搞定了。而就在他妈说话的时候，沈岩他们已经将拳击兔的首领 BOSS 给击杀了。10级的首领此刻在他们的眼里都是一盘菜，6级的就更不用说了。天呐，好漂亮！而当南宫木离看到沈毅的5个姐姐过来的时候，一下子的又惊讶的捂住了自己的嘴，愣愣的看着沈毅的5个姐姐，惊呼道：沈家别的基因没有，但颜值这一块拿捏的妥妥当当的。沈毅人帅，自己5个姐姐更是倾国倾城，个顶个的大美女。纵然是南宫木离这等大美人，看到沈家5个都不由自主的惊叹于他们的美貌。妹妹你也不赖啊。是啊，小姐姐长得可真水灵啊，有男朋友没有啊？被南宫木离夸奖好看，沈家5个女人自然也是很开心的，当下对着他问道，上下打量着，似乎是在考察眼前的这个南宫木离一样。啊！南宫木离傻眼了，上来就被问有没有男朋友，当下的有些错愕。啊什么？没有的话，姐姐给你介绍一个，你看这臭小子怎么样？虽然穷了一点，傻了一点，但长得帅啊，妹妹，你觉得他给你当男朋友行不行？他还是单身狗哦。沈瑜笑嘻嘻的说道，一副看热闹不嫌事大的样子。不是，你们不是他。南宫木离闻言，脸瞬间的红了，然后看着舞女，又看向了沈毅。小美人，别误会哦，我们5个呀，是他的姐姐，亲的哦。看南宫木离的样子，当下的沈岩又说道，他与3姐沈瑜2个活宝，轮番调戏人家南宫木离，一副女流氓的姿态。去，别捣乱。沈毅无语了，翻了一个白眼，这都什么跟什么呀？沈毅都要被自己这2个姐姐搞得崩溃了。他帮南宫木离，可是不是因为贪图人家的美色。沈毅之所以帮对方，当然也不是因为对方是自己的学姐与是学校的校花，他最看重的是南宫木离当下的职业与未来实力啊，这可是未来的第一剑仙啊，实力不可小觑。第34章，添加好友，拉拢的目标。沈毅知道，虽然自己与5个姐姐都是神职，但无论是在游戏里，还是在日后融合的世界里，单打独斗永远是没有出路的。当你面对数以百万级怪物进攻的时候，没有一个强大的团队是根本不可能成事的。所以沈毅重生之后，打从一开始他就没有想过单纯的只是想要培养自己的5个姐姐而已。沈毅的目标很简单，他要打造一个史无前例、前世都未曾出现过强大团队。这样一来的话，无论是在游戏里还是在之后的融合世界里，他们都能够更多的保障自己的利益与安全。简单来说，人多力量大这句话永远不会有什么错误。所以当遇到南宫木离的一瞬间，沈毅想到的并非是对方的美色，而是对方的实力。这个未来的瑶光剑仙，如今也不过还是一个被人欺负的女孩而已。在这个阶段，沈毅与对方结下善缘，为日后拉拢对方做好铺垫，是很划算的一件事。这也就是为什么沈毅会出手帮他的原因了，并非是什么英雄救美，更不是什么贪图美色。姐姐，都是。这下南宫木离更为吃惊了，看着沈毅身后的5个姿色各不相同的沈家女人，他有些难以置信。对，她们是我姐姐，5胞胎。不好意思啊，他们是开玩笑的，没有别的意思。沈毅点点头说道。哇，这样太幸福了吧，5胞胎，你居然有5个姐姐。南宫木离惊讶的道，眼神里流露出了一抹羡慕。作为独生女的她，很希望自己拥有自己的兄弟姐妹，可惜的是，她父母却没有给她生下任何一个弟弟或者妹妹。幸福？沈毅闻言有些汗，表情也有些怪异。臭老弟，你似乎有意见。听到沈毅似乎对于幸福有异议，一条胳膊直接伸过来，然后勒住了沈毅的脖子。沈玉恶狠狠的道，一双美眸斜睨着看着沈毅。不敢，我实在是太幸福了。哼，本来就是。对啊，弟弟，你是身在福中不知福，你看看人家就知道你很幸福。沈毅被几女口诛笔伐，弄得相当的无奈。今天谢谢姐姐们，还有谢谢你，
你叫沈毅是吧？我记住你的名字了，等开学，我一定请你吃饭。南宫木离看着眼前相亲相爱的一家人，眼神里满满的都是羡慕，然后冲着沈毅他们道谢道：毕竟这一次的确是沈毅帮了他的忙。不用客气，都是一个学校的，你还是我学姐，帮忙是应该的。学姐，方便加个好友吗？都是玩一款游戏的，以后有什么问题可以相互帮忙。沈毅主动的对着对方说道，想要添加别人的联系方式。好，我加你好友。南宫木离没有拒绝，而是大方的答应了一下，随后送出了自己的电子名片给沈毅。沈毅接受之后，双方就互相加了好友。姐姐们，能一块加你们吗？南宫木离的目光又看向了沈家五女，说道，一副羞怯的模样。当然可以了，妹妹那可爱漂亮，姐姐们很喜欢你哦。沈毅的几个姐姐没有拒绝，都与南宫木离加上了好友。啊，天哪，姐姐，你们都10级了呀，那么快！还有，你们的职业，我的天哪，你们的职业怎么看上去跟别人的都不一样啊？难道说你们都是唯一隐藏职业？当加上好友，南宫木离查看沈毅他们的名片，紧接着一个个的瞪大了自己的双眼，表情里露出了一抹不可置信的样子。因为此时此刻，他赫然的发现沈毅等人的等级都显示的是10级，并且职业里那几个职业的名称一看就都不简单。联想到沈毅他们刚才展现出来的实力，他瞬间像是明白了什么一样，惊呼着问道：嘘，小声点，学姐，能帮我们保密吗？这件事别告诉别人可以吗？看到对的反应，沈毅并不奇怪，不过沈毅并不想要让自己等人太过于出名了，毕竟来说，人怕出名猪怕壮，现在沈毅还不想招惹来别人的注意。好，我保密。不过你们也太厉害了吧，这怎么会这样？你们一家人怎么都是唯一隐藏职业啊？不是说唯一隐藏职业很稀有吗？南宫木离点点头，但脸上的骇然却还迟迟的挂在脸上，一副不可置信的模样，对着沈毅他们问道，想知道这究竟怎么回事。说好的稀有呢？怎么一下来了一对，还是一家人？运气好吧，我们也不知，进入游戏就是这样的。沈毅当然没法解释了，事实上他一个重生的都不知道这究竟怎么一回事，为什么自己的老姐们会全是唯一隐藏职业？这运气不是好，是逆天了。南宫木离低声呢喃道：学姐，我们要走了，我们这就要出新手村了，等你也出了新手村，有什么再来找我们吧。这个送给你，能够帮你更快的走出新手村。沈毅说着，将包裹里还没有卖出去的几组初级经验药剂交易给对方。天哪，这不是初级经验药剂吗？你怎么有那么多？这东西交易频道里抢都抢不到，100块钱一瓶呢，不能收，太贵重了。当看到沈毅交易给自己的居然是如今最为抢手的经验药剂，当下的南宫木离大吃一惊，说道：这玩意如今就交易频道里有人在卖，一瓶卖100块钱，还供不应求，抢都抢不到。一下子沈毅给了机组，这让他有些吃惊与意外，同时也有些受宠若惊。没事，这玩意就是我卖的，成本不高，你拿着吧。沈毅一笑，对着对方说道：什么？你就是卖这个药剂的人？你？果然，此言一出，南宫木离更是惊得下巴差点掉地上，不可置信地看着沈毅问道，有些被沈毅的话给吓到了。现在很多人都在找卖初级经验药剂的人，没想到这人忽然出现在自己眼前了，竟还是自己的学弟。第35章叫嚣挑衅的言论。是的，沈毅没有否认，而是大方的承认了。那么做的原因并不是沈毅想要装逼，而是因为沈毅知道真诚才是最大的必杀技。另外，自己展露出来的实力越强，那么烙印入对方记忆里的就越多，到时候沈毅拉拢对方也就会变得愈发的容易。天哪，我的学弟居然那么厉害！果然，南宫木离此刻看沈毅的眼神都带着小星星了。没什么的，运气好而已，所以学姐拿着吧，以后有需要再联系。沈毅笑着将东西交易给了对方。好，既然如此，那我就却之不恭了，等开了学，我一定请你吃饭。南宫木离倒也不是一个扭捏的人，当下就收下了沈毅的礼物，然后对着沈毅说道：好。沈毅答应了一声，然后就与对方告辞。可以啊，老弟，那么殷勤，不会真看上人家了吧？弟弟，姐倒是不反对你再找一个女朋友，不过咱们找女朋友不能光看颜值，还是得了解人家的人品之后再做决定。我觉得你还得多观察观察。大姐这话说的对，老弟，美女都善于伪装，你可小心喽，别被美色冲昏了头脑。我看够呛，一个王梦溪都能把咱弟弟迷得晕头转向的，这个南宫木离看着比王梦溪条件可好多了，咱弟弟怕是要过不了人家的美人关。刚才巴巴的给人家送东西，啧。回新手村的路上，几个女人一直在调侃着沈毅，对着沈毅那是一通的说教，把沈毅说的脸都绿了。目光看向了几个人，
沈毅颇为无奈。我说姐姐们，你们能不能别瞎猜了？我之所以那样，是因为我另外有安排，不是你们想的那样，女人只会影响我拔剑的速度。放心，无论是之前的王梦溪也好，还是这个南宫木里也罢，都影响到不到我的。沈毅冲着他们说道，为他们的脑洞而感到一阵的无语啊。自己之所以那么殷勤，可不是因为喜欢南宫木离，他的主要目的还是为了以后能够将对方拉入自己的阵营，最好是在对方弱小的时候就表达出足够的善意，建立良好的关系，这样一来，以后就顺理成章的能够把对方拉入自己的阵营里了。切，自欺欺人。不过显然沈毅的话，他的5个姐姐可没有一个是认同的，都觉得沈毅不过是在死鸭子嘴硬而已。沈毅也懒得反驳，直接的朝着新手村内而去。新手村区域频道，朱辉，他妈的，刚才那个盗贼，你有种给老子出来搞偷袭，算什么本事？有本事咱们再打过，你个王八羔子的，敢欺负我们皇族的人，你小子不想活了，给我出来，老子要跟你打一场。就在这时候，区域频道内，先前那个欺负南宫木离的人，也就是被沈毅一击被刺秒杀的那个队伍的队长，叫做朱慧的，在新手区域频道内不断的喊着话。从对方的话语里可以看出，这家伙明显有些不太服气。很明显的，朱辉觉得自己死得很冤枉，是被沈毅偷袭而死的，越想是越生气，在区域频道内不断的喊着话。卧槽，皇族公会的大佬，谁得罪你了？游戏里居然有人敢得罪皇族公会的人！秀啊！皇族公会果然来了这个游戏，网游界10大公会啊！秦少这次看样子打算在游戏里大展拳脚啊！皇族公会有什么了不起的？老子占天下第一个不服，等日后看老子占天下怎么打你们皇族！哟，看样子新手村不老少公会大佬啊，有没有公会愿意收小弟的呀？一看朱辉自称为皇族公会的在区域频道内叫嚣，当即的新手村看到的不少玩家开始聊了起来。弟弟，皇族公会是什么呀？刚才你杀的那几个人好像是那个公会的，很厉害吗？沈月也看到了区域频道内的言论，当下的对着沈毅问道。还行吧，皇族公会，我们国内10大游戏公会之一，说白了就是一群常年泡在网络上仗势欺人的家伙而已，人数还挺多。他们的会长叫做秦川，就是那个经常上花边新闻的那个花花公子。不用管他们，等以后咱们也建一个公会，吊打他。若在前世，沈毅面对皇族公会还真是忌惮不已，可如今的沈毅压根没有将这个所谓的皇族公会放在眼里。虽然前世的时候这个皇族公会的确很强大，但那又如何？沈毅可不怕他们，沈毅内心是有野心的，他也要建立一个公会，而且要做到成为游戏内第1大公会，等融合世界之后，自己要成为全球顶级的势力。而皇族若是沈毅记得没有错的话，在游戏里的时候也就是排在公会8、9名，等融合世界之后更是落在了20多名，算不得太牛逼。哦，这样啊，不过还是小心一点好，毕竟这些个人看着就很小人，小心他们玩什么阴招。听沈毅如此说，当下的沈月嘱咐道：朱辉占天下的傻逼，现在老子没时间跟你们玩，我们之间的矛盾等以后公会之间自然有解决的时候。那个盗贼，你要是个爷们就给老子到坐标 XXXXX 来，老子在这里等你，不敢来的你就是孙子。沈毅本不予理会对方，然而对方却一副不依不饶的样子，还在那里叫嚣着，这一下子沈毅的脸色就不好看了。妈的，老子不给你点教训，你还真当我是病猫了？姐，你们先回村子里去，我去给这个白痴上课。沈毅眼眸一闪，冲着自己的几个姐姐说道，示意他们先回新手村。我们陪你一块去吧，他们敢那么叫嚣，肯定有埋伏。闻言，沈毅的几个姐姐脸上露出了担忧，对着他说道：没事，我知道他们肯定憋着坏呢，不过我一个人就够了，你们去就暴露太多了，不合适，我一个人去就行。第36章老六行为，扒光你装备。好吧，那弟弟你小心一点啊，我们回新手村等你，要是不行也别勉强，或者叫上我们，我们一块去帮你。眼看着沈毅执意要去，很显然的，沈月他们也没有办法阻拦。再者说，沈毅刚才已经1打5展现过实力了，他们倒是也没有太过于担心沈毅会有什么麻烦。好。沈毅点头，随后朝着皇族的那几个人所透露出来的坐标迅速的而去。朱哥，那家伙不会不来吧？是啊，他会不会不敢来了啊？毕竟咱们那么叫嚣，还把皇族公会的名头拉了出来，他不会怂了。对啊，那家伙刚才要不是偷袭咱们怎么可能会被他给杀掉？不过说回来，这人的实力还的确不错，伤害好高。朱辉，也就是被沈一方才一穿5的那几个家伙，此刻都聚集在了一处。对于刚才被沈毅所杀，他们这些个人自然是感到脸上无光的。一队5个人居然被沈毅一个人给杀穿了，这种屈辱显然是他们无法接受的。
更何况他们作为皇族公会的成员，在别的游戏里已经习惯了欺横霸市的做事风格，如今被人如此欺负，他们自然有些气不过。当下的他们就在区域频道内对着沈毅叫嚣道，企图给自己挽回一点颜面。不过说好了单挑，实则他们6个人却全部都在，表面上只有朱辉站在那里，然而事实上却是其余5个人早已经埋伏在了四周，只要沈毅敢来，他们就敢群起而攻之。哟，还真在啊！皇族的 SB 不会真以为喊几句别人就会来吧？傻子都看得出来是鸿门宴啊！这也太激情了吧！还没出新手村就已经打起来了，不愧是皇族这样的大公会啊，一点亏都不肯吃。哎，有人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了吗？怎么新手村就打起来了？这样太刺激了吧！朱辉在区域频道内叫嚣，自然是引发了不少人的关注。此时此刻，不少凑热闹看好戏发动人顺着对方暴露的坐标就循着味道的过来了。当看到朱辉站在那里，似乎正在等人来的时候，大家纷纷的议论道。很多人看热闹不嫌事大，还在那里调侃：妈的，怂包，只敢偷袭的家伙，你会真认怂了吧？就那么一点胆子吗？要是不敢来了，就乖乖的给爷道个歉，也就当没有发生过，否则的话，你等着也是不会善罢甘休的。朱辉不断的还在区域频道内叫嚣着，试图用言语激怒沈毅，让他出来。SB 让朱辉没想到的是，沈毅已经悄然的来到了此处了。此时此刻，朱辉是处于一个前行隐身状态下的，所以他的到来压根就没有引起半个人的注意。看到朱辉还在区域频道内不断的叫嚣着，沈毅吐出了2个字。随后，沈毅的眼眸一闪，嘴角微微的上扬，悄然的来到了朱辉的身边。系统提示：玩家对目标朱辉使用了暗翼之手，偷窃成功，成功偷窃到了初级血瓶11，对方毫无察觉。看着系统的消息，又看着包裹里偷窃到的血瓶，沈毅一笑。沈毅并没有第一时间选择出手，他打算把眼前的朱辉偷个精光。此刻朱辉的等级只有5级，浩劫前夕内，玩家无论是被怪物杀死，还是被玩家杀死，又或者意外死亡，惩罚都是掉落等级1级。由于刚才被沈毅所击杀，所以说原本6级的对方如今只有5级了。而沈毅10级，对于对方拥有等级压制，偷窃概率很高，外加沈毅的偷窃还有 buff 加成，所以轻轻松松的就得手了，成功从对方的背包里摸到了11个初级红药。等待偷窃的 CD， 当偷窃的 CD 一过，沈毅又是使用了暗翼之手，朝着对方的身上抹去。系统提示：玩家对目标朱辉使用了暗翼之手，偷窃成功，成功偷窃到了新手武器法杖，对方毫无察觉。等偷窃 CD 一过，沈毅又是使用了暗翼之手，对着对方进行了偷窃，这一次居然把对方的武器给偷了。而武器都被偷了，朱辉却压根没有发现，他都没有发现自己背在身后的法杖已经悄无声息的消失了。春看着朱辉还在区域频道内不断的叫嚣，连自己的武器没了都没有发现，沈毅心中冷笑，暗骂道。再次 CD 转完，沈毅又是一次的对着对方使用了偷窃技能。系统提示：玩家对目标朱辉使用了暗翼之手，偷窃成功，成功偷窃到了新手法袍，对方毫无察觉。这一次沈毅直接不当人了，把人家的新手法袍给直接从身上扒了下来。当新手法袍消失的一刻，周围看戏的人都愣住了，大家一个个的瞪了眼睛，看着面前的朱辉，表情无比的怪异。卧槽，朱哥，你干嘛啊？你偷装备干什么？裸奔啊？是啊，朱哥什么情况？你热吗？脱衣服干吗？朱哥，没想到你的身材居然还不错哎。朱哥，你是想要展现你的雄风给周围人看看吗？就在这时候，朱辉的队友纷纷的冲着朱辉说道：什么玩意？你们在说什么？毫无察觉自己已经沈毅脱了法袍的朱辉一脸的疑惑，完全不知道此刻自己已经马赛克了。听到众人的话，不由得一愣，蹙眉问道：大哥，你裸奔了？裸奔？卧槽，怎么回事？老子衣服呢？朱辉先是一愣，随后这才发现自己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被脱掉了衣服，成了马赛克了。此时此刻，他衣不遮体站在众人面前，这才发现周围人此刻异样的目光。妈的，那个盗贼来了，他偷了我的衣服，大家小心！恍然大悟的朱辉立马的想去拿自己的武器，结果往背上那么一掏，下一秒他脸色再次的变了。我法杖呢？妈的，我的武器了！天煞的老贼，把我武器也给偷了！第37章，不服气，村口截杀。朱辉直接 emo 了。此时此刻，他方才发现，不知不觉之中，沈毅这个老六不光是将他的新手法袍给扒掉了，乃至于连武器都给直接偷走了。当他意识到沈毅这个盗贼已经不知不觉的来到了这里的时候，他想着要反击，可没有想到啊，直接连武器都没有了，赤手空拳，他傻乎乎的裸奔站在众人面前，一副呆瓜的表情，
让人看的是滑稽不已。白痴！耳边忽然的响起了一个戏谑的声音，沈毅的身影忽然的在其身后出现，然后在朱辉完全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他直接一个暗翼背刺打了过去。瞬间，朱辉的血条直接见底，一具尸体躺在了地上，成为了灵魂。而沈毅杀完人，直接又是一个暗翼前行隐身了起来。整个过程，沈毅迅捷如风，杀人、隐身，一气呵成，动作连贯，压根让人看不清沈毅到底是做了什么。好快，那人是谁？一下秒了朱辉。卧槽，怎么就死了？这也太快了吧！谁看清楚了？那人是谁啊？哈哈，笑死我了！就这点实力，还叫嚣呢？直接被秒了说，还被扒光了装备秒杀，这皇族公会是人是来搞笑的吧？秀啊，那个盗贼好强啊，这也行！周围人都惊呼了起来，没料到沈毅会忽然的出现，然后又忽然的将人给宰了，来无影去无踪。看着地上躺着的尸体，众人感叹沈毅实力的同时，都不由自主的嘲讽起了朱辉。妈的，那个家伙又把我杀了！朱辉气得破口大骂，脸色异常的难看。老大，他又隐身了，杀完你他就跑了。卧槽，这盗贼也太老溜了吧，来无影去无踪的，我们想要抓他都抓不到啊！老大，现在怎么办？你又挂了。朱辉的队友们都无语了，本来想着抓沈毅报仇，没料到偷鸡不成蚀把米，反被沈毅戏弄加教育了。这朱辉原本6级，现在连续死了2次，一下子变成了4级了。妈的，还能怎么办？老子先复活，你们在原地等我。朱辉骂骂咧咧的，表情十分的难看。如今他们的牧师没有复活技能，所以他眼下死了就是死了，只能够以灵魂状态去新手村复活，这样一来就又会受到死亡惩罚掉1级。狗日的盗贼，偷偷摸摸的算什么英雄？有本事别藏头露尾的！不服气的朱辉继续的在区域频道内叫嚣，显然还是不服气。傻逼吧，盗贼不猥琐，不偷偷摸摸的，还跟你刚正面，那还不如玩战士呢。对啊，玩盗贼本来就是玩阴的，谁玩盗贼跟你刚正面啊？就你还皇族公会的？皇族公会要你都是你这里的傻逼，那这公会也配当国内10大公会？看到朱辉不过脑子的发言，区域频道内一些玩盗贼的玩家，还有一些看热闹的玩家顿时忍不住了。玩盗贼、刺客之类的职业本就是玩阴的，绝对不会跟你玩正面的，这就是这种职业的特性。哪个盗贼要是跟你提着匕首刚正面，那才是蠢贼。事实上，沈毅这种打一招就跑的才是正确的盗贼、刺客类的玩法，关你们屁事！朱辉背对的有些不好意思，也发现自己多少有些失去理智，口不择言了。的确啊，人家盗贼如果跟你玩刚的，何须还玩盗贼啊？但虽然心虚，嘴上却一点都不服气，对着众人就直接开对道，显然很不服气。哼！沈毅冷笑一声，没有废话的，他没有等在原地，而是朝着新手村的村口而去。不多时，一个人从新手村跑了出来，这人就是朱辉。显然，这个朱辉从新手村复活后，跑去商会买了一身的新手装备，毕竟刚才他已经成为了裸掉了。而就在朱辉打算跑回去的时候，忽然的，他的身体一顿，脑袋上出现了一个眩晕的标志。沈毅出现在了他身后，一个被刺直接击晕了对方，不过这次伤害差了一点，没有将其秒杀。不过击晕的效果让对方无路可逃，一击普攻跟上，沈毅直接的右势将对方直接杀死。啊！一声愤怒的咆哮，再次从新手村复活点复活的朱辉此刻已经被杀的只剩下3级了。看着短短时间连死2次，朱辉面如土色。朱哥，你怎么又死了？你又掉了1级。队伍这时候也发现了朱辉的等级从4级掉到了3级，当下的对着他问道：妈的，那个傻逼盗贼在村口埋伏我，又把我杀了1次。朱辉骂骂咧咧的在队伍频道内喊道，脸色十分的难看。啊，他居然敢在村口守你，那怎么办？要不算了吧，朱哥，这个家伙好像是个很厉害的盗贼，咱们没必要在新手村跟他耗着，等以后咱们再找机会报仇。是啊，朱哥，你都掉3级了，太影响节奏了，工会可是有任务的，咱们得在规定时间升到10级去会合的。对啊，朱哥，要不算了吧。其余人没有想到啊，沈毅那么凶残，居然敢在村口截杀朱辉，当下的对着朱辉劝道：连掉3级，虽然是新手村，可这也影响很大了，毕竟他们是工会的人，工会可是有任务给他们规定时间的。不行，不能就那么算了，今天要是算了，我面子往哪搁？你们给我回来，他肯定还在村口埋伏我，你们来新手村接我。不服气的他显然还想着要报复，对着众人说道。朱辉队友虽然有些不太情愿，但他是队长，没办法，只能够听命。妈的，你有本事继续在村门口截杀老子！朱辉再次的在区域频道内喊道，
让沈毅别跑。沈毅冷笑了一声，看着对方还不服气，本来都打算走了，又一下停下了脚步。不多时，沈毅就看到了朱辉的几个猪队友回村，跟着他们的还有一大群看热闹的。显然，看热闹的也发现了，这是转移阵地了呀。朱辉的队友进去没过多久，他们一队6个人就再次的从新手村内出来。此刻，朱辉被保护在人群里，一群人小心戒备的出来。刚出村，他们的目光就左右四顾，似乎是在等沈毅。而沈毅看到这一幕，压根无所谓，他隐身着，悄无声息的就又来到了朱辉的身后。白痴！伴随着2个字，沈毅的匕首又一次的出现在了朱辉的身后，一击被刺，这次毫无悬念，直接秒杀。啊，他来了，攻击！看到朱辉又被秒杀了，朱辉的队友才反应过来，看着正处于包围圈内的沈毅，几人立马的就要动手。可惜的是，他们才要动手，沈毅已经一个前行再次的隐身，消失在了他们的眼前。第38章，服软了，两清了。安静，死一般的寂静。朱辉小队一个个的脸上，现在每个人都是面如土色。他们没有想到，沈毅居然在眼皮子底下把朱辉给宰了，然后能够在众人完全没有反应过来的情况下溜走。隐身下，他们根本没有手段能够破除沈毅的隐身。当沈毅隐身的一瞬间，他们也就是失去了空寂目标了。老大，他又跑了。老大，真算了吧，你又掉了1级了，2级，这一晚上的时间等级白练了呀。是啊，朱哥，算了吧，真抓不住，他的隐身太 bug 了，现阶段根本没有办法限制住他，而且他伤害好高啊，直接秒杀你。看着又成了灵魂的朱辉，几个队友纷纷的劝解道。沈毅的作战风格就很明确，谁也不搞，就搞朱辉一个人，连杀了朱辉3次。此刻朱辉要是再复活一次，他就是成2级了。眼下的朱辉也彻底的无语了，他知道今天自己算是栽了，原本想着报仇，没想到被人连杀3次，至今连沈毅的一根毛都没有碰到呢。这种屈服显然让他有些难以接受，但却又无可奈何。哈哈，皇族的怎么不叫嚣了啊？发现原来小丑是自己了吧？连着被人杀了3次，你也太糗了吧！就这还学人跟人约架，丢人啊！你说你们会长秦少耀是知道这件事，会不会直接把你踢出工会啊？就是说啊，怎么不叫了？继续啊，笑死人了！朱辉不发言了，可区域频道内众人却没有放过他，反过来冲着他一顿的嘲讽，气得朱辉肝疼。妈的，游戏才开始，以后机会多的是，你们少给我拱火。那个盗贼，老子记住你了，你给老子等着，这次算我栽了，等以后这个场子我肯定会讨回来的。朱辉咬牙切齿，但却无可奈何，如今都被人杀回2级了，他也不敢再继续的叫嚣下去了，只能够撂下狠话表示先算了。随后朱辉直接回复火点复活了，刚复活之后只剩下了2级。弟弟怎么样了？你把他怎么样了？也就在这时候，沈月发来了消息，对着沈毅问道。他们都看到了区域频道内的话，一开始还看到朱辉在那里叫嚣，现在则是口气一下子软了许多，很明显的看得出来他有些底气不足了。也没什么，就是被我连杀了3次，现在他只有2级了。沈毅当即回复道。哈哈，这样啊，那算是给了他教训了吧？你什么时候回来？我们都等你呢。沈月对着沈毅问道，听到说连杀对方3级，显然这是已经杀的对方心态崩了认怂了，也是给他最够的教训了。当下问到沈毅什么时候回来。等会，哪那么容易算了，得罪我说几句狠话就算完了，便宜他，我得把他杀回0级。姐，这样你们去领一下生活职业吧。出了新手村后，生活职业也是很重要的。我们6个人，我已经学了药剂师了，我给你们安排一下生活职业，你们去做一下生活职业的任务。沈毅可没打算放过对方，重生一世，沈毅可不想憋屈自己，得罪自己，不把他杀回0级都对不起自己。为了不浪费时间，沈毅打算先让自己5个姐姐去做一下转职成生活职业的任务。毕竟出了新手村后，生活职业也是很重要的。好，你说吧，让我们生活职业选什么？沈月倒也没有阻止沈毅，沈毅高兴就行，他们都等着沈毅呢。大姐，你就学裁缝吧，裁缝可以以后给我们锻造防具类装备，还可以对怪物尸体进行采集，可以获得皮革等材料。让二姐学一个厨师，她本来就是喜欢烹饪的，游戏里也继续做厨师好了。三姐的话，让她学锻造师，以后可以不给我们锻造武器。四姐的话，性子比较冷，就续个农夫吧，可以种植之类的挺好。五姐就随意吧，估摸着她也不接受我的支配。沈毅对着沈月说道，安排他们的生活职业道。其实生活职业之游戏里也是五花八门，拥有非常多的生活职业，但关键的就那么几个。沈毅安排完几个重要岗位之后，剩下自己五姐，他也想不到有什么适合自己五姐的，就让他所以选择吧。好，我知道了，
我再给你邮一些水晶币，你给几个姐姐分一下，领生活职业需要水晶币的。好。沈毅当下的给自己大姐邮了10万水晶币过去，每个人2万水晶币也足够他们使用了。随后沈毅就继续的等着朱辉，看他敢不敢再出来。队长，你还出来吗？要不等等，我怕对方还守在外面。此刻陈辉的队伍也在谈论着，他们看不到沈毅，此时几个人都站在村口，却是不知道此刻朱辉到底该不该出来，沈毅是不是还埋伏在四周围。是啊，队长，要不你给区域频道内放个软化，别再跟他僵持了。有人已到，示意让朱辉说软话。行吧。朱辉见状也属实无奈，只能够在区域频道内喊话。那个盗贼，咱们有矛盾，出了新手村再解决，今日就算了，希望你别再跟我动手。朱辉说道，这算是认怂了。哟，刚才那一股子叫嚣的气势去哪了？这回怎么认怂了？哈哈，没本事就少学人家叫嚣，被教育了吧？散了，还以为是龙争虎斗，没想到是爸爸打儿子。看到朱辉认怂，频道内众人群嘲说道。沈毅见状没说话，嘴角却是冷笑，这回认怂晚喽。过不多时，朱辉屁颠屁颠的从新手村内出来，然而刚出新手村，熟悉的一幕再次上演，一柄匕首透心凉的从后背扎入，直接送他归西。卧槽！众人看着又变成了尸体的朱辉，一个个面面相觑，显然没想到这会轮到沈毅杠上了，不依不饶。妈的！朱辉气炸了，看着自己又变成了尸体，目眦欲裂。然而就在他要忍不住的骂娘的是时候，区域频道内沈毅终于发话了。两清！沈毅没有多说什么，说了一句两清，意思双方罢手。看到沈毅这话，刚要骂娘的朱辉强行的忍下去了。很显然的，虽然又被杀了一次，不过能够换回沈毅罢手，他也就忍了。该死的，给我记住这个盗贼沈毅，早晚找回场子。咬牙切齿的又回去复活了，他都麻木了，连续4次看着自己的等级变成了1级，朱辉欲哭无泪啊。不过总算的，噩梦总算结束了。第39章，睚眦必报，杀回0级。妈的，这吊人，我都认怂了，还要杀我一次。不过算了，杀了就杀了。你们在村口等我，赶紧得把等级补回来，否则的话，任务真要完不成了。朱辉骂骂咧咧的对着队伍内的众人说道。虽然十分的恼火，但也没办法，眼下他们算是认清楚事实了，那就是沈毅太强了，根本不是他们能够对付了的。眼下被杀回1级，他们也只能够认栽了。不过好在的是，沈毅总算是答应放过他们了。想着，朱辉朝着新手村门口走去，他必须要把等级补回来，已经掉5级了，这让他欲哭无泪。等来到了村口，朱辉像是后遗症一样的小心翼翼的出了村口，然后左顾右盼的，直到他都出村口好一会了还没有死，当下的长出了一口气，觉得沈毅说话是算数的，真的不打算继续干自己了。妈的，还算他有点信用，赶紧去把等级补回来。朱辉大手一挥说道。众人答应一声，然后朝着练级区而去。可是还没有走出多远呢，忽然的，队伍里的牧师就发出了一阵的惨叫。啊，我死了！什么？听到队伍里的牧师说自己死了，众人一愣，赶忙的看去，果然此刻发现对方已经化作了一具尸体，灵魂出窍状态，是那个沈毅的盗贼，他把我给秒杀了。牧师说道，欲哭无泪。什么？他居然要对我们发动攻击，不是说好2清了吗？听到说是沈毅，众人一阵错愕。很显然的，刚才沈毅说2清了，可眼下沈毅又开始了。正当几人惊骇的时候，沈毅的身影忽然的又出现了一人身后，然后匕首滑动，直接抹了对方的脖子。朱辉的队伍里又一个人直接被沈毅干掉。这一次，沈毅的身影终于出现在了众人的面前了。沈毅的隐身 CD 还没好，所以这次杀完人没有办法继续隐身了。看着连杀2人后显露身影的沈毅，众人怒火中烧。妈的，你不是说2清了吗？为什么还攻击？朱辉破口大骂，指着沈毅说道。沈毅说2清了，却又发动攻击，这让对方的脸色十分的难看。我又没对你动手，我说了与你2清了，可没说与你其余的队友2清了。沈毅嗤笑一声回答道。什么？听到沈毅的话，众人错愕了。不过一想，好像没毛病。沈毅只是说2清了，却没有说跟谁2清了。如今沈毅杀的是其队友，可不是他朱辉。卧槽，你个卑鄙小人，你耍我们！朱辉闻言大声道。哼，自己蠢，还怪别人。沈毅则冷笑一声，压根没理会。在众人还在错愕的时候，沈毅迅速的又来到了一人身边，然后迅速出手，又是杀了1人。这时候沈毅已经连杀3人，只剩下了朱辉与另外2个队友。卧槽！几人暗骂，
眼看着沈毅朝着他们而来，三人显然明白无路可退，朝着沈毅就迎了上去。可惜沈毅的实力太强，盗贼敏捷又高，一挑三，游刃有余。而朱辉眼下只剩下了一级，压根就没有伤害，沈毅直接无视对方。3下5除2，沈毅轻松解决掉朱辉另外2个队友，此刻只剩下了朱辉一人。妈的，小人，有本事你把我也杀了！朱辉看着只剩下自己一人，眼都红了，这回也不怕沈毅了，反正都已经1级了，大不了就被杀回0级。哎，我这人信用可好了，说了跟你2清，就不会再杀你了。不过呢，我不杀你，有人会杀你。什么？朱辉一愣，还没有反应过来怎么回事呢，就看到几个人忽然冲了过来，带头的人提着一把新手剑，发动技能剑光流转，朝着他一剑而去。这些人不是旁人，正是南宫木离等人。就在刚才，沈毅联系了南宫木离，然后让他过来杀朱辉报仇。朱辉他们刚才抢 BOSS 害死了南宫木离的队友，所以双方也有仇隙，有这样的报仇机会，显然他们也是血性，没有犹豫就过来了。朱辉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最后一个等级是死在南宫木离的手上。此刻化作灵魂的朱辉看着沈毅与南宫木离他们，已经彻底的麻木了。他这次复活后将直接回到0级，等于1天时间白白浪费了。你们好好，你们有种，老子不会放过你们的。你们彻底得罪我了，得罪皇族了，你们就等着皇族公会的报复吧。朱辉彻底的爆发了，怒吼着说道。哼，得了吧，还报仇？你现在都被杀回0级了，估摸着你们公会给你们出新手村的时间是有限的吧？你如今被杀回0级，怕是无法交差，自己都要被扫地出门了，还敢叫嚣？沈毅冷笑着对着对方说道。他虽然不加公会，可也知道那些公会的规矩很多，其实就是一个个的公司，越是正规的公会，规矩越多。像皇族公会这样的公会，规矩肯定很严格，对于自己公会成员有着严格的要求。而如今他被杀回0级，怕是有苦头要吃了。你果然，听到沈毅这话，朱辉的面色一变再变。哼，我告诉你，只要我还没有出新手村，你就别想练级，你升级我就杀，叫你欺负人。南宫木离此刻手中提剑，看着对方说道，虽是女子，却也是快意恩仇。南宫木离知道沈毅已经10级要出新手村了，所以他决定接棒沈毅，继续打压对方，反正自己不出新手村前，对方就别想练级。你朱辉这下真无语了，没想到南宫木离一个漂亮的小姑娘都那么的刚，一下的脸都绿了。你什么你？我劝你还是别说话了，回城躲着吧，等我们出了新手村再跑出来练级，否则你升1级我杀1级，说到做到。南宫木离瞪眼看着对方道。朱辉面色铁青，看着南宫木离与沈毅的样子，知道这次算是彻底完了，也不再多费唇舌，直接回城。他的队友也是跟着死回去了。如今他们5个4级，一个0级，显然已经没有什么底气再嚣张了。南宫木离确实有这个实力压制着他们，让他们也没有脾气。你不怕他们以后报复吗？沈毅看着南宫木离笑着问道。怕什么？游戏而已，绝不向恶势力低头。南宫木离一笑回答道。沈毅闻言也是笑了，这才有第一剑仙的风采啊，自己果然没有看错人。这南宫木离他日必须收入麾下。在与南宫木离等人又交代了几句之后，沈毅也就回城了。这一次沈毅算是立威了，把对方杀回0级，这家伙怕是不好过了。正如沈毅所言，即便对方是皇族的，但他们把事情搞成这样，估摸着自己的日子也不会好过了。是时候出新手村了。第40章东方国度5大主城。学姐，我要出新手村了，这些个家伙现在应该元气大伤，也威胁不到你了。怎么处理你自己看着办吧，要是不解气就继续杀他们几次，要是觉得没必要跟他们纠缠，就早些出新手村吧。沈毅对着南宫木离说道。好，我会斟酌着来的，新手村外见了学弟。南宫木离点点头，一双美眸笑着对沈毅说道。沈毅与南宫木离道别之后，紧接着就回到了新手村内。姐，你们的生活职业弄得怎么样了？我这边已经好了，可以出新手村了。沈毅冲着几个姐姐问道。好，你等着我们都弄得差不多了，马上过来。对，你等等，我们马上就好。嘻嘻，老弟，听说你把对方杀回了0级，是不是真的呀？见沈毅已经处理完了事情，当下的几女回答道。另外，沈毅所作所为，此刻已经是在区域频道内被宣扬的吵翻天了。直接杀回0级，沈毅的这种举动简直得用残暴来形容，当真是让人头皮发麻。眼下不少人都在讨论沈毅到底是什么来头，看职业应该不是普通职业。哼，杀0级算什么？谁让他自己那么蠢？沈毅不在乎的说道。10年的经历让沈毅明白一件事，那就是千万不要退让。当你开始退让的那一刻起，你就注定了会输。所以，与其退让，
不如一开始就显得张牙舞爪，让人畏惧你。在原地搓了10几分钟的药剂之后，沈毅的5个姐姐陆陆续续的回到了新手村内。当6个人集结完毕，沈毅带领着他们直接来到了新手村的村长处。在与村长 NPC 简单的交流之后，出新手村的剧情触发，随后便可以出新手村了。由于沈毅他们所在地区是华国，所以他们能够出新手村的初始地图是东方国度。一个巨大的东方国度地图就此铺开，然后5座主城赫然地呈现在了东方国度的巨大地图上。东方国度一共拥有5座主城，分别为东方的青龙城、西方的白虎城、南方的朱雀城、北方的玄武城，还有就是位于中央的麒麟城。这就是玩家出新手村之后可以前往的5大主城。每个主城都有不同的 NPC 与任务，还有副本，整个游戏体量是非常庞大与恐怖的。出新手村，这才是这个游戏刚刚开始呢。哇，好大的地图啊！老弟，这游戏地图那么大吗？吴姐沈岩此刻也触发了剧情，看着那巨大的东方国度地图，直接傻眼了。很明显的，这个地图的庞大程度令人啧舌不已。吴姐，这就算大吗？如果我告诉你，这东方国度只不过是整个浩劫前夕地图一小部分，那你是不是直接要疯了？沈毅闻言嗤笑了一声说道：真的假的？那么大的地图还是一小部分？是啊弟弟，那这游戏得多大的地图啊？不可能吧？果然，听到沈毅的话，几女都有些吃惊，对着沈毅问道，表情十分的夸张。真的，这游戏是根据你所在国家的身份信息来划分你的游戏出生国度的。咱们华国对应在游戏里的地图就是东方国度，也就是说，咱们现实里有多少个国家，这游戏里同样拥有多少个国家。后期游戏还能够跨国作战、打国战呢。所以啊，对应世界版图，咱们这东方国度的确只是整个游戏的冰山一角，算不得大。沈毅说道。事实也的确是如此，日后融合后的融合世界也是对应游戏里的地图降临融合的。哇，听上去真很了不起哎！听到说这游戏居然是根据现实来制定的地图，几女再次的被深深的震撼到了，一个个的表情十分的骇然。那弟弟，我们去哪个主城啊？震撼过后，看着眼前的5个主城，当下的几女问道。南方朱雀城。沈毅不假思索的就回答了出来。之所以要去朱雀城，自然是因为沈毅前世选的就是朱雀城，对于朱雀城极为的熟悉，所以当然是选择自己熟悉的城邦下手了，把自己记忆里能够捞到的好处先全部都给捞到，然后再去别的城市捞好处。总之，沈毅要把自己记忆里那些好东西全部都纳入自己的手中，不然重生一世他干嘛呢，对吧？好，那我们就传送了呀。等等，过会你们一旦传送出新手村，就会触发排行榜，到时候作为第一批进入主城的玩家，我们肯定会上榜的。为了引起别人的注意，姐，你们记得选择隐匿自己的姓名，能越迟暴露就越迟暴露，毕竟人怕出名猪怕壮。沈毅看着几个姐姐嘱咐道，这游戏存在排行榜系统，作为如今唯一 T0团队，他们一出新手村必然上榜，但为了避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沈毅觉得先隐藏自己的身份无疑是最好的选择。好。闻言，几女答应一声说道。叮嘱完众人，沈毅也不再墨迹什么了，直接选择了出新手村，传送前往南方朱雀城。全服公告，东方国度玩家成功离开新手村，抵达主城，触发排行榜系统。作为全服首个拥有玩家离开新手村的国度，全体东方国度玩家将在24小时内享受 5% 的额外练级经验加成。就在沈毅离开新手村，被传送前往主城的刹那，一个全服公告出现在了全体浩劫前夕玩家的面前。当看到这个全服公告的内容的时候，全世界的浩劫前夕玩家都愣住了，一个个的目瞪口呆。稍寝之后，世界为之沸腾。怎么可能？华国居然有人已经升到10级离开新手村了？为什么那么快？我一个都没有休息，我才7级。不，这不是真的。第一居然被华国给抢占了，这不是真的。5%的经验加成，不，上帝啊，这不公平！卧槽，华国牛逼啊！何人的部将如此勇猛，忽然已经10级了？操，老铁666啊！我华国有牛人啊！敢问大神是谁？第41章，南方朱雀城入排行榜。此公告一出，自是引起了一片轩然大波了。浩劫前夕，全球都是同一时间开服的，现在到开服，满打满算不到24小时，居然已经有人迈出了新手村了。这个消息无疑不是让人感到震惊的。不少作为游戏第一梯段的玩家，此刻看了看自己的等级，也不免的感到了惊讶，因为他们此刻的等级大多都是处于7、8级的状态，这已经是非常快的速度了，但距离10级至少还需要10几20个小时的练级才行。但这个时间点已经有人出新手村了，这速度之快不免让人感到了震惊与骇然。大家都猜测
这出了新手村的人到底是谁？华国的玩家震惊之余，自然是开心的，白白获得了5%经验加成的 buff。别小看了这5%，也足够你解约不少的时间呢。而其余国家的玩家则一个个的面如土色，等于是白白落后于华国玩家5%的练级速度。好在这个 buff 只持续1天，不过太过分，不然的话那真是没办法接受喽。系统提示：玩家已登录东方国度等级排行榜，是否显示自己的身份信息？系统提示：玩家已登录全服等级排行榜，是否显示自己的身份信息？伴随着传送阵的白光，沈毅出现在了一个巨大的传送阵前。刚一出传送阵，系统就发来了消息。沈毅当然不可能暴露自己的身份信息了，直接的选择了隐藏。之前他就预见到了会出现这样的状况，所以还嘱咐了自己的姐姐们隐藏。东方国度等级排行榜 Top 1，玩家姓名匿名，等级10级，职业元素女皇。Top 2，玩家姓名匿名，等级10级，职业心灵射手。Top 3，玩家姓名匿名，等级10级，职业凤凰祭司。Top 4，玩家姓名匿名，等级10级，职业圣龙骑士。Top 5，玩家姓名匿名，等级10级，职业6翼天使。Top 6，玩家姓名匿名，等级10级，职业暗翼盗贼。全服等级排行榜 Top 1，玩家姓名匿名，等级10级，职业元素女皇。Top 2，玩家姓名匿名，等级10级，职业心灵射手。当出了新手村之后，排行榜系统开启。沈毅点开排行榜，此刻就看到了自己等人已经成功上榜了。一个是上了东方国度等级排行榜，一个是上了全服等级排行榜，两个榜单都只有沈毅与自己5个姐姐6人，等级全部都是10级。看到自己几个姐姐的名字都匿名之后，沈毅这才放心下来。臭弟弟，我们上榜了哎，这等级榜有什么用啊？此刻身边沈毅的几个姐姐也陆续的从传送阵内出来，她们自然也收到了系统的消息。当看到这消息的时候，纷纷的疑惑对着沈毅问道，好奇这上排行榜有什么用？当然有用了，这是身份的象征啊，就好比现实里的福布斯排行榜，上去的人那都是有名的首富一样，就是一张脸。如果你上榜了，人家就知道你的实力了啊，到时候见到你万一起冲突什么的，也会3思而后行，想一想要不要跟你起冲突。另外，如果你要搞工会这种，如果你的上榜的玩家就等于是自带名片，是不是就更显得你的实力可靠，号召力也更强啊？最重要的是，排行榜1个月结算一次奖励，每个月排行榜会结算上榜的前50名玩家，会根据排名给予奖励。沈毅闻言对着几个姐姐说道：照你这样说，那我们不是不应该匿名吗？那你为什么要选择让我们匿名啊？一听沈毅这话，当下的沈瑜皱眉问道：既然上榜有那么多好处，为何要匿名？不是实力的象征吗？姐呀，你是一点都不懂什么叫做枪打出头鸟啊！我不是跟你说了吗？人怕出名猪怕壮，我们现在只是散人玩家，并不是像那些公会一样一开始就进驻游戏几千上万人。像我们这样的散人玩家，要是暴露了信息，容易遭到别人的妒忌与针对，会引来各种麻烦，可能人家就会故意来阻击你，让你掉等级掉排行榜之类的。总之，在我们自身足够强大之前，还是尽量低调一些。如果有的选择，甚至于我现在都不想上榜呢。沈毅对着他们说道，自己6人虽然是6个神职，一个个的实力都比普通玩家牛逼，可问题是他们总归只有6个人，而且等级都还太低了。真要被那些有心人针对的话，人家上百个玩家找上门针对你，你不得被针对死啊！故此的，沈毅很清楚，眼下需要低调，所以哪怕是与皇族的人起冲突，沈毅都属于单枪匹马的上，没有拉扯上自己的几个姐姐，就是为了避免过多暴露。小弟说的有道理，人心叵测，我们还是需要小心一点的。沈月点点头，觉得沈毅这话说的十分的有道理。的确啊，小心驶得万年船，沈毅能够想到那么多，他深感欣慰。那好吧，无所谓了，反正我也不在乎。闻言，其余几人也是欣然接受。哇，你们看，天上好大的鸟啊！当他们放下了排行榜这件事之后，几人就开始打量起了这朱雀城来了。当他们抬头的一瞬间，几人的表情瞬间的错愕了，看着天空，眼睛瞪得溜圆，一副不可思议的表情。那是朱雀，朱雀城的守护神兽朱雀，100级的神级 BOSS， 拥有100亿血量的超级神兽。沈毅也抬头看去，此刻朱雀城上空，一头巨大无比的朱雀神鸟正盘旋在上空，那庞大的身躯与华丽羽毛，还有一股强大的气息，让众人感到了震惊无比。而沈毅对此早就已经见怪不怪了，毕竟前世他已经感叹过了。第42章新的征程，盗贼协会。朱雀神兽100级的，拥有100亿血，那么夸张？听到沈毅的话，几女纷纷啧舌。虽然说对于游戏的了解还不是很深刻，但光是听这些个数字，
他们就已经能够感觉到眼前的这个朱雀应该非常的牛逼。那可不，顶级的 BOSS 存在。沈毅一笑，事实上，融合世界之后，这朱雀神兽也在融合世界里出现了。反正在沈毅死的时候，这玩意还没有人能够将它杀掉。估摸着，要是谁能够击败这朱雀，就已经具备了屠神的实力了。哇，好漂亮的城市啊！这个主城也太大了吧！是啊，好有特色的城市啊，像是中西方文明的结合哎。是啊，这个城市可比那个新手村大太多了吧？在感叹完了朱雀城的守护神兽之后，吉女又开始观察起四周的建筑来了。整个朱雀城那比之新手村简直不知道大了多少倍，光是传送阵这一块地区，大大小小的传送法阵就有上百个之多。周围的建筑既有东方的建筑的特点，也带着一些西方元素，中西混合，却没有给人造成不伦不类的感觉，反而掺杂成了一种奇特建筑美学，带着一抹幻想的玄幻世界的感觉。这可是主城，自然很大，要探索完整个主城的话，怕是没有几天功夫都不可能。神医说道，这就是这个游戏魅力所在。整个朱雀城的庞大程度，你要是光从观光的角度来走遍全城，沈毅记得前世有人干过，对方花了好几天的时间。事实上，沈毅在朱雀城待了5年，在融合世界之前，他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把朱雀城逛遍，这就已经足够说明这个城市之庞大了。真的吗？那么大？果然，当听到沈毅那么说的一刻，众人又是一阵惊呼。好了，姐姐们，这些以后慢慢再去了解。主城虽然很大，但以我们现在的等级，能够接触的东西还很少，等级上去了，才能够触碰到更多的东西。眼下，我们当务之急是继续升级。沈毅看着吉女说道。沈毅此刻脑海里有很多事情要做，但这些事情以他们现在的等级，压根就无法去完成。所以，沈毅脑海里的攻略再多也没有用，但务要做到，还是得先把等级给升上去。好吧，听到沈毅那么说，众女安耐下了探索这主城的好奇心。那弟弟，我们现在去练级吗？去哪练级啊？沈谦看向了沈毅，好奇地问道。现在，听我说，我们先去一下各自职业的协会，然后去领取协会内的讨伐任务。这些讨伐任务都是让讨伐周边练级区内的怪物，完成这些讨伐任务可以额外的获得任务经验和奖励，还能够获得协会的职业积分。任务升级两不误，所以我们现在先去职业协会，直接通过主城的城内传送阵就能够抵达协会中心。跟我来吧。沈毅驾轻就熟，一般新手玩家压根不知道协会还能够领取讨伐任务，这些个讨伐任务一般都是让你去周边打打怪之类的，任务很简单，还可能够获得额外的任务简历，是帮助快速升级的好方法。很多人都是在出了新手村好几天，乃至于好几个月后才发现，居然还有讨伐任务这种又能够练级又能够做任务的事情。沈毅自然是知道的，所以当下选择先前往协会中心领取讨伐任务。沈毅几个姐姐自然也没有异议，跟着沈毅一块传送到了职业协会。职业协会统一都设置在朱雀城的协会中心区域，根据不同职业，各家协会则有着各自的办公地点。沈毅嘱咐他们前往自己所属的职业协会里领取任务，而他自己也从地图上找到了盗贼协会，紧接着朝着盗贼协会而去。与几个姐姐约定过会领了人任务后，在协会中心的传送点汇合。七拐八拐的，沈毅终于是来到了盗贼协会的协会大楼面前。前世的时候，沈毅的职业并不是盗贼，所以他前世计算在朱雀城待了5年都没有进入过盗贼协会。此刻看着盗贼协会，沈毅这才发现这协会所在的位置果然很有盗贼这个职业的特色，直接就在协会中心的最角落处。步入盗贼协会，里面倒是挺热闹的，有着许多的 NPC 正在忙碌的工作。这个游戏的 NPC 逼真程度与玩家几乎一模一样，拥有着各种情绪还有独立思考的能力，甚至于的 NPC 还能与玩家结婚生子。事实上，很多玩家在这款游戏里与 NPC 结婚生孩子的。最让人感到震惊的是，融合世界后，这些 NPC 没有消失，而是与玩家平起平坐。也就是说，其实严格意义上说，等融合世界后，这些 NPC 就是玩家，玩家也就成了 NPC。但如今游戏内 NPC 与玩家的区别还是有的，就是玩家死亡只需要掉等级，但 NPC 死亡就真死亡了。你好，我是新来的盗贼，想要注册一下身份，并且领取一下协会的讨伐任务。沈毅来到了一个 NPC 面前，对着对方说道，直接表明了来意。哦，可爱的小盗贼，欢迎你来到盗贼协会，我这就帮你登记注册信息。NPC 很客气，看了一眼沈毅说道，随后就掏出了一枚水晶放在了沈毅的面前，示意沈毅将手覆盖上去，这样就登记好信息了。沈毅也不陌生，直接伸手覆盖在了水晶上，下一秒水晶一阵闪烁，沈毅的信息就出现在了 NPC 的操作台上。天哪，暗翼盗贼，你的职业居然是暗翼盗贼！
然而，当 NPC 看清楚沈毅的职业之后，惊呼了出来，不可思议地看向了沈毅。是的，这有什么问题吗？由于前世并不是唯一隐藏职业，所以沈毅也不知晓唯一隐藏职业登记是什么流程。看到对方的表情，沈毅似乎察觉到了什么，当下的问道。第43章 SSS 级地狱难度任务竞审考核。尊敬的暗翼盗贼阁下，由于你的身份过于特殊，我没有权限接待您，所以我得把您的信息报告给会长大人，让他亲自接待您。NPC 沈毅一脸的尊敬表情，然后冲着沈毅说道。闻言，沈毅一愣，没想到还有这样的意外，原来唯一隐藏职业还有这种待遇吗？他之前倒是没有听说过，毕竟前世唯一隐藏职业的大佬也就那么一些。弟弟，怎么回事？我到了协会这里，那个 NPC 说要让他们的会长来接待我。对，我也是。是啊，我这里也一样。相同的情况不光是沈毅一个人遇到了，事实上就是沈毅的几个姐姐，同样作为唯一隐藏职业的他们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那就是协会大厅内的 NPC 接待等级不够，需要协会的会长亲自来接待他们。不用慌，应该是因为我们都是唯一隐藏职业所造成的情况，不需要担心，就按照流程走好了，没事的，我这也一样。沈毅在队伍频道内说道，表示自己也遇到了一样的情况，让他们不用担心，就跟着做就好了。根据沈毅的游戏经验看，发生这种情况大概率是触发了一些什么隐藏任务之类的，估摸着就是因为他们是唯一隐藏职业，所以才触发了此类的任务吧。哦，好的，那行，我们跟着看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姬女听沈毅如此说道，当下的答应道。而也就在这功夫的时间，沈毅看到从盗贼协会的楼上，一个小老头匆匆忙忙地跑了下来。这是盗贼协会的会长老土豆。沈毅看着跑下楼的人，脸上的表情不免有些古怪。走向自己的是一个只有1.4米左右个头的小老头，长得还挺喜感的，就像是一个土豆一样。当其靠近的时候，沈毅就清晰地看到了对方的称呼了：朱雀城盗贼协会会长司空震，并且在司空震的名头前面还有一枚散发着钻石光芒的图标，这是表示对方的实力达到了传奇级的标志。也就是说，别看眼前的老土豆长得不怎么样，可对方却是一个达到了传奇级的人物。暗翼盗贼，真的是暗翼盗贼，小朋友，你是从哪里冒出来的？暗翼盗贼啊，多少年了，暗翼盗贼终于重现现世了。司空震来到了沈毅的面前后，就像是一个激动的孩子，围绕着沈毅就是一通乱转，眼眸里满是兴奋，表情更是显得十分激动。抱歉，失态了，小朋友别在意，只是我太久没有见到暗翼盗贼了。看到沈毅一脸无语表情的盯着自己，司空震立马的收敛了自己的表情，然后一本正经的对着沈毅说道：会长，请问我是暗翼盗贼，这有什么问题吗？沈毅看着对方，然后好奇的问道：请跟我来吧，这里不适合说话。司空震闻言没有立马的回答，而被过身朝着楼上走去，然后让沈毅跟着自己。沈毅倒也无所谓，跟了上去看看，想要知道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小朋友，你或许并不知道，你的这个职业绝无仅有，在万千的盗贼之中，只有一个人能够成为暗翼盗贼。来到了会长办公室里，司空震示意沈毅落座，然后给沈毅倒了一杯茶，紧接着说道：我知道，我当然知道了，唯一隐藏职业嘛，我怎么会不知？听到对方的话，沈毅心中腹诽说道，并且没有接对方的话。而司空震看沈毅不说话，他也没有在意，继续的说道：事实上，如同你这般的盗贼一共有3个，分别你所拥有的暗翼盗贼和另外2个魅影盗贼与屠龙盗贼，这3个职业并称之为神之传承者。神之传承者、魅影盗贼、屠龙盗贼。听到这话，沈毅一愣，旋即精神了起来了。这他倒是一点没有听说过什么神之传承者，他前世是一点都不晓得。至于说魅影盗贼与屠龙盗贼，沈毅倒是知道，这2个也是唯一隐藏职业，并且这2个职业都是属于盗贼类的隐藏职业，不过他们都不在华国，属于老外。不错，神之传承者，简单来说就是盗神的传承者。点点头，司空震开始了绵长的一段游戏历史讲解，大致的意思就是说，以前的世界是拥有神奇的，然而一场诸神黄昏之后，各大神奇纷纷陨落，从此神奇就成为了历史。然而神奇并不会消失，在他们这一代将会出现神之传承者，这些神之传承者拥有强大的特殊职业，异于普通的职业，是唯一拥有晋升神资格的人，每个神都拥有自己的神之传承者，且数量不等。而拥有道神的传承资格的就沈毅与另外2个唯一隐藏职业，只有这3个人才拥有获得道神神格的能力，从而晋升为神奇。想要成为神奇，就需要通过神之考核，只有通过了所有的神之考核，才有机会成为神奇。
我们盗贼协会一直都在寻找着神之传承者，希望有朝一日传承者能够晋升神奇，重现道神的神光，所以在得知你是暗翼盗贼的时候，我才那么激动。司空震说了一大堆，随后目光灼灼地看向了沈毅。年轻人，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将为你开启考核任务，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实力慢慢地解锁考核的内容，不同的阶段拥有不同的考核内容，完成任务都将获得道神的奖励。当然了，人各有志，你也可以选择拒绝，那样的话，你的竞争者将失去一个竞争的对手，你也失去了成为神器的机会，其中的抉择就看你自己的了。系统提示：玩家触发竞神考核的任务，其任务难度为 SSS 级地狱难度任务，玩家请谨慎选择是否要接受任务，一旦接受将无法取消，伴随其终身。SSS 级地狱难度的任务。第44章接受任务，朱雀塔。沈毅虽然是个穿越者，但也毕竟第一次成为唯一隐藏职业，还真不知道能够触发这样的任务。在浩劫前夕内充斥着大量的任务内容，根据任务的难度分别为 D、C、B、A、S、SS、SSS 几个级别，而 SSS 级又称之为地狱级难度的任务，就是游戏内最为艰难的任务。沈毅记得前世的时候，不管是游戏里的5年，还是融合世界后的5年，完成 SSS 级任务的人都是屈指可数的，其任务难度之高，简直与单挑神级 BOSS 差不多。而他没有想到的是，自己才10级，眼下就能够接到这样的一个人 SSS 级的任务。我愿意。不过沈毅只是短暂的思考了几秒钟之后，当下的就接下了这个任务。开玩笑，虽然不知道这竞神的任务到底有什么用，但很显然的是与唯一隐藏职业这种职业息息相关，沈毅没有理由拒绝这样的任务内容。况且以沈毅现在所拥有的资本，他觉得自己肯定比别的竞争者更有机会完成这 SSS 级地狱难度的任务。既然自己的成功率最高，凭什么要拱手让人呢？系统提示：玩家已经领取 SSS 级地狱难度任务竞神考核，请于任务列表内查看任务详情。弟弟， SSS 级的地狱难度任务是不是很难啊？我在这边协会里领到了一个这样的任务，要不要接啊？大姐，你也接到这样的任务了，我也接到了。系统问我要不要接这个任务，臭老弟，怎么说？要不要接？啊，你们也是吗？我也是哎，这是什么任务啊？地狱难度，弟弟，这是不是很难啊？没想到沈毅这边才领了任务，其几个姐姐那里同样的出现了这样的任务。当看到他们也接到了这样的任务，并且发出了疑问的时候，沈毅可以确信一点了。看来这一系列的任务应该是属于唯一隐藏职业专属，因为沈毅前世并不是唯一隐藏职业，所以没有触发过这样的任务。而自己的姐姐们并没有玩过浩劫前夕，她们是在融合世界后才觉醒的职业，所以也没有触发这样的任务。不过重生之后，沈毅带来的蝴蝶效应已经起效了，他们一家子6个人全是唯一隐藏，眼下都触发了这个任务。姐，你们的任务是不是也是竞神考核？沈毅对着队伍里问道。是啊，弟弟，你怎么知道？果然，沈毅很快的得到了答复，他们的任务与沈毅是一样的，都是竞神考核。我也出发了，接吧，这任务应该很重要。至于具体的内容我也不知道，不过慢慢研究就是了。沈毅对着几个姐姐说道，既然已经触发了，那就没必要躲着，任务既然存在，哪怕是地狱级的也是有机会完成的，没有理由不接。好，众女答应一声，乖乖的领取了各自的竞神考核。而沈毅这会也打开了任务列表，要好好的看看到底这竞神考核是个什么任务，毕竟前世的他可没有机会接触到那么高端的任务啊。竞神考核 SSS 级地狱难度任务，一段通往神奇的考核之路，代表了你具备成为神奇的资格，完成所有考核内容，你将拥有成为神明的机会。考核1，于20级前通关朱雀塔并击败朱雀顶层守塔 BOSS， 获得朱雀之印，完成考核，你将获得道神的遗赠。考核2，需解锁考核1。考核3，需解锁考核2。沈毅看着竞神考核的具体内容，就简单明了的一个任务介绍，简短的告诉了沈毅，完成所有考核能够成为神明，与会长司空震的说的一模一样。而考核一共10个，每一个考核都需要完成前面一个考核的内容才能够解锁。而沈毅的第一个考核内容居然是通关朱雀塔，并且击败朱雀塔的塔顶守塔 BOSS， 获得朱雀之印。朱雀塔是位于朱雀城内的一座高塔，一共有10层，是朱雀城为了历练勇士所以才建造起来的一座练级用的高塔。朱雀塔从第1层开始就有怪物在塔内，每一层同时都拥有一个守塔的守护 BOSS 镇守，只有击败了每一层的守塔 BOSS 才可以进入第2层。前世沈毅也经常出入朱雀塔练级，毕竟这朱雀塔位于城内，本来就是热点练级区，并且击杀朱雀塔的怪物与 BOSS 有几率爆朱雀石，用朱雀石可以再兑换朱雀套装，这是一套史诗级的装备，
如果能够集齐一套朱雀套装的话，那也是相当牛逼的存在了。所以当时去朱雀塔练级的人每日都是络绎不绝。沈毅前世也通关过朱雀塔，不过沈毅通关朱雀塔的时候都已40多级了。事实上，朱雀塔第1层的怪就是15级的怪，第10层的怪更是35级的怪物，顶层的塔顶 BOSS 更是一个40级的史诗级 BOSS。一般玩家不到个40多级，根本不可能通关在朱雀塔的。然而，沈毅的考核内容一居然就是在20级前通关朱雀塔，并且击杀塔顶 BOSS， 从其身上获得朱雀之印。这会，沈毅瞬间的感受到了什么叫做地狱级难度的 SSS 级任务了。这任务是城不起塔，这的确堪比 SSS 级的地狱难度了，难度之高，让人是骇然不已啊！更是感觉到了一阵的后脊背发凉。妈的，这也太难了！沈毅哭笑不得，心中郁闷不已。终于意识到了这竞神考核的任务难度之高了。不过眼下接都已经接了，沈毅也只能够打碎牙齿往肚子里吞。谁让自己要接这个任务呢？我的任务那么难，我姐他们的任务估计也不会太简单。老天爷啊，这狗燃天底下免费的午餐不是那么好吃的呀！一想到自己的任务如此艰难，再联想到自己几个姐姐的任务怕是也不遑多让，这不由得让沈毅有些头疼了。第45章，偷窃传奇盗贼传奇武器。年轻的冒险者，我知道这必然不会是一个简单的任务，然而你是被道神选中的人物，我相信你肯定能够成功的，愿道神嘱咐你，与你同在。此刻一旁的司空震笑着看着沈毅，一双眼眸坚定无比的说道：谢谢。沈毅能说什么，礼貌的答应了一句。这是你在盗贼协会的身份证明，由于你特殊的身份，我直接给予你 VIP 特权，你将直接成为最高等级的协会成员，可以领取协会颁布所有任务，并且任务获得的积分也翻倍。说着，司空震又掏出了一枚璀璨的七彩令牌递给了沈毅。这东西就是盗贼协会的身份证明了，玩家想要在协会内领取任务，就需要先注册，然后获得这样的身份证明。通过完成协会颁布的各种任务，每一次都将获得相应的贡献度，等到贡献度达到一定数量，就可以晋升身份证明，从而拥有领取更高等级的任务。而沈毅此刻获得的七彩令牌，直接就是最高等级的身份证明了，也就代表着只要是协会颁布的任务，如今沈毅都可以领取。这倒是一个意外的惊喜。要知道，一般人想要从零到获得这个七彩令牌，需要长时间的领取协会的任务，然后长达好几年的不断晋升，才能够成为七彩令牌。没想到沈毅直接一步到位，这属于开挂了吧？要知道，协会颁布的任务有不少都是极品任务，是可以获得很多稀有道具的任务。然而有不少人在看到稀有任务的时候，却苦于协会内等级不够，无法领取任务，而看着任务被别人抢走，这样的事情屡见不鲜。而沈毅眼下获得了这样的令牌，也就没有任何这样的顾虑了，也不用为了刷协会等级而去接一些无聊的任务了。感谢。沈毅接过了令牌，喜滋滋的，然后对着司空震说道：好了，年轻人，赶紧去提升你的实力吧，相信在未来能够看到你成为一个冠绝天下的盗贼。司空震笑着对沈毅说道。沈毅点点头，刚想着离开，忽然的心念一动，目光不由自主地看向了司空震，眼珠子一阵的转动时，沈毅内心忽然就打起了鬼主意了。沈毅打开了自己的技能列表，然后看了一眼道神赐福的状态。此刻道神赐福第一中的100%道神赐福 CD 还有20分多分钟就转好了，意味着沈毅的100%盗窃技能又可以使用了。而这意味着沈毅必然是要找一个极品的家伙偷点东西的。本来呢，这朱雀城内最顶级的存在应该是神兽朱雀，毕竟那玩意是100级的神级 BOSS， 随便偷他一点东西都是堪称极品的存在。然而朱雀是飞在天上的，沈毅的盗窃技能无法隔空盗窃啊，如今又没有飞行坐骑，那就更加无法靠近朱雀了。在放弃朱雀的情况下，此刻沈毅把主意打到了眼前的老土斗司空震的身上了。这家伙是个传奇 NPC， 拥有传奇级的能力，抛开那些神级的老怪物，眼前的司空震也算是顶级了，并且对方也是盗贼啊，说不得身上有什么好宝贝。虽然说刚才司空震做一回沈毅的领路人，但沈毅可不会手下留情啊，该偷还是得偷，万一要是偷到什么好东西，那可就爽歪歪了。一想到这，沈毅暗自的下了决定，过20分钟，然后偷窃眼前的传奇盗贼司空震。弟弟，你好了没有？我这里已经好了，对方给了我一个七彩令牌，这东西有什么用啊？是啊，我也是，这是什么好东西啊？看着挺厉害的。对对对，我也有。几女这会应该已经是完事了，纷纷的在队伍里冲着沈毅喊话道。沈毅见状，简短的给他们介绍了一些协会的身份证明令牌的作用。姐，你们去药店买点红蓝药作为补给，在新手村的实力，我们实力碾压，不需要那些个东西。但眼下出了新手村，
怪物属性什么都会得到提升的。所以说备一些红蓝药很重要，你们去买一些在身上，然后你们再回来接任务，接协会的讨伐周围野怪的那种任务。接完之后我们就出发。沈毅冲着自己姐姐们说道，让他们去做一下战前准备，而他则是先出了会长司空镇的办公室，下一秒则进入了前行状态，躲藏了起来，等着 CD 一过就去偷窃对方。好，几女答应一声，也就各自的去准备了。成了，会长，别怪我啊，你也算是一个前辈了，家底应该很厚实吧，漏点宝贝给晚辈，算是提点吧。眼看着技能已经 CD 完了，沈毅又可以出发100%偷窃成功了。当下的他悄摸着进入到了办公室内，此刻司空震正坐在办公桌前看着什么文件，完全没有注意到沈毅这个小盗贼已经进入到了他的办公室里了。当来到司空震的身边，此刻沈毅的心都已经提到了嗓子眼了，倒是怕被对方发现，毕竟隐身加100%偷窃必不可能被发现的。他激动是未知，不知道自己到底能够偷到什么好东西。暗一只手，深吸一口气，心中默念着道神保佑，随后沈毅伸出了自己罪恶之的爪子，朝着对方身上摸去。系统提示，玩家对目标司空震使用了暗一只手，触发道神赐福，偷窃成功，成功偷窃到了传奇武器赫尔墨斯之笔。喂，对方毫无察觉。卧槽！当沈毅的暗一只手发动的时候，沈毅的手中多了一把沉甸甸黑漆漆匕首。而后系统风提示响起，沈毅看了一眼之后，瞬间的表情变了，因为他看到了提示中的字眼传奇武器。瞬间的沈毅的大脑是一阵的轰鸣啊，自己居然偷窃到了传奇武器。来不及多思考，沈毅也不敢查看，而是选择迅速的离开了这个房间。做贼心虚，还是面对一个传奇盗贼，沈毅觉得先行离开才是明智之举。第46章极品装备赫尔墨斯之笔。呼呼呼，大口呼吸空气，让自己冷静下来。即便是两世为人，此刻的沈毅都显得无比的激动啊，他全身都在微微的颤抖，的确有些没有想到啊，自己居然能够偷窃到一把传奇匕首。要知道，传奇级的武器，那在游戏里子只比神级武器差而已。而纵观自己前世10年，能够拥有神级装备的人也寥寥无几，只有那几个怪物级别的人物才拥有神级装备。所以说，对于绝大部分的人来说，传奇级武器就已经的巅峰的追求了。沈毅还清晰的记得，市面上第一件传奇装备出现是在游戏开服半年左右的时候。当时那件传奇装备的问世，引发了游戏圈内的一阵轰动，更是引起了各界大佬的疯狂追逐。沈毅记得，那件装备最后的成交价达到了20多亿现实币，那可是20多个小目标啊！一件游戏内的装备，那事情一出，令全世界都轰动了，更是被不少人指责唾骂是玩物丧志。彼时的沈毅也觉得买家脑子有病，可当融合世界降临之后，沈毅才觉得对方是聪明人啊，20亿买传奇装备根本不亏。谁又能够想到一件游戏里的传奇装备后来会能够出现在现实呢？而今开服一天，沈毅居然就逆天的获得了一件传奇武器，这运气只能够用天命之子来形容了呀！强行的让自己冷静下来，沈毅已经迫不及待的打开了自己的背包。此时此刻，一把黑漆漆散发着一股幽幽血色光芒的匕首已经躺在了自己的背包里了。沈毅看着这把匕首，内心无比的激动，手颤抖着将其拿到了自己的手中，然后看向了眼前的这柄匕首。赫尔墨斯之笔为装备类型双手武器，装备品质传奇级。装备介绍：将神为自己的女婿而偷偷的根据道神赫尔墨斯的神器赫尔墨斯之笔打造的一把传奇级匕首，因伪造神器而遭到了道神的诅咒，因此这把匕首拥有诅咒封印，想要让其重新焕发全部的威能，需要解开诅咒。装备属性：武力伤害提升24至38点，敏捷提升7点，暴击几率提升 5%， 暴击伤害提升 5%。 装备效果：在普通攻击的时候，有 10% 概率触发连续攻击，连续攻击会造成2次伤害。在使用技能攻击的时候，有 2% 的概率触发双倍技能，双倍技能下造成2次的技能伤害效果。装备技能：装备此武器后将获得技能赫尔墨斯之舞，卸下装备将失去此技能。装备需求：盗贼类职业。装备等级10级。装备状态：被封印中，解除封印可提升装备等级到20级。解除封印需要材料：黄金陨铁石、被腐蚀的龙骨石、地底熔岩兽的血液舞、地核魔王的心脏衣。深深的倒抽一口凉气。当沈毅查看自己手中匕首的属性的那一刻，他整个人都愣住了。作为众生者，沈毅对于这款游戏可太了解了，无论是个阶段装备该拥有的属性也好，还是别的什么也罢，沈毅可以说都了如指掌。之所以让沈毅惊叹的是这把匕首的恐怖之处，
这把匕首眼下装备等级只有10级，然而其属性却堪比20级的黄金装备。不光如此，还有其强大的效果加成。最让沈毅没有想到啊，眼前的这把传奇匕首居然是一把成长型的传奇匕首。最后一条的装备状态表示，沈毅只要设法将这匕首的封印解开，那么这把匕首的属性就会增强，装备的等级也会增强。如此一来的话，则说明了一件事，那就是如果运用得当，这把装备甚至于可以伴随沈毅一生，除非沈毅能够获得神器武器，不然这把匕首就足够逆天了。因为伴随着封印的解开，很显然的，眼前的这些个匕首的属性与效果等都不是这把匕首的极限，它还是最初的原始状态呢，就强悍如此。要是彻底解开封印，沈毅不敢想象啊。赫尔墨斯之舞主动技能，使用赫尔墨斯之舞，领略道神的美学舞蹈，赐予6×6范围内所有友军的提升5%的敏捷与5的暴击几率，持续30分钟 ，CD 30分钟，消耗 MP 100。居然是个 buff 类技能，能够提高5%的敏捷与暴击几率，卧槽，太强了吧！而后沈毅又看到了装备上的技能，忍不住的啧啧有声道：装备技能，顾名思义，就是装备上自带的技能。装备了这种带有技能的装备后，你就会拥有这个装备技能。装备技能也是分主动与被动的，根据不同的装备，装备的技能效果而已不一样。史诗级的装备有1%的概率会携带装备技能，而传奇级的装备100%携带一个装备技能。但并非说一个装备只能够拥有一个装备技能，事实上，有些极品的传奇装备自带的装备技能甚至于多达3、4个。至于说神级装备自带多少个技能，那沈毅就不得而知了，毕竟前世没有见过。装备技能许多都是废物技能，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作用。但眼前沈毅获得的这个技能，显然就属于实用性的技能了。buff 类群体增益技能可以说是相当的好用的技能。虽然说加成看似不多，但实际上却不少了。而且这把武器还是能够提升等级的武器，沈毅感觉伴随着这把武器的等级提升，效果属性等必然也会跟着一块提升的。哈哈，天助我也，天助我也！看来重生之后，我的运气果然好了。第一偷到了初级经验药剂，眼下又是偷到了一把传奇匕首，这也太爽了！沈毅忍不住的心中激动道。显然，眼前好运不断，让沈毅的自信心再次的增强了。眼下先升级到15级，朱雀塔15级才能够进入。沈毅心中暗道：先升到15级，然后想办法完成自己的朱雀塔考核。第47章，姐姐们的竞神考核，变态啊！臭弟弟，你终于来了，等得你花都快谢了。沈毅来到协会中心的传送点的时候，自己几个姐姐都已经等候在了那里。看到沈毅过来，几率瞥眼看向了对方，说道，一脸埋怨。沈毅摸了摸自己的鼻子，然后微微的一笑：别介，怎么样，姐，你们任务都接了吧？沈毅对着他们问道。都接了。点点头，几女回答。行，我们现在都是10级，工会最低级的讨伐任务一般都是一个种类的怪物，刚好配合我们当前等级去升级。对了，你们的竞神考核的内容是什么？把你们的竞神考核的任务共享给我看看。沈毅点头，然后想到了竞神考核，自己的考核内容很变态，的确是处于地狱级的。那么同理，自己5个姐姐的竞神考核应该也不简单，并且应该也有任务限制要求，所以说沈毅得先看看怎么个合理安排，能够在限制前把6个人的竞神考核全部都给完成了。我的任务是20级前抵达法师塔的5层。大姐沈月的竞神考核任务与沈毅的比较类似，沈毅是需要通关朱雀塔，而沈月的则是抵达法师塔的5层。这所谓的法师塔与朱雀塔不同，法师塔是法神留下一座遗迹，每一层里面都被法神留下了精英怪物，而5层就有一个图书馆，里面拥有大量的法师类技能书。法师类职业可以说一辈子都避不开要进入法师塔的宿命，因为比光靠职业自身的技能是不够的，其他还有技能是需要通过技能书学习的。而区别于别的职业要自己寻找技能书，法师类职业则有个法师塔方便许多了。然而5层法师塔还是让沈毅倒抽一口凉气，这难度果然与自己的差不多。因为沈毅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正常来说抵达法师塔5层需要玩家等级达到40级左右才行，而沈月的限制也是20级前，这不得不说还挺让人感到惊悚的。瘟疫要塞。而当沈毅看到自己二姐的竞神考核的任务的时候，同样的有些不淡定了起来了。因为自己二姐沈倩的竞神考核任务同样变态，她的任务是清剿瘟疫要塞。瘟疫要塞位于朱雀城西南方向，原本是一处军事要塞，然而因为被诅咒降下了瘟疫，从而的进入要塞的人都会感染瘟疫。玩家要是进入要塞内，就会处于瘟疫的负面 buff 状态下，每秒都会损失自己的 HP， 等于是顶着毒打怪。而沈倩的竞神考核则是在20级前将瘟疫要塞内的瘟疫之源给摧毁掉，从而光复要塞。而瘟疫要塞
沈毅也清楚的知道，这同样是一个30-40级才能够去的地方，意味着这个任务与自己和大姐的一样不相上下。此时此刻，沈毅已经有些绝望了，已经彻底的知道了他们的竞神考核一个都不简单。弟弟，龙巢很厉害吗？我的竞神考核要让我在20级前清剿一个任务的龙巢，并且让我的圣光龙沐浴一条巨龙的鲜血。龙巢还沐浴龙血？问当沈毅还在郁闷这任务太难的时候，三姐的话差点把沈毅暴击带走。龙巢顾名思义就是巨龙的巢穴啊，大部分的巨龙都生活在龙岛上，但是也有个别的巨龙很叛逆，选择离开龙岛独自生活，而这些个巨龙就会在各地选一个好地方建立自己的巢穴，这类巢穴就被称之为龙巢。沈鱼的任务是20级前清剿一个龙巢，并且让他的宝宝龙圣光龙沐浴龙血。三姐啊，三姐，你真是亲姐啊！本来我觉得大姐、二姐和我的已经是地狱难度的任务了，没想到啊，你的任务更变态，直接是地狱难度 Plus 版本了。你知道不知道啊？据我所知，最弱小的龙巢都是30级的巨龙，巨龙哪怕低等级，其 BOSS 强度都至少是传说级。也就是说，我们要在20级前面对一个30级的传说级巨龙 BOSS， 毁灭吧，这还玩个毛线啊！沈毅哭了，真要哭了。前面自己与大姐、二姐的任务，沈毅勉强觉得还能够尝试一下，可三姐的任务直接让沈毅想要原地去世了，这也太恐怖了，居然要清剿龙巢，还是月等级。如果沈毅没有记错，前世屠龙勇士可是50级才有玩家出现的吧？四姐，你的呢？沈毅此刻有些结结巴巴地问道，看向了四姐。此刻他已经有些内心恐惧症了，害怕自己四姐的任务更变态。我的任务是20级前在30分钟通关尸鬼岭副本，这个副本是几级的啊？难度大吗？四姐看着沈毅，好奇地问道。尸鬼岭15级的副本，30分钟，那么简单。沈毅一听，本来都已经做好了迎接暴风雨的准备了，没想到啊，四姐的任务居然出奇的简单。尸鬼岭副本上15级的一个副本，任务难度并不大，不过沈凌的任务有要求是30分钟内通关，这对于普通玩家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硬件达不到标准。不过对于沈毅他们来说，这却不是不可以尝试的了。虽然说未必他们硬件能够跟上，可他们自身的职业能够弥补装备上带来的缺失，所以说30分钟在沈毅看来并不难。瞬间的，沈毅长出一口气，总算有个任务是感觉比较轻松的了。实际上不轻松，但对于沈毅他们来说已经是相当可以了。吴姐，你的呢？是啥？沈毅又看向了最后的吴姐问道。我的任务是20级前把我的宠物火凤凰觉醒到2阶段，不过怎么觉醒啊，他也没有说啊，老弟你知道吗？吴姐好奇的看向了沈毅，然后问道说道。觉醒2阶段，我去，没想到啊，吴姐，你的任务居然是最简单的一个，这也太容易了吧。第48章凤凰虚涅槃继续升级。啊，很容易吗？为什么？我都毫无头绪啊，这秃毛鸟要怎么觉醒啊？闻言，沈岩一脸的懵逼加无辜的看向了自己的火凤凰。此刻火凤凰的等级也来到了10级，不过外观没有任何一点的变化，还是光秃秃的一只火鸡的造型，看上去跟传说中美丽的凤凰真是一点都没有任何的关系。这样的造型要说是火凤凰，真是说出去都让人笑掉大牙啊。而沈岩的竞神考核任务是将火凤凰觉醒2阶段，但又没有任何的提示怎么晋升，所以他毫无头绪，烦着呢。沈毅闻言，嘴角微微的荡漾起了一抹笑容，看着那秃毛的凤凰。别人或许不知道，但我知道。沈毅当然知道了，因为前世的时候，这秃毛的火凤凰也是觉醒过的。前世众人初次见到这秃毛的火凤凰，也是一脸的嫌弃。然而便随着他的觉醒，众人从爱搭不理变成了高攀不起了。2阶段的火凤凰与现在这个秃毛的形象可以用大相径庭来形容，届时2阶段的火凤凰才会慢慢的呈现出其华丽的外表来。啊，老弟，你又知道，快说说怎么做。闻言的沈岩激动了，对着沈毅问道，一脸的好奇表情，很想知道到底怎么让自己的火凤凰进入2阶段。很简单，找火属性的物品，将其投喂给你的火凤凰，接着你的火凤凰体内就会蓄积火属性的能量，等能量达到一定的饱和度，它就会进入涅槃状态，成为一颗凤凰蛋。等它涅槃之后，就会进入2阶段了。所谓凤凰涅槃，说白了，每一次火凤凰的进阶都需要涅槃1次，第一次算是最简单的。沈毅冲着沈岩说道，把进阶的条件告诉给了他。其实这个方法也是前世一次偶然的机会发现的。前世的时候，这火凤凰也是一直保持着眼前的秃毛鸡的形象，一直到50多级都没有任何的改变。而随着等级的提升，火凤凰也没有领悟任何别的什么技能，它的那些个初始技能的伤害也是越来越弱。总之就是随着等级提高，反而变弱了。一次偶然，
这火凤凰不小心地吞了他们原本打算锻造装备的火属性矿石溶液，没想到却意外地让火凤凰进入了涅槃状态。等涅槃之后，这火凤凰居然就成为了2阶段了，不光多了2阶段的许多技能，甚至于属性上也得到了大幅度的增强。最牛逼的是，它的外表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样子，真正拥有了火凤凰的形象，可以说是丑小鸭变成白天鹅了。沈岩的这个任务，说实话，现在看来是最简单的了。当然了，如果你不知道方法的话，20级前怕是很难发现这个方法，那就无法完成任务了。不过，对于重生的沈毅来说，这就显得多少有些简单了。原来是这样，那上哪找火属性的东西啊？这个简单，咱们所在的是朱雀城，朱雀本来就属火，朱雀城附近有很多的火属性的东西与怪物，所以说简单。放心吧，你这个任务算是我们所有人里最为简单的。沈毅说道。嘻嘻，那行，全靠你了，老弟。沈岩一听，当下喜上眉梢，伸出手拍了拍沈毅的肩膀，然后笑着说道：行了，我都了解了你们的禁神任务了。总体来说，除了3姐的是最难的，其余的虽然也有难度，但至少还有一线生机，争取20级前我们全部完成考核。啊，那我怎么办？听到这话，3姐沈玉垮了脸了，可怜兮兮地看着沈毅问道：放心了，3姐，不就是屠龙吗？老弟我一定想到办法让你成为屠龙勇士。沈毅看着苦瓜脸的2姐，又是说道，示意她不用担心，一切都有自己。那行，3姐的一生幸福就全靠弟弟你了。走吧，升级去。沈毅看了一眼时间，此刻已经来到了凌晨2、3点了，不知不觉的一天功夫又恍然的过去了。沈毅估摸着，眼下除了他们，等级最高的怕是已经有快接近9级了。沈毅他们也得加把劲，赶紧升级去了。先杀300个火焰史莱姆吧。大姐和5姐的任务是杀300个火焰史莱姆。传送出了朱雀城，沈毅他们首先来到了朱雀城附近的低等级练级区。这里是11级的怪物火焰史莱姆的底盘。一眼望去，一片矿区内都是一团团火红色的史莱姆。相比于新手村的史莱姆，这些史莱姆可就厉害多了，会远程攻击，并且还是主动怪物。当靠近他们一定范围的时候，就会主动对着他们进行攻击。不过，对于沈毅他们来说，这火焰史莱姆就是小垃圾。3姐，你去引怪，大姐用水元素范围伤害。火焰史莱姆是火属性的，用水元素魔法可以增加伤害。4姐用范围输出帮大姐补伤害。2姐看好3姐的血量。5姐吗？你随意吧。你的火凤凰是火属性的，打火属性的史莱姆伤害会降低。而且，我觉得大姐一个人的伤害就够了。沈毅简单的指挥了一下，然后就直接的坐在一旁开始搓药。这级药生，这药也要搓？这刚才过去那么一会，自己没有搓药，怕是损失了100个 W 啊！呼啦啦啦，挥动手中的法杖。沈月10级之后，领悟了10个范围伤害的元素技能。此刻，在沈月拉拢一波怪后，他一个水系伤害落下，顿时那些火焰史莱姆就被水浇得呲呲冒烟，血条瞬间的见底。偶尔能有几个活下来的，也被4姐的一波范围箭矢直接补伤团灭。沈毅看着经验蹭蹭涨，心中还是很满意的。300个火焰史莱姆，不到半个小时就打完了。之后，沈毅又带着转移阵地，前往另外的任务目标地点。讨伐任务都比较简单。很快的，6个人的讨伐任务就都已经结束了，而不知不觉的时间已经来到了早晨的6点。回去交任务，然后下线吃饭休息一下吧。看着2个多小时练级之后，他们的经验涨到了 92%。交完任务，沈毅估摸着就11级，当下的对着大家说道：第49章 S 级任务幽灵教堂。回到朱雀城内的协会中心，递交了任务，伴随着一道白光的闪耀，沈毅的等级就直接来到了11级。将所有属性点都分配到了敏捷之后，沈毅与自己的几个姐姐打了一声招呼后就下线了。臭弟弟，愣着干嘛？帮忙一起做早餐。玩了一天的游戏，本应该是全身疲惫无精打采的样子才对，然而玩浩劫前夕一晚上，他们却还是一副龙精虎猛模样。等沈毅出了自己房间，随后就看到了沈毅的几个姐姐们正在忙碌着制作早餐。厨房就那么大，弟弟你坐在客厅等着吃就行。2姐看了一眼沈毅，并没有让其进厨房帮忙，而是冲着沈毅说道：还是2姐对我好，哼，臭5姐最坏了，还想让我买911，给你买911的玩具车还差不多。沈毅当然能偷懒就偷懒，一屁股坐在了沙发上，冲着让自己干活的5姐竖了一个中指。吼，你小子活腻了。看到沈毅冲着自己竖中指，沈岩立马的出了客厅，然后对准沈毅，一个泰山压顶朝着沈毅砸了过去。哎呦！沈毅被沈岩扑在沙发上，对方掐住沈毅的脖子，来回的摇晃。快点把钱转给我，带我去买911。沈岩边折磨沈毅边大声说道。而看到这一幕，其余4个姐姐直接无奈的摇头，选择了无视。很显然的，这样的场景
以前几乎每天都在上演。打闹过后，早饭也终于做好了，沈毅一家围坐在一块，一起享受着这美食。弟弟，还别说，这游戏的设备还真神奇啊！我们玩了一天，身体真没有一点不舒服，相反的，身上感觉轻松了不少呢。是啊，这到底什么原理？那岂不是说我们都不用睡觉了吗？对啊，一天只吃一顿早饭，中途也不带饿的，好神奇啊！几人面面相觑，显然对于浩劫前夕的设备感到了无比的惊讶与神奇。之前沈毅还跟他们说，他们还处于半信半疑的阶段，现在好了，一天体验下来，真可以相信沈毅了。睡觉干嘛？有这设备，睡觉还有意思吗？沈毅嗤之以鼻，睡觉是不存在的，5年后都要世界末日了，还睡觉呢？沈毅内心腹诽着说道：“不会有什么副作用吧？”“不会的，放心吧，姐，不会有任何的副作用。”沈毅见几女还有些担心，当下的又是说道：“那行，那就好，那我们吃完饭接着上线。当然了，冲击啊姐，都不下线的，要是咱们耽搁了，别人就冲上来了。如今游戏内都是机遇啊，咱们处于绝对的 T0 梯队，绝对不能够在前期落于人后。”沈毅当即的说道：“开玩笑的，每天适当休息个2个小时，出个饭就是极限了。对于别人，这是游戏；对于沈毅来说，这就是生死时速啊！现在积累的东西越多，5年后面对那个可怕的世界，生存下去的可能性就越大。他可不想最后的结局还是被干掉，那重生也太可笑了吧！”“行，听你的。”几女倒也无所谓，反正现在没有生活压力，沈毅一天赚的钱就是他们10几20年都无法累积的财富。况且游戏还那么有趣，他们也不觉得有什么问题。吃完饭，洗完碗筷，众人再次的回房，然后再次的上线。弟弟，我这里有个人任务，现实是 S 级的任务，是不是很厉害啊？我看别的任务都只有 D 级或者 C 级，这个任务居然是 S 级哎！刚上线，沈毅这边就收到了来自于沈倩的消息，对方发来消息询问说自己在协会里看到了有个 S 级的任务，问沈毅要不要领取这个任务。S 级，卧槽，这等级能出 S 级任务？沈毅也是吃了一惊啊！协会里的任务是跟玩家等级息息相关的，等级越高，高难度的任务出现的概率越大；等级越低，高难度的任务出现的几率越小。这也符合逻辑，不可能说玩家才10级就到处都是 SS 这样高难度的任务。所以说，以他们现在11级的等级来说，还真别说 S 级任务已经算非常稀有了。接啊，为什么不接？二姐你领了任务，然后我们就去完成这个任务。沈毅立马的回复道：“所谓风浪越大鱼越贵，同等道理，任务难度越高，报酬越丰厚，没有理由要放任着那么一个任务不去领取。既然在这个等级出现，那么就是能够完成的任务。虽然困难了一些，但对于他们小队来说，难度任务未必就真的难。”好，沈倩答应一声，随后领取了任务。沈毅立马的组队，将自己几个姐姐邀请入队，很快的队伍就组满了人。老弟，go，讨伐任务要继续领吗？队伍里吴姐迫不及待地问道。先不做讨伐任务，二姐领到了一个 S 级任务，咱们先帮二姐把这个 S 级任务给做了。沈毅说道，示意先做沈倩 S 级的任务。啊 ，S 级，二姐你领到了一个 S 级的任务吗？众女一愣，纷纷地问道。我共享给你们看看。二姐回应了一声，然后把任务共享到了队伍频道里给他们看。拯救教会牧师 S 级困难任务，牧师协会刚收到了一则消息，教会的一名牧师前往了幽灵教堂驱赶怨灵，然而他们遇到了一个十分恐怖的怨灵，如今教会牧师被困在了幽灵教堂里，请前往幽灵教堂解救教会牧师。任务介绍十分的简单明了，就是让玩家前往幽灵教堂解救教会牧师。看了一眼任务，沈毅就大致的了解了。任务不难，幽灵教堂的怪物就15级左右，刚好我们可以越级杀怪升级。沈毅大手一挥说道。好，沈毅如此说，其余人自然没有任何的意见，一行人跟着沈毅立马的通过传送阵前往了目标地点。好在的是，朱雀城周围的各大区域内都设置有传送点，这就给他们减少了许多跑图所需要的时间。很快，前方一片位于浓雾之中的阴森之地出现在了众人的眼前，远远的浓雾之中，一个巨大的教堂若隐若现。第50章恐怖现场，苦逼的三姐。要不要那么逼真啊，老弟，这里好阴森啊，不会有鬼吧？从最近的传送点出来，沈毅领着这几个姐姐朝着幽灵教堂所在地而去。说白了，幽灵教堂也是一个练级区。不过还真别说，这个练级区沈毅前世还真没有来过。虽然在浩劫前夕这款游戏里玩了整整5年，但说实话，5年里沈毅去过的地方，在浩劫前夕整个游戏里占比可能都不到1%，这并不夸张。整个浩劫前夕的地图之大，乃是仿造现实地图1:1的，就那么想，
你就可以想象到这游戏的浩瀚程度了。姐，你猜这怨灵是啥？看着平日里胆子还算大的吴姐，此刻却是一副唯唯诺诺害怕的样子。沈毅忍不住的笑出声来，然后看着对方问道，嘴角上扬，满是戏谑。怨灵，午夜凶灵吗？井里爬出来的贞子。这一说，吴姐沈岩的脸更白了。还有寂静岭、咒怨。沈毅回头冲着沈岩做了一个鬼脸。妈呀！瞬间吓得这女人一声尖叫，一蹦3尺高。坏弟弟，别吓她了。看到沈毅恶作剧，大姐沈月无奈的叹息了一声，然后冲着沈毅说道：是啊弟弟，你太坏了，五妹最怕这个了，你还吓她。二姐也是埋怨的说道，然后牵过沈岩的手安抚道：五妹别怕，我们都在呢，有鬼我们也不怕。就是，臭弟弟，再吓你姐姐，小心我揍你哦。沈瑜直接伸出了自己的拳头，然后冲着沈毅挥舞了一下，表示沈毅可不能够再吓人了。沈毅摸了摸鼻子，然后憨憨的笑了笑，当下也不再恶作剧了。只是越往里走，说真的，众人的心情就愈发的有些压抑，因为这场景还真有些影视剧恐怖片里的场景。一条笔直的石板路，周围都是枯萎的树木，一只只乌鸦站在那些枯树上，一双血红的眼睛注视着他们，时不时的还发出一声声的公鸭嗓一般的叫声。而最可怕的是，石板路的两侧迷雾之中，隐隐约约的可以看到有墓碑一块块的立在那里，真叫一个恐怖啊！咕咚，沈毅甚至于都可以听到自己5个姐姐吞咽口水的声音了。毕竟女孩子嘛，怕这些也是应当的。咻咻咻！就在沈毅他们隐约的已经靠近迷雾之中若隐若现的教堂的时候，忽然的迷雾之中，一团团幽蓝色的火焰忽然的朝着他们射来，然后径直的打在了沈毅等人的身上。卧槽，小心，有怪，远程的！沈毅大喊了一声，他此刻走在最前面，一下子的就被火球砸中。沈毅的输出非常的变态，暴击与爆伤贼猛，奈何是个小脆皮，就这几个火球砸在沈毅的身上，瞬间的让沈毅的血条就降低到了1/10，差点就直接嗝屁了。一道圣光落在沈毅的身上，沈倩眼疾手快，她现在这个奶妈别的技能熟不熟练不知，但是加血熟练度却是很高，一口奶直接让沈毅回满的了血条。紧接着三姐沈瑜瞬间的开启了护盾 buff， 一瞬间众人身上就套上了一个护盾。吴姐虽然有些害怕，但还是立马的给众人也加上了 buff， 包括沈毅也开启了武器之上的增益 buff， 怎么怪都看不到啊。然而就在众人严阵以待的时候，众人却是处在原地看不到周围的一个怪。不好，麻烦呀，怪都在迷雾之中，而且这些怪都是远程，得把他们吸引出来。沈毅看了一眼四周，当即的说道：啊，我可不去。闻言，沈瑜立马可怜兮兮的说道：吸引怪物就是他这个龙骑士的主题的工作，不过如此场景，他多少显得有些胆怯。三姐，你要是不去，咱们只能被当靶子打了。你舍得看到我们就这样被怪给打死吗？而且没有你的嘲讽，别人去，怪也不跟着走啊。沈毅无语，对着沈瑜说道：三姐，这不过就是游戏而已，后面比这更恐怖的怪物还多着是呢，别怕，大不了以后你的丝袜我都帮你洗了。我才不要你洗呢，你每次都给弄坏了。沈瑜白了一眼沈毅，提到丝袜就来气。说话的功夫，四周围又是瞬间的几个蓝色火焰球朝着他们打来，虽然都打在护盾上，但伤害着实不低。哼，算了，老娘豁出去了。眼见众人被当活靶子，沈瑜也不矫情了，当下说道，立马的他唤出了自己的宝宝圣光龙骑了上去。我去了。言毕，直接冲入了迷雾之中，边走边嘴里还骂骂咧咧地问候着游戏的设计师。显然对于设计这场景与怪物的人，沈瑜已经问候了对方祖宗18代了。来了来了，好多呀！啊啊！过不多时，迷雾之中沈瑜的尖叫声响起，圣光龙从迷雾之中带着沈瑜冲了出来，身后则是一双双绿油油的眼睛。10几个幽灵阿飘跟在了其身后，被从迷雾之中带了出来。那模型的确很吓人。大姐，用光元素法术打，有伤害加成。沈毅见状，立马对着沈月说道：我知道。沈月答应一声，他如今也算得慢慢摸索到了元素之间的相互克制关系。在沈毅开口的时候，沈月的法杖上一团圣光已经开始蓄力。咻！一道光元素魔法冲击向了那些个怨灵，然后直接横扫而过。光元素对于这些幽灵类怪物有伤害加成，配合上沈月的超高法术伤害，直接造成了秒杀。三姐，回去，继续引怪，你身后的已经被大姐给杀光了。沈毅冲着跑向他们的三姐喊道，示意对方再回去引怪，别过来了。啊，那么快？大姐，你慢点杀呀，太吓人了。沈瑜欲哭无泪，回头一看，果然追逐自己的怨灵已经被团灭了，哭丧着脸抱怨了一句。
但他还是老实的回去继续引怪了。第51章黄金 BOSS 幽灵教堂之主。哎，三姐，你怎么回来了？怪呢？半个小时后，看着三姐沈鱼骑着自己的宝宝圣光龙回来，沈一看了一眼其身后，却发现这次半个怪都没有引回来。好，你真把我当生产队的驴啊？生产队的驴也得让休息一下吧。周围没怪了，我都看到教堂的大门了。沈鱼翻了一个白眼，对于沈鱼这种黑心奴隶主的行为表示非常的不满，然后又对着他说道，表示周围的怪都已经被清干净了，眼前只有那个巨大的破旧教堂了。这样啊，那走吧。沈毅一听，当下的说道。显然这周围的怪短时间内不会刷新了，教堂里估计才是这次 S 级任务的主要目标地点。当下的沈毅冲着他们说道，示意前往教堂。这教堂看着挺好看的呀，可惜了，就这丢弃了，以前肯定很漂亮。当来到教堂前，看着教堂的模样，沈月不由得感叹道，说不得里面还住个吸血鬼呢，当心一点吧。沈毅一笑，冲着他们说道，表示小心为妙。又吓人，你才吸血鬼呢。就是，臭弟弟，你怎么不说有僵尸呢？哎，你们要是想见到僵尸，我可知道有个地方真有僵尸。姐，你们想去吗？去你个大头鬼了，才不去。就是，臭弟弟，告诉你，这次你三姐我幼小的心灵可是受到了巨大的创伤，你不给姐姐买个香奈，这小心灵是无法得到安抚了。沈鱼瞅着沈毅说道，表示包治百病。得了吧，徒手捏死蟑螂的女汉子，还心灵受到创伤，我看受到创伤是那些怨灵才对，刚出现就都被大姐秒了。沈毅白了一眼，笑道，我推门了，当心一点，全神戒备。沈毅说道，言罢直接推开了教堂的大门。下，刚推开大门，就听到了一阵凄厉的尖笑声，伴随而来的是一团巨大的幽灵鬼火。卧槽！沈毅见状，神不住地喊道。还好的是，沈鱼眼疾手快，提起了自己的盾牌，然后冲到了众人的面前，一下子的将那个巨大的火焰伤害给抗了下来。但这一下也属实伤害恐怖异常。沈鱼作为主 T 的肉坦，坦度是相当高的，外加还有护盾加持，可就那么一下，直接打掉了沈鱼的护盾不说，还让他只剩下半血了。圣光落下，二姐的治疗跟上，瞬间将沈鱼的血线拉回到了健康状态。散开，大姐、二姐、四姐、五姐找保持安全距离，输出自己找位置。三姐顶上去，二姐看好三姐的血量。沈毅迅速的喊道，没想到这教堂里面的怪物那么老六，来了一个开门杀，直接不讲武德呀。好，众女也是配合了好几天了，听着沈毅的指挥，立马的各司其职。而沈毅这次当然不可能只做看客，说完之后，刷新的开启了前行，进入到隐身状态。此时此刻，众人方才看清楚眼前攻击他们的到底是一个什么怪物。那是一个巨大的女怨灵，不是东方恐怖里的那种类似于贞子的女鬼，而是西式恐怖里那种只有灵魂状态女怨灵。不过体型十分的巨大，足足有3-4米高，而她的名字也挂在她的血条之上，幽灵教堂之主萨莉娜，并且在其名字的最前方有着一个黄金色的图标。当看到黄金色的图标的时候，沈毅忍不住的卧槽了一句，姐姐们小心了，这是一只黄金 BOSS。 卧槽，我就说怎么可能10几集就接到 S 级的任务，搞半天这 BOSS 居然是一个黄金 BOSS 啊！沈毅忍不住的吐槽说道，黄金 BOSS 那与青铜与白银 BOSS 可不能同日而语，其强度远远超过了他们之前遇到过的 BOSS 的强度总和，可以说是相当的变态的。更何况是在他们现在装备都还是一些破烂的情况下，那就更加来说难以对付了。也就是沈毅他们的小队是一组变态职业，这才有能力与这眼前的 BOSS 斗一斗，否则的话，看到这黄金 BOSS 直接绕路走才是明智之举。黄金 BOSS 那岂不是可以开黄金宝箱？吴姐脑回路清奇的很，这回居然就已经在梦想着摸宝箱了。认真点吧，我的活爹，这玩意可是黄金 BOSS， 跟我们之前打的不一样。沈毅整个无语，说话的功夫，沈毅已经悄然的绕到了 BOSS 身后了。哎呦喂，我动不了了，二姐，给我奶，给我奶！而这时候，沈鱼在队伍里大声的喊道：“黄金 BOSS 的强度可不是那么简单的！就在刚才 ，BOSS 一个技能将冲上前的沈鱼给控制住了，顺带着将其的血线给拉到了一个斩杀线。眼看着 BOSS 已经挥动自己的爪子朝着沈鱼而去，沈鱼显然惊恐了，这要是被摸上，直接就 G 了呀！啊，等等，还有2秒 CD。沈倩也是急得满头大汗 ，BOSS 伤害太高，沈鱼血下降的太快，他的治疗显然有些跟不上了呀！啊，我死定了！沈鱼闻言大喊，准备迎接死亡。可就在他以为爪子要落在他身上送走他的小命的时候 ，BOSS 一下子的顿住了。不光如此 ，BOSS 的血条也是瞬间的下降了好大一格。慌什么？你老弟我还在呢！
沈毅在队伍里喊道：“就在刚才！”他猛然一击安逸，被刺触发了眩晕效果，将 BOSS 击晕，紧接着对着 BOSS 就是连续的一顿输出。呼！也就在击晕的功夫里，沈倩的治疗 CD 转好了，直接治疗术将沈鱼的血条给拉满。好弟弟，干掉的漂亮！沈鱼大喜，冲着沈毅喊道：“别夸了我的祖宗，拉 BOSS 仇恨啊！他朝我来了。”沈毅可来不及听恭维，对着沈鱼喊道：“因为自己被刺的关系，此刻 BOSS 仇恨直接来到了沈毅的身上，而 BOSS 眩晕结束后，直接朝着沈毅扑了过来。”第52章血战 BOSS， 触发双倍技能。下一声怨灵的尖笑声在沈毅的身后响起，随之沈毅只感觉到脑瓜子嗡嗡的一阵的疼，很显然的，这属于对方的技能。下一秒，果然沈毅就处于了晕眩状态了。操，动不了了！沈毅暗骂道。然而就在这时候，一道柔和的圣光落下，沈毅的晕眩状态瞬间解除。小弟，我给你用了净化，有效果吗？6666吧，二姐开窍了。沈毅闻言不由惊喜，自己的都没有想到沈倩的净化可以解除负面 buff， 想着硬抗伤害呢，没想到啊，自己二姐居然想到了。晕眩解除，沈毅迅速与 BOSS 拉开距离。盗贼直接属性点全部加的是敏捷，盗贼伤害输出就是要高爆发，而敏捷可以提高速度的情况下，增加暴击几率与伤害，所以眼下沈毅的敏捷的很高的，速度也很快。就身后一阵凤鸣，巨大的凤凰图腾从 BOSS 身上冲天而起，随后一个巨大的牢笼禁锢住了 BOSS。 吴姐、沈岩此刻控制也跟了上来，困住了 BOSS， 而三姐进一步跟上，直接一个盾击加嘲讽，又是将 BOSS 的仇恨吸引到了自己的身上。做得漂亮！沈毅看到这一幕，老怀大慰，不知不觉当中，几个人的默契逐渐的形成了。沈毅要的就是这种效果，伴随着自己几个姐姐的成长，配合大家的神职，日后哪怕融合世界降临，他们存活的几率也会大大增加。大姐与四姐再次的对着 BOSS 一阵输出，而沈毅则老六的随时爆伤刺杀，打 BOSS 的节奏非常的出色。此刻若有人观战，一定会被这美如画的配合而惊叹到：小心了，黄金 BOSS 会触发2次的大招，一次是在半血状态，一次是在 10% 血状态，马上要进入 50% 血量了， BOSS 要开大招。我不清楚这个 BOSS 的大招是什么，但估摸着是群体类技能，小心。沈毅看着 BOSS 的血量逐步下降，即将来到半血的时候，对着几个姐姐嘱咐道：区别于青铜与白银的 BOSS， 黄金 BOSS 的大招频率更高，爆发伤害也更变态。事实上，往后更高品质的 BOSS 更恐怖，那技能频率只会越来越高。像是神级 BOSS 这种，妈的，走一步放一个技能，走2步放一个大招的，根本不是普通人能够受得了的。好，众女答应一声，然后更为专注了。下，果然到了 50% 血量的时候， BOSS 仰天发出了一阵狂笑声，而听到这狂笑声，众人瞬间的全部进入了恐惧状态。恐惧状态下，众人失去控制，然后随意的乱跑。事实上，沈毅二姐的沈倩的进化是可以解除恐惧状态的，然则沈毅前世并没有打过这个 BOSS， 所以也不晓得这家伙的大招居然是群体恐惧，否则的话，让二姐提前释放进化技能，可以完美规避对方的伤害。我死了，我又活了，我又死了。伴随着群体恐惧，三姐沈鱼在队伍里哇哇乱叫了起来。没办法，此刻的她最为凄惨了。作为主 T， 她距离 BOSS 是最近的，此刻被恐惧所支配，失去了控制，直接就成为了 BOSS 的主打目标，瞬间的就把他血条给清空了。不过吴姐沈岩在10级的时候领悟了一个涅槃的技能，附加在队友身上，能够让队友死亡后瞬间复活一次。而这个涅槃的状态一直都在三姐沈岩的身上，所以当其第一次被击杀的时候，沈鱼在涅槃中复活，但才站起来还来不及动手呢，又是被 BOSS 给杀了。2次死亡的沈鱼看着自己生生死死之后的尸体成为了灵魂，眼巴巴的站在原地，只能够期待沈倩救自己。而也就在这时候，恐惧状态终于消失了。与此同时，在杀死了沈鱼之后， BOSS 的仇恨又转移到了沈毅身上，追着沈毅就杀了过来，一个技能甩过来就把沈毅打残血。小弟，二姐沈倩见此，立马的冲着沈毅要使用治疗术。二姐别管我，先救三姐，只有她活了，我们才有打 BOSS 的资本。沈毅见此，立马的冲着二姐喊道，让她不用管自己，先救沈鱼。毕竟团队没有了主 T， 那这群脆皮的远程就全部都危险了。好，沈倩释放治疗的手一顿，闻言转向了沈鱼。虽然担心沈毅要死，但他还是按照沈毅说的做了。沈毅眼神犀利，当然不可能就这样的等死了。看着 BOSS 又朝着自己而来，伸出血丝的爪子，一爪子而来，沈毅不退反进，
手中的匕首划过一道完美的弧线，朝着对方抹了过去。暗翳血路，双方都击中了对方，然而沈毅却没有挂掉。不光没有挂掉，甚至于的原本都已经残血了，这一刻竟是直接恢复到了满血。卧槽，运气逆天啊！沈毅看着自己满血的血条，与看着 BOSS 降了一格的血条，忍不住的内心道。就在刚才，沈毅使用了暗翳血路，这个技能是吸血的。沈毅想着的就是以血换血，计算了一下，感觉自己死了不了，应该能够吸上来。没料到的是，沈毅居然触发了武器上的特效，直接触发了双重技能的效果，以至于技能效果结算了2次，直接让自己满血了。看着血条回满，沈毅感叹自己运气牛逼啊！而也就在这时候，沈瑜已经被沈倩给救活了，再次的召唤出了自己的宝宝龙。沈瑜骑上去就立马冲来，对着 BOSS 一个嘲讽拉住了仇恨。老弟，3节我又回来了。好的，胡汉三，大家一块接触输出，别给 BOSS 喘息的机会。BOSS 第一个大招被顺利的扛过后，一切恢复轨迹。沈毅等了，继续持续输出，看着 BOSS 的血条逐步的下降，大家心中还是很激动的。第53章击杀黄金 BOSS， 幽灵黄金之盾。2姐注意了， BOSS 马上就只剩下 10% 的血了，注意提前使用净化技能，免疫控制效果。众人拖着 BOSS 消磨着其血量，终于的在持续了将近半个多小时的攻击之后，此刻这个黄金 BOSS 的血条已经来到了 10%。 吃一堑长一智，刚才已经吃过亏了，当然不可能在本一个问题上犯2次错误，所以沈毅当即的第一时间冲着沈倩喊道，示意他准备开启净化技能，规避掉对方的恐惧效果。好。而此刻沈倩已经会看 BOSS 的前摇动作了，虽然说未来的浩劫前夕会与世界融合，但如今的它本质上还是一款虚拟的网络游戏。 BOSS 在施法的时候都会有技能前摇，看前摇其实是每个玩家都需要必备的一个技巧。沈倩的领悟能力自然是非常优秀的，看着 BOSS 的动作，他敏锐地把握到了关键，就在对方血量来到 10%释放大招的一瞬间，净化也同时落下。下，一阵阵尖锐的尖笑声从 BOSS 口中发出，众人的血量一波波的往下掉。瞬间的，所有人都是脸色一变。没想到的是，这一次这 BOSS 的大招不光拥有恐惧效果，还有持续伤害输出。立马的众人就掏出了血瓶，开始给自己补血。而沈倩更忙碌，死死的奶着众人。所幸的是，对方的大招没有持续很久，众人的血条虽然都已经见底，但都还活着。输出，成他便要他命。沈毅见状，一马当先而去，瞬间的技能朝着对方身上丢了过去。而10%的血量也在众人的合力之下，很快的让 BOSS 血条见底。下，一声不甘心的怒吼之后， BOSS 的灵魂状态瞬间的消失，随之变成了一具干枯的干尸落在了地上。而众人身上则是冒出了一阵升级的白色光芒。在经历了刚才清洗外面怨灵和击杀 BOSS 之后，直接的众人等级来到了12级。很显然的，一个黄金 BOSS 的经验还是很高的。耶，好哎，击杀 BOSS 了。宝箱呢？宝箱呢？宝箱在哪里？看到 BOSS 被击杀，沈岩已经坐不住了，立马的跑了过来，四处的看着，寻找着宝箱。吴姐，这是野外 BOSS， 是不存在宝箱的，宝箱是副本 BOSS 才会有。野外 BOSS 都是摸尸体的，喏，尸体在这里，摸吧，看你的小红手，这一次能不能够摸到什么好东西了。沈毅指了指那干枯的尸体，对着沈岩说道，让他过来摸尸。什么？摸尸？卧槽，这是真尸体啊！我才不要呢。咦，弟弟，你来。吴姐沈岩闻言看了一眼那干枯的恶心尸体，当下表示拒绝。很显然的，在选择摸宝贝与摸真尸体之间，沈岩果断的选择了抛弃宝贝。这有什么？都是尸体，怎么就不一样了？沈毅好笑的说道，然后看向了其余几个姐姐。姐姐们，可有人想要试试手气？不了，不了，老弟你来，姐姐信你的好运气。对对对，这样的好事情怎么能少了我们亲爱的弟弟？弟弟，你来吧。显然，眼前的 BOSS 尸体遭到了沈毅姐姐们的群体嫌弃，大家看了一眼那干枯的尸体，显然没有人愿意触摸它。那好吧，沈毅一笑，倒也不再问了，他们怕，自己可不怕，一个大老爷们怕个屁。当即的，沈毅上前对着尸体就开始一顿的掏，而几个女人纷纷的把目光看向了沈毅，期待能够看到沈毅掏出什么好东西来。这是技能书。沈毅首先从尸体上摸出来的是一本技能书，在浩劫前夕里，技能不光是升级领悟和装备携带，还有技能书可以学习，所以技能书也是非常好的一种物品。没想到沈毅一下子就摸到了一本技能书，幽灵部技能书，使用之后可以学习获得技能幽灵部，使用条件盗贼、杀手类职业。居然是一本盗贼杀手使用的技能书，
这不是我刚好可以用吗？沈毅没有想到啊，这第一个摸到的东西就是自己可以使用的装备。幽灵步很显然的就是一种 buff 类技能，使用后应该是可以提高敏捷的技能。作为敏捷类的主要的职业，也只有盗贼与杀手类职业可以使用。吼，臭弟弟，摸到的东西都是你自己用的。看到沈毅摸出了技能书，大家都很好奇是什么技能书。而当看到这技能书的时候，众人不由感叹，沈毅好运气啊，直接就摸到了属于自己职业类型的技能书了。嘻嘻，要不换你来，或许你摸出来的就是你职业所需呢。沈毅笑着看向了三姐。不了，我宁可不要，况且我的好弟弟肯定能够与帮姐姐摸到好东西，对不对啊？沈瑜邪魅的一笑，冲着沈毅说道。沈毅一撇嘴，想得美，我肯定摸自己需要的。嘴里碎碎念着，沈毅再次的伸手摸了过去。这触感，这是……但是沈毅的话音刚落，沈毅就从摸出了一面盾牌。看着散发着金光的盾牌，沈毅直接无语了。前一刻沈瑜还在说给他摸一件装备，没想到这就真摸到了。好，弟弟，你要不要那么宠三姐啊？看我这嘴，开光了，嘻嘻，盾牌，我的装备。看到散发着黄金色的盾牌，傻子都看得出来这是什么装备了，很显然的是盾牌类职业的呀。而骑士就是其中之一，显然真是沈瑜的装备啊！沈毅无语，然后看着沈瑜开心心的将盾牌给拿走了。好厉害的盾牌啊！幽灵黄金之盾，装备类型单手武器，装备品质黄金，装备属性物理伤害提升8至13点，防御法抗增加20点， HP 增加150点。装备效果，在使用幽灵黄金之盾抵挡的时候，可以抵抗 10% 的伤害，有 0.5% 概率触发幽灵效果，完全免疫一次伤害。装备需求骑士、盾战士类职业，装备等级15级。第54章史诗级坐骑幽灵战马。亲爱弟弟，姐姐我爱死你了，不愧是我的亲亲好弟弟，来给姐姐香一个。沈瑜开心极了，鸟枪换炮。之前沈瑜还拿着一个新手盾牌，以至于在面对现在新手区外的 BOSS 的时候，明显的新手盾牌所加持的属性已经不够看了。而如今不一样了，沈毅摸出来了一件黄金装备，直接让其原地起飞。这黄金盾牌的属性虽然算不上极品，但词条着实是不错的，特别是那 0.5% 几率的完全免疫一次伤害，看似几率太低，但如果在面对强大的 BOSS 的时候能够触发一次的话，那直接就是原地起飞啊！帅吧？沈瑜自然很不客气，把盾牌拿在了手里给众人展示。虽然因为等级还没有达到15级无法装备，不过光是看样子就足够帅气了。这盾牌是蓝色的，宛如幽灵一样的一面盾牌，给人一种诡异的感觉，不过样式还挺好看的，并且散发黄金装备独有的黄金色，整个看上去就非常的牛逼帅气。当三姐沈瑜拿着这个黄金盾，然后坐在自己的宝宝圣光龙的身上的时候，还别说，这回的沈瑜还真有点帅。帅，三姐666，弟弟我也要，快给我摸，给我也摸点装备啊！吴姐沈岩已经看得馋哭了，对着沈毅说道：“要不是实在嫌弃那女怨灵的尸体，他此刻都想要亲自上阵摸尸了。”知道了，不过我感觉这运气也到头了。沈毅嘀咕了一句：“讲道理，一个黄金 BOSS 已经出了一个黄金装备了，再出好装备的可能性非常低。毕竟作为众生者，沈毅是知道的，这游戏的爆率其实是有些令人发指的。”继续的摸尸体，果然接下去连续好几件都是一些垃圾的装备，并没有再出现诸如幽灵黄金盾这样的装备了。就在众人都极度失望，以为就这样结束的时候，沈毅忽然的又是感觉摸到了什么了不得的东西。还有好东西，这光芒紫色的。沈毅再次的摸出了好东西，众人也没有看清楚沈毅摸到的到底是什么，只见到一阵紫色的光芒闪过，然后东西就落入了沈毅的背包里了。什么东西啊？众人好奇，纷纷把目光看向了沈毅，他们显然都没有看清楚那是什么，一个个的目光看向了沈毅，问道：“我瞅瞅。”沈毅直接打开了背包，然后当看到背包里面多出来的东西的时候，直接整个人都呆住了。卧槽，不会吧，这运气真要逆天！沈毅直接错愕了，傻眼了，不可置信了。当看到背包里的东西的时候，抓耳挠腮，感觉运气有点太逆天了，真怕自己阳寿耗尽啊！到底什么东西啊？看到沈毅露出了这样的一副表情，众人更为好奇了，纷纷的问道，一个个急切的样子。坐骑，出了一个坐骑，天呐，而且还是史诗级的坐骑！沈毅对着众人说道，表情无比的夸张。啊！听到是坐骑，众人都惊呼了。沈毅也不废话，直接把坐骑数据分享在了队伍频道里。幽灵战马，坐骑种类
陆地坐骑，坐骑品质史诗级，坐骑属性乘坐坐骑可以增加移动速度105%。坐骑技能幽灵冲刺，幽灵冲刺使用后，幽灵战马化作幽灵状态，迅速往前冲刺，速度提升100%，持续 60s CD 120s。坐骑简单来说就是游戏里的载具。浩劫前夕里的坐骑根据不同环境分为许多种类，譬如说飞行坐骑、陆地坐骑、水上坐骑，甚至于还有潜水坐骑。不过浩劫前夕的坐骑是无法参与战斗的，除了骑士类职业，否则坐骑只是一个交通工具而已。但即便是如此，一个好的坐骑也是十分必要的。毕竟浩劫前夕的地图非常之大，一个好的坐骑对于玩家来说至关重要，可以在跑图上解决许多的事件。自然而然的，这个坐骑就显得尤为重要了。沈毅没想到是自己等人杀个黄金 BOSS， 居然能够出一个史诗级的坐骑，这105%的移动速度加成就很变态，等于是比用自己跑得快了1倍还多，这等于同样的路程可以节约1半的时间。可惜就只有那么一个，要是能够人手一个的话，那就太美好了。老弟，快放出来看看！沈岩迫不及待地说道，示意沈毅赶紧让幽灵战马出来亮亮相。沈毅点头，随后将幽灵战马给放了出来。会，一声马嘶，一头通体呈现出由幽蓝色只有灵体的战马出现在了众人的眼前。深蓝色的眼界燃烧着，身上是淡蓝色的幽灵体，身体健硕，四肢离地，仿骨踩着幽火，整个幽灵战马给人的感觉就一个字：帅气。哇哦，好帅的马呀！是啊，真好看。这马是幽灵 A， 看着不吓人，反而挺好看的。众人你一句我一句的说道，几乎都认同这匹马很帅。吴姐，给你吧。沈毅收起了幽灵战马，然后直接的交易给了沈岩。啊，给我，你不要吗？闻言，沈岩一愣，盯着沈毅问道：我肯定要以后更好的呀，这史诗级的配的上你老弟我的气质嘛，况且我都有一本技能书的收获了，你不是最爱车呀什么的马，保时捷911暂时没有，这匹马就先当利息了。沈毅嘿嘿一笑说道，他对于坐骑倒是没有太强烈的需求，毕竟自己是全敏职业，移动速度本来就快，况且他知道自己吴姐对于载具情有独钟，这坐骑就是载具，哪怕是游戏里的也很酷好吧。事实上这匹坐骑他们要是不要可以出售，以现在的价值来说，这匹幽灵马能够在现实里换个法拉利都不过分。可以吗？沈岩嘴里喊着可以吗，身体已经老实的点了交易了。切，五妹别虚伪了好吧，还可以吗？3节比1，嘻嘻，五妹喜欢就拿着。你喜欢就拿去。沈月等人自然不会跟自己的妹妹抢，当下的笑着道。第55章任务钥匙，难度开锁。那我就却之不恭了。果然吴姐很虚伪，嘴上说着可以吗，这回已经直接在众人面前召唤出了这匹幽灵战马，然后直接的坐了上去。帅啊！沈岩坐在幽灵战马上笑逐颜开，可算是满足了他的心愿了。此时此刻他感觉自己比开着911可拉风多了。弟弟再试试，说不定还有好东西。众人目光又看向了沈毅，然后催促着沈毅继续，毕竟这 BOSS 已经出了好几样好东西了，让人不由得感到了一阵的惊喜啊。沈毅苦笑，感觉这 BOSS 已经超预期了好吧，不太可能还有什么好东西。不过沈毅还是继续的摸了摸，咦，还真有东西。本以为都已经可能没有东西了，但很快的沈毅就露出了惊讶的表情，然后摸出了一串钥匙。这是什么？众人看着沈毅手中的钥匙，立马的好奇了起来，纷纷的问道：钥匙难道是开宝箱的？沈岩从自己的幽灵战马上跳了下来，一双美眸瞪得老大，还在幻想着开宝箱呢。不是，写着任务用品。哦，懂了。二姐，你的任务是不是还没有完成？沈毅的目光看向了自己的二姐，他们之所以来到幽灵教堂，可不是为了单纯升级啊，而是为了帮沈倩完成 S 级的协会任务。还没有救出教会成员。果然不出沈毅所料，虽然击杀了幽灵教堂的 BOSS， 但其任务并没有就此结束。看来我猜测的没有错，这钥匙应该是可以打开什么密室之类的通道的。大家分开找找，看看有没有上锁的门或者暗道地下室什么。沈毅冲着众人说道，此刻 BOSS 已经没有任何的东西了，最后的物品就是这串钥匙，写着是任务物品，所以说估摸着这玩意还是跟沈倩任务挂钩的可能性大一些。众人答应一声，就开始四处的寻找什么暗门之类的。而沈毅则是直接掏出了 BOSS 报出来的技能书，然后直接的选择了使用。幽灵步主动技能，使用幽灵步，移动速度增加 60%， 如果玩家处于前行隐身状态，额外增加移动速度 20%， 在移动过程中有 2% 的几率在移动轨迹上留下一个幽灵幻影迷惑对方，幻影持续5秒，
移动速度加成维持20秒 ，CD 45秒，消耗 MP 50点。哟吼，不错的移动类技能。看着自己获得的幽灵步，沈毅很是满意。移动类技能是很多职业都需要的，提高移动速度可以有效的躲避技能等，特别是杀手与盗贼类职业，这种移动技能就更为的重要了。而沈毅这个幽灵步的效果着实还是不错的，移动速度加成中规中矩，隐身状态下还能够更快，最关键的是还能够留下一个幽灵幻影。试想一下，当一个怪物追着你的时候，忽然的出现一个幽灵幻影，吸引住对方的注意力，那能够给你争取多大的逃生空间啊！总的来说，这个技能不算很变态，但是前期足够沈毅发挥了。弟弟，就在沈毅学习技能的时候，四姐沈灵忽然的呼喊沈毅道。见状，沈毅立马的走了过去。他知道四姐话不多，喊自己肯定是因为发现了什么。果然啊，不出所料，真有个暗门，还是上锁的。等沈毅来到了沈灵的身边，果然就看到一个残破的雕像后面，一个上锁的暗门出现在了众人的眼前了。都不用找了，找到了。沈毅队伍其余几个姐姐喊了一句，闻言众人立马的过来。开门啊，老弟，说不得里面有宝贝。沈瑜双眸璀璨，对着沈毅催促道，让其赶紧的开门。对，臭弟弟，快点开门，让我看看里面有什么好东西。众人都是跃跃欲试的，一个个的激动无比，对着沈毅喊道。沈毅点头，然后拿出 BOSS 身上的那串钥匙，紧接着就对着上锁的门开锁。咔嗒一声脆响，众人纷纷傻眼了。沈毅也愣了，看着手中的钥匙串上的钥匙断裂了一把，面色直接僵硬了。系统提示：钥匙已损坏，上前门锁还能承受2次损坏，当彻底损坏，门锁将无法打开。啊！笨蛋老弟，钥匙坏了。是啊，原来只有3次开锁机会吗？不会吧，这串钥匙一共有5把钥匙哎，那么说只有1把是真的喽？这玩套路呢？那如果打不开，二姐的任务是不是就失败了？显然，提示不光沈毅看到了，沈毅的几个姐姐也都看到了。此刻5张倾国倾城的脸都在沈毅的四周盯着沈毅，让沈毅直接的压力山大了。靠，够系统，还跟我玩这个？沈毅郁闷啊，没想到啊，这门锁还设置了机关的，5把钥匙，只有1把能够打开，且只有3次机会开锁，如果失败，这扇门就无法打开了。嗨，再来一次。沉吟了片刻，沈毅也无奈，总不能不开门吧？对着几人说道。沈毅决定继续开锁看看。深吸一口气，沈毅直接的再次的选择了1把钥匙。咔嗒，熟悉的声音，熟悉的钥匙断裂，6个人，6双眼睛，大眼瞪小眼。完了，弟弟，你刚才摸尸把运气都用完了，换人吧。臭弟弟刚才碰了尸体，沾染了晦气，换人来就1次机会了。看到再次失败，大家心都悬到嗓子眼了，毕竟来说只剩下最后1次机会喽。要不你们来。沈毅也有些慌了，虽然是穿越者，是百科全书，可问题这玩意就算重生前世玩过，估摸着也没有办法100%准确啊，因为这5把钥匙一模一样啊，纯粹玩的就是几率。弟弟你来，大姐相信你的运气。对，弟弟就你来，失败了二姐也不怪你。看到沈毅压力山大，当下的大姐与二姐纷纷的支持道，表示最后1把还是得让沈毅来。第56章，教堂下的隐藏 BOSS。沈毅闻言拿着手中的钥匙，其实他想说的是自己眼下压力也很大。我来。然而谁也没有想到，这时候一向沉默寡言的四姐沈灵对着沈毅说道，竟是表示要来开锁。啊！其余几人也是纷纷看向了沈灵，说真的，现在就1次机会了，手里还有3把钥匙，这几率虽然是1/3，但却也至关重要。要是失败了，等于是背锅啊。没事，交给我。看到众人的表情，沈灵却丝毫不在意，他显然是想要替沈毅分担一下压力的。沈毅连续2次失败，虽然他们都没有怪责沈毅，但沈毅自身却承受了不小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他愿意替沈毅分忧。那四姐，你来吧，开不了也没有关系。沈毅将钥匙交易给了对方，同时的说道。其余人也是纷纷点头。四妹，你来，任务完不成，二姐也不会怪你的。任务是属于沈倩的，她为了不让沈灵带着压力，也是立马表态道。沈灵简短的答应了一句，接过了钥匙，然后在众人的目光注视下，直接的选了1把捅进了锁眼里。当扭动钥匙的一瞬间，众人只听到了咔嗒一声。然而这一次钥匙没有断裂，而是直接被拧动了，锁也正常的被打开。成功了，四姐牛逼啊！沈岩双眸明亮，冲着沈灵惊喜道。哎呦喂，我家小四没想到也是小红手啊，居然成功了，老弟看看人家。太好了，
成功了，妹妹的运气真不错。看到门锁被打开，众人显然的一阵欣喜啊，对着沈凌说道。而沈凌与沈毅同时的长出了一口气，说针锋真的压力山大，特别是沈毅2次失败，差点背了大锅了。没事，开门吧。四姐依旧神色平静，然后指了指这道暗门说道。对，说不定有宝贝。闻言，沈岩激动的说道，正要开门，然而门却忽然的自己开了。天使之神啊，天神保佑，天神保佑！一个人忽然的从里面出来，然后屁滚尿流的样子显得十分的惊慌，边跑还边嘴里念叨着，一副神经兮兮的模样。你们是教会派来拯救我的吧？赶紧走，赶紧离开这里，小声一点，千万不要发出任何的动静，赶紧走。而迎面从暗门内出来的人看到沈毅几个人也是一惊，随后像是反应过来了一样，压低声音说道，你是来幽灵教堂净化的教会牧师？看到来人穿着一身教会的牧师长袍，沈倩下意识地问道，因为自己的任务就是来拯救教会人员的。是的，我就是教会的牧师，我们本来是来这里净化邪灵的，没想到邪灵太过于强大了，我与同伴打不过，最后都失散了。我偶然地躲进了这地下的通道内，这才没有被邪灵杀死。牧师冲着众人低声地说道。沈毅闻言，目光看向了二姐，刚要询问，二姐就主动开口了，任务完成了，可以去交任务了。果然，在打开了暗道将人从里面救出来之后，二姐的 S 级任务就完成了。里头是什么地方？有没有宝贝？看着黑漆漆的通道，沈瑜对着那个教会牧师问道。宝贝？哦，我的孩子，你可不要生出贪念来，贪欲会让你丢掉性命的，里面没有宝贝。教会的牧师是一个老妇人，听到沈瑜的话，眼神里充斥着一抹仿佛被亵渎的样子，对着沈瑜说道。那下面是什么？看你的样子好像很惊恐。沈毅疑惑对着对方问道。这教会的牧师一副活见鬼的模样，更是一副害怕的表情，这也太离谱了吧，让人不由自主地感到了一丝的好奇，这底下到底是有什么东西让对方如此的惊恐？吸血鬼，下面是一头正在沉睡的吸血鬼，刚才在教堂里的邪灵不过是吸血鬼的女仆而已，这里真正的主人是下面的那个吸血鬼，他强大而又恐怖，所幸他还在沉睡，我没有惊动他，没有让他苏醒，这才侥幸活了下来。孩子们，年轻的冒险者，答应我，千万不要下去，一旦他苏醒，他会杀死你们的，你们的力量还太弱小了，根本不是他的对手。教会牧师对着沈毅众人劝说道。吸血鬼，听到这词，众人的面色都是一变。沈毅几个姐姐显然有些害怕，毕竟是女孩子，哪怕这只是一款游戏，但场景那么逼真，也容易给人造成心理阴影。而沈毅却是双眸明亮，明白了这下面估计是另外一个 BOSS， 看样子这幽灵教堂还有隐藏 BOSS 一说法。只不过这个设定很巧妙，打开地下通道需要杀死教堂里的 BOSS， 获取任务钥匙，然后打开暗道才能够进去。但暗道又不是100%打开，反正前世沈毅是没有听说过幽灵教堂有隐藏 BOSS 这一说法。发生这种事情的可能性是有人提过，沈毅没有看到，又或者前世他们开锁失败了，导致没有人发现过。姐姐们，这下面可能是一头隐藏 BOSS， 咱们得下去看看，这万一是隐藏 BOSS， 咱们要是弃之不顾就亏大了。沈毅思忖了片刻后，对着自己几个姐姐说道，意思很明确了，想要下去。隐藏 BOSS， 那个吸血鬼吗？一听这话，众人立马也来了精神了。对，很有可能，要不要下去瞅瞅？反正来都来了，而且这 NPC 说 BOSS 在沉睡，要是太强，咱们撤出去就行。沈毅说道。那行，听你的。对，听你的 ，BOSS， 哎，怎么能够不去看看？那也太亏了吧。对，下去瞅瞅。一听是隐藏 BOSS， 瞬间的大家都来劲了，毕竟一个隐藏在地下室的隐藏 BOSS， 对于众人吸引力显然是巨大的，无疑让人有了战斗的欲望了。那就下去瞅瞅。沈毅闻言，当下拍板道。第57章，史诗级 BOSS，1.9% 的偷窃。年轻的冒险者，你们不能下去，会惊醒下面沉睡的吸血鬼的。被解救的牧师见到沈毅等人跃跃欲试的要下去，当下的急了，冲着他们喊道，示意他们不要下去，非常危险。您就先回教会吧，我们有分寸。沈毅等人自然懒得搭理这 NPC， 要说5年后的融合世界，那沈毅或许还会谨慎一些，毕竟只有一条命。可如今还是网游世界，死了大不了复活就行。所谓富贵险中求，明知下面有隐藏 BOSS， 要是沈毅等人弃之不顾，那也未免太怂了一些了。当下的沈毅带头朝着下方走去，好大的空间啊！没想到这教堂下面居然还隐藏了那么大的一个空间。沈毅等人走下了下楼的楼梯，然后又穿过了一条过道。当走出过道，进入到一个房间内的时候，瞬间的视野随之一下子变得开阔了起来了。这教堂下方只有一个巨大的房间，
这个房间的装饰与布置像是一个巨大的图书馆，空间非常的庞大，给人一种古朴而又具有知识的感觉。弟弟，看中间呀，那里有一个棺材。真的哎，这不会就是那个教会牧师说的吸血鬼吧？电影里吸血鬼不是都爱睡在棺材里吗？众人的目光此刻都被眼前的摆放在中央的一口巨大的棺材所吸引了。在这个类似于图书馆一样的教堂地下建筑的中央，摆放着一口稀世古老的棺材。这口棺材非常的庞大，而且还被一层隐隐的圣光所包裹着，看上去非常的有逼格。沈毅的目光落在了这棺材上，当下的眼眸一闪：“姐，你们先待在这里，我过去看看。”沈毅看着眼前的棺材，不确定里面的 BOSS 是什么等级的。为了安全起见，沈毅决定自己先摸过去瞅瞅怎么个回事。好，小心一些。闻言，姬女答应一声，倒也没有迫切的想要过去的意愿，小心驶得万年船。沈毅点头，当下的使用了暗翼前行，进入了隐身前行状态。随后，沈毅悄摸着朝着那口中央摆放的巨大的棺材走了过去。当沈毅来到棺材边上，随后目光看向棺材里头的一瞬间，沈毅只感觉到了大脑轰的一声，倒抽一口凉气。当沈毅的目光聚焦在这棺材内部的时候，里头 BOSS 的信息一下子显露在了沈毅的面前了。吸血鬼伯爵唐纳赫尔 ，LV20的等级，并且他的名称前方是一个紫色的徽章，这表示了这家伙居然是一头史诗级 BOSS。20级的史诗级 BOSS， 沈毅怎么也没有想到啊，这幽灵教堂下的确拥有一个隐藏的 BOSS， 不过居然是20级的。此时此刻，这个唐纳赫尔睡在棺材内，被一层圣光所笼罩，应该是处于沉睡状态的。这样的情况下，大概率如果不主动发动进攻的话，应该 BOSS 是不会醒的。这才是那个 NPC 能够活着的根本。弟弟，怎么样？棺材里有宝贝没有？沈岩在队伍里对着沈毅喊道，远远的看着沈毅已经来到了棺材身边，对于里面有什么，他显然十分的好奇。宝贝是有，不过怕没命拿呀。棺材里的确有个隐藏 BOSS， 不过是一个20级的史诗级 BOSS。史诗级的 BOSS 对于我们来说太强了，不好对付啊。沈毅冲着他们几人说道。20级史诗级 BOSS。 听到这话，众女面面相觑了。刚才上头教堂里的黄金 BOSS 都够他们喝一壶的了，这个史诗级的 BOSS 的确对于他们来说难度有些太大了。那怎么办？要冒险吗？听到说是个20级的史诗级 BOSS， 众人一下子都有些无奈了，一个个的当下好奇的问道，想知道该怎么处理。等一下，你们在原地站着别动，我先试试能不能从对方身上偷点东西。沈毅看着眼前的这个史诗级 BOSS， 心中一动。打不打先不说，既然这 BOSS 没有被触发，沈毅看着躺在棺材里的 BOSS， 一下子动了歪心思了。当下的沈毅打算使用偷窃技能，从对方的身上偷点东西看看。啊！众女一愣，尽皆无语。而沈毅则已经伸出了自己的罪恶之爪了。只有 1.9% 的成功率吗？卧槽，这还是在黑夜加成下的效果。当沈毅的手悬停在这 BOSS 的身上的那一刻，沈毅直接无语了。100%偷窃的 CD 还没有转好，所以眼下偷窃并非是100%成功的。偷窃技能是根据双方实力的差距出的成功率，简单来说，偷窃者偷窃比自己弱的成功率会很高，相反则很低。偷窃者与被偷窃者的实力差距越大，成功率则越低。如今沈毅12级，虽然是唯一隐藏职业，但较之于这20级的史诗级 BOSS 还是差了不少。即便沈毅的暗翼之手在黑夜状态下有加成，依旧只有 1.9% 的成功率。沈毅估摸着，如果普通盗贼来偷窃的话，成功率估摸着只有0点几。妈的，偷了 1.9% 的概率，这不偷跟棒槌有什么区别？要换成别人，或者面对这 1.9% 的成功率会直接的放弃，但沈毅没有，直接的化身成为了拼命三郎，决定直接偷了。姐，注意了，我要偷 BOSS 了，这个举动可能会弄醒这个 BOSS， 过会妖是醒了，咱们不妨试试看能不能打得动，实在不行咱们就跑路，所以你们都躲在门口位置，过活 BOSS 要是醒了，你们就尝试着打一下试试，要是输出是个位数，别犹豫，直接开溜。沈毅偷窃之前对着自己几个姐姐说道。好，老弟，那你小心啊。闻言，沈毅几个姐姐答应一声。沈毅见状，已经做好了完全都准备后，面对 1.9% 的成功率，当下的使出了自己的成名绝技暗翼之手。第58章无能狂怒，被封印的 BOSS。 系统提示，玩家对目标吸血鬼伯爵唐纳赫尔进行了偷窃，偷窃失败，并惊醒了沉睡中的吸血鬼伯爵唐纳赫尔。果然，天命之子这种屁话，骗骗小孩就成了，我是必不可能是什么天命之子的。沈毅欲哭无泪啊！1.9% 的成功率对于沈毅来说实在是太难了，这要是也能够偷窃成功，那沈毅都怀疑自己是不是真开挂了。所以在偷窃之后，直接偷窃判定失败，不光失败了，眼前的这个 BOSS 还被惊醒了过来了，
也就意味着这个 BOSS 苏醒了。老姐们注意了 ，BOSS 醒了，按照原计划进行。要是输出不够，开溜！沈毅大声的在队伍里冲着自己的姐姐们喊道，示意他们 BOSS 已经苏醒，要小心了。而听到沈毅的话，众女也是纷纷的全神戒备了起来，目光看向了棺材。啊！该死的教会，该死的牧师罗拉，放我出去！该死的混蛋！正当沈毅以为 BOSS 苏醒之后会破关而出的时候，令人意外的一幕出现了。棺材内传出了 BOSS 愤怒的怒吼声，然而除了咒骂与怒吼， BOSS 却没有冲出来，一切都像之前一样。这一幕让沈毅一愣，什么情况？沈毅诧异，再次的看向了棺材内，然后沈毅整个人就错愕了。此刻棺材的内的 BOSS 的确已经苏醒了过来了，那是一个长得像西式吸血鬼电影里的那种装扮的吸血鬼的一样，穿着绅士衣袍，脸色苍白如雪，手指指甲尖锐，拥有着2颗锋利的吸血鬼的獠牙。但令人意外的是，这个吸血鬼虽然苏醒了，但却没有办法冲出来，因为此刻的他棺材上笼罩着一层圣光，而那个吸血鬼显然的十分惧怕圣光，无法突破这圣光从棺材内出来。所以当下的这 BOSS 只能够在棺材内无能狂怒，不断的咒骂着一个叫做罗拉的牧师。弟弟，什么情况？为什么 BOSS 没有要出来啊？他醒了没有啊？是啊，我好像有骂人的声音，是 BOSS 吧？老弟，到底怎么一回事啊？什么情况？见此，大家纷纷的都露出了一抹好奇的神色，很显然的，对于棺材内所发生的一切都表示了剧烈的好奇，想要知道到底是怎么一个情况，棺材内究竟怎么了 ？BOSS 呢？沈毅有些无语，好一会，他在队伍里说道：“可能卡 bug， 这 BOSS 好像出不来啊，被封印在了棺材里。他是醒了，可是他没法从棺材内出来。”啊！听到沈毅的回答，几女面面相觑，都不知道沈毅这话到底什么意思。沈毅仔细观察了一会，确定这 BOSS 没法出来后，然后看向了自己几个姐姐：“你们过来吧，他好像真出不来。”沈毅说道。几女早已经是好奇心爆棚了，听到沈毅的话，二话不说，立马的跑了过来。然后几个女人齐刷刷来到了棺材边上，目光一起看向了棺材内的吸血鬼。人类，是你们把我唤醒的吗？哦，把我释放出去吧，请你们摧毁掉这圣光的封印，我吸血鬼伯爵塔尔赫尔会回报你们帮助的人类。刚才沈毅一直是隐身状态，所以这 BOSS 压根看不到沈毅。忽然沈毅的几个姐姐的出现，把这 BOSS 吓了一跳。当看到沈毅几个姐姐出现的时候，这 BOSS 先是一愣，随后立马的说道，想让他们帮忙摧毁掉封印他的圣光。哎，这 BOSS 有点意思哎，居然会说话。看着开口求他们的 BOSS， 几女都有些惊讶与傻眼了，脸上露出了诧异的表情。多新鲜，他是人形 BOSS， 当然会说话了。事实上，这游戏里 80% 的 BOSS 都拥有高等智慧，说话只是小意思好吧。沈毅解释说道，他这是出不来，因为这圣光。闻言，几女好奇地围着这吸血鬼的棺材，然后说道，应该是，我估摸着，因为这道圣光的原因，所以这吸血鬼无法出来。但倘若有人攻击这口棺材，圣光的封印就会破除，从而的这个 BOSS 就会获得自由了。沈毅看到现在也大概明白了这个设定了。啊，那岂不是说打这个 BOSS 其实是帮他脱困了，不打反而没事？是这个道理。不过你要是不打 BOSS， 你也没有机会得到好东西啊。这倒也是。众人此刻都理清楚到了思绪了。打 BOSS 是为了报东西，重要，但凡是要打这个 BOSS， 封印就会解开，等于是触发战斗。但不打，他就被封印着，没办法从棺材内出来。但同理，你也没有办法从 BOSS 身上获取好东西啊。所以这个封印存不存在其实都无所谓，至少对于战斗小队来说是这样的。这可不一定哦。然而了解到情况之后的沈毅忽然的眼眸明亮了起来，嘴角勾勒出了一抹狡诈的笑容。弟弟，你这个笑容好猥琐呀，你憋着什么坏呢？对啊，弟弟，你又有什么鬼点子了？看到沈毅露出这样的一副老狐狸的笑容，熟悉他的沈家众女一下子就明白，肯定是沈毅想到了什么策略了，不然不可能露出这样的一副狡猾表情。别人或许想要爆 BOSS 装备得通过击杀他的方式，但我不用啊。沈毅笑逐颜开，看着几女问道，为什么？头脑比较简单的吴姐一听，当下更糊涂了，问道，偷窃，弟弟是要用偷窃技能偷他。然而沉默寡言的四姐一下明白了沈毅的意思了，说道，偷窃？不错，就是偷窃。这 BOSS 他出不来，躺在棺材里不就是个活靶子吗？只要我们不破坏封印，那我就能够一直偷窃他，哪怕几率低，可偷的次数多了还怕扒不光他。第59章无敌老六工会令牌。沈毅的话让沈毅5个姐姐是面面相觑，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的，随后目光都看向了沈毅。妈呀，老弟，你也太老六了吧，这都想得到。弟弟，
这个方法好像还真可以哎。是呀，这 BOSS 动不了，那不是随便偷？哈哈，老弟，你可太有才了，这设定估计设计师都不曾想到这点吧？放个被封印在这里的 BOSS， 那岂不是成为了盗贼们的活靶子？沈毅的这个想法呀，堪称绝妙，并且绝对管用。这 BOSS 现在就被困在棺材里，根本动不了。而沈毅虽然偷窃成功率只有 1.9%， 但问题是没有偷窃的次数限制，更是没有什么危险。如此一来的话，那这 BOSS 不就等于是个活靶子，被沈毅无限偷，甚至于能被沈毅给扒干净了。这近乎于卡 bug 的方式，让众人是直呼内行，更是让人感觉到了一阵的好笑啊！嘻嘻，那还等什么？老弟，上，扒光这个 BOSS！ 史诗级 BOSS 又怎么样？困在笼子里的老虎，那还不如猫呢。吴姐沈岩比沈毅还激动，当下催促着沈毅赶紧实施行动，扒光眼前这个 BOSS。沈毅嘴角也是微微的上扬，眼神里更是充斥着一抹激动。史诗级 BOSS 啊，最高能够爆传奇物品，就不知道自己有没有这个运气了。行，那我来。姐，你们可以去看看周围有没有什么好东西之类，这地下空间那么大，说不定还有什么隐藏的宝箱之类的。沈毅当下决定了要偷光这个 BOSS， 不过他也看得出来，这时间过程应该会挺长的，所以对着自己几个姐姐说道：好。几女点头，分散开来，开始搜索整个地下空间。回来，人类，你们要去了，把我救出来，我可以让你们成为高贵的血族。看到沈毅几个姐姐离去，这 BOSS 大声的叫嚷着，想要利诱他们，可惜他们压根就懒得搭理对方。让我看看你到底有什么好东西。系统提示：玩家对目标吸血鬼伯爵唐纳赫尔进行了偷窃，偷窃失败。系统提示：玩家对目标吸血鬼伯爵唐纳赫尔进行了偷窃，偷窃失败。沈毅连续的使用偷窃技能，但 1.9% 的成功率的确不高，连续的使用了10几次，都是以失败告终。但沈毅很有耐心，并没有就此气馁，不断的回蓝，然后等 CD 继续的偷窃。而沈毅的几个姐姐在找了一圈没有发现什么宝贝之后，当下居然坐下来开始阅读图书馆内的书籍。这些个书籍都是记载着浩劫前夕整个游戏背景与故事的，看看对于玩游戏还有诸多的好处，还挺有趣，看的几个人都入迷了。系统提示：玩家对目标吸血鬼伯爵唐纳赫尔进行了偷窃，偷窃成功，获得道具工会令牌。失败了20多次之后，终于的沈毅偷窃成功了一次。伴随着系统的提示，沈毅看着手中的一个令牌，瞬间的双眸明亮了起来了。卧槽，工会令牌居然出了这样的好东西！沈毅震惊了，眼眸里满是不可思议啊，忍不住的在队伍频道内惊呼出声：怎么了弟弟，偷到什么好东西了吗？正看书看得入迷的几人乍然间听到沈毅的咋呼声，顿时一惊，然后纷纷的放下了手中书籍，问道：老弟，偷到宝贝了吗？什么宝贝？是啊，偷到什么了？让三姐我看看。吴姐和三姐最为积极，当下的跑了过来问道。当看到沈毅手中抓着一个令牌的时候，一下子的又迷惑了。这是什么啊？一块令牌，这玩意看着也不像是什么极品装备啊，老弟你激动的毛线啊！吴姐看着朴实无华的令牌，当下腹诽的说道，很明显的对于这个令牌感觉到了一阵的无语啊。卧槽，吴姐，你懂个锤子！你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吗？沈毅郁闷了，那么好的宝贝居然被对方嫌弃，沈毅都要暴走了。啥呀？这是什么东西？见沈毅那么大的反应，当下几人更好奇了。自己看吧。工会令牌，只有此道具可以向主城工会联盟申请创建一个工会，极为稀有。简单的介绍，然而却并不简单。工会是游戏里一个主要社交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玩家建立同盟关系、获取共同利益的载体。无论是什么网游，都逃不过工会这个坎。一般而言，强大的工会是可以掌控游戏内资源的存在，对于游戏生态起着巨大的作用。浩劫前夕自然也不例外，玩家可以建立属于自己的势力，那就是工会了。而在浩劫前夕内，建立工会首先需要的道具就是工会令牌了。这工会令牌是申请工会的必要道具，没有这个道具就无法申请工会。因此，这东西在游戏前期可以说是有价无市的宝贝了。沈毅清晰地记得，众生前游戏内的第一块工会令牌，甚至于最后拍卖到了近乎于100亿的天文数字。100亿啊，都能够在现实生活里直接拿下一块地皮做房地产了。然而，有人却只是为了那么一块工会令牌。当然了，第一块令牌是不一样的，因为工会是有 ID 的，第一个工会就是1号工会，这个数字怎么看都十分有排面的。工会令牌只会在史诗级 BOSS 或者以上的 BOSS 身上出，还是极小概率出。沈毅记得，就算是开服3、4年后的浩劫前夕，那时候工会数量已经成千上万了，但工会令牌的价值还不低于100万现实币。如今
却是没有想到啊，沈毅居然在开服不到3天就拿到了工会令牌，而且还是以这样的方式拿到的，这真可谓不让人感到了一阵的好笑啊！此时此刻，看着手中的工会令牌，沈毅的脸都乐开花了，在那一阵傻乐。第60章，剑会够响，他10级了，不就是个建立工会的令牌吗？沈毅在那里为摸到了如此顶级好货而感到开心，沈毅的几个姐姐却一头雾水，显然的对于这个令牌的稀有程度没有什么概念。哎，这事情没法解释，总之你只要知道一点就可以，那就是如果把这个玩意拿出去卖的话，能够几百辆911。什么？果然，沈毅此话一出，几女都惊愕了。911是什么？他们还是知晓的，几百万一辆的跑车，这破牌子居然能够换几百辆，岂不是说这工会令牌价值几十乃至于上百亿？老弟，你糊涂了吧？没睡醒呢？就这玩意能够价值那么多钱？沈岩一双眸子盯着沈毅手中的工会令牌，显然不敢相信。只多不少，你可知道游戏里1号工会的含金量？这玩意只在史诗级 BOSS 身上才出现，即便是史诗级的 BOSS， 那爆出这东西的概率也不到1/1000，而建立工会必须要用到这东西，你就去想吧，那含金量到底有多牛逼？那咱们把它卖了吧，这样的话就彻底实现财富自由了，不是？想买什么就能够买什么。沈岩见沈毅说的如此认真，当下也相信了沈毅的话，认同了此物的价值认可。所以说，此时此刻，沈岩两眼放光，恨不得立马将这东西卖了换钱。到时候谁还看911啊？直接看马和牛了，不卖。然而，沈毅却是连思考都没有，断然的拒绝出售此工会令牌。开玩笑，要是沈毅不是重生的，怕是得了这令牌立马就想着拿它换钱，然后实现财富自由。然而，作为重生者的沈毅却是知道，5年后世界融合，现实货币就是一堆废纸，显然的，拥有再多钱也没有用，因为融合后的世界都是以水晶币来交易的，只有游戏内的水晶币才是最为重要的。事实上，要不是为了这5年里生活所需，沈毅都不愿意将其兑换成现实币。所以说，别说100亿了，就算是1000亿，沈毅都不带眨眼的，压根就不可能把这个第一块建立工会的令牌给出售掉的。沈毅的想法很简单，他要用这块令牌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工会，然后把一群记忆里的牛逼大佬全部都招入工会，成为这浩劫前夕第1大工会。待5年后融合世界降临，沈毅依托这工会的一群牛逼人物，还加自己与自己的5个姐姐，那立足于融合世界，成为一方霸主，不是什么梦想。相比于沈毅脑海里的计划，这卖工会令牌的钱简直就不值一提了啊！为什么啊？那可是老多钱了。沈岩显然并不知道沈毅的重生的，更不知道沈毅宏大的计划。此刻看着沈毅断然拒绝出售这令牌，只觉得沈毅有点神经病。五妹，小弟那么做肯定有他的理由，你就别闹了。是啊，弟弟赚的钱已经够我们生活了，这才多久啊，就赚了100多万了，未来我们赚钱的地方还多着呢。弟弟不愿意卖这个令牌，应该是有自己的想法。老弟，你不会是要自己建立工会吧？大姐二姐看到这，对着沈岩说道，示意他不要跟沈毅闹了。随后三姐则一眼看穿了沈毅的心思，沈毅既然不愿意卖，那只有一个可能，就是自己要建立工会。对，当打工仔不如自己创业当老板。1号工会的好处你们现在还不知道，日后我慢慢跟你们说。总之，建立工会，创建我们自己的工会，对于我们无论是现在还是未来都至关重要。吴姐，相信我，自己建工会的收益比卖了他不知道多了多少倍。沈毅坚定地说道，然后看着眼前的沈岩。好吧，好吧，既然你们有自信，就听你的吧，我也就是随口说说，不愿意卖就算了。那你要是建立了工会，是不是就是董事长了？那我当个 CEO 不过分吧？沈岩当然也不会真跟沈毅置气，当下两眼冒光的说道：嗨，什么 CEO 啊，咱谁跟谁啊？你可是我吴姐，董事长给你做都行。沈毅一摆手说道：真的，那可说定了，我当董事长，嘻嘻。闻言，沈岩瞬间笑逐颜开。建立工会需要人物等级达到15级才行，姐，你们继续看会书，我继续偷他丫的，这老贼吸血鬼身上宝贝肯定还挺多的，我得继续。沈毅闻言，双眸明亮的说道，既然能够从对方身上偷到像工会令牌这样的好东西，必然的也就肯定能够偷到更好的宝贝。一下子的，刚才连续偷窃失败的乏累是一扫而空，随之是精神满满的。老弟加油，扒光他，不给他留一个子。好嘞。沈毅说着继续尝试着偷窃，而沈毅的几个姐姐则继续留在下面翻书。接下去不知的是因为偷窃成功一次后开光了，运气加成了，还知道是怎么的，沈毅连续的偷到了不少的东西。不过可惜的是，大多数都是一些用不着东西。就在这时候，沈毅的好友列表里一条信息传来，是他，
他找我做什么？沈毅看着发来信息的人，居然是南宫木离，当下微微的一怔。自从出新手村后，两人就没有说过一句话。眼下他忽然找自己，不知所为何。在吗？打开消息就看到了对方发来的消息。在的。有一个事情想要咨询你。说咨询算不上，但游戏里的知识我知道的，我可以跟你说。倒也不是什么大事，就是我10级了，要出新手村了。问一下你在哪个主城？10级了。当看到对方发来的消息的时候，沈毅瞬间的一愣，打开对方的好友信息，果然发现南宫木离已经10级。是啊，多亏了你给我的经验加成药剂，这才让我能够快速的出新手村，还得感谢你呢。倒是不用客气，你是我学姐嘛，帮忙是应该的。我在南方朱雀城，你要来吗？第61章史诗级套装吸血鬼之恋。你是在邀请我来吗？南宫木离的消息回得很快，当沈毅看到这回复过来的消息的时候，沉吟了片刻，然后直接的回答：是，我希望你来，毕竟在一个主城的话，以后遇到什么麻烦都可以相互的照应。而且我打算建立一个工会，你可以加入我工会，到时候我们可以一起参与工会活动什么的。沈毅很诚实的回答了。开玩笑，未来的第一剑仙职业啊，瑶光剑仙。沈毅当然很想他加入自己的工会，成为自己的伙伴了。要是他能够加入自己的工会，等于是沈毅平白无故又多了一方强援，这天上掉馅饼的事情，傻子才不乐意呢。那么直接，那头的南宫木里也没有想到，沈毅回答的居然如此直白，甚至于有些直男。但没来由，沈毅越是简单化，南宫木离对于沈毅越是有好感。当下的南宫木离与自己几个队友商议了一下之后，回复给了沈毅。行，简单的一个字，没有过多的话语，南宫木离答应了下来。看着南宫木离的回答，沈毅嘴角上扬，显然这个女人已经被自己逐渐的套牢了。你们已经12级了。过不多时，南宫木离的消息又发了过来。因为出了新手村之后就能够看到排行榜，而排行榜上此刻就6个人，对应职业的话，南宫木离也知道是沈毅与他的5个姐姐。而此刻在等级榜上，沈毅他们的等级已经来到了12级，整整高出他们2级。别看只是2级，这差距已经不小了。要知道这游戏每升1级，下一级所需的经验就是原先的好几倍，乃至于数十倍。10级之后升级是更为缓慢，这超越2级已经是不得了的事情了。是啊，我给你发个攻略，你可以少走一些弯路，配合我的节奏与攻略的话，你们能升级升快一些。沈毅闻言打开了排行榜，果然看到了此刻排行榜上多了6个人，除了沈毅自家的6个人以外，排在第7的此刻就是南宫木离。顺延下去则是南宫木离的几个队友了，他的队友能够升级如此之快，全靠的南宫木离。毕竟南宫木离从沈毅那里获得了许多的初级经验药剂，从而的雨露均沾后都分到了药剂，升级自然比普通人快一些。思考了一下，既然打算收编南宫木离，沈毅也不遗余力的提供帮助。他的实力越强，对于沈毅来说也是越有利的。当下的沈毅就把自己一套升级攻略告诉给了对方，让南宫木离可以少走一些弯路。好，谢谢。原来还有那多讲究，要是自己慢慢摸索，的确会很头疼。收到攻略的南宫木离表达了自己的感谢，显然沈毅的这攻略还是很有用的。别客气学姐，下次请我吃饭就行。当然，绝对请你吃最好的。那行，你忙吧，我这还有事呢。好，有事联系。与南宫木离结束聊天之后，沈毅依旧在对这史诗级的 BOSS 进行偷窃。只不过这 BOSS 身上的东西很多，所以偷到的大部分都是一些没有价值的东西，再也没有出现什么像工会、令牌这样的好东西了。在沈毅逐渐失去耐心的时候，忽然的一道紫色的光芒闪过，紧接着沈毅的手中就多出一条紫色的项链。当沈毅手中拿着那条紫色项链的时候，那紫色的光芒一下子的照亮了下方图书馆。什么东西？好亮！弟弟，你偷到什么好东西了吗？我去，老弟，是不是极品装备啊？给我看看。终于出货了吗，老弟？快给我看看。众人欣喜啊，很显然的，这光芒让人一看就是知道是好宝贝。沈毅也是错愕了3秒，随后狂喜。是史诗级装备，卧槽！出货姐姐们，是史诗级的饰品装备，无敌啊！沈毅对着几人喊道，也是惊喜不已。紫色光芒，那是史诗级装备特有的特征，表示眼前的装备很显然的就是一件紫色的装备啊！啊，史诗级的项链，快把书信发出来瞅瞅！众人闻言有些迫不及待了，当下的问道，一脸的好奇表情。沈毅倒也没有废话，直接将项链的属性分享在了队伍里，大家一起看。吸血鬼之恋2项链，装备类型饰品，装备品质史诗级。装备介绍：相传很久以前古老的时代，有个吸血鬼爱上了一个普通人，然而吸血鬼与普通人的注定不被双方种族所接受，
因此双方被各自族群予以了最为残酷的刑罚。但刑法没有阻止他们的爱情，他们至死不渝的爱情感动了吸血鬼之王德古拉，从而打造了一套名为吸血鬼之链的装备，送给了那名吸血鬼，以助他保护心爱之人。装备属性：魔法伤害提升18至24点 ，HP 增加100点 ，MP 增加150点。装备效果：携带此装备每秒恢复 MP 10点。装备套装效果：吸血鬼之链1/4，激活2件套装效果可获得暴击几率增加 20%， 激活3件套装效果可获得暴击伤害增加 40%， 激活4件套装可获得技能吸血鬼悲歌。装备需求：全类职业。装备等级：无等级要求。居然是套装！沈毅看到这装备的一瞬间，脑袋瓜是嗡嗡的。没想到这史诗级的项链居然还是一个套装系列的。所谓套装系列，就是几件装备组成一个系列的装备。这个系列可能拥有3件装备，也可能拥有5件装备，乃至于更多。这类套装的装备一般都带有套装效果，单件装备体现不出这件装备的强度，甚至于属性上还不如普通的同品质装备。但如果能够激活了套做的所有效果，俺就另当别论了。那整套装备所带来的威力是不可想象的，非常牛逼。甚至于还有传奇级的套装内，那集全套堪比神级装备的效果。第62章分头行动第2件套装。弟弟，套装是不是就是说跟他一样的名称的系列，还有其余几件差不多名字的装备？虽然沈毅的几个姐姐都不怎么玩游戏，对于套装显然不是很了解，不过他们买的衣服、化妆品之类的也都有相关的套装系列，所以当看到这装备的描述的时候，一下就懂了，这是什么意思？对，就是这个意思。这吸血鬼之链应该是一个系列的装备，从它的词条看，应该是有4件。我们得到的这一件，应该是它系列里项链部位的那一件装备，另外还有3件。沈毅点头说道：“那得凑齐了才厉害吧？”闻言，即便是不怎么接触游戏级女都知道，这套装啊，显然是要凑合在一块才会真正体现出强大来。光一件装备显然是不起作用的。对，就是要成套的。你们看装备词条就好了。如果能够凑齐一套，可以增加 20% 的暴击几率与 40% 的暴击伤害，还能获得一个技能，很厉害啊！关键这套装备没有等级限制，现在就可以佩戴。沈毅点点头，20% 的暴击几率与 40% 的暴击伤害，这可不算低了，可以说是相当的牛逼与炸裂了。另外还有一个技能，光从技能的名称看，这个技能的威力可不小啊！当下的沈毅的眼眸都变得犀利了起来了。这装备看着好像是法师类的装备，还自带回蓝效果。三姐瞅了瞅，然后说道：“对，这项链其实很强，自带每秒恢复10点 MP 效果。缺蓝大户的法师类与牧师类职业其实都不错。不过这条项链还增加魔法伤害，套装效果也是输出类型的，应该是属于法师类的套装系列了，所以给大姐吧。”沈毅当下的说道。虽然吸血鬼之链这个系列的装备似乎没有职业要求，但从属性上看就知道是法师类的装备了，或者是魔法输出类型的也可以携带。沈毅他们队里，大姐沈月是主要输出，魔法伤害爆炸，技能更是拥有20个，全部元素的法术都有，是极度缺蓝的。在新手村的时候还没有感觉，这几天练习，那沈月缺蓝状况就比较严重了，几乎放议论技能急需要蓝屏续航。未来伴随着法师技能越来越多与强，缺蓝的状况只会越来越严重，所以这条项链里应会自己的大姐沈月。沈月倒是也没有客气什么，接过了项链就戴了上去。自家人没有什么好矫情的，特别是他的确很缺蓝，如果有蓝的话，其实沈月的刷怪效率忽非常的变态，10几个技能一块放，那怪再多也扛不住。奈何他蓝量有限，所以阻碍了其发挥。如今这条项链可以帮着补蓝是再好不过的效果了。老弟，这套装备既然叫做吸血鬼之链，又是从这个吸血鬼 BOSS 身上出的，你觉得会不会整套装备都是这个 BOSS 爆的？目光看向了棺材内的吸血鬼，沈玉说道，眼眸璀璨。很有可能。沈毅点头，然后目露金光。一般来说，套装都是出在一个地方的，既然这个 BOSS 出了这条项链，那么很有可能其余的装备也在他身上。那还等什么？偷啊！偷到其余3件组成一套，大家岂不是起飞了？对对对，老弟，偷鸭的必须偷全套。众人闻言当下的兴奋了，一个个的看着那吸血鬼 BOSS， 对方好歹也是一个史诗级 BOSS， 却虎落平阳被沈毅一家人欺负啊。那是必须的，既然能偷全套的，为何不呢？沈毅点头，然后又看向了其余几个姐姐。那姐，这样你们别在这里陪着我了，这样陪着我没有意义的。与其我们都耗在这里，不如这样，我继续在这里偷它，你们先去练级，别浪费时间了。已经陆陆续续的玩家都出新手村了，要是我们一家人都耗在这里，也太浪费了。
你们先去升级，就留我一个在这里好了。等你们等级上去了，带我也更容易一些。沈毅下决定道，既然要偷全套，估计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沈毅不想让所有人都在这里浪费时间，倒不如分头行动的好。也行，那我们去练级，等我们等级高了再带你。对，就是这样。这样吧，我这里给你们做了一些攻略，你们按照我说的去做，先升到15级。沈毅想了想，把自己的计划粗略地做了一个汇总，然后发送在了队伍频道内，让他们按照自己的攻略去干。这样的话，也就不至于大家都耗在这里浪费时间了。好。几女点头，也觉得的确不应该全部都耗费在这里，毕竟来说，能偷窃的只有沈毅一个啊。将身上的剩余的初级经验药剂交易给了他们，让他们去升级。沈毅则继续的偷窃着眼前的 BOSS。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沈毅的偷窃成功率不知道为什么从一开始的 1.9% 涨到了 2.6%， 但即便如此，偷窃成功率也不高，关键偷到了也不一定是自己想要的。终于在煎熬了4个多小时之后，沈毅的手中再次绽放出了一道璀璨的紫色光芒。又一件吸血鬼之链3戒指。装备类型饰品，装备品质史诗级。装备介绍：相传很久以前古老的时代，有个吸血鬼爱上了一个普通人，然而吸血鬼与普通人的注定不被双方种族所接受，因此双方被各自族群予以了最为残酷的刑罚。但刑法没有阻止他们的爱情，他们至死不渝的爱情感动了吸血鬼之王德古拉，从而打造了一套名为吸血鬼之链的装备，送给了那名吸血鬼，以助他保护心爱之人。装备属性：储物空间增加25格，魔力增加10点， MP 增加100点。装备效果：携带此装备每秒恢复 MP 10点。装备套装效果：吸血鬼之链1/4，激活2件套装效果可获得暴击几率增加 20%， 激活3件套装效果可获得暴击伤害增加 40%， 激活4件套装可获得技能吸血鬼悲歌。装备需求：全类职业。装备等级无等级要求。第63章10万块的传音都是土豪。老姐，出货！沈毅看着手中的戒指，直接嘴角咧开了。几个小时的成果总算是有效的。当偷到这套装的第2件的时候，沈毅一扫之前的颓势，心中是满满的激情啊！哇哦，老弟厉害啊！弟弟666，这戒指也回蓝啊！那戴着戒指可以每秒回来20点了，那岂不是很爽？当沈毅把戒指的属性发送在队伍里的时候，几女看到了戒指的属性，当下的纷纷夸赞沈毅。而当看到戒指上效果一栏依旧是每秒回复10点 MP 的时候，更是感到了一阵的惊奇。之前的项链上带着这个效果，如今戒指也带着这个效果，双方相互叠加，直接的拥有了每秒回复20点 MP 的效果。这对于一个高蓝号的玩家来说，这效果可太逆天了。特别是沈月元素女皇这种职业，如今的她都已经拥有了20个技能了，只要有蓝，她就是一台加特林，可以无限突。所以回蓝装备对于如今的沈月来说的确非常的重要，这套装备还真有点为其量身定制的感觉。对，大家使用这装备再合适不过了。姐，我给你邮过去了，你们怎么样？升级还顺利吗？沈毅将刚偷到的戒指直接以邮寄的方式直接邮给了沈月，随后对着他们好奇地问道，不知道他们现在练级练得怎么样了，还顺利吗？挺好的，按照你的攻略，我们在越级杀怪，现在已经来到了17级的怪物练级区了，还领了不少任务。大姐的输出嘎嘎猛，而且3姐也抗走，效率还挺好的。我们的经验已经来到了12级的 84% 了，很快就能够升级了。对，还有二姐的 S 级任务，给了一个她使用的牧师法袍，是一件15级才能够穿戴的黄金的牧师法袍，属性不错嘞，可惜就是戴不上。行，你们继续努力，我继续偷他丫的。沈毅点点头，听到一切顺利，沈毅就感到十分的满意了。东方国度，玩家李明使用了千里迅息功能特发次公告。玩家李明等级排行榜前6的那几个朋友，我是大唐天下的工会会长李明，希望看到这条信息之后能够联系我一下，我有重要的事情与诸位详谈。就在沈毅打算继续偷窃的时候，忽然的一条覆盖整个东方国度服务区的公告出现，一个叫做李明的玩家使用了千里迅息功能在这里发传音，而内容居然是寻找沈毅他们。弟弟，这个李明找我们，哎，他谁啊？还有千里迅息是啥？这个公告覆盖的是整个东方国度游戏区域，所有出了新手村的东方国度玩家都能够看到的讯息。而沈毅几个姐姐见此，当下的产生了一抹好奇与疑惑了，不知道这千里讯息是什么东西，当下的不由好奇地问道。千里讯息是一个传音功能，能够辐射整个东方国度，让所有玩家看到自己的传音信息。这玩意一天只能够发送1条，并且的每一条都需要100万水晶币的，以现在的比例来换算的话，
差不多10万现实币就发那么一句话。沈毅解释说道：“其实这千里讯息就是全服传音，只不过现在还锁区状态，别的区域的玩家看不到，只有东方国度的玩家可以看到。而这种讯息当然也不是随便什么人都有资本发的，100万水晶一条，一天还只能够发一条，这代价可不小呢。这几天的汇率依旧平滑，在玩家大量能够产出水晶币之前，这汇率是不会崩的。所以这一条相当于10万现实币呢。啊，10万块，为了说一句话，这也太有钱了吧？是啊，有钱人的世界真搞不懂哦，买个爱马仕不好吗？弟弟，这大唐天下公会是什么啊？几女闻言纷纷的颇为惊讶，10万块就为了发那么一条消息，在很多人眼里这就是傻逼。不过沈毅倒是没有那么想，因为有钱人的世界本来就看不懂，更何况5年后现实币擦屁股都觉得膈应，在游戏里大肆挥霍反而是及时止损的行为。当然了，这是重生后沈毅才会有的想法，否则也把对方当傻逼。东方国度玩家欧阳靖使用了千里讯息功能特发次公告。玩家欧阳靖大唐天下了不起吗？一个国内排名不过在6、7位的公会也敢抢人，笑死！排名前6的那几个朋友，我战天下公会想要跟你们认识一下，跟我联系，只要跟我联系，见面礼每人100万水晶币，等你们哦。然而就在几人还在讨论这是不是人傻钱多的行为的时候，又一个千里讯息发来，这是另外一个人。哇，这又是谁啊？欧阳靖，他约我们见面100万水晶币，这可是10万啊！有钱人都那么会玩的吗？拿钱不当回事的。弟弟，这又是谁啊？他们为什么都要找我们啊？对啊，怎么感觉慌兮兮的？为什么都找我们啊？这条讯息就更为炸裂了，见面就给10万现实币，这可不是什么人都能够接受得了诱惑的。至少此刻沈家的几个女人都已经有些心动了。然而沈毅看着这些个传音，目光却是微微的一眯。这其实早在沈毅的预料之中，在玩家陆陆续续离开新手村进入主城之后，第一件事肯定是打开排行榜，然后他们就会震惊的发现排行榜上前6的6个唯一隐藏职业的怪物。所以沈毅才会有先见之明的让他们匿名，否则的话此刻怕是邮箱都要爆满了。姐，你们可千万不要联系他们，他们的目的不单纯，多半是想要招揽我们。就如同我之前说的一样，越晚暴露越好，否则的话只要我们不加入他们，他们必然会百般设想的来坑害我们，所以没有看见就好，赶紧加强自己的实力。第64章套装3，减免 CD 的装备。不会吧，我们不招惹他们不就好了？难道说我们不招惹他们，他们也会来欺负我们吗？听到沈毅的话，一向与人和善沈倩有些不可思议，对着沈毅问道：二姐，你也太天真了吧，小弟的意思再明确不过了，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啊。较之于单纯的二姐，三姐沈瑜就懂沈毅的意思了，立马的说道：对，三姐说的不错，二姐你可千万不要把他们当做什么大善人之类的，这些工会一个个都很不讲理的。游戏世界又不是现实世界，现实世界至少好有公序良俗来约束你，但游戏世界就没有那么多规矩了。为了一件装备，甚至于一个水晶币，互相杀戮的都比比皆是。如今的我们，在众人的眼里，因为都是唯一隐藏职业的关系，所以他们把我们当作是引援的目标。答案如果我们拒绝的话，他们就会视作是威胁了。毕竟不能为自己所用，也不能够便宜别人，更怕我们之强大起来。所以说，不要小瞧了这些个人的坏心思，他们就算派人每天来骚扰我们，我们都不胜其烦了。所以隐藏自己的身份是最好的选择。沈毅再次的叮嘱道，让自己的几个姐姐不要大意。好，懂了，那我们当作没看到好了。听沈毅说的那么严重，几女也就乖乖的听话了，不再多问。去吧，继续升级吧，等我把剩下的2件装备给偷出来，就来找你们。沈毅说道。好的。战天下，大唐天下，果然这些游戏圈内的大公会一个个的都来了，而且进入主城的第一梯队果然是他们。沈毅看着传音，内心想到，沈毅当然知晓这些个大公会的实力了。说真的，前世的时候沈毅也加入过公会，不过是加过一个不入流的公会。像他们这种公会，面对这些顶级大公会的时候，就只能够当孙子一样。哪怕是野外找到一个 boss， 那都不敢直接开打，得先让会长去联系那些个大公会，求他们准许自己打才能够打，否则的话，只要你这边开打，消息一泄露，马上那些大公会就带人杀到，不光抢你们 boss， 还杀你们的人，很不讲理。所以游戏大量的高阶资源都被这些大公会所掌握。沈毅当然不会选择与他们同流合污了，沈毅要自己搞一个强大的公会，把那些重生前散人状态下的牛逼强者都拉到自己公会来，到时候那些大公会在面前才是真孙子。直接选择了无视那些公会人的信息，沈毅继续的开始偷窃。
伴随着第一梯队的人出新手村，沈毅感觉到了一股莫名的压力。虽然他与自己6个姐姐仍处于 T0的梯队里，但危机感依旧十分强烈。100%偷窃的 CD 也转好了，要用在这上面吗？又是偷窃了1-2个小时，沈毅这边依旧没有偷到第3件装备，反而是自己道神之心100%的偷窃的 CD 已经好了。这让沈毅犯难了，是回去找个更高等级的 NPC 偷呢，还是说直接拿来偷眼前的吸血鬼？如果要回去找 NPC， 势必会浪费许多时间，还未必能够偷到好东西。毕竟沈毅可不相信自己的运气真那么好，偷到传奇匕首，沈毅感觉都已经是祖坟冒青烟了。从偷窃这个史诗级 BOSS 看，自己的运气可真不见得有多么的好，所以说眼下的他还挺纠结的。算了，直接偷吧，不浪费时间了。斟酌了一会，沈毅决定直接把100%偷窃用在眼前的 BOSS 上，毕竟来回奔波的时间太久，还不如就直接的在这史诗级 BOSS 上用了呢。系统提示：玩家对目标吸血鬼伯爵唐纳赫尔使用了暗翼之手，触发道神赐福，偷窃成功，成功偷窃到了史诗级武器吸血鬼之链1。伴随着系统的提示，沈毅的眼眸瞬间的一亮。卧槽，出了，居然出了！沈毅惊喜啊，没想到自己偷懒的举动居然带来了如此大的回报，直接的从对方的身上又偷窃到了吸血鬼之链套装之1。看着被自己握在手里的法杖，沈毅的大脑是一阵的轰鸣，随之嘴巴咧开。吸血鬼之链1武器，装备类型双手武器，装备品质史诗级。装备介绍：相传很久以前古老的时代，有个吸血鬼爱上了一个普通人，然而吸血鬼与普通人的注定不被双方种族所接受，因此双方被各自族群予以了最为残酷的刑罚。但刑法没有阻止他们的爱情，他们至死不渝的爱情感动了吸血鬼之王德古拉，从而打造了一套名为吸血鬼之链的装备送给了那名吸血鬼，以助他保护心爱之人。装备属性：魔法攻击增加24至31点，魔力增加10点。装备效果：携带此装备每秒恢复 MP 10点。装备效果：携带此装备，所有技能 CD 减少 5%。装备套装效果：吸血鬼之链1/4，激活2件套装效果可获得暴击几率增加 20%， 激活3件套装效果可获得暴击伤害增加 40%， 激活4件套装可获得技能吸血鬼悲歌。装备需求：全类职业。装备等级无等级要求。我滴个乖乖！饶是重生者，饶是见过不少极品的装备，但沈毅此刻看到眼前的这个武器的法杖的时候，还是忍不住的倒抽一口凉气啊！倒不是说这武器的属性加的有多么的高，事实上这武器加的属性属实一般。让沈毅震惊的是，这武器居然带着双装备效果，双词条的武器啊！而且最牛逼的是第2条效果词条居然能够减少技能 CD。 要知道这游戏里最极品的装备效果词条就是减 CD 了，一件装备里不管属性怎么样，当只要是减 CD 就算极品。而眼前这个就是虽然只有 5% 的减免 CD， 但依旧让人看的是目瞪口呆。第65章老六道具迷雾之尘。无敌！沈毅激动过后，直接的把套装的第3件物品邮给了自己的大姐，如此一来的话，就只剩下最后一件套装了。6666，老弟，可以啊，第3件了，这法杖也太秀了吧！大姐带着这装备刷怪嘎嘎快，都要不用我和4姐还有火凤凰出手了，直接一片怪嘎嘎的秒。我们13级了。此刻佩戴了3件套装的沈月，沈毅就算是没有看到其本人，也已经预想到了那得是多么炸裂的伤害输出，再加上回蓝的效果，那简直是不可想象啊！吴姐，别刺激你老弟我了，我还在当社畜呢。沈毅闻言哇哇哭，没办法太眼馋了，他也想练级蹭经验。不过沈毅却有自己的使命要完成啊，毕竟眼前还有一件装备需要偷出来。如今4件套装已经集齐了3件了，临门一脚了，再退缩显然也不切实际了，所以说眼下必须把第4件也给偷到手。如此一来，沈月的装备就很牛逼了，作为法爷，装备牛逼，那待他们升级也会变得嘎嘎快，这对于团队显然是有好处的，沈毅更是没办法拒绝。辛苦弟弟了。没事，姐姐们加油，你们成为大佬，我就与有荣焉，到时候跟在你们屁股后面蹭经验就可以了。沈毅说道，倒也不觉得辛苦，毕竟只有把自己几个姐姐先培养起来，自己才能够更安稳的做自己的部署与安排。最后一件装备偷窃的难度显然更大，虽然偷窃成功率已经不知道为什么涨到了 3.7%， 但不得不说 BOSS 身上携带的东西的确太多了。老弟，先下线吃饭吧，2姐做好饭了。这会3姐发来了消息，让沈毅先下线吃个饭。如今的他们一家子一天就吃1顿饭，也不社交了，更不出门，连买菜什么的都是通过网购，真正的做到了吃饭睡觉打游戏。不对，连睡觉都免了，就是吃饭打游戏。
好，我就来。答应一声，此刻的沈毅朝着 BOSS 施展了偷窃，想着自己下线前再偷一次，然后就下线吃饭去喽。系统提示：玩家对目标吸血鬼伯爵唐纳赫尔使用了暗翼之手，偷窃成功，成功偷窃到了药剂配方初级迷雾之尘。咦？沈毅惊讶了一下，没想到自己临下线前居然又偷窃成功了。当看到自己偷到的东西的时候，沈毅又是愣了2秒。初级迷雾之尘？不会吧？之所以惊讶，是因为沈毅知道迷雾之尘是做什么的。这也是一种药剂，并且是非常老六的药剂，被称之为杀人越货必备良药。那是因为一旦使用了迷雾之尘之后，玩家的所有信息都会被屏蔽，宛如迷糊一般，没有人能够看到你的名字，没有办法看到你的长相，更是没有办法看到你的等级职业等。所以说，这个迷雾之尘一般都是拿来行凶又不想暴露自己身份的时候忽使用的一种药剂。纵观整个浩劫前夕游戏历史，这迷雾之尘都是玩家非常喜爱的一种药剂。只是让沈毅没有想到的啊，自己居然在这里偷窃到了这个老六配方。这玩意配合自己的职业，沈毅只能够专业10分对口啊。当下沈毅直接的使用了初级迷雾之尘的配方，然后在炼药的界面里，沈毅又多了一种可以炼制的药剂，那就是初级迷雾之尘了。初级迷雾之尘使用后，可以将自己隐蔽于迷雾之尘中，让其余人无法查看你的任何信息。初级迷雾之尘只针对30级以下单位有效，持续时间30分钟。由于是初级的药剂，所以只针对30级以下的单位，30级以上显然的就没有作用了。沈毅看着这老六药剂，嘴角微微上扬。这迷雾之尘的药剂可以说对于沈毅来说有很大的作用，毕竟沈毅可是想要带着自己5个姐姐一块当一段时间老六的，有了这玩意，保密工作岂不是可以顺利展开了？想着，沈毅就先选择了下线，然后与自己的5个姐姐一起吃早餐。老弟，你看，论坛里现在都是谈论我们的帖子耶。吃饭的时候，吴姐捧着个笔记本，正在浏览着游戏论坛，然后她发现论坛里全是探路他们的帖子。没办法，随着越来越多的人走出新手村，大家很容易就发现排行榜上的6人。等级倒不是关键，关键的是他们的职业都彰显在哪里。论傻子都能够看得出来，他们6个人的职业全是隐藏职业，与普通职业根本不一样。所以说，自然引起了不小的轩然大波，更是有无数公会正在寻找他们的踪迹，甚至于还开出了悬赏，要寻找他们的线索。正常，不用理会，这就是为什么要匿名的原因了。枪打出头鸟，咱们得低调一些。沈毅微微的笑着，边吃饭边说道：“哎，老弟，你看，这不是你在新手村的视频吗？被人发网上来，而且发视频的人爆料，把你给曝光了。”沈岩刷着，然后就忽然的刷了一个被加精的视频，点进去一看，赫然发现居然是沈毅屠杀皇族公会朱辉等人的画面，然后配文表示沈毅就是排行榜上那个排行老6的暗翼盗贼。沈毅闻言一愣，然后看了过去，果然就是自己宰朱辉等人的画面，果然被人爆了。不过好在你们当时没有在场。沈毅瞅了一眼，倒是不意外，毕竟自己当时可没有迷雾之尘这样的东西，所以没办法隐藏自己的身份。那他们不会把我们联系到一块吗？闻言，沈月抬头看着沈毅问道：“应该不会，你想啊，现在你们都13级了，我还是12级，如果我们是一块的，等级应该是同步的才对。眼下就我落了1级，如今还被爆出了这样的视频，视频里我也在单打独斗，就更加证明我是一个人了，所以反而会让人觉得我就是一个独行侠。”沈毅咬了一口包子道：“倒是不怎么担心这些。”第66章，前女友来电，最后一件套装，好像是哦。而且这个视频只有你的背面视频，没有正面，人家也不知道你长什么样子，就算是认识你的人也认不出来。对头，而且游戏里叫做沈毅的玩家，怕是没有1万也有8000，就算是我们周围的人也不知道是我啊，所以不用担心，咱们可以继续当老六，只要你们的信息不暴露，就没人知道我们是谁。沈毅微微的一笑说道，区别于别的有些，浩劫前夕是实名制，且是以自己的名字直接为有些角色名字的，所以重复着大量的名字，这就跟现实生活里一样了。沈毅前世就搜索过自己同名的人名在游戏的里数量，直接多达几千个，所以只要自己没有被拍到脸，那就还是很安全的。好了，吃完了，我要上线继续偷 BOSS 去了。迅速的吃完饭，沈毅已经迫不及待要去偷自己最后一件装备了。哎，对了，你们在练级区吗？还是在城内？沈毅忽然想到了什么，然后问道。在主城呢，怎么了？过会帮我去药剂协会买点的原材料，我要做药剂，原材料不够了。沈毅说道。他在偷 BOSS 的时候，趁着技能 CD 都会选择搓药，就这些功夫，沈毅积累的水晶币已经多达1000万了。不得不承认，卖药是真 TM 赚钱啊。而如今，沈毅银行卡里
有200万的钱都是会出来的。这些钱沈毅是打算养老用的，200万足够他们一家人生活5年了。5年后，现实货币擦屁股都嫌膈应，所以沈毅也没想再兑换更多的现实币。好。几个姐姐答应一声，沈毅当下起身准备去上线了。就在这时候，电话响起，沈毅抬手一看，当下眉头一皱。他找我做什么？来电显示居然是自王梦溪那个女人。看着他的电话，沈毅不知道他为什么给自己打电话，当下的直接选择了挂断，他连接都懒得接。谁的电话怎么挂了？吴姐八卦的将脸凑了过来，好看摸着看着沈毅的手机问道：哟，王梦溪，他给你打电话了，为什么不接啊？你不想知道他找你什么事吗？当看到是王梦溪的来电，沈岩立马的精神了起来，问道。其余几个姐姐一听是沈毅前女友打来的，当下也都支棱起耳朵来了。切，有什么好接的？都分手了，还接个锤子？沈毅无语的说道。他的确懒得接对方的电话，道不同不相为谋，女人只会影响自己拔剑的速度，更何况是王梦溪这样的纯女人。所以沈毅一点都不想知道她为什么找自己。牛逼，老弟，你终于觉醒了，舔狗，舔到最后一无所有。老弟，吴姐支持你，这样的女人就应该把她拉黑。沈岩对着沈毅竖起大拇指道：别瞎起哄了，小弟，你还是接一下吧，万一他真有什么事情找你呢？沈月翻了一个白眼，稳重的大姐看向了沈毅说道：不会的，能有什么事情？况且有事找警察啊，找我干什么？沈毅却不置可否：就是我家弟弟可是我的小宝贝，可不是随便什么阿猫阿狗都能够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沈岩是立马的道。见沈毅如此的坚持，当下的沈月也不再多说什么。沈毅回房刚要进游戏，就看到了王梦溪又发来了消息：沈毅，那个游戏里叫做沈毅的暗翼盗贼是你吗？原来是问这个。沈毅看着对方发来的消息，嘴角不由得鄙夷的一笑。搞半天他还以为是什么事情，原来是来套话的。沈毅都懒得回答，直接把对方的号码拉黑，然后进去了游戏。怎么样？问清楚没有？那个暗翼盗贼是沈毅吗？此刻一间卧室里，王梦溪的耳麦里传来了一阵询问的声音。方俊对着王梦溪问道，想知道那个叫做沈毅的暗翼盗贼到底是不是他认识的沈毅。他没有接我电话，我发短信他把我号码都拉黑了。王梦溪一脸的委屈，此刻眼泪在眼眶里打转，他很不好受，因为沈毅如此冷漠的态度让他十分不习惯。我操，这沈毅他不是你男朋友吗？怎么就那么对你？我怎么知道？可能我割了他，他生气了。王梦溪闻言气鼓鼓的说道：梦溪，你别生气，为了他这样的人不值得，他肯定不是那个什么暗翼盗贼，要是他的话，此刻肯定已经向你炫耀起来了。他不接你电话拉黑你就是自卑，跟这样的人置气不值得。走，上线，咱们还有1集就能够出新手村了，等出了新手村，我们跟我表哥会合，让他们带我们飞。方俊对着王梦溪宽慰道。好。王梦溪虽然心中有些因为沈毅的冷漠而有些疙瘩，但也没有多想，只当是沈毅现在还在气头上，等过几天冷静下来就会好的。他有自信，沈毅绝对不敢跟自己分手与翻脸。紫色，妈呀，终于出了，我的老天爷啊，你妈的，玩我是吧？一天一夜，沈毅感觉自己的手都要抽筋了，他完全没有想到啊，这套装的最后一件自己居然整整花了1天1夜才偷到手。此刻看着自己手中的手镯，沈毅真是欲哭无泪啊。吸血鬼之恋4手镯。装备类型饰品，装备品质史诗级。装备介绍，相传很久以前古老的时代，有个吸血鬼爱上了一个普通人，然而吸血鬼与普通人的注定不被双方种族所接受，因此双方被各自族群予以了最为残酷的刑罚。但刑法没有阻止他们的爱情，他们至死不渝的爱情感动了吸血鬼之王德古拉，从而打造了一套名为吸血鬼之恋的装备送给了那名吸血鬼，以助他保护心爱之人。装备属性，暴击几率 15%， 魔力增加10点， HP 增加150点。装备效果，携带此装备每秒恢复 MP 10点。装备套装效果，吸血鬼之恋1/4，激活2件套装效果可获得暴击几率增加 20%， 激活3件套装效果可获得暴击伤害增加 40%， 激活4件套装可获得技能吸血鬼悲歌。装备需求，全类职业。装备等级5等级要求。大姐，我终于不辱使命啊！第67章吸血鬼悲歌被追杀的学姐。沈毅在队伍里哭嚎了一声，然后将装备邮了过去。沈毅感觉自己真苦逼啊，整整在这里耗费了2天的时间了。看了一眼自己姐姐们的等级，不知不觉的她们都已经来到了14级了，而自己还停留在12级呢，当下的感觉到了一阵的压力山大。不过欣慰的是，
自己总算是把整套装备给凑齐了。老弟优秀啊，终于偷到了。弟弟威武，给你加鸡腿哦。弟弟，你快来跟我们一块升级吧，把等级跟上去。这次真的委屈你了。看到沈毅终于偷到了最后一件装备，众人是无不感到欣喜的。快，别说这些了，大姐，让我看看激活4件套装之后的那个技能是什么效果。沈毅此刻并不想听太多的恭维的言论，他现在极度的迫切的想要知晓自己老姐在集齐了这套装备之后，激活的那个技能到底是什么。好，我发出来给你看看。沈月没有迟疑，当下的把技能介绍发在了队伍的信息里。吸血鬼悲歌主动技能，使用吸血鬼悲歌，可对15×15范围内最多24个目标单位持续造成最大魔法伤害的130%吸血伤害，并且所造成的伤害会以治疗的方式治疗最多6个有方单位，持续5秒，每秒消耗50点 MP，CD 120秒。强！当沈毅在队伍里看到这吸血鬼悲歌的技能效果的时候，感觉一切都值得了。这个技能可太变态了，群体输出有伤害，主关键的是能够将伤害转化为有方的资料，等于是敌人在减血，你在加血，这一减一加之间所造成的差额，那可不是一般的高啊！这样的技能可太牛了，不愧是史诗级套装带来的技能，简直堪比传奇级装备携带的技能了。好强啊！是啊，这技能是边伤害敌人边滋养自己，我的理解没有错吧？难怪叫吸血鬼悲歌了。不过我咋感觉这背的不是自己，而是别人呢？抽血泵技能啊！即便是沈毅几个姐姐对于游戏不怎么了解的人，在看到这个技能的时候，也得说上一句6666，是很强。大姐，有了这个技能，咱们升级的经验就全靠你了。沈毅也是笑了，一扫之前的颓唐，现在的他神清气爽，感觉一切都是值得的。没问题呢，弟弟，你快过来，我们一块升级。好，发个坐标给我，我马上过来蹭经验，我已经饥渴难耐了，经验，我要经验。沈毅在队伍里不断的呐喊着，2天没有吃到一点经验了，沈毅都快饿疯了。看一眼等级排行榜，沈毅发现追在自己身后的居然已经也达到了12级了，只不过由于自己的经验多一些，如今还在第6的位置，要是再慢一些，可就真的要被追上了。好在自己5个姐姐以14级的高等级持续霸榜前5，还是很稳的。咦，南宫木里怎么才10级？他也没有升级，不应该啊。沈毅纳闷了，看了一眼南宫木里，愕然发现这回的南宫木里居然已经掉出了排行榜的前10了，前50都不了。排行只收录前50名的玩家，之前的南宫木里是排行老7，可眼下居然不在榜单了，这就有些让人觉得意外了。按照道理，自己给他的初级经验药剂足够他用的，不应该等级落后啊。沈毅因为偷装备，这才耽搁了2天，他又是怎么一回事？事出反常必有妖，沈毅当下对着南宫木离发出了语音邀请。语音邀请刚发送过去没多久，对方就接听了。喂，你在干什么？我看你怎么掉出排行榜了？怎么回事？是有什么事情耽搁了吗？沈毅开门见山对着南宫木离问道。我被人追杀了，我们小队被人追杀了。然而让沈毅感到意外的是，他居然听到了一个让他很意外的结果。南宫木离居然被人追杀了，这一点是让沈毅有些错愕的。追杀？对，追杀，皇族的人在追杀我。我本来都已经12级了，但连续死亡2次，等级就掉回10级了。不光是我队友也都一样掉等级了。南宫木离苦涩地说道，从语气里听得出来他很无奈的样子。皇族？对，就是之前在新手村起过冲突的皇族。他们一开始是联系我，想要让我加入皇族，说是之前的矛盾一笔勾销，然后还想让我引荐你也加入皇族，但我没有同意，结果他们就开始对我进行追杀了。他们多少人？沈毅疑惑问道。南宫木离的小队实力不弱呀，特别是南宫木离的职业是隐藏职业剑仙，如果对方人数上没有绝对的优势的话，不可能追杀得了他们。一开始没多少人，可这几天陆陆续续的人出了新手村，人数就多了，现在来追杀我们的30-40个人，他们大多数都是10级，可蚂蚁多了也能够咬死大象，我们扛不住啊。这也对，沈毅闻言倒是觉得挺合理的，的确这回对方只要有人数优势就能够造成碾压，别说是南宫木离了，就算是沈毅和他5个姐姐一块，要是一同面对1000个10级的玩家，估计也遭不住啊，估计直接被瞬间秒杀。那你现在在哪？他们是怎么找的到你们的？不应该啊，这朱雀城附近练级点那么多，地图又那么大，想找个人可不容易啊。沈毅疑惑地问道。我现在在主城都不敢出门了，再被杀一次我就掉回9级，会被强制送回新手村的，我都不知道应该怎么办好了。我也不知道他们怎么找到我的，反正我们只要一出去练级没多久就会被人找到。现在有几个大公会的人知道了这件事，说是让我加入他们公会，他们愿意帮我摆平这件事。还有就是皇族的人，
只要我答应加入他们工会，会停止对我的追杀，还会弥补我的损失。我到底应该怎么办啊？第68章，揪出内鬼，摇人打架。虽然南宫木离的性格属于比较独立的，但眼下面对这种情况，内心也是有些无奈了。连死2次，从12级掉到了10级，就差1级就会被强制送回新手村。如此的遭遇，对于她这个女孩来说，显然的有些太痛苦了。惯用伎俩，这些狗屁工会只会那么卑劣与下作的手段。沈毅闻言，眼神里闪过了一抹杀气。这种事情，沈毅在众生前是屡见不鲜，看得不要太多了。那些个榜上有名的散人都会遭遇这样的针对，你要么选择加入某一方阵营，要么就会被那些个工会无休止的骚扰。这就是为什么沈毅要让自己5个姐姐匿名的原因了。要是此刻没有匿名的话，如今遭遇这种待遇的沈家人肯定也少不了。沈毅也觉得南宫木离现在的情况自己也有很大的责任，毕竟来说，当初在他出新手村的时候来咨询过自己当时就没有想到这一点，没有去提醒他一句。毕竟现在的南宫木离只是隐藏职业，不是唯一隐藏职业，沈毅就没有想的那么的多。可就是如此的一来，导致了如今这般的境遇。不得不承认，沈毅考虑的地方还是有所欠缺的。一出城就会被人锁定，等等，我好像想到了什么。沈毅忽然眼眸一闪，似乎是想到了什么事情。你队伍里是不是有个玩家叫做周如的？沈毅对着南宫木离问道。是啊，她是闺蜜，跟我们还是一个学校的呢。怎么了？你怎么知道的？南宫木离有些诧异的问道。她一直都在你们队伍里吗？对啊，本来她也已经12级了，跟着我直接掉了2级，全是因为我的关系才害了他们。南宫木离语气里带着一丝的自责，很显然的对于感到了一阵的内疚。果然了，沈毅闻言一下子的就明白了是怎么回事了。之所以沈毅想明白了，那是因为沈毅清楚的记得自己众生前曾经听闻过一个八卦，那就是南宫木离将自己的一个闺蜜队友从50多级连杀了50多次，直接杀到对方退服。当时的南宫木离已经转职成为了唯一隐藏职业瑶光剑仙，知名度很高。而他这样的行为也是让人感到了颇为的意外，对自己的闺蜜好友下如此重的手，也是让人不由得好奇，到底双方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情，以至于撕破脸到这种程度。当时网络上就流传了各种版本，说是因为2个女人为了抢男人，也有说是因为经济纠纷，总之各种说法层出不穷，全是网友们的脑补。但具体发生了什么就不得而知了，因为最后那个闺蜜被杀回新手村后就直接退游了。而那个南宫木离的闺蜜就是叫做周如。当时还有一个版本说是因为周如为了帮她男友，从而的出卖了南宫木离。当时南宫木离是一家工会的会长，周如的出卖导致了工会损失惨重。最后追查下去，发现是周如出卖了工会，出卖了南宫木离，这导致了南宫木离与其反目，甚至于不惜将对方直接杀得退服。此时的沈毅想到了这个八卦趣闻，忽然的就将这些与今日所发生的事情联系了起来。在开服没有多久情况下，很多道具还没有出现，想要追杀一个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而皇族的人能够精确制导，准确的找到南宫木离他们3次，这难度相当于是大海捞针，还就真给皇族的人捞到了，事出反常必有妖。沈毅肯定南宫木离的队伍里肯定有内鬼，而这个周如既然前世就出卖了南宫木离，那么这一次出卖南宫木离也就显得并不稀奇了。沈毅想到这也没有任何的犹豫，直接的把自己的想法给南宫木离说了一遍。不可能，她是我闺蜜，怎么可能会背叛我？我不信。而且你是怎么知道的是她出卖的我呢，而不是别人？果然，南宫木离的在听到沈毅的分析之后，表现得十分的震惊，随后摇头晃脑的说道，表示这不可能，他并不相信沈毅的话。我怎么知道的？这点很难跟你说，毕竟我有我的渠道。你不相信我，我倒是也能够理解，毕竟我们俩才认识没有多久。那这样吧，我们设个局吧，验证一下，你看怎么样？沈毅目光一闪，然后对着南宫木离说道。怎么验证？南宫木离闻言眉头紧锁，但却没有再表示异议，反而是好奇的问道，想知道沈毅想要如何验证此事。简单，你听我的，你就这样说，然后这样，怎么样？到时候是不是他出卖的你就一目了然了。沈毅看着南宫木离，把方法交给了他。这好，我姑且相信你，我就按照你说的试试。犹豫了片刻，最终南宫木离答应了下来。其实作为她这样聪明的女人，当沈毅提出可能是有内鬼的那一刻，她就已经有所动摇了。的确，这连续被皇族的人找到，这太诡异了。每次都是刚练级没几分钟，对方就来了，好像就是在他们身上装了 GPS 一样。这种情况很有可能就是因为有内鬼通风报信。行，那你就按照我说的做吧。
沈毅点头道，随后给自己的大姐发去了一个消息：大姐，过来帮个忙。啊，怎么？沈月惊讶看着沈毅问道，不知道他要干嘛。打架杀人，刚好看看你穿戴了史诗级套装之后的实力如何。沈毅笑着说道。打架又打架，老弟我也来了呀。对啊，又要打架，这次带上我们呗。一听沈毅要带着沈月去打架，瞬间的三姐与五姐不淡定了，纷纷表示要参与。别闹，人多眼杂，大姐去就够了。你们给我老老实实的继续练级，等我带大姐打完架就来找你们。好，臭弟弟，你偏心，打架就带大姐，不带我。呜！第69章设下圈套，引蛇出洞。大姐你好，这次麻烦你亲自过来帮忙，太不好意思了。朱雀城外一处11级的练级区传送点附近，当南宫木离看到沈月也来了的时候，当下的对着沈月表达了感谢。不过让南宫木离好奇的是，沈毅为什么叫上沈月，叫他做什么？他压根不会知道，沈毅带沈月那是等于带着一个核武器啊，就是为了过会给皇族的人上课的。没事，你是我弟弟的学妹，也就是我的学妹，大家互相帮助是应该的。微微一笑，沈月对着南宫木离客气地说道。看着眼前的南宫木离，沈月的目光又瞥了一眼沈毅，眼神变得有些意味深长了起来了。大姐，给，用这个。沈毅看到自己大姐来了，当下将一组药剂交易给了对方。这是初级迷雾之尘药剂，杀人越货必备良药，好用的很。沈毅微微一笑说道。也给你来一组，万一以后你有需要。沈毅说着，又是交易给了南宫木离一组。啊，还有这样的药剂，这倒是的确是杀人越货的好东西。你怎么奇奇怪怪的药剂那么多？当南宫木离看到初级迷雾之尘药剂的效果的时候，也是大吃一惊，完全没有想到这游戏里居然还有那么老溜的药剂，难怪沈毅说这是杀人越货的必备良药呢。嘿嘿，这算什么？以后老溜的药剂还多着呢。沈毅嘿嘿一想，脑海里想到了这游戏丰富的药剂系统，各种老溜药剂何止那么一些呢？他到了。就在这时候，南宫木离对着沈毅说道，表示周如已经到了。行，你去找他吧。他到底是不是内鬼，很快就知道了。如果他真是内鬼，那么要不了多久，皇族的人就会紧随而至。沈毅闻言，眼神精明的很，对着南宫木离说道。好，希望不是他。闻言，南宫木离点点头，当下的朝着附近的一个坐标而去。沈毅让南宫木离查内鬼的方法其实很简单，首先沈毅让南宫木离借口大家去补给，补给完出城去练级。随后他让南宫木离分别给自己的几个队友发送练级的坐标，让他们去坐标地点汇合。而南宫木离给队友的坐标都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每个队友获得的坐标都不同。紧接着沈毅和南宫木离就来到了这里，因为这里的坐标是南宫木离单独给周如的。周如并不知道南宫木离给坐标只是为了试探，如果他是内鬼的话，一定会把坐标提供给追杀南宫木离的皇族公会的人。也就是说，要不了多久，他们就能够见到皇族的人出现。如果皇族的人出现了，那么则证明这个内鬼的确是眼前的周如。如果没有出现，那么周如的嫌疑就可以暂时排除了。沈毅设计这样一个局，就是为了引蛇出洞的。如果自己的记忆没有出错的话，这个周如的嫌疑应该是最大的，毫无悬念可言。姐，咱们也跟上去，我隐身，你吃了迷雾之尘药剂之后慢慢跟上来。沈毅看着南宫木离远去，对着沈月说道。好。沈月答应一声，然后喝下了迷雾之尘药剂。当喝下迷雾之尘药剂之后，沈月的身体迅速的外面就笼罩了一层迷雾，根本看不到她内部的样子，就像是一团人形迷雾一样，行走在路上显得无比的诡异。木离，你来了，其他人呢？南宫木离抵达坐标点的时候，就看到了周如正等在那里。看到南宫木离过来，对方脸上瞬间的闪过了一抹欣喜，然后立马的问道：哦，他们马上就到，很快，我们在这里等一会他们吧。南宫木离虽然嘴上说着不可能是周如，可不知道为什么此刻看周如，内心却是一种的难受，有种说不出的感觉。这样啊，那我们等一会他们吧。闻言，周如倒也没有多说什么，而是笑着应和，两人是你一句我一句的闲聊着。也就在双方会合没有5分钟的功夫，忽然的，远处传送阵内一阵阵的光芒闪动，紧接着10几个人玩家从传送阵内出来。他们一出现，就迅速的朝着南宫木离所在的方向而来，就像是知晓南宫木离的坐标一样。啊，木离，不好了，皇族公会的人又来了，怎么办？等南宫木离他们发现的时候，此刻两人已经被皇族10几号玩家给包围在了一块。周如看到这一幕，立马的冲着南宫木离说道，表情像是很慌张的样子，只不过眼底却没有一丝的慌乱，好像早就知道他们会出现一样。嘿，
大剑仙，咱们又遇到了，巧啊！十几号人之中，一个手持大刀的名为陈斌的战士笑着走出来，对着南宫木离说道，脸上是一脸的戏谑。哼，还真是巧，我刚出城没几分钟，你们就跟狗一样，闻着味就来了，到底是做狗的，当狗的本事果然厉害。南宫木离看着对方，一脸的阴寒，因为就是眼前的家伙带着人连续杀了他2次，害他掉回了10级。妈的，小妞嘴巴还挺歹毒的，有用吗？都被杀回10级了，还不老实？怎么想被杀回新手村？听到南宫木离的话，几人的脸上都有愠怒，但却没有立马的发作，而是冷笑着讽刺道：哼，你们皇族的那个朱辉还好吗？被人杀回了0级呢，这也算是这款游戏历史上第1人了吧？你们皇族也算是创造历史了吧？闻言，南宫木离丝毫不惧，反唇相讥道：你……果然，听到这话，让对方脸上的肌肉都跟着抽搐了起来。朱辉的事情当然已经传开了，作为皇族的成员，在新手村被人杀回0级，这已经成为了各大公会嘲笑皇族公会的笑柄了。因此的，他们皇族公会的会长秦川还大发雷霆，眼下那个叫朱辉的早就已经被皇族公会开除了，那个废物早就已经不是我们公会的人了，这事情也跟我们皇族公会没有关系了。哼，果然是大公会，不养闲人啊，没利用价值了就直接丢，真有人情味啊。你第70章撕破脸，防火防闺蜜。哥，弟弟，你这个学姐可真够牙尖嘴利的，这阴阳人的能力可太有趣了。一旁听到南宫木离气死人不偿命的对方，沈月忍不住的都笑了，对着沈毅说道：沈毅摸了摸脑袋，其实他跟南宫木离也不熟啊，也没有想到这南宫木离对人的能力那么强，一番话说的对方都气炸了嘟。不过此时此刻，沈毅却是在想另外一件事，那就是自己的猜测果然是没有错的。这个周如还真是一个内鬼啊，看来自己猜测的没有错，也得亏中生前沈毅听过这个双方的八卦，不然也不会如此快速迅捷的替南宫木离找到内鬼。而如此看来的话，前世南宫木离与周如为什么反目成仇也已经有定论了，显然是这个女人出卖了南宫木离，所以导致了双方撕破脸，南宫木离甚至于不惜将其杀回了新手村。少 TM 废话，南宫木离，我们秦少说了，要么你加入我们皇族公会，要么就把你杀回新手村，而且只要你初步答应，以后你要是出了新手村，我们就会再出手，再把你杀回新手村。所以说你还是知趣一点的好，加入我们皇族好了。我们皇族也算是国内排名前10的公会，有什么能够配不上你的？你有实力，加入我们公会，秦少肯定也不会亏待你。你还长那么漂亮，说不得我们秦少也因此看上你，那你就真的飞黄腾达了。到时候想要什么没有，女人嘛，何必那么要强，对你也没有好处。你考虑一下吧，加入我们皇族，秦少说了，直接弥补你的损失，1级1000万，你只要加入就给你2000万，并且还找人带你升级，把等级补回来。如此优渥的待遇，我要是你，想都不想就答应。眼前的这个的陈斌虽然恼火于南宫木离的毒舌，但他是带着任务来的，说白了，他们的目的还是为了让南宫木离就范加入皇族公会，并不是为了要把对方杀回新手村。所以要是南宫木离能够乖乖的认怂，那么这事情也就摆平了。木离怎么办？要不我们答应了吧？他们开出的条件其实很不错了，2000万啊，那么多钱这辈子都花不完吧。现在只需要加入他们公会就能够得到这些，为什么不答应呢？而且我们要是不答应的话，就会被杀回新手村了，何必呢？木离，我们答应了吧，就加入他们公会吧，别再倔强了。这时候一旁的周如看向了南宫木离，然后冲着南宫木离劝说道：哼，2000万，他们愿意给我2000万，那你呢？他们给了你多少，能够让你情愿背叛我，出卖我？闻言，南宫木离冷冽的目光看向了一旁的周如，然后冷冷的问道：之前沈毅就说周如是内鬼，他还不相信，可眼下事实真相都已经摆在了眼前了，他就算是再不愿意相信也没有办法了。很明显的，沈毅说的不错，出卖他们的人就是眼前的周如，并且此刻他居然还伪善的想让自己放下一切仇恨，加入对方阵营。如今的南宫木离方才看清楚自己闺蜜的真面目啊，当真的应了那句话，防火防盗防闺蜜啊。你木离，你在说什么啊？什么他们给我多少钱？他们是在招揽你，跟我有什么关系？背叛我来怎么会背叛你呢？我更没有出卖你啊。周如闻言面色狂变，眼神瞬间的变得躲闪了起来了，不敢直视眼前的南宫木离。他此刻慌得很，感觉到了一丝的不妙，还在这里跟我装。周如，我以前怎么没有觉得你是那么一个虚伪的人呢？他们那么轻易的就找到了在野外练级的我们，
不管我们换到哪里，都能够被他们很快的找到。我一开始就觉得事情有些不对劲，可我始终不愿意相信我们的团队里有内鬼给人通风报信，但实在没办法，我只能够用办法试探你们每一个人。我告诉你，我给了所有队友不一样的坐标，所以说现在我们的队友都分散在各地，其余队友那边都是相安无事。偏偏到了你这里，我刚一出现，跟你待了没多久，皇族的人就来了，这还足够说明问题吗？南宫木离冰冷的眸子看着对方，直接撕开了真相。他此刻内心也很难受，没想到啊，有朝一日自己会被最为亲近的人给出卖了。你设局试探我？周如傻了，完全没有想到自己那么快的暴露了，被眼前的南宫木离给识破了。这会的他脸色无比的难看。对，我试探你，我没有想到会是你。为什么你要出卖我？南宫木离不解地问道。为什么？因为钱啊，不是你说的吗？他们给了我多少？你自己蠢，放着好好的机会你不要，你偏要跟他们作对，跟钱过不去。你说你是不是傻？他们答应事成之后给我500万的，500万啊！你知道这笔钱对于我来说意味着什么吗？就现在的大学生就业环境，连狗都不如，毕业就代表着失业。我又不像你那么优秀，有漂亮的脸蛋，是校花，学习成绩又好。500万对于我这样的一个普通女孩来说，就等于是一次逆天改命的机会。这样的机会，我难道不能够把握吗？周如看着南宫木离，这会也不装了，直接的说道：你喜欢钱是你的事情，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但你利用我来赚这个钱就不行。南宫木离心里拔凉拔凉的，没想到眼前自己的闺蜜居然会是为了钱出卖自己。当然，爱钱不是错，她喜欢钱可以用各种途径去获取，但利用自己来赚钱，出卖自己换钱却不行。喂，你们不是想让我加入你们工会吗？行，先杀了他，把他杀回新手村去。南宫木离忽然的手指指向了周如，示意让皇族的人把对方给杀回新手村去。第71章戏耍，动手开杀。呵呵，美女，你还挺有意思啊。看到南宫木离与周如撕了起来，皇族工会的人还看着挺有意思，而南宫木离忽然的提出了这个要求，让陈斌等人又是一愣。南宫木离，你疯了？他们是跟我一块的，怎么可能会杀我？周如闻言冷笑了一声，然后看着南宫木离说道，觉得南宫木离有点扯。是吗？你真觉得他们跟你是一伙的，而不是只是利用你？喂，皇族的，怎么说？你们会杀他吗？南宫木离冷笑，瞅向了陈斌问道。陈斌饶有兴趣，摸着下巴看着南宫木离。美女，我知道你很生气，你可以自己动手，我们保准不插手。他一个牧师，你是隐藏职业剑仙啊，杀他如同土狗，自己报仇出卖自己的闺蜜，这不更爽吗？陈斌倒也没有动手，而是对着南宫木离说道，看女人之间撕逼，还别说，他们觉得挺有意思。都听闻说女人是塑料姐妹花，如今看来成不起我。你们不能这样，是我帮你们的。闻言的周如脸色惨白，看向了陈斌等人说道，没想到他们居然不管自己了。傻逼，你还看不懂吗？他们这类人眼里只有利益，你的唯一价值就是提供我的线索，逼迫我最终加入皇族。如今你已经没有利用价值了，你觉得他们连自己工会的人没有了价值都能够一脚踹开，你又算什么东西？冰冷的话语带着讽刺，南宫木离不知道眼前的女人是真蠢还是纯坏。我说了，你们动手，我杀他都觉得脏了手，想要让我加入你们工会？行，先杀了他。南宫木离转头看向了陈斌，然后指着周如说道，有趣，行，满足你，去几个人把那娘们杀了。正如南宫木离所说，周如唯一的价值就是帮他们爆点，然后追杀南宫木离。如今对方已经败露了身份，已经没有任何的价值了，一个没有价值的人，他们才不会搭理。不，你们不能这样。还有，承诺给我的500万呢？我的钱呢？钱？什么钱？你有没有帮我们达到目的？你都露馅了，还想要钱？滚回新手村去吧！嗤之以鼻，陈斌等人自然不可能兑现给他的500万了。开玩笑，那可是500万啊！若是没有暴露真棒，他们顺利招揽了南宫木离，或许还能够有这笔钱。现在人都已经暴露了，还想要钱？做梦去吧！你们骗我！周如万万没有想到，他们言而无信。可惜眼下已经没有任何的回旋余地了，在其不甘之中，他被几个玩家围住，然后一顿输出，直接血条清零，化作了鬼魂状态。这回他要是复活，直接就会掉等级1级，然后调回9级，被强行传送回新手村。唉，真是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啊！这女人太蠢太坏了。沈月看到这一幕，同为女人，也无不感叹一句啊，这不算什么，利益面前更扭曲的都有。所以姐，咱们以后与人交往的谨慎小心，说不得身边就有包藏祸心之人。
沈毅对着大姐沈月说道：“小弟，你倒是最近感觉长大了不少，说话都变得那么哲学了，可以啊，看来分手让你变得头脑清晰起来了。”沈月看着自己弟弟，不由得笑道：“那可不，搞不成爱卿，咱只能搞事业了呀。”沈毅笑道：“大姐，准备了，该我们干活了。”沈毅看着周如已经被杀，剩下南宫木离被一群人围着，当下的目光犀利地说道：“行。”沈月点点头，当下也明白了沈毅找自己来的目的了，还真是为了打架。看着不远处皇族公会的人，那么多人欺负一个女孩，沈月的脸上也罩上了一层寒霜。美女，按照你的要求，人已经被杀了，现在可以加入我们公会了吧？你把真实的家庭住址什么的都告诉我们，我们会派遣专业的律师团队拿着合同跟你去签约的，到时候你就会成为我们皇族公会的正式会员。放心，我们公会会员的福利很好的，答应你的钱也绝对不会少一分，届时律师都会跟你谈。大公会收人，那都是跟现实公司签员工一样的，都是要签订合约的。很显然的，他们要收纳南宫木离，自然是要求与南宫木离签合同。所以说，他对着南宫木离说道：“哼，谁跟你我要加入你们公会了？”然而，南宫木离却是冷笑了一声，说道：“你刚才不是说了，只要杀了这个女人，就会加入我们公会？哎，纠正一点，我说的是，你们想要我加入你们公会，就先杀了她。我可没有承诺说一定会加入你们公会。现在本小姐经过深思熟虑之后，觉得你们皇族公会真不是个东西，我也不愿意给人当狗，所以抱歉，我拒绝。”南宫木离看着对方，直接拒绝了加入皇族。妈的，臭婊子，你耍老子！陈斌闻言，脸色顿时气得如同锅底一样，恶狠狠地看向了南宫木离，说道：“耍你又怎么样？自己蠢而已。而且，你们都能够卑鄙的收买我身边人，耍你一下又能够怎么样？好好，你有种！看来你是真想回新手村待着了，老子成全你，给我上，把他杀回新手村！”陈斌被气乐了，眼神也变得疯狂了起来了。这回也不跟你逼逼赖赖来，看不到招揽南宫木离的希望，得不到就毁掉，那也不用跟他客气了，直接干掉他，把他杀回新手村再说。入队，大姐，动手！就在这一瞬间，沈毅将南宫木离邀请入了自己的队伍，然后又是对着身边大姐沈月说道：“好了，让他们尝尝吸血鬼悲歌。”沈月答应了一声，看到南宫木离入队变成了友方单位后，他也就没有任何顾忌了，直接开始吟唱史诗级套装上所带的那个抽血泵技能吸血鬼悲歌。第72章全屏秒杀手势。正当皇族公会一众人打算将南宫木离杀回新手村的时候，忽然的，他们的周围瞬间的被一阵血煞的黑雾所包裹，一股死亡的气息瞬间的笼罩在了他们的身上，紧接着他的血条就开始疯狂的下降。怎么回事？我怎么在扣血啊？卧槽，我也是，我的血条怎么在降低？什么东西伤害那么高？我靠，有人对发动了袭击，这是什么技能？我掉血速度好快。牧师，卧槽，牧师，赶紧的给我加血啊！吸血鬼悲歌源自于史诗级套装的装备技能，被沈毅称之为抽血泵的技能。因为这个技能不光能够对目标单位造成高额的输出伤害，还能够给队友加血。这是沈毅第一次看到这个技能被施展出来。当技能一发动的时候，所有目标单位就都被一阵血煞黑雾所包裹了起来了，然后就看到了一串串的输出伤害从这些个皇族公会的人的脑洞上给冒了出来。而面对这忽如其来的一幕，瞬间的让皇族的人傻眼了。他们根本没有意识到有人对他们发动了攻击，还在疑惑怎么会自己扣血呢？因为迷雾之尘的关系，所以沈月攻击对方，他们是收不到任何系统提示的，直接被遮蔽了。所以当下的他们是一头雾水，不明就里。牧师企图用治疗术治疗队友，可惜的是这些个牧师的奶量与沈毅的二姐那简直是天壤之别，所以说他们加血的速度根本赶不上扣血的速度。一时间他们慌乱不已，一些脆皮直接根本扛不住沈月的高额输出，一个个暴击伤害从他们头上冒出。很快的，脆皮的类似于法师、奶妈、射手这种就先扛不住了，直接化作了灵魂。好高的上海啊！南宫木离此刻也处于技能的范围内，不过由于沈毅把他拉入了自己的队伍，所以技能判定对方是友方单位，因此一点事儿都没有。而看着那些皇族的人掉血扣血的大额的输出伤害，直接给他震惊了，没见过如此高额的输出伤害的。跑，快跑！眼见事情诡异，让人看不懂，一下子的剩下一些血后的职业，还有一丝残血在，就想着脱离技能范围。看到对方想跑，南宫木离冷哼了一声，提着手中剑就朝着他们发动了攻击。南宫木离的职业是剑仙，攻速非常快，后期进阶为瑶光剑仙，更是被称之为第一剑仙，那攻速更是快得飞起。所以当他发动进攻的时候，其威慑力也是不小的。刷刷刷，
剑影翻飞，那些皇族的成员本就在沈月的高额技能下只剩下了一丝血皮，这会被南宫木离盯上，那是插翅难逃，直接被南宫木离宛如砍瓜切菜一样收割掉了残血。眨眼间，当吸血鬼悲歌秒持续吟唱状态过后，地上已经躺满了尸体，一个个的灵魂飘在尸体上，无一活口，全部被杀了。怎么回事？到底是怎么回事？刚才那个技能伤害是什么情况？陈斌与一众人化作灵魂，看着自己的尸体，一个个的面色惨白。他们很显然的没有想到自己等人居然会被团灭了。更让人摸不着头脑的是，他们都不知道这到底什么情况，发生了什么。哼，这叫做天罚之道吧。你们作恶太多了，游戏 GM 都看不过你们的行为了，所以帮着本小姐惩罚你们。手中提着剑的南宫木离一脸的笑意，看着对方说道，看到他们全部都挂了，心中别提多爽了，有种大仇得报的快感。是你搞的鬼，你还有帮手？陈斌不傻，刚才那技能只针对于自己等人，却对南宫木离无效，这显然不是正常的，除非那技能是源自于南宫木离那一边。不对吧，陈哥？要是帮手，系统会有提示遭到了谁谁谁的进攻啊，可系统没有提示啊。有人闻言立马的疑惑道，按道理遭到攻击系统会有提示，可眼下他们系统只有自己死亡的信息，并没有别的，这说明不是有旁人啊。他们哪里知道沈毅拥有迷雾之尘这样的老六药剂，直接给他们屏蔽了。那就是你用了什么技能卷轴什么的，对不对？这样高级的卷轴你怎么会有？陈斌一愣，也绝对对，不像是有外人攻击自己，如果是那应该有提示。当下又想到了一个可能，那就是极技能卷轴，这是游戏里的一种道理，卷轴上刻画了某个技能，使用卷轴可以释放刻画的技能，让玩家可以跨职业使用某个职业的技能，这种道具也是存在的。而他们联想到的就是南宫木离可能使用了这种卷轴，如今把他们全部搞死了。哼，你管本小姐用的什么方法，想把我杀回新手村？哼，你们看看自己现在的状态吧，半个小时内没有人救你们，你们之中大半人就要回新手村了。这叫什么？多行不义必自毙。南宫木离笑着说道。这些个皇族成员大部分都是10级玩家，如果死亡一次也会掉到9级，被强行送回新手村。如今南宫木离是反客为主了。妈的，有本事你别跑，你敢守在这里吗？老子的援兵马上就过来。闻言，对方却没有想象中的慌张，他们工会人还很多，他眼下想的就是立马摇人过来救自己。并且的，陈斌不觉得眼前的南宫木离还能够掏出刚才那样强度的卷轴。显然他认为南宫木离只可能拥有这样一张高强度的卷轴。哼，行啊，本小姐就守着你们的尸体，看你们还敢不敢有人过来。南宫木离自然不怕了，只有他知道那根本不是什么技能卷轴，而是沈月的技能啊。他们要是还敢来人，那一样都是送菜。还有人，那就继续守着，来多少送多少人回家。沈毅看着这发生的一切，嘴角上扬，今天就要好好给这皇族的人上课，守尸守到他们不敢再来为止。第73章，葫芦娃救爷爷，又送一波。还真来。本以为对方只是说一点场面话，给自己留点面子，让人万万没有想到的是，等了不到10几分钟，居然还真从传送阵传送来了2个队伍的人。他们一出现就迅速的朝着这边而来，显然目的十分的明确。臭婊子，你有本事别跑！看到自己的援兵到了，那个陈兵叫嚣着冲着南宫木离说道，表情狰狞无比。跑？我为什么跑？谁跑谁孙子！南宫木离自然也是看到了人过来的，当看到对方援兵真来了，南宫木离一挑眉，却是丝毫不慌，然后看着对方冷笑着道，显然的并没有把那些个人放在眼里。果然是皇族啊，虽然只是排在10大公会的末流，但人还真不少，那么短时间就又摇来了那么多人，果然有底气，难怪那么嚣张。沈毅看着来人，嘴角微微上扬，不过他无所谓，今天不管皇族来多少人，来多少他杀多少。老陈，你也太菜了，被一个娘们打团灭了。当2队人来到了事发地，看着已经成为了灵魂的陈斌的时候，其中一人戏谑地看着陈斌笑道，明显的眼神里带着一抹嘲讽。妈的吴航，别给我废话，赶紧把我们救起来，还有别让这娘们跑了，老子要亲自送她回新手村。陈斌闻言脸色铁青，显然的感觉到了对方的一阵羞辱，有些恼火。行，你们牧师把人都给救起来。喂，你是就是那个南宫木离，小娘们够厉害的，你是怎么把他们团灭的？新来的带头人饶有兴趣的看着眼前的南宫木离，然后对着他好奇的问道，还真想知道对方是怎么把陈斌一群人给团灭的。想知道？南宫木离面对那么多人丝毫不慌，反而嘴角泛起一抹笑容，对着对方问道。想啊。对方压根就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竟还一副求知欲爆棚的样子。你很快就知道了。下一秒，南宫木离笑着回答。而在南宫木离说完这话的时候，再一次的瞬间的，他们众人被血煞迷雾所包围，然后他们的血条开始疯狂的下降。卧槽，什么情况？我的血条怎么在迅速下降？怎么回事？牧师，给我奶，给我奶啊！一开始还兴致盎然的吴航，这会瞬间的脸色惨白了，看着自己头上不断冒出的扣血数值和下降的血条，他完全搞不懂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又发生了什么，一脸懵逼。眼看着自己的血条就要见底，他立马的大声的吼道，让牧师给自己加血。这就是答案。然而不等牧师给他奶血，一抹剑影迅速的划过他的身体，南宫木离剑仙的职业迅速的使出了自己的技能，将眼前的吴航直接的带走。吴航是做梦都没有想到，自己才没有1分钟呢，这回自己就成为了一具尸体，成了灵魂了。而如今他都搞不懂具体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了。怎么回事？我怎么就死了？奶奶的，这到底什么情况？吴航莫名其妙看着自己成为了灵魂状态，再看周围，自己带来的人已经是挂了一大半了，剩下的一些才反应过来想跑，却是被南宫木离一一斩杀。等吸血鬼悲歌的技能吟唱消失的时候，此刻南宫木离所处的位置上已经是飘着30多个灵魂了。你居然还有技能卷轴？陈斌瞪大了眼睛，不可思议地喊道，脸色惨白。什么技能卷轴？新来的吴航等人一脸的懵逼，完全搞不懂自己是怎么死的。听到陈斌的话，立马的问道。当下陈斌把自己的猜测跟对方说了出来。妈的，你个傻逼脑残，对方有这种技能卷轴，你妈的不跟老子提前说，害老子现在跟你一块陪葬了，你是傻逼还是猪头啊？闻言的吴航是气急败坏的破口大骂，真是被自己的猪队友给害死了。既然对方有那么可怕的技能卷轴，他却一开始都不跟自己说，眼下才跟自己说，这不是胡闹吗？此时此刻他脸上全是恼火与愤怒，恨不得当场掐死对方。操，老子怎么知道他这种强力的技能卷轴有那么多个，有一个救了不得了，居然还有。陈斌也很委屈啊，他认为这样的技能卷轴在如今游戏初期应该无比珍贵，对方都用了一个了，不可能有第二个了。可没有想到了，对方居然还有，难怪刚才一副有恃无恐的样子，搞半天是这个原因。妈的，不管他有没有，你都应该跟老子说一声。现在好了，咱们全挂了，你说怎么办吧？吴航愤怒地质问道。我怎么知道？要不继续摇人？继续摇人，万一对方还有这样的技能卷轴呢？不可能吧，都已经用了2个了，怎么可能还有？你他妈少说这种自以为是的话。你一开始都不觉得他有第2个，可现在呢？眼眸犀利，表情无语，对着对方骂道。很显然，吴航觉得这话他压根是臆测。那怎么办？我们距离自动复活只有10几分钟了，复活就掉等级啊，有大半人才10级，就都回新手村了。陈斌这下着急了，眼下距离他死亡已经过去了10几分钟，一共30分钟灵魂状态，要么被人救活，要么主动复活接受惩罚，要么自动30分后强制复活接受惩罚。喂，你们还来不来？不来了就要快点滚回新手村去，要是还想来，本小姐就继续等着你们。我倒是要看看你们葫芦娃舅爷爷到底打算来几拨人。南宫木离现在反客为主了，手持自己的长剑盯着眼前的30多个灵魂，然后挑衅地说道。你见南宫木离如此嚣张，几人气炸了肺，可却奈何不了他，显然他们现在也有些骑虎难下了。要不联系工会总部吧，不然不好办啊。最终吴航说道，觉得眼下的事情他们是难办了，得咨询一下他们真正的老大的意见了。第74章，皇族工会大佬亲临。秦川，东方国度网游界前10工会的会长，现实中秦川是燕都某地产大佬的独生子，从小锦衣玉食，秦川没有同龄人的烦恼，平日里除了吃喝嫖赌，就是带着一群人在游戏里称王称霸。皇族工会是他用超能力组建起来的一支工会，凭借着他超强的超能力，逐渐的在游戏界打响了名头。基本上国内外只要是知名网游都有皇族工会的参与。这一次浩劫前夕这款被誉为划时代的网游横空出世，秦川自然是不甘寂寞的，直接带着自己的工会皇族进入到了游戏内，打算在浩劫前夕里干出一番事业来。此刻的秦川已经12级了，位列等级排行榜的31名。此时此刻他正悠闲的在一处练级点练级，不过秦川并没有动手，而是搂着几个美女玩家在那里调笑着。作为皇族的会长，升级打怪这种事情肯定不会亲自下场的。在秦川的队伍里，此刻拥有着3个隐藏职业的玩家在带着他升级。这3个玩家，其中一个是皇族自己工会里诞生出来的，其余2个则是秦川刚刚通过自己的超能力收买来的手下。有这3个隐藏玩家带他升级，
他升级的速度自然也是不会慢的。不过秦川并不只满足于此，秦川的终极目标是搞5个唯一隐藏的神职职业的玩家带自己升级打怪。他自己只是一个普通的职业，那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有钱，可以让那些隐藏玩家与唯一隐藏玩家臣服于自己的脚下。所谓有钱能使鬼推磨就是如此，管你什么职业，在秦川眼里就是自己的打手而已。而很显然的，南宫木离也成为了其目标之一。大公会抢人，那手段是相当恶劣的，特别是那些个散人玩家，你要么屈服，要么就打到你屈服。一开始他只是想用金钱来收买南宫木离，毕竟能够用钱解决的问题在秦川眼里根本不值一提。可没想到这次钱似乎不太好使了，被南宫木离给拒绝了。那秦川自然也就不客气了，再加上新手村朱辉的事情让皇族丢了脸，新仇旧恨，秦川打算给南宫木离一点教训，于是直接让人联系了他身边的闺蜜周如，重金收买，这才有了南宫木离被追杀的事情。在秦川看来，南宫木离是隐藏职业又如何，捏死他一样容易，所以他几乎可以肯定，只要南宫木离不打算退游，早晚会被自己给降服的。可让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自己这一次想错了。什么？30多个人被他一个阴死了？一阵的错愕，满脸的震惊。秦川一个机灵，从一个妹子玩家的大腿上起身，然后不可置信的道：妈的，什么卷轴那么厉害？一群废物，居然被一个人给搞成这样！这事情要是被别的公会知道了，那我们皇族的脸往哪里放？你们一群傻逼！秦川破口大骂，骂的那叫一个难听，让周围的一群人是一个个面面相觑，却是噤若寒蝉，不敢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好一个南宫木离，本少爷倒要看看这小妞长什么3头6臂，坐标发我亲自带人过来。秦川收到的消息来自于吴航与陈斌，二人原本是奉命去针对南宫木离，逼迫对方就范的，可没有想到啊，2个团队加起来一共30多号人，居然被南宫木离给团灭了。这消息让秦川十分生气，当得知事情经过，如今还被南宫木离守着尸的时候，他彻底的暴走了。显然从小到大没有吃过那么大的亏啊，也因此的秦川不可能忍气吞声。别练级了，跟我走！妈的，敢欺负到我皇族头上来了，当我秦川是摆设吗？秦川大手一挥，然后对着正在杀怪的几个人说道。听到秦川的话，几人收手，然后一脸疑惑的看向了秦川。秦川也不跟这些个人解释太多，当下让他们回城。秦少带人亲自过来了，再忍忍。吴航看向了陈斌等灵魂，对着他们道：他已经联系了秦川，秦川要亲自过来对付南宫木离。他们知道秦川现在手下有3个隐藏职业的打手，实力非常牛逼。如果他带着这3人亲自过来，南宫木离纵然是有卷轴也没有用。沈毅，他们不去复活，看样子还打算来。此刻南宫木离对着沈毅问道，看着眼前不愿主动去复活的众人，这显然是他们还不愿意放弃。恐怕是的，他们不可能甘心就那么死回去的。这30多个人里有2/3都是10级玩家，死了都得新手村。纵然是皇族公会，他们现在迈出新手村的人也就不过100多人，一下损失那么多，显然对他们发展不利。更何况这事情要是传出去，他们皇族的脸面不就丢大了吗？沈毅笑着说道。那他们还要摇人吗？对，我猜这次来的恐怕不会是普通人。你的意思是，来的恐怕是皇族公会的会长秦川，这家伙肯定不会善罢甘休，估计会亲自带人过来报仇。他手下应该有几个强力职业的打手。沈毅迅速地分析道。能应付吗？闻言，南宫木离有些担忧地问道。要不算了，我们回去吧，我这也算报仇了。南宫木离不想给沈毅招惹麻烦，皇族毕竟是网游界10大公会之一，真把他们惹急了，日后也不好办。怕什么？这那算什么报仇？他们死回去才算是报仇。秦川那傻逼要是来了，照样给他送回去。放心吧，能应付。沈毅不以为然，完全不在乎。如今有谁能够强得过他一家子啊？秦川纵然有打手又如何？沈毅一样不惧。对于秦川，沈毅压根就懒得搭理，不过就是一个傻逼富二代，仗着有点钱而已。事实上，秦川带领皇族公会也就在游戏里嚣张几年而已。当世界融合之后，他这个会长就被人取而代之了。毕竟融合世界，现实里再有钱也没有用。那时候礼崩乐坏，秩序崩溃，强者为尊，有钱有个屁用。第75章，戏耍秦川，你死一个看看。有人来了。沈毅正和南宫木离通话呢，传送阵那边一道道传送光芒闪现，很快的，一群人朝着南宫木离所在地位置而去。沈毅处于隐身状态，就隐没在边上，一眼就看到了这群人中一个熟悉的身影。这家伙不是旁人，正是皇族公会的会长秦川。沈毅当然认识这个人了，虽然说在融合世界之后，
秦川这个傻逼被人夺了会长之位，然后泯然众生，之后在融合世界里就狂不起来了。但在游戏里这5年里，他的确也是实实在在的当了5年皇族的老大，那要风的风，要雨的雨的人物，没少参与什么公会大战之类的，露脸的机会也很多。沈毅作为骨灰级玩家，怎么可能不认识秦川？当看到他们过来的时候，沈毅的目光还看向了秦川身边的几个人。沈毅知道秦川身边肯定有打手，而这几个人就跟着秦川，估摸着他们就是秦川打手了。那个长得就很欠揍的，就是秦川，皇族公会的会长，他朝你那过来了。沈毅冲着南宫木离说道：“好，看到了，果然是个250，长得就很欠揍的模样，很符合那种傻逼富2代的人设。谁说不是呢？”听着南宫木离的吐槽，沈毅忍俊不禁，不得不说，这南宫木离的嘴也是挺毒的。会长，你终于来了！会长，救我们！快点救我们！会长，您总算是来救我们了。当看到秦川过来，吴航与陈斌等人立马的飘了过去。此刻他们处于灵魂状态，那就是真阿飘啊！一个个的看着秦川，宛如看到了救星。妈的废物，皇族怎么养了你们这群废物，连一个女人都对付不了。你们说，皇族要你们这种白痴干什么？秦川看到这30多号人都成为了阿飘，尸体躺了一地，气得脸都绿了，然后冲着他们直接破口大骂道：“是会长，我们都是废物，给您丢人了。”没想到吴航与陈斌闻言都低头说道，一点还嘴的勇气都没有，一副唯唯诺诺的一样，显得极为的可笑。这一幕看得沈毅是连连啧舌呀，他是不知道秦川到底给他们多少好处的，能够让他们甘心当狗当成这样，也是绝对牛逼的了。把人给我救起来！秦川看到这几个人认错态度还不错，当下也懒得再说什么，是一摆手说道，示意让人把人都拉起来。慢着，不许救人！然而就在这时候，南宫木离上前一步，对着秦川等人说道：“你是南宫木离？哎呦喂，我去，小美女！没想到啊，你居然那么漂亮！卧槽，你们这群傻逼，怎么不早告诉我这个南宫木离长得那么好看？”这时候秦川才注意到前方的持剑的南宫木离。然而等目光落在其身上的那一刻，这秦川的脸上顿时浮现出了一副猪哥的猥琐表情。说实话，身为富2代，露出这样的表情来，着实有些掉价。可眼前的秦川却的确的一副色中恶鬼的屌丝模样，盯着南宫木离，哈喇子都要流出来了。他是没有想到的，这个南宫木离居然长得还那么好看。白痴，收起你那恶心到嘴脸！还有，让你的人都别动，我让你们救人了吗？南宫木离看着秦川那恶心的眼神，当下的眉头紧锁，然后不悦的道，显然的一副不爽的样子。嘿，小妞还挺辣的，我喜欢。你叫南宫木离是吧？知道我是谁吗？切，白痴，你觉得呢？不就是秦川吗？燕多的傻逼富2代，有几个臭钱就在游戏里作威作福的，像个人傻钱多的傻子一样。听着对方的话，南宫木离真是懒得搭理，丝毫不客气。你，秦川没有想到对方居然知道自己的身份，还如此的不屑一顾，当下的脸上挂不住了。小美女，说话客气一点，你别仗着你有点姿色就口无遮拦的，我们之间是有点误会，但我也没有恶意，不就是想要让你加入我的公会吗？是，我的人手段是恶劣了一些，但我们诚意是满满的。这样，只要你愿意加入我们的公会，我一定好好补偿你，怎么样？之前承诺你的2000万，我可以马上叫人打给你。另外，我还能够送你限量宝宝、车、别墅，你想要什么我就给你什么，怎么样？秦川本来就想让南宫木离加入自己的公会，如今看到南宫木离那么好看，更是蠢蠢欲动了，对着南宫木离说道，还开出了优越的条件，想要引诱南宫木离。我想要什么你就给什么，对，想要什么就有什么。那我想要你死，你自裁吧。噗呲，一句话把沈毅与沈月都逗乐了。呵呵，弟弟，你这个学姐可太有意思了，比你那个前女友有意思的多了。沈月被逗得咯咯的笑，感觉南宫木离可太好玩了，这对死人不偿命的本事他是绝对没有的。沈毅也是哭笑不得，没想到啊，这其实的第一剑仙南宫木离居然还是个对死人不偿命的那种。什么？妈的，你耍我！秦川闻言脸都绿了，没想到对方会如此说，这话完全是不把自己放眼里。不是你说的什么都行吗？怎么让你死一次都不行啊？这不是现实里，游戏里让你死一次你就受不了了呀？看来你也没有多大诚意啊。南宫木离嗤笑一声，不屑地说道，妈的，好一个不知好歹的臭女人，看样子你是不想在游戏里待了。行，南宫木离，既然你那么不识好歹，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老子秦川不把你杀到低头认错，就不叫秦川。你们几个给我去试试，我倒要看看他这个剑仙职业有什么牛逼的地方。是，会长。说罢，队伍里当即的走出了3个人。这3人不是旁的，就是秦川手下的3个隐藏职业的玩家。第76章，皇族3隐藏职业，先秒一个。大姐，那3个玩家你别动手，你把其余人解决掉，那3个玩家交给我。沈毅看到那3人出列，对着暗中的沈月说道。兜兜转转，沈毅的目光看向了那3个玩家。对于这3个人，还别说，沈毅都有些印象。这3个人，如果沈毅没有记错的话，都是皇族公会的隐藏职业玩家。这并且的，在浩劫前夕里也算小有名气的存在。毕竟，隐藏职业虽然各方面的强度等比不上唯一隐藏职业，但比普通职业还是有优势的多的。所以，浩劫前夕里那些隐藏职业同样是被追捧的对象。每个公会里，隐藏职业都是其标杆与门面。皇族的这3个人，沈毅都有些印象，特别是其中的一个名为黄洞的玩家，沈毅的印象最深，因为这个人的名气在后面非常的大，被称之为皇族公会3大将之一。他的职业是蛮牛战士，是一个唯一隐藏的展示类职业。其蛮牛战士的强度非常之高，爆发力很强，所以说在整个浩劫前夕的游戏历史上都是赫赫有名的存在，也是皇族的主力战将之一。并且的，在融合世界之后，此人的名头依旧响亮。反正沈毅挂掉的那时候，对方还是一方大佬级人物。若在前世，沈毅看对方只能够仰视，而如今沈毅倒是很想与对方过过招，看看对方到底几斤几两。至于另外2个人，沈毅的印象也有，这2个人也是皇族公会的主力，一个是尸鬼术士，术士类职业，属于半输出半辅助的职业，与无解沈岩的凤凰祭司类似。另外一个则是一个龟甲战士，是一个坦克职业，非常滑稽，背着一个龟壳，是他的盾牌。面对这3人，沈毅想要看看自己能不能够应付的了。行，那你小心一些。学姐，过会，我先秒术士，那个背着个王八壳的人就交给你了，他是坦克职业，输出不高，你把他当狗戏耍就行。剩下另外一个战士，有点实力的，交给我，但你自己小心。沈毅迅速地对着南宫木离说道。好。南宫木离点头答应一声，手中长剑转了一个圈，目光看向了那个龟甲战士。看到南宫木离摆出攻击姿态，3人眼神里有些轻蔑，还以为对方要一挑3呢，都觉得南宫木离有些太自大了。南宫木离是隐藏职业，他们3个也是啊，可不觉得比南宫木离弱。当下的打算好好的教训一下南宫木离。什么东西？这什么？然而还没有等他们打起来呢，秦川等人忽然的就被一层血煞迷雾所包裹住了，紧接着他们的头上就开始不断的掉血，掉血的速度非常之快。啊，会长，不好，是哪个卷轴技能？那女人又玩这招，这种卷轴她居然还有，会长小心啊，快跑啊，牧师给会长加血啊，别让会长死了，快快快，给会长奶血，别让会长挂了。忽然出现的技能让众人都是一愣，但很快的，陈斌与吴航都反应过来了，这不就是杀了他们的那个技能效果吗？如今又出现了，他们的目光不由看向了南宫木离，以为又是南宫木离使用了什么卷轴技能。他们没有想到，这南宫木离真掏得出第3张卷轴，这也太变态了。他们哪里知道，这根本不是什么卷轴，不过是沈月的一个技能而已。啊，会长！见到这一幕，让人那皇族3个隐藏职业的玩家一愣。不等他们有所反应呢，沈毅与南宫木离却是忽然的出手了。南宫木离作为剑仙，攻速飞快，朝着龟甲战士就发动了快剑技能，而沈毅则宛如幽灵一样，蓦然间的出现在了那个尸鬼术士的身后。不等对方反应过来呢，沈毅直接一个暗翼背刺打在了对方的身上，然后造成了对方的眩晕效果。有敌人！我被刺了，是盗贼！尸鬼术士惊呼出声，他此眩晕状态无法动作，只能够在队伍里大声的喊道。闻言，那个蛮牛战士黄洞猛然的警觉，迅速的反应过来，然后看向了尸鬼术士的身后。然而他看到的却是一个人形迷雾。沈毅使用了初级迷雾之尘，对方根本看不到自己的样貌等级，包括职业等。什么东西？对方显然第一次看到这样的东西，被吓一跳，完全没有反应。而沈毅当然不会给对方机会了，手中的传奇匕首朝着尸鬼术士的脖子就抹了过去，暗翼血路技能发动，暴击伤害直接跳出，然后清空了对方尸鬼术士的血条。秒杀！2个技能秒杀。术士作为与法师一类的职业，都属于远程脆皮职业，血薄防低。沈毅如今拥有传奇匕首，还有高额的伤害，直接就秒杀了眼前的尸鬼术士，根本连让对方反应的机会都不给。我被秒杀了，好高的伤害啊！化为灵魂状态，尸鬼术士惊呼道，看着自己成为了一具尸体，脸上满是惊骇，2个技能居然把自己秒了，这得多高的输出啊！
谁杀的你？不知道啊，没有系统提示，很奇怪啊。对方一脸懵逼，完全不知道是谁击杀的自己，甚至于连对方的一点信息都没有。妈的，怎么回事？我怎么挂了？奶妈呢？都是饭桶吗？怎么不给我加血？然而，一阵愤怒的怒吼让他们一怔。此刻，秦川也化作了亡灵状态，显然此刻也是被击杀了。看着自己挂了，秦川恼羞成怒的大骂道：“会长，奶妈都比你死得早。”几个牧师职业委屈的说道。看着秦川，他们此刻也都已经成为了尸体了呀！妈的，都死光了，什么情况？秦川愣住了，看着满地尸体与灵魂，他错愕的发现，此刻场上活着的人居然只剩下了蛮牛战士黄洞、南宫木离与那个龟甲战士，另外还有一个被迷雾包裹的人形生物，都不知道对方到底是什么鬼东西。第77章玩虐 PK 蛮牛战士 SB。 沈毅当然不会给对方解释了，此刻幽灵步一开，移动速度瞬间的加快，身形宛如鬼魅一般的朝着蛮牛战士黄洞而去，手中的匕首划出一抹优美的弧度，朝着对方的身上抹了过去。蛮牛战士作为战士职业，生存能力是属于中规中矩，还是有一些防御与血量的，而对方身上的装备在沈毅看来穿的应该也还不错。沈毅如此高输出，一匕首划在对方身上，居然只带走了对方1/5血，这要是抹在一个脆皮职业上，直接能够秒对方一半血。啊，是个盗贼！蛮牛战士黄洞此刻方才缓过来，看着沈毅宛如鬼魅一样的栖身来到了自己的身边，然后给了自己一匕首。虽然看不清楚沈毅的信息等，但看到匕首，他就已经联想到了盗贼职业了。盗贼？难道说是排行榜上老6的那个暗翼盗贼沈毅？听到蛮牛战士提到盗贼，瞬间的大家就想到了如今挂在排行榜上第6的沈毅暗翼盗贼了。就是因为沈毅的关系，害他们皇族在新手村就丢了人，被其余公会嘲笑。如今沈毅再次出现，一下子的让他们似乎明白了什么。卧槽，原来我们不是死在那个南宫木离的手里，是死在了盗贼的手里。刚才那卷轴不是南宫木离使用的，是这个盗贼，他一直都潜伏在四周暗算我们。恍然大悟，皇族公会的人一直疑惑自己是自己挂的，一开始他们认为是南宫木离动的手，可如今看来并非是如此，而是眼前沈毅动的手啊！妈的，黄洞，给我杀了盗贼！秦川气得破口大骂，对着蛮牛战士黄洞喊道。眼下他已经挂了，看着自己死亡，他感觉自己面子丢大了。如果不把沈毅斩杀，那这事情传出去，自己皇族就可真的丢人丢到姥姥家了。蛮牛战士黄洞闻言，心中暗暗叫苦啊！他倒是想要杀了沈毅，可惜自己的攻击居然全部被沈毅给躲闪了过去了。沈毅此刻有幽灵步的加持，外加盗贼本身就高敏，而沈毅加点几乎都是加在了敏捷上，所以敏捷速度是非常快的。哼，大蛮牛，笨蛋！沈毅看着对方迟钝的动作，嘴角露出了一抹不屑。这职业输出爆发力很高，可惜你再强大的伤害打不着人也是废废，所以才有那句话：天下武学唯快不破。暗翼背刺，沈毅迅捷地绕到了蛮牛战士黄洞的身后，然后一跃而起，直接的双腿夹住了对方的腰，整个人都跳到了对方的背上，手中的匕首在手里一抛，然后下落的时候立马的接住，直接一匕首刺入了对方的后脑勺，一个红色的伤害数值飘起，将对方的大灌血直接的降了下来。啊！看着自己瞬间的变成了残血，黄洞大骇，不敢相信沈毅的伤害输出如此的爆炸。他不能理解啊，一个盗贼敏捷那么高，明显属性点是点的敏捷，为什么还有那么高额的输出伤害？这也未免太变态了吧。他哪里知道沈毅的技能那是魔武双修，既破防御又破法抗，那输出自然不低，外加沈毅高额的爆伤，还有传奇匕首，这输出瞬间拉满。蛮牛狂化，眼看着自己要挂，黄洞当即的开启了自己的技能，瞬间的他的身躯开始变形，下一秒竟是从一个人类变成了一头燃烧着火焰的蛮牛。老子顶死你！蛮牛战士有一个主要的变态技能，就是蛮牛狂化，此状态下可以变身成为一头火焰蛮牛，并且的拥有3秒无敌状态，无敌也就算了，其速度、敏捷等全部会提升，简直是可以化身成为 BOSS。 黄洞正因为有这个技能，才成为了日后的皇族3大将之一。眼下他眼看着直接要被沈毅秒杀，也只能够使用出这个技能来了，然后迅速的锁定沈毅，要将沈毅直接秒杀。沈毅看着对方化身成为蛮牛，并不感到惊讶，重生前就看过视频，知道这家伙这招的恐怖，所以也不感到惊奇。这丫这个状态，如果真被他攻击到了，以沈毅的这个小脆皮，估计也得够呛。不过沈毅早就已经有了对策，当对方化身为蛮牛的时候，沈毅嘴角上扬下一秒，直接凭空消失了。卧槽，人呢？看到沈毅消失，大家一愣，包括冲锋的黄洞都直接扑了一个空。
隐身了，他是盗贼。这会，大家忽然的恍然大悟了起来。沈毅他妈是个盗贼人，你3秒无敌又怎么样？人家直接避其锋芒，不跟你玩了，你不就成为了傻逼了？操！玩赖是吧？有本事出来啊！秦川看到这一幕，破口大骂道，显得是气急败坏。本以为黄洞要绝地翻盘，没想到沈毅直接老六离场。傻逼，人家是盗贼，凭什么跟你刚正面？一旁南宫木离正在与那个龟甲战士缠斗，他们的打斗就显得有些不痛不痒了。一个是坦克，一个攻速流快剑的剑仙，双方无法奈何彼此，所以打得很焦灼。但听到了秦川等人的话，南宫木离还是不由得吐槽了一句话把皇族的人憋得面色通红啊。的确啊，人家是盗贼，这隐身本来就是盗贼的机制啊，凭什么要跟你刚正面呢？黄洞的蛮牛战士在蛮牛狂化之后，有个负面 buff 会陷入虚弱状态5秒，当其3秒狂化消失之后，一下子的就直接疲软了下来。因此的蛮牛战士也被称之为3秒真男人。他本想3秒内秒杀沈毅，奈何沈毅老六不跟他玩，当3秒过后，身边又没有牧师的支持，瞬间的黄洞就颓了。哼，傻大个，你这个职业啊，也就是团战有点牛，单打独斗你也就个猴。耳边响起了沈毅冰冷的话语。当黄洞陷入虚弱状态的时候，沈毅悄然地出现在了他的身边，手中匕首手起刀落，朝着对方脖子抹去。一个暗意血路直接带走了对方的生命。第78章大获全胜，碾压。跳！眼睁睁，毫无办法。皇族一群阿飘眼看着蛮牛战士黄洞被沈毅抹脖子，然后对方躺在了地上，加入了他们的阿飘大军。沈毅看着了一眼化作亡灵状态的黄洞，不屑的一笑。这家伙的职业打乱战才是强项。打单人 PK 确实太容易被针对了，别看3秒无敌，但要破解3秒无敌的方法不要太多。沈毅一个小小的隐身就能够破了他的无敌，属实的觉得有些意兴阑珊。喂，那个王八，你自裁吧，别让我们费劲的杀你，给你一个自我了断的机会。此刻眼下皇族第3波人只剩下了那个龟甲战士，他的防御的确有些变态，甚至于在沈毅看来不输给自己的3姐。然而坦克职业说白了就是肉盾，如今只剩下他一个了，很明显的他已经没有了翻盘的可能。这龟甲战士的玩家转头一看，脸都绿了。此时此刻身后站满了阿飘，自己皇族公会的人已经全部都挂了，简直是满门忠烈，凄惨无比啊！看着这样的一幕，他多少是有些欲哭无泪了。你是沈毅，那个暗翼盗贼。这时候秦川飘着来到了沈毅的面前，看着那迷雾之中的沈毅，他着问道：是又怎么样？沈毅看着对方阿飘的状态，倒也没有否认，这也隐瞒不了。毕竟盗贼里有如今自己强度的也就只有自己一人，况且自己的 ID 在新手村已经暴露了，所以倒也不用刻意隐瞒。果然很强大，难怪能够在新手村就折辱了我的人。沈毅，我看你是一个人才，怎么样，不如加入我们公会吧。我们之间的恩怨都是一些小矛盾，我可以完全不在乎。所谓不打不相识，只要你愿意加入我的公会，我立马任命你为皇族公会的副会长。你要知道，我们皇族这次可是有差不多2万多人进入了游戏了，规模是很大的，并且我们皇族也是国内10大公会之一，副会长那也是举足轻重的地位了。另外，我可以给你开出一个天价的酬劳合同，只要你愿意加入皇族公会，年薪过亿不成问题。怎么样？这条件不错吧？考虑一下，加入我们皇族如何？秦川这会也看出来，他们皇族加1块都不够沈毅杀的。今天这个跟头是要栽了，但也没有说完全没有回旋的余地。就譬如说现在吧，只要说能够将沈毅拉入自己的公会，那么他们皇族非但没有损失，反而会引入一个强援。哼，没兴趣。然而沈毅却是毫不犹豫的就选择了拒绝。开玩笑，区区一个皇族沈毅压根就看不上。副会长听上去很牛逼，好像是2把手，可说到底还不是打工仔。况且作为众生者的沈毅知道，皇族在浩劫前夕的发展也就一般般而已，别说是融合世界之后了，就算是在浩劫前夕的游戏里，之后都只排在30多名，被许多后起之秀的公会给碾压了。更重要的是，皇族有眼前秦川这个白痴当会长，这就没得好。所以说沈毅根本不会考虑加入皇族，让对方完蛋去吧。那你说要什么条件才愿意加入我们皇族？眼见沈毅思考都不思考就选择了拒绝，当下的秦川有些郁闷了，但还是问道：没有可能，你们皇族的庙太小了，容不下我这尊大神，你还是别想了。另外，秦少，我奉劝你一句，别在游戏里招惹我与我的人，你招惹不起。别看你有整个皇族作为后盾，但就像今天一样，你的后盾在我面前
如同蝼蚁。南宫木离是我的伙伴，以后你给我离他远远的，别再招惹他。今天只是给你们一个小小的教训，如果你们皇族还打算在游戏里发展下去，就最好不要再来招惹我们，这已经是第2次了，事不过3。如果说还有第3次的话，嘿嘿，我保证，你们皇族将是第1个被打得退服的公会。沈毅目光犀利，看向了眼前的秦川，然后恶狠狠地警告道：一个小小的皇族公会，沈毅还真不是很在乎。别说对方是什么牛逼的10大公会，这把沈毅惹毛了，召集自己5个姐姐，能够把现在还未发育成熟的皇族直接给打退服了。你……秦川还有些不服气，刚想要反驳，却是被沈毅直接打断。别不服气，告诉你，今日只是笑笑的惩罚，你要是不服，可以再摇人来，我等着便是。一句话把秦川说的闭嘴了，还摇屁个人，自己等人都挂完了。这皇族的大部队，如今大部分人都还在新手村呢，除了新手村的，总共也就100来个人，没想到还遭到了如此毁灭性的打击。此刻他也看清楚了，就算是再摇人来，也是无计可施。行，沈毅是吧？我记住你了。青山不改，绿水长流，咱们来日方长。今天这个灾，我认了。秦川也知道今天是没办法翻盘了，自己的3个隐藏打手都已经被沈毅给虐了，如今这情况，他们显然也没有办法再继续装逼下去了，只能打碎牙齿往肚子里咽。然而对方却不会就此善罢甘休的，早晚跟你这笔账。内心恶狠狠地想到。随后秦川对着周围一圈阿飘大声地喊道：复活回城。伴随着死亡的光芒，一个个阿飘在沈毅等人眼前消失。不打了，不打了，我要走，我走还不行吗？眼看着秦川等人都死回去了，剩下的龟甲战士想要就此罢手回城。不行，说了，你要么自裁，要么被我们杀回去，装了逼就想跑，哪里那么容易的？沈毅看着这王八战士，当下的说道：你得饶人处且饶人。对方黑着脸说道：哎，我就是喜欢的理不饶人，你怎么着？你听到沈毅如此蛮横不讲理的话，对方无奈啊，看着沈毅与南宫木离左右夹击的姿态，无奈对方也不愿受辱，直接的选择了自杀，随后直接死回城去了。第79章，炮学姐15级了。会长，我们有一半的人掉等级被传送回新手村了。朱雀城复活点。等秦川等人出来看了一下复活点内的人，吴航对着秦川说道：刚才死了那么多人，都掉等级了，那些10级的直接掉1级就滚回新手村了，对于他们来说算是损失惨重。妈的！秦川气急败坏，在原地跺脚大骂：会长，要杀回去吗？蛮牛战士黄洞看向了秦川，然后问道：你打得过？闻言，秦川白了对方一眼，问道：这单挑好像不太行。黄洞摸了摸自己的脑袋，倒也诚实，就眼前的情况来说，自己绝对不是沈毅对手啊。那不就成了？既然你打不过，那还有什么好说的？妈的，一群饭桶，都给我练几去！老子就不相信了，他现在牛逼，还能一直牛逼下去，我就不信了。等老子的人从新手村都出来了，他还能一打我们一群不成？秦川倒也没有在意气用事，明显的他知道，就自己手下这些个人，现在回去也是给人送菜，所以他也没有继续纠缠下去的意思。不过这口恶气肯定不可能就那么消的，他的盘算也很简单，等他公会的大部分人都从新手村出来了，再去找沈毅报仇，到时候自己公会上万人，还打不过沈毅一个？是。几人闻言纷纷点头，心中长出一口气。说实话，他们还真怕眼前的秦川会忍不下这口气，想着继续去找沈毅的麻烦呢。如今他主动的选择了隐忍下去，倒是让大家心中都松了一口气。大姐学弟，谢谢你们了，这次要不是你们帮我的忙，我还真不好处理。南宫木离看着眼前的沈毅与沈月，表达了自己的最为真诚的感谢。的确啊，这一次如果不是沈毅出面给自己解围的话，那他还真有可能被杀回新手村。没事，都是女孩子，互相帮忙是应该的。沈月笑着回答：对啊，学姐不用在意，都是一个学校的，怎么能够看着学姐被人欺负而无动于衷呢？不过学姐，经历了这次，咱们算是跟皇族结下梁子了，日后你行事还是要小心一些的。别看秦川好像是认栽了，但我估计这是暂时的，他肯定还会想着找我们的麻烦的，到时候首当其冲的就是你。沈毅说道，他当然知道秦川这种人睚眦必报，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日后他们难免会有一战。没事，怕他做什么？真要怕，我就不玩了。南宫木离笑着说道。那就好，至于那个周如的事情，你自己跟你的队友处理吧，我要跟我大姐去升级了，要是遇到什么事情再联系。好，我自己会处理的，谢谢了学弟，那再联系。南宫木离看了一眼沈毅，眼神有些怪怪的说道。依依不舍的，
南宫木离与沈毅分开，然后去找自己的队友了。哟，我们的弟弟回来了，英雄救美啊！我可是听大姐说了是怎么回事了。弟弟啊，可以啊，学会泡学姐了。等来到了练级区，与沈毅的其余4个姐姐会合，吴姐立马的贴了上来，依着沈毅，然后一脸暧昧的阴阳怪气的说道：去，吴姐，别乱说，什么泡学姐，咱们那叫路见不平一声吼，拔刀相助而已。沈毅被说的老脸一红，驳斥道：自己可没有那个意思，他之所以帮对方，那是因为对方是未来的第一剑仙，超级牛逼的大佬，自己想把他拉入阵营而已。切，那么多不平事，怎么没看你去拔刀相助？有色心没色胆的小混蛋！沈岩一撇嘴，很是鄙夷的说道：我……沈毅郁闷了，看着自己的吴姐，想要解释，但感觉又很无奈。显然的，越解释反而越是解释不通。行了，你少说2句，那南宫木离挺好的，我觉得如果弟弟真喜欢，去追求也挺好的。大姐沈月这时候帮沈毅说道，表示她对于南宫木离很满意。大姐都说好，那这南宫木离肯定真的不错。二姐闻言附和道：得了吧，大姐还说王梦溪不错呢，结果呢，对我家老弟的始乱终弃，我觉得得好好考察一下。老弟，你可别色欲熏心，被美色所迷啊。三姐插嘴道：得，我说姐姐们别再说了好不好，咱能升个级吗？你们都14级了，可怜你们的弟弟吧，我才12级啊，老六的位置都要保不住了，快带我升个级吧。哎，老弟，说级不说吧，粗鲁了。闻言，一旁吴姐又是道。沈毅直接 emo 了，果然5个女人一台戏，太烦了。15级了，我们15级了哎！10几个小时的怪刷升级，二姐沈倩、三姐沈瑜、四姐沈凌与五姐沈岩在一阵升级的白光之中，他们的等级来到了15级的。大姐沈月因为之前被沈毅摇出去打了架，所以说经验上落下了一段，此刻处于14级大半经验的状态，而沈毅则是13级半，15级了，太好了！而看到自己二姐他们升级到了15级，沈毅的眼眸也是一亮，显得十分的兴奋。姐，你们达到了15级，15级我们就已经可以创建工会了。我们先回城，然后让吴姐去创建工会。沈毅提议道，然后看着几人道：啊，创建工会，那么着急吗？要不先继续练级吧，把你和大姐的等级也提升到15级再说呗。闻言，姬女说道，觉得创建工会应该没有那么着急吧。你们不懂，创建工会没有那么简单，还需要做前置任务的，所以说到时候任务还能够升级，所以说先去创建工会好了，听我的，没错的。沈毅看着对方，然后说道，很显然的表示工会也不是一下子能够创建成功的，还需要一些过程。其实这些都是他计划之列，所以只需要他们按部就班的就听自己指挥就行了。第80章第1朱雀工会。朱雀城执政大厅内，这里是朱雀城的行政中心，那些行政的 NPC 全部都在这里，申请工会自然而然是在这里了。而沈毅一行人也就来到了这里。老弟，真要我申请工会啊？真让我当会长啊？手中拿着工会令牌，一向跳脱的沈岩这回却有些不自信了，看着沈毅问道，上次说让他当董事长，没想到沈毅还玩真的，真就以他的名义来申请工会，这不由得让沈岩有些心虚了起来了，看着沈毅问道，废话，不是你要当董事长吗？况且我又没有15级，等级不到15级是无法申请工会的，所以吴姐来吧，有什么好怕的，不就是一个会长的名头吗？放心，工会建立起来之后，我会来处理工会的事情的，你就挂个名就行。这样啊，那我可就不客气了，让我当甩手掌柜，我是乐意的。沈岩一笑，当下的朝着 NPC 走了过去，然后就是让 NPC 走程序，并且提交了工会令牌。这是建立工会的必要道具，必须要有这个道具才可以建立工会。老弟 NPC 让我给咱们工会起个名字，起什么名字啊？很快的，手续办理的就七七八八了。随后沈岩就看向了沈毅，对着沈毅问道，工会得有一个工会的名字不是？像他们什么皇族工会、战天下工会，还有什么大唐天下等等，都是有自己的工会名字的。这个我还真没想过，要不姐姐们起一个？这个问题倒是把沈毅给问到了。说实话，工会的名称沈毅还真没有太思考过，这类东西吧，沈毅的脑洞是不够的，感觉得自己几个姐姐来才行。他把征求意见的目光看向了自己几个姐姐，然后问道。一听沈毅征求他们的建议，当下的几女的目光瞬间的一亮，似乎女孩子对于这个比较喜欢。叫国色天香吧，怎么样？咱们5个姐妹也算是国色天香了。三姐臭美的说道，率先提议。闻言，众人的表情多少有些无语。三姐，咱能不那么自恋吗？沈毅直接吐槽说道。就是，要不就叫沈氏集团，嘿嘿，
咱们沈家人开的公司，可不就是家族企业吗？吴姐沈岩又是说道。吴姐，你是生怕别人不知道是我们创建的工会是吧？还沈氏集团，我的天呐，那也太土了。沈毅更无语了，这吴姐还真把工会当企业了，要不叫永恒辉煌吧，希望工会能够辉煌起来，永远辉煌。大姐提议，说不上来的感觉，倒是可以考虑。闻言，众人点头，这个工会名字倒是还可以，不过让沈毅总觉得有些烂大街的感觉。冷月寒宫怎么样？二姐糯糯的道。二姐啊，少看点言情小说吧，容易傻乎乎的。沈毅哭笑不得，冲着沈倩说道。这工会名字也太诗情画意了一些了，倒不是说不好，但总觉得有些缺失刚阳刚之气，像个女性工会，与三姐的什么国色天香一个德性。好，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你来。三姐恶狠狠地盯着沈毅道，自己等人的都被沈毅否决了，不免得有些恼火。四姐，你起一个。沈毅的目光看向了不说话的四姐沈凌。沈凌就是那种清冷的人，不怎么说话，但往往是这种人，总能够在关键时候给到众人画龙点睛的一笔。就叫朱雀呗，这不是朱雀主城吗？而且我们不是第一个工会吗？那就叫朱雀不就好了？直接以主城的名字来冠名工会，好记又霸气，并且工会 ID 还是第一，这不好吗？四姐沈凌淡淡的说道，一双清冷的眸子看向了沈毅，似乎在询问着他这提议如何。可以啊，四姐，关键时候还得看我家四姐啊，这名字不错，就叫朱雀工会，咱们在朱雀城就用朱雀给工会起名，多牛逼，就像是官方认证一样，还是第一家工会，第一朱雀工会，又不土又霸气又好听。哈哈，诸位姐姐怎么样？沈毅觉得四姐的提议是很好的。朱雀城朱雀工会，这多霸气的名字，而且还贴合主题，又不俗气，是再好不过。沈毅觉得这个工会的名称是绝佳的。朱雀工会听着好像是挺帅的，咱们还是在朱雀城，那么一想，好像的确不错。四妹妹就是平日不说话，但一说话就是画龙点睛。不错不错，这个名字挺好，朱雀工会，嘻嘻，以后我就是朱雀工会的会长了。众人闻言纷纷的念叨了几句，朱雀工会的确朗朗上口，又不失霸气，还很贴合当下的环境，的确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行，既然大家都同意，那就创建吧，吴姐，朱雀工会，嘎嘎嘎狗。沈毅当下的对着沈岩说道，示意他就用朱雀来命名工会。好，沈岩答应一声，然后就在自己的操作界面上输入了朱雀工会的名称。老弟，工会这里创建成功了，但只是预创建，说是要达到工会战功1万点才能够正式创建成功。这工会战功是什么呀？沈岩那里创建成功，然后对着沈毅说道，很显然的有些好奇。你先邀请我们入工会再说，预创建的工会应该能够拉20个人，你把我们先拉进去。沈毅闻言对着吴姐说道。好的。很快的，沈岩邀请加入工会的消息就发了过来，沈毅等人纷纷同意，然后界面上就多了一个工会的列表。工会名称朱雀工会，工会等级 D 级，工会 ID 第一，工会创始人沈岩，工会规模6/20，预创建中，工会宗旨天天开心愉快游戏，工会战功0，工会驻地无，工会创始现任会长沈岩。打开工会详情，当下的工会的各种信息就出现在了众人的面前，是一个十分复杂与庞大的系统构架。第81章，刷战功，熔岩要塞。咦，老弟，为什么不能够任命职位啊？我想把副会长给你来着。就在沈毅查看工会界面的时候，一旁的吴姐沈岩问道，显然的有些困惑。因为现在工会还处于预建设状态，所以说还不完全，功能基本都没有开放，必须要等工会正式建设之后才能开启相关的功能。弟弟，这预建设是什么意思啊？闻言，几人又有些好奇地问道。很简单，这就像是开公司，你公司的名字、选址什么都已经完善了，但是营业执照还没有下来。而工会也是一样的，在使用工会令牌创建工会之后，还需要1万点的战功来正式的创建工会。所以说，我只要刷够1点点的战功，就能够完成工会的建设了。沈毅对着他们解释说道。这样啊，那战功获取呢？闻言，几人又好奇了，看着众人问道。战功要前往要塞前线去击杀怪物获得，而且你必须是同一个工会下组队前往要塞前线击杀怪物才会获得战功。所以咱们现在只需要去要塞前线击杀怪物，然后获得1万点的战功，就能够顺利的把工会给建设完成了。沈毅看着几人，然后说道。原来是这样啊。众人恍然大悟，搞半天原来创建工会还要战功，战功还要打怪获取，难怪沈毅说先来创建工会，这样的话直接去能够刷到战功的地方升级就十分的简单了。而且，沈毅忽然一个停顿，
露出了一抹微笑。而且什么？几人好奇，纷纷地看向了沈毅。而且我知道有一处可以刷战功的要塞前线，那里的怪物都是火属性的怪物，杀死他们还能够获得火属性的材料道具什么的，到时候还能够用那些火属性的材料帮助五阶火凤凰涅槃完成禁神考核的任务。真的啊？那岂不是一举多得？那还等什么？我们快去吧，老弟。闻言，沈岩立马的变得有些迫不及待了。很显然的，随着等级迫近，他们不得不面对禁神考核的任务了。毕竟在20级前，他们必须要完成第1阶段的禁神考核呀。行，我们先补给一波，然后就立马的出发。沈毅闻言倒也不废话，当下的说道：“先去补给一波，毕竟这一次前去不把1万点战功刷出来，他们应该是不会回来了。所以说，当下得先去把该准备的东西都准备好，这样一来的话，事半功倍。”等众人购买好了补给之后，沈毅等人就此出发。哇，这是什么地方啊？好雄伟啊！等众人从传送阵出来的时候，眼前宏伟的建筑瞬间的让沈毅的几个姐姐都看傻眼了。高大的城防、威严的堡垒，还有10几万 NPC 军队的巨大要塞出现在了他们的面前。这是熔岩要塞，是朱雀城几个主要的要塞之一。这个要塞主要防备是底下熔岩怪物。我们所处的世界不光有地表世界，还有地下世界。地下的世界一点都不比地面的小，甚至于更大。而地下生物很多都十分的邪恶，他们会时常的想要冲出底下，毁灭地表世界。因此的，在这种衔接地面与地下世界的地方，都会建立起一个个的要塞城防，用以防止这些地下生物冲出来。这就是其中一个。我们过回去要塞里领取战功状态，然后进入地下世界，击杀里面的怪物，就能够获得战功了。沈毅又是一番解释说道：“原来如此啊，这游戏世界的背景真的做得很宏大哎。”是啊，像是一部史诗级的巨著一样。哎呦，别管这些了，还是快去耍怪吧，我已经等不及了。几女纷纷的说道。沈毅驾轻就熟的领路，毕竟前世的时候也没少来这熔岩要塞。毕竟这熔岩要塞不光可以刷怪升级，还能够获得战功，战功还能够兑换军需套装。这些个军需套装，任何等级阶段的套装都有，而且保底是黄金级套装。虽然属性没有那些极品装备的牛逼，但是对于平民玩家来说，性价比是很高的。所以说，来这个熔岩要塞的人可不少。沈毅他们很快的在军需官那里领取了功勋状态，这个状态维持24小时，有了这个状态，进入地下世界，击杀地下生物就可以获得战功。在大家都领取好了之后，沈毅他们就通过要塞的内部传送阵，直接来到了熔岩要塞地下一层。这就是地下世界吗？好黑啊，而且好热啊！熔岩要塞一共有7层，沈毅他们来到的是第1层。这第1层怪物是地下世界最低等的怪物，等级在15到24级区间。对于沈毅他们这个团队来说，第1层危险性不大，而以他们如今的实力，也只能够在第1层待着。这不算热了，下面几层还热。沈毅说道，然后领着众人朝着自己记忆里刷怪比较多区域走去。到了，就这吧，这是第1层的核心刷怪点之一，刷的是18级的怪物地火土蜥，就在这里升级吧。沈毅指了指前方说道。当他们出现在这里的时候，一瞬间的，前方的区域内无数双赤红的眼睛朝着他们看来，其数量密密麻麻，不下上百个。啊，老弟，你个老六，怎么一下就带我们来那么多怪的地方？三姐，这些冲过来了，快上啊！大姐，快用范围魔法轰他们！这也太多了吧！一声声的惊呼声不断的从练级点传出来，沈毅几个姐姐那络绎不绝的喊叫声就没有停过。歇一会，回个蓝，累死我了。几个小时过去，此刻沈毅一行人气喘吁吁，包括沈毅在内。在过去的几个小时了，他们整整的击杀了2000个地火土翼，此刻每个人都拥有了2000多点的战功。不过工会战功是计算小队的，所以说现在工会战功也就2000多点而已。而杀了那么多怪，沈毅的等级已经来到了14级，沈月也来到了15级，其余4个姐姐更是破近16级了，只差10%的经验就可以达到16级。第82章地底熔岩兽，地核魔王。你个小东西倒是吃爽了。沈岩此刻抚摸着自己的秃毛火凤凰，苦笑着说道，这刷怪太多，让众人不免有些疲乏。即便是有沈月这个超级刷怪机器在这个刷新点刷怪一样是有些吃力的，毕竟这里的刷怪数量与速度都太快了。显然这样的升级点就是给有自信的强力队伍准备的。而杀了2000多个怪物，从那些怪物身上切割下来了许多火属性器官的材料，这些材料全部都被无解沈岩的火凤凰给吞了。此刻这秃毛的火凤凰挺着一个圆滚滚的大肚子，全身炽热无比，就像是一个小火球一样的造型，给人一种诡异的感觉。走吧，我们换个地方升级，去刷一些不一样的怪。休息了片刻，沈毅对着几个姐姐道。众女闻言，跟随着沈毅朝着黑暗深处走去。老弟，你是怎么知道路线的啊？
这地下世界也太弯弯绕了，跟迷宫一样，头都要被转晕了。你居然能够认得路！看着带路的沈毅驾轻就熟的样子，其余几人的纷纷的惊叹道，显然的是被沈毅带路的能力所深深折服了。闻言，沈毅微微一笑，没有解释太多，毕竟这也没有办法解释。事实上，他记得路是因为前世有个论坛，专门制作浩劫前夕地下世界的地图，以前他们进入地下世界都是靠那张地图的，所以说沈毅记得很清楚。也不知道什么原因，沈毅感觉自己重生后记忆力变得非常的好，对于重生前的记忆非常的清晰，仿佛就像是昨天发生的一样。他感觉自己以前记忆力也没有那么出色，要是有这样的记忆力，怕是沈毅早就考清北了。这是什么怪啊？好大啊！等沈毅带着他们来到一处炼级区的时候，眼前的怪物让几女忍不住的震惊了。出现在他们面前的是宛如一座小山一样大小的怪物，背上像是背着一个喷发的火山，体态像是乌龟，正缓慢地爬行在周围。这是精英级怪物地底熔岩兽，22级的怪物，精英怪物，实力没有达到 BOSS 级别，却比普通怪物强许多。这怪物的血量非常厚，但行动比较迟缓，小心它背部的像火山一样的喷射器，那是它主要的攻击手段，其他没有威胁。杀那么一个怪物的战功与经验，相当于刚才100个蜥蜴左右。既然你们不想杀蜥蜴了，就宰这个吧，我们的伤害应该能够破防了。沈毅冲着他们说道。之所以来杀这个地底熔岩兽，沈毅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他需要5份地底熔岩兽的血液，这是他解封自己传奇匕首赫尔墨斯之笔的必要材料之一。刚好这个怪物就熔岩要塞的地下一层，所以沈毅就来杀这个怪了。好嘞！听到沈毅的话，众女打起精神来了。刚才刷了2000多个蜥蜴，的确让人有些头疼了，所以说眼下他们还真想换换口味才好。1头、2头、3头。地底熔岩兽虽然防高血厚，但是对于沈毅他们来说，威胁性的确不是很大。伴随着一只只地底熔岩兽被击杀，沈毅他们的经验也开始快速的上涨。呼，老弟，我们的战功快到了。也不知道过了多久，反正那地底熔岩兽已经不知道被他们宰杀了多少头之后，他们的战功终于是来到了9000多。此刻沈毅的等级已经来到了15级半，沈月的等级来到了16级，而其余几个姐姐的已经来到了16级大半的经验了。看着战功即将刷满，而沈毅的5份地底熔岩兽的血液也已经收集齐，沈毅的眸光看向了更远的深处，又看了一眼自己即将转好的100%偷窃的 CD， 当下的有了一个主意。跟我来，我们去把第1层的 BOSS 给杀了，尝试一下看看能不能行。沈毅现在已经把目标放在了第1层的 BOSS 上了，一共7层的熔岩要塞地下世界，每一层都有一个 BOSS。第1层的 BOSS 其实也是沈毅的目标之一，因为这个 BOSS 身上也有沈毅需要的东西，那就是地核魔王的心脏，这也是沈毅解封自己匕首的材料之一。同时此刻无解沈岩的火凤凰的涅槃已经差不多了，如果能够获得地核魔王的鲜血洗礼的话，说不定就能够开启涅槃进阶第2阶段了。一想到这，沈毅觉得可以去尝试一下了。打 BOSS， 一提到打 BOSS， 瞬间的几人的目光都变得善良了起来了。很显然的，这 BOSS 是好东西啊，给的东西也好，所以一提到打 BOSS， 显然的大家的精神头全部都被调动了起来了。那就是这第1层的 BOSS， 像是西方世界里的那种蝙蝠怪物。等沈毅领着他们来到 BOSS 所在地的时候，此刻一个巨大的熔岩殿堂内，一个巨大的蝙蝠魔王正坐在一把黑曜石所铸就的王座之上。此刻那地核魔王正在睡觉，并没有发现沈毅他们的到来。当看到这个魔王的时候，众人的面面相觑，显然的都有些兴奋。不要小瞧了这个家伙，这是地核魔王24级的黄金 BOSS， 其实堪比20级的史诗级 BOSS， 也就是说这家伙与幽灵教堂下面的那个20级的史诗级吸血鬼属于一个级别的。沈毅冲着几女说道，想让他们引起重视，可千万不要小瞧了眼前的这个 BOSS， 他可不简单呢。这样啊，那我们打得过吗？当然可以了，如今3姐都已经装备了黄金盾了，大姐更是拥有史诗级的套装，我们也等级提升了那么多。关键这地下生物都若圣光，大姐有光元素技能，3姐的圣光龙也是光属性，对于对方都有伤害加成，所以打他应该难度不大。不过先别动手，容我过去偷一把。第83章火抗戒指，挠痒痒呢。沈毅道神之星的100%偷窃已经 CD 完成，眼下要出去找目标偷窃太浪费时间，并且还不一定偷窃得到。既然要打 BOSS， 不如直接对着 BOSS 偷好了，说不定还能够偷到什么好东西，也不一定。进入前行状态，沈毅悄悄的就已经摸到了 BOSS 的身边了。看着坐在王座上还没有被触发的 BOSS， 沈毅驾轻就熟，直接朝着对方的身上摸去，期盼着自己能够摸到什么好东西。系统提示：玩家对目标地核魔王使用了暗翼之手，触发道神赐福，偷窃成功，成功偷窃到了物品火抗戒指，对方毫无察觉。火抗戒指，
沈毅看着自己偷摸到的装备，双眸猛地一亮，没想到自己居然能够偷到这件装备。这装备沈毅了解，并且对于其属性都记忆得清清楚楚。这是一件黄金饰品装备，自带火抗效果，本身属性并不是很出色，所以一般情况下，大家装备多了以后都不会带这件装备。但特殊情况下，这件装备却被大家时常携带，那就是击杀火属性 BOSS 的时候。譬如说，眼前的地核魔王就是火属性与暗属性的 BOSS， 而地核魔王有不少的技能是属于火属性的，如果携带了这个火抗戒指，那呀就能够抵消掉很大一部分的伤害了。老弟，偷到什么了？有没有偷到啊？队伍里，沈毅几个姐姐比沈毅还着急，对着沈毅问道，想要知道沈毅到底偷窃到了什么宝贝没有。有收获，给你们看看。火抗戒指，装备类型饰品，装备品质黄金级，装备属性储物空间增加15格 ，HP 增加80点。装备效果，携带此装备可以获得火抗效果，免疫 45% 的火属性伤害。装备需求，全类职业。装备等级15级。呀，就一枚戒指啊，这属性跟大姐的那枚戒指差远了呀。见到沈毅发在队伍里的火抗戒指，显然的，已经习惯吃山珍海味的他们，当看到这枚火抗戒指的时候，不免的就显得有些不在意了，觉得这样的一枚戒指似乎并不是很突出。事实上，即便是这样的戒指，在此刻绝大部分玩家眼里也是绝好的装备。只是沈毅把自己姐姐们的眼界抬太高了，所以他们看到这枚戒指才会觉得很普通。想什么呢？这枚戒指虽然属性不咋地，但有了这枚戒指，现在杀这个 BOSS 的把握就更大了几分了。三姐，你先戴上这枚戒指。这地核魔王虽然是暗属性与火属性双属性的 BOSS， 但他暗属性的技能其实就那么一个，大部分反而是火属性的。那你戴上这枚火抗戒指，待会抗伤害的时候能够舒服许多。45%的减免很厉害了，能少将近一半呢。沈毅冲着三姐说道，然后把戒指直接交易给了对方。好了，那我准备开怪了，都准备好了吗？眼见一切事情都已经准备的差不多了，沈毅当下的冲着他们喊道，示意自己准备要开怪了。上吧，老弟。好。沈毅答应一声，随后对准备了还睡着的魔王 BOSS， 当下的对着他的脑门来一个背刺。瞬间的一个巨大的伤害从对方的头顶飘了出来，显然沈毅第一下就形成了暴击。而地核魔王在被沈毅背刺之后，也从沉睡之中睡醒的清醒了过来。只不过他刚睁开眼就直接进入了眩晕状态，整个人被定格在了座位上。紧接着迎接地核魔王的就是一顿输出，沈月的魔法攻击，沈灵的剑矢攻击，还有火凤凰的火焰攻击，以及沈鱼骑着的宝宝圣光龙的圣光龙息。该死的人类，你们闯入了地下，还敢偷袭我！等眩晕结束，一阵愤怒的嘶吼声从地核魔王的口中发出，其手持2把火焰巨剑站起身来，怒吼着道：废话那么多，吃老娘一顿！然而不等地核魔王废话，迎面的沈鱼手持幽灵黄金盾已经来到了他的面前，举盾朝着 BOSS 的身上就狠狠的一击打了过去。盾击瞬间的造成了一个伤害，并且还附带眩晕效果，再一次的 BOSS 被击晕了。紧接着迎面的圣光龙，一个圣光龙息面对面的朝着眼前的地核魔王起脸输出，圣光色的龙息就跟是一口带着光龙痰一样，直接的射入了地核魔王的嘴里，直接给他造成了巨大的输出伤害。讨厌的圣光！盾击眩晕消失，地核魔王愤怒的嘶吼。沈鱼直接开启嘲讽技能，拉住了对方的仇恨。去死吧，蝼蚁！地核魔王这回终于有反击的能力了，手持火焰双剑，朝着沈鱼的身上就猛烈的砍了过去。沈鱼举起自己的幽灵黄金盾牌阻挡，一个100多的伤害数额直接的从沈鱼的头上飘了出来。啊！当看到沈鱼损失的血量的时候，沈家众女都傻眼了。原本以为这家伙好歹是个24级的黄金 BOSS， 输出应该很变态才是，可眼下一看，才100多的伤害，这对于沈鱼如今多达3000多血的他来说，真的如同挠痒痒一样。嘿嘿，正常，如今三姐有一个黄金盾阻挡伤害，并且火抗戒指直接减少 45% 的火焰伤害，另外自己还有抗性，这 BOSS 打不动三姐了。沈毅倒是对此并不感到奇怪，冲着众人笑着说道，原来这个火抗戒指还是有点作用的嘛，那这 BOSS 岂不是就是只是一个废物？沈岩嗤之以鼻，当下的说道，也不能那么说，只能说咱们太强了，要是换了别人，照样这地核魔王打得人家哇哇乱叫。别分心，继续输出，三姐吸引好仇恨，一鼓作气拿下这小小的地核魔王。沈毅笑着说道，示意大家继续输出，而沈毅自个则是一马当前，手中传奇匕首朝着 BOSS 身上再次的扎去。第84章击杀魔王，魔王面具。不，该死的圣光！讨厌圣光！无敌的魔尊会把你们碎片的吧？伴随着不甘的怒吼，地核魔王庞大的身躯轰然的倒地。
作为熔岩要塞地下世界第一层的 BOSS， 本来这个 BOSS 的实力就不是很强大，沈毅等人如今的实力很强，外加沈毅开局还从对方身上投到了火抗戒指，以至于对方的伤害对于他们队伍里主 T 的三姐来说根本构不成威胁。除了爆发暗属性的时候的大招对沈毅他们造成了一定的麻烦后，显然的，眼前的 BOSS 没有对沈毅他们小队造成哪怕一丁点的威胁，可以说是轻松的就战胜了眼前的 BOSS。 哇，这个 BOSS 居然给5000的战功哎，老弟，我们已经达到了1万多的战功了。早知道这 BOSS 给那么多战功，咱们就杀他2次不就好了吗？ BOSS 死亡给了大额的经验，让沈毅他们的经验条盟涨了好大一段，同时还给予了高额的战功。就这一个 BOSS 就给了5000点的战功，原本他们就已经有9000多点了，如今直接拥有了将近15000点的战功。吴姐，战功的用途很多，不是光来创建工会用的，后续还有很多用途，别说那么1万多的战功了，就算是100万战功都不够消耗的。而且工会驻地还得战功足够多才能够买到好的地块，所以这点战功根本就是毛毛雨了。沈毅作为众生者，对于战功可太了解了，这东西用途很广泛，越多越好，1万多点属实不算多。这样啊。闻言，沈岩这才闭嘴，然后目光又看向了 BOSS。 嘻嘻，魔师，这次我来。看着庞大的地核魔王的尸体，沈岩已经按捺不住自己激动的心情了，迅速的上前道：行，你来吧，看看能够摸到什么好东西。不过也别寄予太大的期望了，这 BOSS 好像出的好东西并不多。沈毅闻言说道：这 BOSS 沈毅重生前打过不知道多少个，给的东西也就那么一些，能用得上的其实不算多。沈毅主要看重的是这 BOSS 的身上的材料，这才是沈毅想要的。当下的沈毅就把目光看向了大姐沈月。沈月的生活技能可以对怪物的尸体进行采集，沈毅需要这 BOSS 的心脏作为自己对匕首解开封印的材料，当下的让沈月帮忙采集。另外，吴姐沈岩秃毛凤凰还需要这魔王的血液来沐浴，毕竟这家伙是火属性的，也需要采集。沈月答应一声，对着 BOSS 的尸体就开始了采集。是这个吗？很快的，一颗心形的水晶材质的心脏就被沈月采集了出来了。对，就是这个。沈毅接过，这就是自己所需要的地核魔王的心脏。有了这个东西，如今沈毅已经集齐了2样解开封印的材料了。咦，这是什么？就在这时候，吴姐沈岩那里，她手上此刻拿着一个面具，疑惑地看着说道。而这个面具散发着一抹黄金色的光芒，显然是一件黄金装备。魔王面具居然一次就出了，这吴姐什么运气啊？难道真是小红手？沈毅看到那东西，当下的吃了一惊啊！对于沈岩手中的东西，沈毅自然是知晓的。这地核魔王爆的东西本来就有用的没有多少，但这面具却是其中之一。这个魔王面具属于饰品类装备，属性本身并不强，但有一个效果，戴上之后可以遮蔽自己的容颜。这游戏大家都用的是现实脸，但实际上很多人并不愿意用真面目示人，所以其实游戏内的面具类装备就被广泛的运用。用了这种装备就可以遮蔽自己的容颜，哪怕不使用迷雾之尘，别人也看不到你的脸。所以当看到这个魔王面具的时候，沈毅还是眼前一亮。魔王面具装备类型饰品，装备品质黄金级，装备属性 HP 增加50点， MP 增加25点。装备效果，携带此装备可以开启面具效果，把自己的脸变成面具的面容，用以遮蔽原来的脸。装备需求全类职业，装备等级5等级要求。啊，这还真是个面具啊！原以为自己获得了什么好宝贝呢，结果当看到属性的时候，立马的吴姐沈岩是大失所望啊！很显然的，这面具还真就是一个面具。这装备我要，吴姐交易给我。作为资深老六，这样的装备他当然十分的喜欢了。毕竟如今他的名字已经暴露了，他可不想每时每刻使用迷雾之尘。如果有了这个面具，他就可以平常不使用迷雾之尘隐藏自己的身份了。他如今不想暴露的是自己的脸，有了这个魔王面具就行。好丑啊，老弟，你的英俊小脸蛋变成了这个地核魔王的脸了。呜，丑哭了，快换回来，把我的英俊弟弟给换回来。当沈毅戴上了面具，然后开启了面具效果，顿时他的脸就变成了刚才地核魔王的脸。这一幕把沈毅几个姐姐都弄得哭笑不得，感觉丑爆了。吴姐，你不懂，有了这个面具，你老弟我就能够更高的隐藏自己了，这叫老六属性，你是不会懂的。再说咱又不泡妞，要那么英俊的脸蛋做什么？沈毅嗤之以鼻地说道。在得知5年后就会融合世界后，沈毅压根不想谈恋爱，女人只会影响自己搞事业的速度。就出了面具吗？我不是小红手了，我手脏了。不出意外的，这 BOSS 身上没有啥其余的好东西了，剩下除了一些蓝色装备，
沈毅他们挑拣了自己合适的带上，其余的也就没有什么别的好东西了。这无疑让沈岩觉得自己的有愧于众人的期望。吴姐，可以了，这魔王面具的爆率很低的，杀他几百次才能够爆一个，你能一次摸出来，已经很小红手了。沈毅见状安慰说道：你那么说我更伤心了，好丑的面具，你赶紧摘掉。别闹，你还想不想让你的凤凰涅槃了？赶紧的吧，魔王的鲜血都已经准备好了，让你的火凤凰沐浴魔血，准备涅槃吧。涅槃！听到这词，沈岩立马收住了哭泣，双眸也一下子亮了。对啊，最重要是让自己的秃毛凤凰涅槃啊。第85章凤凰涅槃2进阶。在沈毅几人之中，他觉得自己无解沈岩的竞神考核是最为简单的，知晓火凤凰第2阶段的进阶条件，所以说打从竞神考核领取之日开始，就没少给眼前沈岩的秃毛凤凰为食火属性的材料。在经过了熔岩要塞这一波之后，沈毅觉得条件已经逐渐的形成了，显然的也已经是时候让这眼前的秃毛凤凰涅槃了。刚才从地核魔王身上采集到了大量的魔王之血，这玩意也是火属性的材料，一般情况下是拿来炼制药剂的，而如今直接的灌注在眼前的秃毛凤凰上，显然更为的合适。此时此刻，沈岩的秃毛凤凰已经与之前有了很大的变化。由于吞噬了大量的火属性的材料，此刻秃毛凤凰的皮肤从一开始的粉红色已经变成了滚烫的红色，并且可以清晰的看到其皮肤上甚至于都出现了宛如火山裂纹一样的痕迹，仿佛他的身体会随时宛如火山喷发一样炸开。这一幕也是给众人留下了巨大的印象，众人的目光齐齐的看着眼前的秃毛凤凰。当沈岩打开了采集的地核魔王的血液，然后淋到了眼前的秃毛凤凰身上的那一刻，一股可怕的火焰之力瞬间的包裹住了眼前的火凤凰。啾！一声凤鸣响起，瞬间的周围的温度瞬间的拔高。快闪开，温度太高了，靠近容易被这火凤凰直接烤死。沈毅见状脸色一变，冲着众人大声的喊道，示意大家闪开。闻言，众人也不敢逗留，纷纷的闪开。紧接着在一声声凄厉的凤鸣之中，火凤凰居然逐渐的碳化，就像是要变成一块黑色的煤炭一样。啊，老弟，这什么情况？我的鸟怎么变成这样了？它不会死了吧？看到这一幕，沈岩大吃一惊，这不像涅槃啊，倒像是要 G 了。虽然很嫌弃自己的秃毛凤凰，可这是自己职业的半生兽啊。情感上，沈岩已经接受了这凤凰了，并且还越看越觉得对方顺眼。这要是真死了，那沈岩还真有些舍不得。吴姐啊，放心吧，死不了。这是游戏，而且对方是你的半生兽，只要你不死，他就无限复活的，怎么可能会 G 呢？这是涅槃的表现。所谓涅槃，就是置之死地而后生。所以说，眼前的一切都属于正常的范畴，别怕。沈毅无语，对着沈岩说道：眼前的一幕自己前世已经看过了，一点都不慌。这的确就是凤凰涅槃之后的效果，不需要感到任何的怀疑。真的吗？虽然眼神依旧带着一抹担忧，他的目光始终还看着眼前的火凤凰。在剧烈燃烧之后，连地面都被烧出了一个大洞。很快的，高温火焰逐渐的消失，随之一堆灰烬出现在了众人的眼前。老弟，你不是说没事吗？都烧成灰了。沈岩见状，眼眶都红了，冲着沈毅道：你仔细看清楚了，灰烬之中有什么？沈毅却不慌不忙，然后指了指那烧成一堆灰烬的地方。蛋，有个蛋哎！眼尖的二姐忽然的惊呼了起来，对着众人说道。众人闻言一看，果然在灰烬之中居然隐藏着一枚巨大的蛋。而就在众人震惊于这枚蛋的出现的时候，这枚蛋居然咔咔咔的碎裂开来。闪开，闪开，躲原地，小心被烧死。沈毅见状又是冲着众人喊道。闻言，众人立马闪开，紧接着目光看去，赫然的看到一道火焰光柱瞬间的冲天而起。啾！又是一声嘹亮清澈的凤鸣，这一声凤鸣比之前的还要响亮与清晰，就仿佛出现在众人耳边一样。紧接着，庞大的火焰光柱之中，众人清晰的可以看到一只鸟形状的生物正在沐浴着火焰。那是我的火凤凰。看到火焰之中那鸟的身影，沈岩激动的道：嘿嘿，是啊，吴姐，准备迎接你火凤凰的涅槃重生吧。沈毅闻言笑着说道。火焰退散，随后在众人愕然的注视下，一只巨大全身覆盖着火焰的鸟朝着他们面前而来。当看到眼前的这只鸟的时候，众人是目瞪口呆。与之前的秃毛形象不同，此刻的火凤凰身体上覆盖着一层羽毛，华丽绚烂，羽毛呈现出金红色，闪烁着金属的光泽，其尾羽更是如同锦绣，五彩斑斓，美不胜收。头部有一撮冠羽，犹如王冠高贵，其翅膀宽大而有力，每一次振翅都能带起一股强大的风力。眼眸高贵而带着神性，
哪里还有以前呆头呆脑秃毛鸡的身影？此时此刻的火凤凰褪去了之前外表，彻底的咸鱼翻身，丑小鸭变成了白天鹅，成为了高傲的神兽凤凰。这是我的火凤凰！吴姐沈岩结结巴巴的说道，眼都已经看呆了，无法将其与自己之前的那个半生兽秃毛凤凰相结合。废话，你说呢？我早说了，之前你爱答不理，以后你要高攀不起。沈毅戏谑的笑着，好漂亮啊！天哪，这也太美了吧！是啊，这是我见过最美的生物了，怎么有那么漂亮的鸟？哇，这就是蜕变之后的外观吗？那我的圣光龙是不是也会变？其余几人都惊呆了，啧啧有声的说道。蜕变后的火凤凰如今已经进入到了2阶段，但这还并不是完全体的火凤凰。事实上，这火凤凰还能够进阶，就比如说眼前的体型来说吧，这火凤凰的体型站着也就跟人差不多高，与朱雀城的那头神兽朱雀比，简直宛如小鸡仔。而完全体的火凤凰应该也是一头庞然大物才对。嘻嘻，太棒了，我的火凤凰！吴姐直到此刻才反应过来，一把搂住了眼前自己凤凰的脑袋，亲昵的不行。而火凤凰也没有排斥，毕竟是自己的主人，显得十分亲近。吴姐，别亲密了，你的精神考核完成了没有？怎么样，获得什么能力没有？沈毅目光看向，相比于看到涅槃后的火凤凰，他更感兴趣的是那精神考核后自己吴姐将有什么变化。第86章神器菲尼克斯之书。沈毅知道自己吴姐的火凤凰在进入2阶段之后将获得属性上的全面提升，并且还会获得好几个技能，所以眼前的火凤凰已经与之前的秃毛凤凰变得完全的不一样了。以后练级的话，有这个2阶段的凤凰帮助，练级将变得更为的简单。但沈毅更想要知晓的是，在完成精神考核之后会获得什么东西。毕竟众生前的沈毅是没有接触过此类任务的，在融合世界之后，自己几个姐姐也没有开启精神考核，所以说对于完成精神考核之后将会获得什么东西，沈毅十分的好奇，想要知晓到底会获得什么啊！然而沈毅的问题才问出口，沈岩就发出了一阵惊呼声，那惊叫的音调差点直接送走众人。五妹，你干什么呢？大呼小叫的，吓死人了！是啊，五妹，心脏病都被你吓出来。你这丫头怎么越来越疯了？什么情况？叫那么大声干什么呢？众人无语，对着对方问道，很好奇他为什么忽然的发出这样的尖叫。我。然而沈岩此刻却依旧表现出了一副惊愕惊喜的模样，脸上的神色更是表现得十分的惊喜与惊讶。我获得了一件神器装备。可下一秒，沈岩的话却让所有人瞬间的震惊了，大家一个个的都愣住了，表情也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吴姐，这可不好笑，别开玩笑啊！沈毅有些惊愕了，看着对方问道，眼神里更是带着浓郁的不可置信。他眉头紧锁，呼吸都有些急促了。作为众生者，沈毅当然知道一件神器代表着什么了，那可游戏里乃至于融合世界后最为强大的装备啊！这才开服多久啊，自己获得一件传奇匕首都感觉逆天了，这回自己吴姐居然说她获得了一件神器装备，这让沈毅如何淡定？我开什么玩笑啊，你们自己看吗？菲尼克斯之书，装备类型双手武器，装备品质神级。装备介绍，传说中凤凰之神菲尼克斯的智慧之书，相传此书乃是其一生智慧之结晶，拥有毁天灭地的能量，强大的力量能够焚烧大地，但同时其书内浩瀚知识又能够改变整个世界的走向。装备属性，武力伤害提升43至58点，全属性增加15点， HP 与 MP 增加 100%。 装备效果，在普通攻击的时候，有 25% 概率在周围目标单位脚下生成一个束缚火环，将束缚目标3秒，同时对目标造成自身魔法伤害的 75% 的灼烧伤害，束缚火环无上限。装备效果，佩戴此装备将获得一个超级神佑状态，死亡后有 75% 概率自动复活。装备技能，装备此武器后将获得技能菲尼克斯的仁慈，菲尼克斯之怒，卸下装备将失去此技能。装备需求，精神考核特定职业。装备等级16级。装备状态，自适应升级状态，会根据拥有者的等级该提升或降低装备等级与属性技能等，等级越高，菲尼克斯之书的力量将更强大。菲尼克斯的仁慈，主动技能，使用菲尼克斯的仁慈，感受凤凰之神菲尼克斯的赐福，赐予10×10范围内所有友军的提升 30% 的 HP 与 MP 上限，并赐予一个神佑状态，神佑状态下死亡有 15% 的概率能够自动复活，持续60分钟。CD 30分钟，消耗 MP 150。菲尼克斯之怒，主动技能，使用菲尼克斯之怒，令敌人感受到凤凰之神菲尼克斯的愤怒，
命令半生兽火凤凰对15×15范围的所有非友方单位造成自身与半生兽魔法伤害总和的150%焚天伤害，并且附加3秒的灼烧伤害。灼烧伤害下，每秒扣除最大生命值的1%。CD 80秒，消耗 MP 130。神器！当沈岩将自己的神级装备菲尼克斯之书呈现在众人面前的时候，所有人都惊呆了，一个个的目瞪口呆。谁也没有想到啊，沈岩真的获得了一件神器啊！这一点是沈毅都没有想到的。看着眼前出现在自己面前的神器，沈毅感觉到了头皮发麻啊！这是无论前世还是今生，自己第一次看到真正的神器的属性。事实上，众生前虽然也有玩家拥有神器，但从未有人公布过神器的属性，所以沈毅也是第一次看到真正的神器的超强属性啊！当看到这神器属性的那一刻，沈毅感觉自己的传奇匕首瞬间变得不香了。这传奇装备也算是非常牛逼的装备了，然而在神器面前简直不够看啊！这神器是真的神器啊，简直是变态到了极点啊，让人感觉头皮发麻。先不说其家的属性有多么的变态了，就是装备的效果也是吓人。特别是哪个超级神佑状态，75%的概率死亡后自动复活，这是将近1/4的概率能够死而复生啊！这尼玛也太变态了一些吧，这还真成为了不死鸟火凤凰了。最关键的是，这件神器还不是完全状态，它是自适应等级的。如今的沈岩才16级啊，所以这武器的属性与状态是16级神器的状态。之后伴随着沈岩的等级提升，这神器只会越来越强。想到这里，沈毅的脑袋瓜都是嗡嗡的，感觉太逆天了一些了。呼，深吸一口气，沈毅的眼眸里充斥着一抹激动。如果说完成竞神考核能够获得神器，那自己等人是不是也可以？一想到这，沈毅的眼中迸发了难以想象的兴奋啊！竞神考核必须完成，这也太牛逼了一些了，简直是可怕加无敌啊！沈毅对着众人说道，表达着自己的强烈的兴奋与意愿。这样，我们接下去想办法完成4姐的竞神考核，刚好我们已经15级了，可以去开启15级副本式鬼领了。第87章全服手绘正式成立。朱雀城执政大厅，因为完成竞神考核，沈岩获得了神器菲尼克斯之书，大家都显得十分的激动。但沈毅却也没有因此而打乱自己等人的步骤。当前最为要紧的事情还有一件，就是正式的将工会创建。1万点的战功已经达成，如今只需要去执政大厅相应的 NPC 处提交任务，那么朱雀工会就会正式的创建成功。这也将是整个浩劫前夕内第一个诞生的工会。全服公告：东方国度玩家在主城朱雀城内创建成功第一个加玩家工会朱雀工会，触发工会排行榜系统。作为全服首个拥有玩家工会的主城，全体东方国度朱雀城主城范围内玩家将获得一个享受 5% 的额外练级经验加成 buff， 持续24小时。伴随着沈岩提交了任务，朱雀工会正式的从预创建状态变成了正式创建成功的状态，并且也在这一瞬间的一则全服公告出现在了众人的眼前，让所有游戏内的玩家都看到了这则消息。卧槽，什么情况？朱雀工会，这是哪家工会？怎么以前都没有听说过啊？第一家工会不是说创建工会要工会令牌吗？这工会令牌哪里去弄啊？怎么有人就创建工会成功了？八嘎，怎么又是东方国度的玩家第一？东方国度的玩家是不是作弊了？就是第一个出新手村玩家是东方国度的，如今这第一个创建的工会又在东方国度，怎么全是他们？这一刻世界沸腾了，国外的玩家们都郁闷了。第一个走出新手村的玩家是东方国度的，如今第一个创建工会的又是东方国度的，凡事都被东方国度给抢了先机，这让那些国外的玩家感觉脸上很没有面子，而国内的玩家们则也震惊了。没想到全服第一个工会居然会是在他们国家诞生，这无疑是很有面子的。特别是选择了朱雀城的玩家们，此刻兴奋无比，因为他们的身上此刻就多了一个24小时经验加成的 buff， 这不又等于白白获得了 5% 的经验吗？但与此同时，国内的那些个大工会们都郁闷了，一个个的会长脸色多少是有些不好看的。卧槽，什么情况？他们怎么建立的工会啊？不是要什么工会令牌才可以建工会吗？那个令牌怎么获得啊？快给我去查查这个朱雀工会是什么来头，联系一下他们的会长，然后搞清楚工会令牌的出处，他们是怎么获得的令牌的。可恶啊，居然被一个什么都没有听过的朱雀工会给抢了先了，这工会什么来头？凭什么创建第一个工会？众工会老大们都有些郁闷，他们当然也想创建工会了。事实上，当他们迈出新手村之后，第一时间想的就是去创建工会。可惜现实狠狠地打了他们的脸，因为创建工会不光等级需要达到15级，而且必须得有特定的道具工会令牌。而工会令牌怎么获得？
并没有任何的途径知晓。也正因为如此，所以大家显得都很郁闷。创建工会需要15级，如今全服达到15级的人也就6个人吧。然而很快的，众人就忽然的意识到了什么了。创建工会的条件是需要15级，而如今等级排行榜上15级玩家就6个人，也就是一开始进入排行榜拥有6个隐藏职业的那6个玩家。最高的5个16级，第6的本来已经落下了，如今又来到了15级，与第7的玩家相差了1级，因为此刻第7名的玩家等级也就14级，也就是说能够创建工会的就是这排行榜上6个人之一。顿时这话题度瞬间拉满。本来沈一6人就很让人感到好奇了，如今他们还建立了全服第1个工会，这无疑更是炸裂，让人兴奋不已。大佬，我申请加工会了，通过一下，我全职玩家高玩。朱雀工会的会长联系一下我愿意带着自己的工作室团队加入你的工会，我们是专业的团队，保准能够给工会带来巨大的利益。会长大人加一下我吗？人家人美声甜意推导，你要是加我，可以约线下哦。紧接着玩家们就骚动了，第1个工会所带来的吸引力显然很巨大，纷纷的众人开始申请想要加入工会。很显然的，一来朱雀工会是全服第1个工会，其影响力之大可见一斑。第2个，这创建工会的人是谁，也令人不由得感到了一阵的好奇，大家都想进入工会看看到底是谁创建的工会。啊，老弟，我这工会申请列表炸了，几万页，天哪，到底有多少人在申请啊？沈岩吓坏了，对着沈一说道。此刻出新手村的玩家已经非常多了，大街上已经从之前的冷清也变得无比的热闹，10级就可以申请工会。当朱雀工会成立的一刻，大家纷纷的申请想要加入，一下子的就申请列表几万页。这一幕可把沈岩给吓坏了，他哪里见过这场面？别家任何人，咱们工会入会都得严查，必须得有通过才可以。吴姐，你把副会长的职位任命给我，我来处理。闻言，沈一对着自己吴姐说道。此刻他们的工会从预建设工会可以容纳20人变成了可以容纳100人，但沈一可不会随便加人，这名额沈一是非常宝贵的。作为众生者，沈一想要打造的可是一个超级工会，可不想随便胡乱加人。好，点点头，沈岩立马的将副会长的职位任命给了沈一。沈一看着从几万页申请列表变成了10几万，嘴角抽动了一下，显然这筛选的工作量是有些大的。不过沈一不在乎，宁缺毋滥，自己的工会必须要加志同道合、值得信赖的人，否则的话还不如不加呢。第88章，南宫木离入会，前往尸鬼岭。恭喜！就在这时候，一个信息发来，看到有人给自己发消息，没有点开沈一就知道是谁，因为此刻拥有自己好友位的除了自己的几个姐姐，只有一个人，那就是南宫木离。自己几个姐姐都在队伍里可以直接对话，所以不需要发消息，唯一会给自己发消息的也就是南宫木离。点开消息一看，沈一的嘴角就露出了一抹笑容。不奇怪对方为什么会知晓是自己等人建立了朱雀工会，因为只有南宫木离一个人知道那排行榜上的几个人到底是谁。要来吗？加入我们工会吧。沈一见状直接的发出了邀请。好呀。没想到的是，南宫木离并没有拒绝，而是直接一口就答应了下来，表示愿意加入沈一他们的工会。那么痛快。不过有件事我得跟你说一下，你的那些个队友，我现在无法将他们加入工会，因为我对你是绝对信任的，但你的队伍并不熟悉他们，也不了解他们，所以我不能够冒风险将他们加入进来。如果他们想要加入工会的话，得等等接受一下考核才行。沈一又是立马的说道，他知道南宫木离拥有自己的升级小队，像这样的小队肯定是加入同一个工会的，但沈一眼下只能够确保南宫木离一人能够加入工会，因为对他沈一是相信的，毕竟拥有重生的记忆，对于南宫木离的人品，沈一可以绝对的有保证。但他的那些个队友，沈一可就不敢放心了，毕竟之前出过周如那样的人，谁知道他的那些个队友里到底还有没有见利忘义的人，至少现在沈一还不想暴露自己等人的信息。理解，没事的，我先加入你们的工会，至于我的队友，你想要什么信息我都可以提供，等你确保没有问题了再加他们，我能够理解你。没想到南宫木离很是善解人意，当下的对着沈一说道，表示没有问题。好，那我先把你加入进来。沈一见到对方如此答复，内心一喜，当下的将这个未来第一剑仙给邀请加入到了工会内。哟，这是谁啊？是我们的南宫小美女，欢迎南宫妹妹加入我们的工会，欢迎哦小美女。看到有新成员加入，沈一几个姐姐瞥眼那么一看，顿时都笑了，果然啊，就是那个熟悉的名字南宫木离。姐姐们好。南宫木离加入到工会内，
然后乖巧地对着沈毅的几个姐姐打招呼道：“你好，西西，以后咱们都是一家人了，欢迎加入我们公会哦。”看到南宫木离加入，大家都表现得十分的欢迎与客气，热切地与对方聊了起来。此刻加入公会后，就多出了一个公会频道，她们几个女人就在公会频道里热火朝天地聊了起来。沈毅很无语，也有些头疼，因为他知道自己几个姐姐误会了自己与南宫木离的关系，他们都觉得自己是对南宫木离起了色心了，但殊不知沈毅之所以对南宫木离那么好，只是因为他是南宫木离，是未来的超级仙剑，拥有他可以壮大他们的队伍。当然了，沈毅也不好解释太多，当下的也就没有解释，有时候解释反而会让人觉得自己想要掩饰什么。你放心，我会尽快出台入会的标准，让你的队友们进入公会的。不急，你慢慢弄，公会可不是一般的事情，严谨点是好事。与南宫木离又说了几句之后，双方就此结束对话。老姐们，下线休息一下，吃个饭吧，吃完饭咱们直接去刷15级的副本。沈毅看了一眼时间，此刻已是早晨，又是一天过去，此刻距离游戏开服已经1个星期了，首批玩家已经陆陆续续的出了新手村，整个浩劫前夕，各大主城也逐渐的热闹了起来了。等沈毅他们吃过饭之后，再次的选择了上线。很快的补给了一波消耗品之后，他们会合。走吧，15级的副本，半个小时时间，攻略副本4姐的禁神考核就完成了。我给你们发一份攻略，你们路上看。沈毅冲着自己几个姐姐说道。15级副本名为尸鬼岭，这个副本难度不算太强，毕竟低等级的副本难度都不会太可怕，真正可怕的副本要高等级副本才恐怖。对于通关这个15级副本，沈毅是有100%的自信的。但是4姐沈凌的考核并不是只是简单的通关副本，而是需要在30分钟内通关副本。如果没有等级要求，这个考核也很简单，可偏偏是需要20级之前完成，这就对于他们来说有较大的难度。好在多是大姐此刻拥有一套史诗级的套装，又是元素女皇这种超级法爷，输出足够高。而5姐又刚好完成了禁神考核，获得了菲尼克斯之书，最关键的是其火凤凰也已经初具成型，能够带来非常大的帮助。鉴于此，再加上沈毅前世的攻略，沈毅这才有了尝试的念头，不然的话沈毅压根就不会去想这些了。所以说先让自己几个姐姐熟悉攻略，把整个副本的各个细节都了解到，这才是30分钟内通关副本的关键点。毕竟正常来说，这个副本所需要消耗的时间大概是1小时20分钟左右，他们需要压缩2/3的时间才有半小时内通关，这已经是很难的了。也就沈毅是众生者外加自己小队如此牛逼，这才敢于尝试一下。嘤，怎么这里比那个幽灵教堂还阴森啊？是啊，好可怕的地方，怎么把副本设置在这里啊？这个设计师真是不当人啊，一点都不考虑女性玩家。走在通往尸鬼岭副本的路上，此刻场景变得愈发的阴森恐怖了起来了。之前他们去幽灵教堂就已经够阴间了，然而眼下这里更为阴间。别怕，到了，前面浑河岸边上传的就是 NPC 了。第89章尸鬼岭副本，思路打开一波流。此刻不远处阴暗的前方，一条大河出现在了众人的面前，而河面上一个身穿黑色斗篷的人站在一条船上，正长着整条船静静地等候在那里，似乎是在等待着什么人过来一样。沈毅看到这一幕并不感到陌生，因为前方船上的 NPC 就是进入15级副本尸鬼岭的引路人。沈毅带着自己5个姐姐，然后顺利地来到了河边，与 NPC 简单的对话之后，就触发了相关的副本剧情。随后沈毅等人就上了 NPC 的船上，等 NPC 将他们载着来到了河对岸的时候，副本也正式得以出发。上好状态，准备了，要进入副本了。这副本里的怪对于你们女生来说也有些吓人，所以姐，你们有点心理准备哦。沈毅坏坏的对着自己5个姐姐说道，示意他们有个心理预期，因为这副本里面的怪物可也有点意思啊！丧尸！果然，虽然沈毅预先的给几个姐姐打了预防针，但是当他们进入到这个副本内的时候，众人还是忍不住的惊呼了起来了。尸鬼岭，光从名字就能够预知到里面的怪物都是一些什么东西了。尸鬼岭副本内的小怪都是一些尸鬼，所谓尸鬼其实就像是影视剧里的行尸走肉一般的丧尸。这些尸鬼都是尸体所化的怪物，行动比较缓慢，全身肌肉腐烂，样子着实有些寒碜。反正沈毅清晰记得，在众生前有个最不受女生欢迎副本排行，这尸鬼岭高居榜单前3。别！沈毅刚想要安慰一句，然后下一秒，一片火海就朝着眼前的尸鬼烧了过去。吴姐沈岩手捧着新获得的菲尼克斯之术，然后她的火凤凰带着一片火海，朝着尸鬼群就燃烧了过去。瞬间的，那一片尸鬼就被剧烈的燃烧了起来。清晰的看到这些尸鬼的血条在迅速的下降。恶心，
太恶心了，统统给我去死！沈岩嘴里骂骂咧咧的，显然对于这些尸鬼十分的嫌弃。沈毅到嘴的安慰是戛然而止，感觉自己就多余，他应该安慰的是这些个尸鬼被自己几个姐姐蹂躏，太残暴了。一路副本推进，按照沈毅所规划的攻略，一路上的细节都得到了最为精致的优化。沈毅能够把减少副本时间的细节都做到了极致，看着副本时间一点一滴的流逝，心中迅速计算着时间。3点钟方向，大姐、五姐，朝着那片树林背后，让你的火凤凰使用范围伤害。4姐，注意了，精英怪交给你。沈毅一路上不断的指挥着，相比于刚进入到游戏内，沈毅如今与自己5个姐姐的配合已经相当的默契，有时候都不需要沈毅太过于刻意的指挥，自己5个姐姐就能够心领神会的做好自己的部署。这样子来不及啊，不如。然而伴随着时间的推移，沈毅的眉头却愈发的皱了起来，因为他发现即便他们队伍的效率已经非常的快了，但想要在30分钟内通关这个副本似乎还是有些来不及。眼见这样下去，30分钟似乎是不够的，沈毅眉头紧锁，然后沈毅似乎想到了一个办法。姐，你们继续清这里的精英怪，清理完这波精英怪后会有一个小 boss 出现，你们就打好了，我去就回。沈毅说着直接的开启了幽灵步，然后进入隐身状态后迅速的离开了现场。看到沈毅离去，几女虽然疑惑，但也没有多想，毕竟沈毅肯定有自己的打算。在沈毅离开后没有多久，他们成功击杀了最后一只精英怪。然后在精英怪被击杀之后，忽然的地面一阵的颤抖，紧接着前方的土地裂开，瞬间的一只巨大的手臂从裂开的土地内突破而出。呀，什么东西啊？看到这一幕，把几女都吓一跳。是 BOSS， 不过很快的他们就得到了答案了。17级的青铜 BOSS， 爬行者尸鬼。这就是弟弟说的小 BOSS 吧？好恶心啊，还趴在地上的，跟那个生化危机的怪物好像啊，真的好恶心。他来了，冲过来了，3姐快顶上去。为什么我是坦克啊？3姐沈玉欲哭无泪，也十分嫌弃眼前的怪物，不过没办法，谁让自己的是队伍的坦克呢？即便再嫌弃也只能够上。可就在几人打算动手的时候，地面再次的发生了剧烈的震动，紧接着不远处传来了沈毅的喊声。老姐们注意了，副本大 BOSS 来了。伴随着沈毅的喊声，几人目光不由自主的看了过去。当看到沈毅声音传来的方向的时候，几女的面色再次的宛如土色一样，因为他们清晰的看到一个庞然大物宛如肉山一样的尸鬼正朝着这里而来，而肉山的周围还有着很多的小怪尸鬼。而此刻沈毅正跑在最前方，朝着他们这里而来。沈毅目光看着身后，脸上带着一抹讥诮。沈毅发现，虽然自己对于副本的攻略已经做到比较详细了，效率也达到了最高，但问题还是时间不够。随后沈毅就发现，其实杀怪的效率他们的队伍并不慢，浪费的时间反而是因为在走副本流程，这就好像是一个工厂的流水线一样，就算机器效率再高，但也要跟着流水线的过程走。但副本毕竟不是流水线啊，这游戏高自由度，完全可以不按照流程走。也就是说，沈毅从一开始就被局限性了，一开始沈毅就先入为主的在优化自己脑海里的攻略，这就未免有些程序化了。这就导致一旦按照程序走，这个副本30分钟内就算是杀怪效率再高，可能30分钟也不够。如此一来的话，想要30分钟内完成，就不能够按照流程走，而是要打破格局。想明白这些，沈毅就忽然想到了，不如直接把后面的流程上的怪都吸引过来，一次性全部解决，这不就等于可以减少许多流程上时间了吗？不过这样一来带来的后果就是，他们必须要顶得住这一波怪物被沈毅吸引来的怪物。第90章惊心动魄，最后的绝杀。老弟，你真是我亲弟弟啊，你从哪弄来那么恶心的一个怪物啊，丑死了。看到沈毅身后宛如肉山一样的尸鬼，沈瑜都要崩溃了，对着沈毅喊道：“3姐别抱怨了，赶紧过来看怪。”这就是这个副本尸鬼岭的最终 BOSS， 18级黄金 BOSS 吞噬者尸鬼。副本时间来不及了，30分钟，按照我们的速度肯定来不及，所以没有办法，我只能够把后面的怪全引过来了，咱们一次性解决，这叫做一波流。沈毅冲着队伍里喊道。事实上这种方法还真有，只不过一般都是高等级老玩家带新手玩家的方法，那些老玩家因为等级与装备实力已经碾压低级副本，所以说带新人下这种碾压的副本都会采取一波流的措施。简单来说，副本的最终目标是击败副本最终 BOSS， 所以即便不按流程走，只要最后能够击杀最终 BOSS， 副本也就完成了。当老玩家实力碾压那些低等级副本的时候，就会采取这种效率的一波流，以达到速度最快化。但沈毅在同等级的情况下采取这种一波流的打法，那就是很冒险的了，因为沈毅他们必须顶住一波流所带来的强大怪物冲击，否则的话，
一波流就是成了送死流了。沈毅也是无计可施，唯一能够想到的方法就是如此。要不是吴姐率先已经完成了精神考核的话，沈毅大概率是不敢那么做的。但眼下他有自信可以尝试一下。服了。三姐沈鱼虽然嘴上说着不要不要，但身体还是很诚实的。看着沈毅一来的一波流的怪物已经朝着他们而来，他举起了手中的幽灵盾，然后骑着自己的宝宝龙就抗了上去。大姐，辅助三姐先把引过来的小怪给清理掉。二姐，你看着三姐的血量就行。五姐把凤凰群伤全给那些小怪。四姐，你跟我配合，一块先击杀掉这个青铜 BOSS 爬行者尸鬼。沈毅从三姐沈鱼身边擦身而过，然后迅速的在队伍里做出了指令。众人闻言，原本有些慌张的神情也瞬间的镇定了下来了，然后迅速的按照沈毅所说的去办。沈毅也不墨迹，直接的朝着爬行者尸鬼而去。暗翼背刺，暗翼血路，丝毫不客气的上去就是几个技能甩了过去。伴随着沈毅的高额输出，几个暴击伤害出现在了爬行者尸鬼的脑袋上。咻咻咻！紧接着四姐的箭矢也是紧随而至，朝着爬行者尸鬼身上招呼。青铜 BOSS 沈毅还真没有放在眼里，说真的，以现在沈毅的实力，单挑一个青铜 BOSS 都绰绰有余，所以面对这个 BOSS， 沈毅也算是游刃有余。爬行者尸鬼从被刺眩晕之中恢复，愤怒的嘶吼。由于这次没有三姐这个主题来吸引仇恨，所以这个 BOSS 的仇恨全在沈毅一个人身上。不过沈毅倒也不怕，虽然这爬行者尸鬼的速度很快，但沈毅作为盗贼，速度一样不慢。给爷死！终于在颤抖了几分钟之后，沈毅手中的赫尔墨斯之笔直接的插入到了对方的脑袋里。爬行者尸鬼发出了一声尖叫，血条清空，彻底的倒在了地上，然后爆出了一个青铜宝箱。沈毅连瞅都没有瞅一眼那个青铜宝箱，目光迅速的朝着吞噬者尸鬼方向看去。就刚才的功夫，此刻吞噬者尸鬼周遭的小怪已经全部被清理干净了，只剩下了吞噬者尸鬼。而即便没有沈毅与沈凌、沈月、沈倩、沈鱼与吴姐、沈岩四个人，也将吞噬者尸鬼玩弄于股掌之中。此刻 BOSS 不断的怒吼着，击打着沈鱼的幽灵黄金盾，可惜的是造成的伤害显然是不足以秒掉沈鱼的。不行，还是太慢了，还剩下3分钟， BOSS 却还有 45% 的血量。看了一眼进入副本后所花费的时间，已经过去了27分钟，距离30分钟只剩下了3分钟。沈毅目光迅速的凌厉了起来了，全力输出，只有3分钟了，失败的话要等72小时的副本冷却了，那都3天后了。沈毅大声的在队伍里喊道，这一喊，瞬间的沈毅几个姐姐也都着急了起来了，眼看着都已经走到这一步了，就差最后一哆嗦了，要是失败了，那可就是前功尽弃啊。一时间连二姐沈倩这个奶妈都加入到了战斗之中，能够多一点输出就是一点输出，那都是好的。争分夺秒，1分钟、2分钟， BOSS 的血量在逐渐的降低，眼下已经不是能不能击杀 BOSS 的事情了，而是在30分钟内击杀他的事情了。呀，来不及了，还剩下 1% 的血量，1秒。队伍里沈岩的喊声显得格外的清晰。 BOSS 还剩下 1% 的血量，而时间也只剩下了1秒。众人看着时间与 BOSS 的血条，感觉仿佛时间都静止了一般。这一刻大家都不确定到底能不能够在最后1秒完成任务。暗翼血路系统提示，玩家触发了武器上的特效，技能暗翼血路触发双倍伤害。宛如肉山一般的吞噬者尸鬼，其庞大的身躯倒在了地上，血条清零，一个双倍伤害的高额输出从其头顶冒出，正好带走了其最后 1% 的血条。寂静，这一刻周围的寂静的宛如的落针可闻。沈毅的额头都已经被汗水打湿，此刻心脏还在剧烈的跳动，他看着眼前的吞噬者尸体，深深的吸一口气，然后缓缓的把头扭向了自己的四姐。不光如此，沈毅的大姐、二姐、三姐与吴姐也纷纷的将头看向了沈凌。沈凌以往面无表情的脸上，此刻也已是满头大汗，仿古的经历了什么心惊动魄的事情一样。好一会，沈凌抬头看向了沈毅，完成了，精神考核完成了。哇，完成了，我们完成了，太好了，我们完成了。帅，绝杀，这是绝杀。弟弟，你最后高额伤害把 BOSS 杀死了，我们成功了。四妹的精神考核也完成了，太好了，太好了。第91章神迹双子星，2个四姐。众人惊喜，没想到来了一波绝杀。沈毅也是脸上终于是荡漾出了一抹笑容来了呀，心情一下子变得舒畅无比。这无疑是非常惊险刺激的一场游戏啊！要不是因为沈毅最后触发了双倍的技能伤害，还真别说未必能够击杀得了眼前的 BOSS， 就因为触发了双倍的技能伤害，这才完成了眼前的这波绝杀，不可谓这是一场惊心动魄的旅程啊！四姐，你完成了晋升考核，有神器吗？有神器吗？紧接着吴姐沈岩迅速地将目光看向了身边的四姐，对着她问道。
在沈岩自己的考核之中，他完成晋升考核之后，直接获得了神器菲尼克斯之书。眼下四姐沈灵也完成了晋升考核，大家的目光都期待了起来了，想要知道沈灵是否也获得了神器。没有，沈灵摇摇头，然后直接的否认了神器。啊，那你晋升考核之后获得了什么啊？一听沈灵并没有获得神器，当下的大家都好奇了起来了，纷纷的看向了沈灵。完成晋升考核必然会有奖励，既然没有获得神器，那对方获得了什么？大家都不免的感到了一阵疑问了。沈灵闻言并没有说话，而在下一秒，诡异的一幕出现了。这两个四姐，什么情况？四姐，这……沈岩第一个忍不住发出了惊呼声，一脸不可思议的看着眼前的一幕，感觉脑子多少有些不好用了。怎么会？怎么有两个四妹？一模一样，连装备都一样。大姐也是瞪大了眼睛，不可思议。是啊，这怎么回事？不是吧？难道这副本真闹鬼？二姐与三姐也震惊无比，一脸的疑惑表情。而沈毅看到这一幕，则眼眸瞬间的变得犀利了起来，瞳孔一阵收缩，目光死死的落在了两个四姐身上。就在刚才，沈灵身边出现了一个与自己一模一样的人，无论是外貌，还是从体型，乃至于从装备上，都与自己的四姐沈灵是一模一样，甚至于的连表情都是一模一样的。这忽如其来的一幕，可把沈毅几个姐姐看呆了，心中暗道：什么时候多了一个姐妹了？莫非她们是六胞胎，镜像分身？然而唯独沈毅口中念出了这其中的关联。是分身。点点头，沈灵对着沈毅道：分身。听到这话，沈毅几个姐姐都是一愣，满脸的困惑不解道：什么是分身啊？技能吗？分身就是你们所看到的，就是出现一个分身喽。这类技能也是存在着，大多都是技能所产生的。我也不知道四姐这个是属于技能还是什么，这得让四姐自己来解答。沈毅看向了沈灵说道：很显然的，这个问题得靠沈灵自己来为大姐解答。老四，快说说，这什么啊？这就是你完成晋升考核之后获得的奖励吗？有啥用啊？看着不如老五的神器实用啊。三姐沈瑜看着面前的四姐分身，一脸不解地问道：是个技能，名为双子星，你们自己看吧。四姐沈灵不怎么喜欢说话，也没有过多的解释，而是直接把技能给分享了出来。双子星神级主动技能，使用一次双子星技能可制造出一个100%镜像分身，分身享有主身所有装备技能属性，并且分身也可以获得练级经验，分身获得的练级经验将全额提供给主身。在已存在分身的情况下，再次使用技能，可令分身与主身进行合体，合体之后，主身将享有分身所有属性，并且技能伤害翻倍，合体持续时间60秒，60秒后分身将自动分离并进入 CD 状态 ，CD 300秒。当这个技能出现在分享列表里，大家看到了这个技能之后，别说是沈毅的几个姐姐了，包括沈毅这个众生者，此刻都是一脑门的问号。这不是看不懂，而是感觉太离谱了，这技能简直逆天啊！难怪带着神技2个字啊，这简直是逆天技能啊！什么啊，这技能也太 bug 了吧！分身也就算了，居然还能够获得经验，那岂不是说四姐以后获得的经验是我们的1倍？我们杀一个怪获得100经验的话，四姐就能够获得200。五姐沈岩直接无语了，原本以为自己获得了菲尼克斯之书这样的神器已经很牛逼了，没想到这四姐的神级技能瞬间让其破防了。这神器比之神技，感觉还不如这个神技呢，确实厉害啊！而且还能够合体，天呐，2个合体之后，岂不是说四妹的属性直接能够翻倍？是啊，这多了一个分身，等于以后我们多了一个伙伴了。反正这个分身的属性也好，技能也好，全跟四妹的一样，变态，这也太变态了吧！我已经等不及了，老弟，快带你接我去屠龙，我也要完成晋升考核。众人都彻底的激动了，刚才还在为没有神器而感到失落，此刻瞬间的感觉神器都不香了。确实 bug， 沈毅也是头皮发麻，作为众生者，沈毅才知道这到底多变态，感觉自己四姐拥有了这个技能后，妥妥的就是单挑王啊！2个人属性，这谁打得过他？等等，四姐，你与这个分身合体一下看看。然后沈毅忽然的又想到了什么，看着四姐说道：沈灵没有拒绝，当下的再次使用技能，然后2个四姐就这样的在一阵柔和的光芒之中成功融合为了一个。四姐，我想问，装备上的属性合体后也叠加了吗？沈毅看着四姐问道，这点很重要，技能上说合体是叠加属性，但没有说装备属性叠加不叠加，所以沈毅才有此疑问。沈灵一愣，没有当即回答，似乎是在计算着什么。我算了一下，应该是叠加了的。很快沈灵就给出了答案。变态。第92章。
下一站，法师塔。沈毅已经彻底的无语了，属性叠加，这已经是相当变态的事情了。结果装备上的属性都能够叠加，什么意思？什么意思？我怎么没有听懂呢？这很厉害吗？吴姐沈岩脑子不太好使，很显然的，此刻还没有意识到这其中的变态点。看着众人脸上的那种震惊到无以复加的表情，当下的他好奇地问道，想要知道这究竟什么意思。老五，你蠢呐！意思就是说，老四合体之后，相当于穿了2套装备，不光拥有2个人的属性，还拥有2套装备的加成。也就是说，咱们一旦合体，就跟个高达没有区别了。变态啊！三姐捶了一下吴姐的脑袋，然后对着她解释说道：“哇，那不赖皮吗？我不要神器了，我也要这样的牛逼技能。”吴姐反应过来之后，瞬间的哭了，看着面前的四姐，眼巴巴的表示这也太赖了。本以为自己的神器已经天下无敌，没想到自己四姐的神技更是无敌啊！顿时的，他有种神器不香了的感觉。行了，你的神器也不差，一个神器，一个神技能，天哪，这竞神考核奖励真就那么变态吗？沈毅已经彻底的无语了，心中对于这竞神考核是愈发的期待了。不是给神器，就是给神技，这也太爽了吧！不知道以前的那些个隐藏职业，有没有人完成竞神考核的？难道那些个唯一隐藏职业之所以那么变态，是因为他们也完成了竞神考核？不应该啊，就这些竞神考核的内容那么变态，一般人根本没有办法完成啊！就算是我们这家人开了挂一样，都完成的那么艰难。沈毅心中暗自腹诽，显然的，众生前沈毅的段位太低了，很多核心的内容他都没有接触过。直到现在，他才发现这里面似乎蕴藏许多隐情啊！哎，自从有了神器，看到这些个黄金装备都没有激情了。吴姐沈岩开启了2个 BOSS 给的 BOSS 开箱，结果从黄金宝箱内获得了一个黄金装备。然而现在沈毅他们显然对于黄金装备的兴趣已经是提不起太大的兴致了，因为在看到过神器之后，很明显的，他们的眼界已经是被养得十分的刁钻了。弟弟，带我屠龙，我也想要完成竞神考核。从副本内出来，沈玉一把挽住了沈毅的胳膊，然后可怜巴巴地对着沈毅说道。显然的，吴姐与四姐完成考核之后获得的奖励，让三姐眼馋无比。三姐啊，你的竞神考核太难了，以我们现在小队的实力是不可能完成的。哪怕四姐与吴姐完成了考核，实力得到了相当大的提升，但屠龙依旧太艰难了。你先别急，先多完成几个竞神考核，这样的话，我们才有更好的实力去叫板巨龙，对吧？沈毅安抚地说道。在沈毅眼里，沈鱼的竞神考核最变态了。妈的，屠龙，这也是人能够想出来的任务吗？巨龙作为浩劫前夕内最强大的种族生物，那是随便好屠的吗？那接下去完成谁的考核是大姐的，还是二姐的，又或者是小弟你的？三姐闻言，眼巴巴地问道。大姐与二姐的任务其实不相上下，先去大姐的任务吧，因为大姐是咱们队伍的主要输出。如果大姐能够完成竞神考核的话，那么其实来说，对于我们队伍的总体实力增加是很大的。沈毅只是思考了片刻，然后就给出了一个答案来了，那就是前往法师塔完成大姐的考核内容。正如沈毅所说的那样，大姐作为法爷，在队伍里起着主要输出的责任。如果大姐的实力能够得到一个巨大的加强的话，这就将给所有人带来一个巨大的提升了。行。闻言，几人没有废话，当下都同意。先回城吧，法师塔在朱雀城的另外一侧，回城后再传送。沈毅又是说道。好。捏碎回城卷轴，几人消失在了副本门口，然后又回到了朱雀城。由于前面下副本没有消耗太多的补给，所以大姐也不需要去准备，当下的就朝着法师塔所在的地方而去。哇，这就是法师塔吗？从传送阵内出来，众人一出传送阵，他们就被不远处一座散发着无穷元素魔法的高塔所吸引了。法师塔外观是通体白色，一共20层，每一层都散发着独特的元素之力，看上去让整座法师塔都显得是熠熠生辉的，远远的看上去就显得十分的辉煌与漂亮，让人有种想要去亲近的感觉。是的，这就是法师塔呀。沈毅点点头，然后说道。他前世倒是来的不多，毕竟他又不是法师，所以说法师塔对于他来说没有什么作用。姐，你们使用迷雾之尘，我们过去。我发现前面好像有不少人。沈毅看了一眼远处，然后对着他们说道。好。几人答应了一声，然后都纷纷使用了迷雾之尘，而沈毅则戴上了魔王面具，一劳永逸。哎，有人通过第一关了没有啊？肯定没有啊，第一关的 BOSS 就是黄金级的，这怎么打呀？这法师塔肯定有宝贝，不过现在上不去。是啊，大家显然都进不去，还不如去升级呢。现阶段来这里就是浪费时间。谁说不是呢？不过好多人都来拍照，毕竟这法师塔真挺漂亮的。等靠近法师塔，
众人这才发现，果然有不少玩家都聚集在了法师塔的周围。毕竟这座高塔如此的绚烂，想不引起人的注意也难。而且伴随着玩家越来越多的走出新手村，此刻各大主城周围的玩家已经呈几何的上涨，早已不是一开始沈毅他们到来时候那般冷冷清清的样子了。哎，这些个人用了道具啊，怎么变成了迷雾了？而沈毅他们一行人的到来也引起了不少人的注意。毕竟沈毅几个姐姐都使用了迷雾之尘，沈毅更是戴着一个魔王面具，这组合显然很扎眼。第93章魔法图书馆顺利过一层。好多人啊，他们都在干嘛啊？不进去吗？看着一路过来都是人，沈岩好奇无比。很显然的，这些个家伙一个个的都等候在外面，也不进去，让人一头雾水，不知道他们到底是想要干什么。沈毅瞅了一眼四周，微微一笑，就他们的等级，怕是连法师塔第2层都上不去，在这里啊，多半只是拍拍照的，毕竟这法师塔的确是一个游戏里非常出名的旅游点。沈毅笑着回答道，其实重生前这法师塔就是游戏内著名的约会圣地，因为法师塔充满了元素魔法，所以导致强大的魔力也影响到了四周围的各种植被树木，所以法师塔的周围的环境是非常好的。外加法师塔本身就非常漂亮，而且法师塔内还存在着图书馆，所以法师塔一直以来都是玩家络绎不绝。而融合世界后，这法师塔还会出现在现实世界里，所以这座法师塔可以说是贯穿了游戏与现实的存在，人多一点都不奇怪。旁若无人，不管周围人异样的目光，沈毅等人直接的进入到了法师塔内。伴随着一阵光影，众人来到了法师塔的1层。与想象中的不同，法师塔内并没有怪物之类的，相反的，法师塔内居然像是一个巨大的书吧一样，里面摆放着各种的桌椅板凳，还有一排排的书架。然而这些书籍却并不是什么技能书，而只是一些普通的书籍。最令人惊讶的是，法师塔内居然还有 NPC 售卖各种饮料与食物。此刻法师塔第1层聚集了不少玩家，大家都捧着书籍在1层内休憩，就仿佛是一群白领正在喝下午茶一样。这是法师塔，这里面怎么没有怪啊？这一幕无疑是让沈毅的几个姐姐都大吃一惊了。他们看着这法师塔的内部景象，不免得有些错愕。谁跟你们说法师塔内有怪物的？法师塔其实就是一座巨大的图书馆一样的建筑，每5层会有一个技能书的典藏图书馆，典藏图书馆内有着许多的魔法书籍。另外，其实每1层法师塔都更像是书吧，大家可以在里面喝茶吃甜点，看着法师塔外的风景。不过除了典藏图书馆，其余的书籍都是一些普通书籍。另外，法师塔每1层都需要你首先通过每1层的考验才能够进入下一层。无解的考验是进入到法师塔5层，也就是说我们要经历5场考验，只有完成考验才有资格进入下一层。沈毅说道。好吧，这就难怪那么多人来这里了，搞半天这就像是一个下午茶的据点。几人哭笑不得。走吧，咱们可不是来喝下午茶的。沈毅闻言当下的说道，示意他们的任务与这些个闲人可不同。您好，这是法师塔的魔法电梯，可以通往法师塔的上层，不过想要往上1层需要通过法师塔的考核哦，考核通过自动解锁魔法电梯的使用权。沈毅直接带着自己几个姐姐来到了位于1层的巨大魔法电梯前。此刻电梯口一个漂亮的 NPC 拦住了他们的去路，然后对着他们笑着说道，居然还有电梯，那么高级。看着眼前的巨大的由魔法驱动的电梯，又是给沈毅的几个姐姐开了眼界了。这有什么？少见多怪，以后想象不到的东西多着呢。沈毅一笑，然后看向了 NPC， 我们是来接受考验的，请允许我们接受考核。沈毅直接与 NPC 对话，触发了考核的任务。哎，你们快看，又有人去参加考核了，这些个人奇奇怪怪的，你们猜他们能够考核通过吗？绝对不可能啊，都多少人进去考核过了，都很快的滚出来了。第1层的首关 BOSS 就是15级的黄金 BOSS， 根本不是现在我们能够打得过的。就是到现在为止，好像进去最久的也不过坚持了1分钟。那你们猜这几个人看着奇奇怪怪的人多少时间会滚出来？装模作样，我猜他们20秒就被 BOSS 扫出来了。嘿嘿，我猜30秒。那我感觉他们或许坚持的能够久一点，我觉得1分钟。看到沈毅他们被传送进入了考核试炼场，坐在1层的不少玩家们纷纷的谈论了起来了。法师塔自从被发现就吸引了不少人前来，也有不少队伍试图进入2层，然后都以失败告终。因为很显然的，第1层的首关 BOSS 就是15级黄金 BOSS 的实力，这显然不是当前玩家能够应付的。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却让1层的所有玩家都惊呆了。怎么回事？都1分钟了，他们怎么还没有被 BOSS 扫出来？是啊，怎么个情况？卧槽，1分半了，他们居然坚持了那么久。
我就说那些个人看着不一般嘛，原来是高手。卧槽，3分钟了还不出来！此刻那些一层玩家都惊呆了，一个个的看着时间，发现沈毅他们居然过去了3分钟还没有出来，这无疑给了他们巨大的震撼。要知道，之前最强大的队伍也就坚持了1分钟。呜，四姐，你好变态啊 ！BOSS 还有20%的血，就被你直接一下秒杀了，太残暴了吧！而就在第1层玩家还在等待沈毅他们被 BOSS 杀出来的时候，沈毅他们已经来到了第2层了。刚从电梯内出来，沈岩就一脸崇拜地看向了四姐。只因就在刚才对付1层首关 BOSS 的时候，明明对方还有20%的血量，就被沈凌一剑爆头，直接秒杀了。这合体之后的超强输出能力，简直骇人啊！有增伤，另外暴击了，侥幸而已。沈凌谦虚地说道：“那也很强好吧？羡慕嫉妒？你嫉妒个毛线？你都有神器了，还嫉妒别人？”沈毅一撇嘴，然后看向对方说道，目光看向了法师塔2层。2层的法师塔与1层的布置差不多，唯一的区别，1层法师塔内坐满了人，而2层此刻冷冷清清，却是一个人都没有。第94章轻松写意过3关。2层被点亮了，天呐，有人通过了1层的考核，成功进入2层了。我滴个乖乖，和人部将如此凶猛，居然能够踏入法师塔的2层。我去，有人击败了15级的黄金 BOSS， 这怎么可能啊？谁啊？那么厉害？这也太不可思议了吧！到底是谁啊？此刻法师塔外围的玩家都震惊了，一个个的抬头看着眼前的法师塔，因为此刻他们清晰地看到了法师塔的2层居然被点亮了。这一标志表示2层已经被激活，已经有人进入到了法师塔的2层了。而这个消息无疑是震惊无比的，也让人感到了一阵的骇然。因为法师塔发现到现在，也有不少人挑战进入法师塔，但无一例外都以失败告终。可眼下居然有人能够进入到这2层，这不得不让人骇然。他们居然成功了，进入了2层，这怎么可能啊？卧槽，他们是谁啊？哪里厉害？靠，花了不到5分钟就进入到了法师塔的2层，他们是怎么做到的？他们到底什么等级？不可能，这不可能！就目前来说，能够击败15级黄金 BOSS， 还能够那么短时间内的玩家，那除非是……难道说他们是排行榜上的那6个人？这不会吧？大神露面了！法师塔1层内的玩家们更是骚动不已。很显然的，大家都被这一幕所震撼了。本以为沈毅他们会如同之前的玩家一样，如同跳梁小丑一般的被传 BOSS 所击败，可如今看到2层被激活，他们脑袋瓜是嗡鸣的，显然有些难以接受了。而与此同时的，众人不约而同的想到了一件事：如果说沈毅他们真的击败了1层的 BOSS， 进入到了2层的话，那么唯一可能的就是眼前的沈毅等人只可能是排行榜上的那几个家伙。一时间，大家是面面相觑，一个个的神色立马变得激动了起来了。要知道，如今寻找沈毅等人的玩家不在少数，都想结交他们。然而他们神秘得很，至今不知道他们是谁。这一次露面，算是第一次在众人面前亮相吧。迅速的，排行榜上前6玩家在法师塔亮相的消息，如同燎原之火一样的迅速传播了开去，引起了不少人的关注。你们在法师塔？沈毅真打算进入2层的关卡？这会，南宫木离忽然的在公会频道里问道：“小美女，你怎么知道的？”“哦，肯定是我们家小弟向你汇报的消息。老弟，你这也太妻管严了吧？”“什么妻管严？这叫做亲昵，人家小情侣之间的暧昧，你懂什么？”“吼，三姐说的好像你很懂一样。”一看到南宫木离的问题，当下的沈毅几个姐姐顿时暧昧的在公会频道里说道，一副吃瓜群众的样子。“不是的，不是的，是你们闯过了法师塔的第1层，所以很多人都猜测你们就是排行榜上的那几个人。现在不少人都朝着法师塔来了，都想要认识你们呢。”南宫木离脸色绯红，被沈毅几个姐姐调戏的内心小鹿乱撞，然后立马的解释说道，表示并不是沈毅告诉他的，而是他们自己暴露的。“啊，这样啊！”众人诧异，的确没有想到这也能够暴露。不过还好，沈毅一开始就让他们使用了迷雾之尘，所以说眼下也没有人能够获取他们的信息。别管他们，我们管好自己的节奏与步伐就好了。沈毅道是无所谓，早就有所预料，所以之前才让他们使用了迷雾之尘，当下更不会因为这点小事而分心，并不在意。在与南宫木离简短的聊了几句之后，让他们开始了第2关的考核。怎么回事？卧槽，第3层被激活了，他们进入第3层了，这怎么可能啊？这什么情况？是啊，这到底怎么一个情况？这才2层没有被激活多久，怎么第3层又被激活了？妈呀，这什么实力啊？这1层 BOSS 就是15级的黄金 BOSS 了，这2层得到什么程度啊？是啊，那么变态的吗？这也行？然而就在大家纷纷猜测沈毅等人身份的时候，
更让人炸裂一幕出现了，2层才没有激活多久，3层忽然的又被激活了。看到这一幕，大家一下子的全部都傻眼了，表示难以理解，更是不知道说什么了。众人纷纷侧目，显然的无法理解这究竟是怎么一个情况。老弟，你怎么知道答案的？然而出现在第3层，沈毅几个姐姐狐疑的目光看向沈毅，一脸的疑惑与不解。第2层的关卡并不是打怪，而是一个阵法解密的游戏。然而正当沈毅5个姐姐看到这解密难题感到头疼的时候，沈毅却轻松的把答案直接破解了，其整个过程甚至于的都没有用到1分钟，这让沈毅5个姐姐骇然不已，看着沈毅问道，表示沈毅怎么知道答案的？别问了，问就是秘密。沈毅一笑，当下的表示要保密。他当然知道答案了，这不废话吗？他好歹也是个重生者，这点东西他当然知道。法师塔一共20层，有20个关卡，却不是每个关卡都需要打怪。事实上，其中很多关卡是考验智商等别的东西的。所以沈毅其实知道第2关卡的答案，自然轻松的就闯过了。哦，伤心啊，连自己的姐姐都不告诉。3姐捂着自己的心脏，故作痛心的说道。就是有什么事连自己姐姐都不能说的，姐姐们可是含辛茹苦，把你一把屎一把尿拉扯。停，鬼扯什么？有些东西我不好跟你们解释太多，总之时机成熟我会告诉你们的，但现在老姐们还是别问了 ，OK？ 不 OK？ 不 OK 我也不会说的。可恶，不说就给我洗1个月丝袜。好，那就给你都扯烂。混蛋弟弟，杀掉你！第95章真正的考验，传奇法师登场，请回答。答案是诸葛辰龙，他在第3纪元率领东方国度在巅峰平原击败了白象的大军，从而的结束了第3纪元的大战。沈毅站在一个只有魂体的老头面前，然后回答了对方的问道。恭喜你，答对了。哦，年轻人，没想到你的知识如此的渊博，可惜你不是一个法师，否则那您浩瀚的知识储备一定会让你成为一个强大的魔法师。你们已经过关了，并且是以100%的准确率。你们现在可以前往第4层了。第3层通往第4层的关卡依旧不是打打杀杀，而是回答问题。一个只有魂体的智慧老头就是这关的守关的人。在这一关里，他一共问出了10个问题，玩家需要回答成功至少6道题才能够顺利的通过这一关。而面对眼前智慧老头的问题，沈毅却是轻描淡写的以全胜之姿直接的回答对了10道题，以100%的准确率成功的过关。伴随着电梯的移动，沈毅带着自己5个姐姐也顺利的来到了第4层。而此时此刻，沈毅的5个姐姐还有些没有回过神来。不是，老弟，你是怎么知道答案的？那些奇奇怪怪的问题，你是怎么回答上来的？是啊，弟弟，你怎么知道答案的？那10道题目里，只有1道是我会的，还是在幽灵教堂那个吸血鬼的图书馆里，我看到过才知道答案。他问的那10道题，似乎都是关于这个游戏的一些游戏背景故事的问题。你是怎么知道的？哼，又是秘密。老弟，你的秘密怎么那么多？几人用狐疑的目光纷纷的看向了沈毅，显然的想从沈毅身上寻找到一些蛛丝马迹，因为很明显的，大家都感觉到了，沈毅这也太古怪了一些了。对方问的10道题目，沈毅都像是原先知道答案一样，轻松的就回答了上来了。眼下他们不得不怀疑，沈毅是事先就真知道答案。这个简单，其实你们在游戏里看的故事背景的书籍，在游戏官网上都有，我之前就已经看过了呀。而你们只是无聊在游戏里随便翻了翻，所以你们当然不知道。而我可是关注这个游戏很久了，这些故事背景大部分我都了然于胸。沈毅笑着说道，这倒是没有骗人，他的确对于整个游戏的故事背景都了如指掌。但问题沈毅不是从官网上了解的，而是因为他有10年的记忆，已经对游戏有了刻骨铭心的记忆了，所以自然对于这些很熟悉，能够回答上来也不意外。事实上，这一关的智慧使者问的问题都是一些很普遍的游戏背景历史问题，玩家只要随便翻阅一些书籍就能够知晓答案。后面这个智慧使者还会出现，那出的题目才叫刁钻呢。啊，原来是这样，那还真是要多读书啊。我不要读书，现实里读书，玩个游戏还要读书，那我还不如死了算了。行了，也没有让你读书。闻言，沈毅几个姐姐还就真相信了，并没有再怀疑沈毅。你们闯到第4关了。这时候，南宫木离再次的在公会里问道：小美女，你怎么又知道啊？你怎么知道我们抵达4层了？闻言，众人诧异，他们才刚4层，这南宫木离的消息那么灵通吗？不由得，众人目光狐疑的看向了沈毅。我可没有说。沈毅立马的表示不是自己说的，外头都已经疯了，他们看到了法师塔第4层被激活了，都知道你们已经抵达了第4层了，大家都疯了，都在疑惑你们到底是怎么做到的，这也太神奇了吧。其余人都第1关都过不去，
你们是怎么过到第4关的？南宫木离之所以知晓，那是因为这件事已经得沸沸扬扬，甚至于此刻法师塔外聚集了许多看热闹的。正因为如此，所以大家才震惊于为什么沈毅他们能那么快抵达第4层。原来如此啊，其实很简单，因为除了第1关要打怪，剩下过的2关都是解密一类的，所以我们能够过关。沈毅怕自己几个姐姐大嘴巴说漏嘴，立马的解释道：“哦，原来是这样啊，这就难怪了，别人还以为你们是一路杀上去的呢，原来是后面的关卡不需要打怪啊。”闻言，南宫木离这才恍然，毕竟第1层如果是15级黄金 BOSS 的话，后面几层岂不是只会更强？沈毅他们纵然强悍，也不至于那么快吧？如今听到了这样的答案，他才终于是恍然大悟了。只剩下1关了哎，就可以达到5层了，这大姐的任务也不难啊。看着来到了第4层，下一层就是第5层了，而大姐的任务就是抵达第5层。沈毅几个姐姐忽然感觉这任务难度似乎不大，而沈毅闻言则不由自主地苦笑了起来了，看着他们心中暗道：你们进入到了第4层关卡，就不会那么说了，到时候有你们哭的时候。沈毅当然知晓第4层的关卡内容，但他没有提前说，而招呼了一声自己几个姐姐，直接开启了第4层的关卡。伴随着光芒，他们进入到了第4层关卡的试炼房间内。哦，多少年了，终于又有冒险者来到了法师塔，抵达了这里了。众人刚一出现，一个温和的声音响起，紧接着一个散发着虚影的穿着法袍的老者出现在了他们的面前。法师塔5层管理员司马青羽。当沈毅等人看到这个法师的时候，其头上就已经显露出了其信息了：传奇 NPC。 当看到司马青羽的那一刻，几人很快的发现了其名字前头有着一个属于传奇的标志。很显然的，面前的老头居然还是一个传奇法师。当下的几人都面色变了，心中暗道：不会这一关是要击败眼前的这个老头吧？而沈毅则哭笑不得的看着眼前的司马青羽，这家伙可是游戏里大部分玩家的初始噩梦啊！沈毅更是急的，对方名列最讨厌 NPC 排行前10，原因就是这家伙是通往第5层法师塔必须过的 BOSS，